是全校公认的冷艳女神，如今却成了3个萌宝的娘亲。全校男生知道后追了我3天3夜，发誓要把我打进骨科，只因女孩是他们舔了10年的校花。来到一座非常老旧的小区，打开门，迎面扑来一股奶香味。这时苏雨嫣扭头看了我一眼，便走向了卧室，我也只好紧跟其后。可走到卧室门口时，突然虎躯一震，只见床上并排躺着3个婴儿。这一刻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做什么？突然一个空灵的声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见到宝宝，已为你绑定超级奶爸系统。连忙环视四周，是不是我听错了？管他呢，这年头谁还没点毛病？这时苏雨嫣温柔的声音传来，快进来。我错愕的点点头走了进去，看着3个金雕玉琢的萌宝，满脸不可思议。美女，这3个宝宝都是你生的？听到这话的苏雨嫣秀美微瞥，不然呢？不过他们也是你的孩子，不信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听到亲子鉴定这4个字，犹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我整个世界。于是抱着宝宝便要出去，只见苏雨嫣一脸黑线，难道你不知道做亲子鉴定不用带着宝宝吗？只需带着宝宝身上的头发或指甲就行。我连忙摇摇头，这话问的，谁经常没事做那玩意？这时苏雨嫣非常小心，从3个宝宝头上剪下一缕头发，递到我面前。几分钟后，便来到了亲子鉴定中心。我把宝宝的头发以及自己的头发一并交了上去。很快，工作人员的声音响起：“张浩、赵刚，你们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我听到声音，紧张地走了过去。只见桌子上一张纸，仔细一看 ，DNA 匹配率68.8%。我顿时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于是便要拿着结果离开。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叫住了我：“张浩，你拿错了，那张是人家的，这3张才是你的。”我尼玛，完了，过山车都没这刺激。于是我再次回到桌前，拿起另外3张，定睛一看，直接石化在原地。DNA 匹配率99.99%，那3个娃竟然真是自己的。与此同时，那对年轻夫妇中男的看到结果，瞬间暴怒：“好啊你，敢给我戴绿帽子，离婚！”女的一听连忙哭道：“我错了，老公，原谅我这一次，我发誓以后不是你的我不少。”走出鉴定中心，我心乱如麻，怎么稀里糊涂成了3个孩子的爹？我都还在上学，难道要辍学搬砖抚养宝宝？不行，打工是不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打工。半个小时后，我回到了苏雨嫣的门前，看着眼前这一推就倒的门，我却没有力气推开了。突然房门被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阿姨，这是苏雨嫣请来照顾宝宝的。见到是我，阿姨一愣，然后又露出笑意：“小伙子，你回来了。”我也浅浅一笑，不过应该比哭还难看。阿姨，你去丢垃圾吗？是的，小苏在屋里，你去吧。说罢，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可就在走到卧室门口时，突然睁大了双眼，只见苏雨嫣正在给宝宝喂奶，露出一片雪白，很白。正当我看得目不转睛时，脑中再次响起那个声音：“叮，来任务了，请宿主给3宝换尿不湿，完成任务可获得1万奖金。”我愣了一下，难道又是幻听？最近也没奖励自己啊。宿主，这不是幻听，是我的声音。我连忙环视四周，谁？我可是当代大学生，何方妖孽快显形，否则别怪我用24字真言了。富强，民主，文。宿主，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超级奶爸系统，从现在开始，我会随机给你发放任务，完成后可获得各种奖励。我用手拍了拍脑袋，不对，这声音好真实，不是幻听。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宝宝时，这个声音就出现了，只需要做任务就能获得奖励，真的假的？我可是下了国家反诈中心。就在愣神之际，一阵婴儿啼声从卧室传来，听到哭声，我心中有种心疼的感觉。就在这时，苏雨嫣含柔的声音响起：“我知道你在外面，能不能给3宝换一下尿不湿？”我不方便。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只见苏雨嫣走到墙角，背对着我，宝宝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并不再多想。突然意识到，换尿不湿怎么换？之前又没换过。正当我为难之际，系统的声音响起：“宿主别急，奴家可以教你哦。”之后一段视频画面浮现在脑海中，看了一遍就挽起袖子，非常娴熟的给3宝换好了尿不湿。叮，恭喜宿主完成换尿不湿任务，1万奖金已到账。这时我的短信铃声响起：“主人，来短信了。”连忙打开手机查看，因尾号8888卡到账1万，余额19527.66，竟然是真的，这系统真尼玛牛！就在我幻想之时，苏雨嫣温柔的声音响起：“既然你做了亲子鉴定，现在相信宝宝是你的了吧？”我郑重点了点头，我会对宝宝负责任的。听到这话的苏雨嫣神色明显轻松许多，接着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其实我并没打算找你，毕竟1年前那只是个意外，如果不是经济上困难，也不会麻烦你。如果可以，希望你在经济上支持一下，其他事可以不用管。”听到这话，我瞬间不乐意了。什么叫其他事不用管？我可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从现在起，我会对宝宝们负责。心想到我现在可是有系统在身，钱对我来说不就是手拿把掐的事？正想着，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叮，给3个宝宝起名字，完成任务可获得3万奖励。”听到这，我面露喜色，才几分钟，又有奖励送上门，照这个速度，一天岂不是可以赚几百万？思绪中，我连忙看向苏雨嫣：“你给3个宝宝起名字了吗？”苏雨嫣摇了摇头：“还没有。”“那我给宝宝起名字可以吗？”“可以。”
苏雨嫣直接答应了下来。正在我绞尽脑汁起什么名字时，突然意识到3个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于是我又问道：“那什么，另一个宝宝，还有你抱着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3个都是女孩，我抱的是大宝，你左手边是2宝，右手边是3宝。听罢，我神色微动，一句话直接脱口而出：“这么说没一个带爸的。”只见苏雨嫣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你说呢？我尴尬一笑，你别多想，我只是了解一下性别，从而决定取什么好听的名字。说罢，我的视线落在了2宝和3宝娇小的身体上，顿时我愣住了。2个宝宝正在用纯真无邪的卡姿兰大眼睛看着我，那胖嘟嘟的小脸蛋白得跟牛奶似的，仿佛都能掐出水来，尤其那双小手和小脚丫，连我手掌的一半都不到，这也太可爱了吧！瞬间我的心都化了，突然灵光一闪，既然3个宝宝这么可爱，那就叫真可爱吧。大宝叫张真，2宝叫张可，3宝叫张爱。听到这3个名字，一旁的苏雨嫣脸色一沉，而我则是面带笑意。正在我洋洋得意之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任务失败，给宝宝取的名字太简单了。我不禁一怔，这么有创意的名字竟然没得到系统的认可。我再次绞尽脑汁思考了起来，突然脑中又灵光一闪，3个完美的名字便浮现而出。大宝叫张欣，欣字象征着财富；2宝叫张淼，淼字象征着海纳百川自强不息；3宝叫张晶，晶字是爱情的结晶。话音刚落，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完成给宝宝起名字的任务，3万奖金已到账。主人，来短信了。听到提示音，我面露欣喜之色，再次打开手机，临尾号8888卡到账3万，余额49527.66。激动中，突然想到还没询问苏雨嫣的意见，我给宝宝起的名字怎么样？还可以吧？这次苏雨嫣面带微笑，很满意的点了点头。一瞬间，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就在这时，宝宝的哭声响起，我循声看去，只见3宝攥紧小手，闭着眼睛使劲的哭，顿时我心疼万分。这时，苏雨嫣连忙抱起3宝，轻轻摇晃安抚。见状，我连忙问道：“宝宝是不是饿了？你给宝宝喂奶吧，我回避下。”说罢，我便转身走向了门外。可刚要迈开步子，身后传来苏雨嫣的声音：“等一下，麻烦你冲一下奶粉。”我疑惑道：“不是直接喂奶吗？”只见苏雨嫣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因为有3个宝宝，奶水根本不够吃。我很是疑惑，视线不由得落在她某个位置，这看上去不小啊。突然，系统的声音又响了：“叮，来新任务了，给3宝喂奶粉，完成任务可获得1万奖金。”我神色微动，只见抱着3宝的苏雨嫣秀美微蹙：“你能不能先给3宝冲奶粉？宝宝一直哭对嗓子不好，记得1平勺奶粉兑30毫升温水，放6勺奶粉就行。”闻言我点点头，来到桌前打开奶粉盖一看，发现奶粉已经见底了，别说6勺，3勺都没有，奶粉没了。还有整罐的吗？苏雨嫣微微摇头：“没了，这是最后一罐，等会我去买。”我去吧，先把这点冲了，让3宝垫垫肚子。冲好后，回到卧室，我自告奋勇的想亲自喂。就在这时，苏雨嫣却委婉拒绝了：“还是我来吧，你没抱过，现在宝宝还小，要是抱得不好，宝宝会一直哭的。”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还是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要不你把3宝放在床上，我再喂。只见苏雨嫣有些急了：“不行，放在床上哭得更厉害，你还把奶粉给我吧。”我也不再废话，立刻将奶瓶递了过去。看着哇哇大哭的3宝，让我很是心疼。至于任务，靠边站吧，我女儿可比奖金重要。这时我又想到奶粉没了，等会大宝和2宝饿了，肯定也会哭。我连忙转身离开。就在这时，苏雨嫣开口：“还是我去吧。”我头也没转说道：“你哄孩子吧，我马上回来。”走出卧室，却见到那个阿姨站在门外，脸上带着笑容。思绪中，我笑了笑，打了个招呼，快步走了出去。片刻后，我来到了育婴店，拿了10罐奶粉。就在我快要走到小区门口时，一辆红色兰博基尼停在身旁，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一张秀气的脸庞，对着我一顿嘲讽。而我朝着声音看去，原来是苏怀柔。人如其名，虽是男儿身，却是女儿心，典型的娘娘腔。我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死娘炮，谁家猪圈塌了，把你放出来了？挺大个老爷们，一天天娘们唧唧的。”被戳到痛处的苏怀柔顿时气得暴跳如雷，瞪大双眼，满是浓浓怒意。可当他开口，却发出尖细的声音，就跟宫里的公公似的：“他妈谁死娘炮呢？你才是死娘炮，你全家都是死娘炮！”一听这话，我顿时不乐意了。可正准备放下奶粉教训这个娘娘腔时，突然想到家中嗷嗷待哺的宝宝，这次不跟你计较了，等下次再说。死娘炮！话落，我抱着奶粉便向小区走去，而那个苏怀柔则是双手叉腰，怨恨的眼神看着我的背影。他妈的，气死老娘了！我回到家中，就听到宝宝撕心裂肺的哭声，听得我心都碎了一地，连忙拿着奶粉走进卧室。宝宝不哭，爸爸回来了。苏雨嫣见状，秀眉微皱：“怎么这么半天？别提了，回来时碰到一个娘娘腔，要不是急着回来，非揍他不可。”说着，我立刻拿出1罐奶粉，开始冲了起来。娘娘腔！苏雨嫣神色微动，一副略有所思的样子，而我随口应了一声：“刚才冲了3勺奶粉，现在是不是只冲3勺就行了？”苏雨嫣点了点头，看到桌子上这么多奶粉，不免有些惊讶：“你怎么一下子买这么多奶粉？”我担心少了不够喝，所以买了10罐，
而且保质期2年呢，也放不坏。哦，多少钱？我给你转过去。说着，苏雨嫣拿出了手机。一听这话，我皱起了眉头。怎么，宝宝不是我亲生的？什么意思？你不是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吗？那我给我孩子买奶粉，你给我钱干什么？苏雨嫣瞬间不知道说什么了。我笑了笑，继续冲奶粉。很快，奶香十足的奶粉便冲好了。当三宝拿到奶瓶，顿时安静下来，开始大口大口的喝奶。苏雨嫣用纸巾擦拭三宝嘴角流出的奶，轻轻的放在床上，用手轻轻的拍着。看到这一幕，我露出欣慰的笑容。虽然老婆和宝宝的出现很突然，但现在我却处于一种很温馨的感觉中。这时，苏雨嫣扫了眼挂在墙上的时钟，发现到了晚饭时间。那个，你先看会宝宝，要是哭了就叫我去做饭，你吃了饭再走吧。说着，就下床走向了门口。我淡笑道：别麻烦了，直接点外卖不就行了？你想吃什么？说着便从口袋中掏出了手机。这时，苏雨嫣委婉地拒绝道：还是我去做饭吧，因为还要给宝宝们做一些辅食。就在这时，脑中响起系统的声音：叮，来新任务了，给宝宝们做土豆泥，完成任务可获得3万奖金。听到有新任务，我并没有开心，而是皱起了眉头，只因我压根不会做呀。有钱的时候顿顿大餐，没钱的时候顿顿快餐，唯一会做的就是泡面了。正当我不知所措时，系统的声音又响了：检测到宿主不会做饭，是否激活超级厨艺技能？免费的有。我顿时一怔，什么鬼？这系统除了奖励之外，还有技能奖励？我二话没说，果断答应了。瞬间，海量的厨艺知识涌入脑海。与此同时，身体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双臂似乎更有力量。单身20年都没练出来，这下子小弟弟有福了。激动的我便来到了厨房，正准备用切菜神器弄土豆丝的苏雨嫣，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我笑嘻嘻的走了进来，疑惑的问了一句：宝宝们在闹腾吗？我笑着摇头：没有，我来做饭吧。苏雨嫣发出疑问：你会做饭？听到这话，我有些不自信的说道：应该会吧。算了，你还是看着宝宝吧，我来做饭。说完，苏雨嫣拿起一颗土豆放到切菜神器里面。可就在这时，我来到她身旁，拿起一旁的菜刀：还是我来吧，你长得这么漂亮，油烟对皮肤不好。只见苏雨嫣的脸颊上顿时浮现一抹红晕。看到这一幕，我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很想咬上去，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欲望。深吸一口气，便不再乱想。很快，4菜1汤在苏雨嫣的诧异中完成了。突然，宝宝的哭声传来，我连忙朝着卧室跑去。只见3个萌宝像商量好的一样，一起嚎啕大哭。看到这一幕，我柔声开口：宝宝不哭，爸爸来了。一顿检查，并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一旁的苏雨嫣一看，顿时明白了，宝宝们肯定是饿了。你去冲奶粉，我来哄孩子。话落，苏雨嫣一只手抱起大宝，另一只手抱起2宝，轻声安抚着：宝宝乖，妈妈抱着呢，不哭。而我直接抱起3宝，来到桌子前冲奶粉。短暂的忙碌，3个萌宝终于喝上了奶粉。在含住奶嘴的瞬间，哭声停止了。我缓了一口气，没想到照顾宝宝这么辛苦，一个哭还好点，3个同时哭就会手忙脚乱的。看着苏雨嫣，心里突然五味杂陈。就在我感慨时，尴尬的一幕进入视线。只见正在喝奶的大宝和2宝，小手变得不安分，轻车熟路地伸进苏雨嫣的衣领里面。苏雨嫣顿时脸色羞红，发现我正在目不转睛盯着，挑眉瞪眼，嗔怒道：看什么看？没见过吗？我尴尬一笑，挠了挠头，忘了。然后笑着扭过了头。我这老婆真是太可爱了，真想娶回家，天天搂着一刻都不分开。然而就在这时，脑中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完成喂奶任务，1万奖金到账。哥们儿，短信来了哈。听到短信提示，我神色微动，1天不到就获得8万奖金，这哪是超级奶爸系统，这妥妥的是超级赚钱系统啊，简直就是老天赏饭吃。不一会，3个萌宝喝完了奶，都闭上眼睛睡着了。苏雨嫣轻轻地走到床边，缓缓地把大宝和2宝放在床上。可就在松开手的瞬间，大宝和2宝突然睁开了眼睛，下一秒就哇哇大哭了起来。不仅如此，3宝也被哭声吵醒了，看了眼2个姐姐，直接加入队伍。3个宝宝齐声大哭，就跟雨后池塘里面的青蛙似的，一声接着一声。我顿时不知所措，这场面堪比一战。而苏雨嫣却非常淡定，大宝比较好哄，你把他抱起来就行，我来哄2宝和3宝。我点了点头，怀着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把大宝抱了起来。当感受到宝宝娇小的身躯，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时间我感慨万千。这时，苏雨嫣抱起2宝和3宝向门口走去。走吧，喂宝宝们吃土豆泥，吃到好吃的他们就不哭了。我半信半疑地跟了出去。当土豆泥送到大宝嘴里时，大宝突然就不哭了，小嘴吧唧吧唧地吃着。再看2宝和3宝也是如此。我微微颔首，紧接着愣了一下。现在3个宝宝7个月了，比较容易照顾，可在宝宝们小的时候呢，肯定更难哄吧。想到这，我问道：阿姨和叔叔呢？晚上不过来吗？听到询问，苏雨嫣突然愣了一下，紧接着一双美眸微微泛红。看到这一幕，我连忙道歉：实在是抱歉，我只是好奇而已。苏雨嫣咬了咬红唇，犹豫片刻，这才开口回答：1年半之前，爸妈知道我怀孕了，但我没说是谁的。当时爸妈就急了，非要让我把孩子打掉，因为跟家里闹别扭，我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在这租房子住。为了肚子里的3个小生命，再苦再累也值得，无论爸妈管不管，
无论是否遇到你，我都会把3个女儿抚养成人。说完，看着怀中的2宝和3宝，脸上满是溺爱，而2个宝宝就跟能听懂话似的，发出咯咯的笑声。此时的我一脸内疚，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恐怕苏雨嫣也不会遭遇这种事吧。这时，突然门铃声响起，我朝着门口走去，而苏雨嫣秀眉微蹙，心跳加快。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直接瞪大了双眼，只见一个长相秀美、身材高挑的男人站在门口。看到我的那一刻，男人疑惑地开口，可发出的声音却是尖细的：呀，你怎么在这儿？听到这声音，我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小区门遇到的苏怀柔。她用膀胱看到坐在里面的苏雨嫣，又开口质问道：堂妹，张浩怎么在你家？听到这话的苏雨嫣有些慌张，很快便冷静了下来。他是我请来照顾宝宝的护工。苏怀柔眉头微蹙，下一刻面露鄙夷看向我：哟，原来我们大名鼎鼎的张少在做兼职啊，还是男保姆。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被人笑死？说罢，便迈着扭捏的步伐走进了客厅。我见状顿时有种恶心感，差点把刚才吃的饭吐出来。这时，苏雨嫣神色不自然地问道：堂哥，这么晚你过来干什么？苏怀柔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坐在餐桌前，看到躺在婴儿车里的大宝，伸手便抱了起来，然后又在大宝肉嘟嘟的脸蛋上亲了一口。看到这一幕的苏雨嫣秀眉微蹙，一副反感的表情，而我心中涌起怒火，死娘炮敢亲老子的宝贝女儿，太他妈恶心了。正当开口怒斥时，只见大宝突然伸出小手，在苏怀柔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声音很响。苏怀柔不悦地哼了一声：臭宝宝，大大以后还给你买新衣服呢，你再这样大大就打你小屁屁。突然大宝直接吐了，刚好吐到苏怀柔身上。呀，这是人家刚买的新衣服，花了1万多呢，臭宝宝，看我不打你屁股。说着扬起手就要朝着大宝的屁股打去。见状，苏雨嫣不悦道：堂哥，你都这么大人，跟孩子计较什么？说吧，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感受到怒意的苏怀柔轻轻把宝宝放回了婴儿车里，还不忘威胁大宝：哼，以后再教训你。然后转身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看着苏雨嫣：堂妹啊，表哥这次来呢，是为了家族的事，我作为苏家唯一的男丁，以后迟早要继承企业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听到这话，苏雨嫣皱起眉头：堂哥，你说这话未免言之过早了，况且爷爷从未说过让你一个人继承，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有何居心呢？是想将家族企业占为己有吗？此时的苏雨嫣像变了个人似的，温柔的目光变得坚毅，和善的表情变得冰冷，仿佛从一个娇弱的宝妈直接变成高贵的女王。苏怀柔冷哼一声：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在通知你，况且你有资格说我吗？1年前不知道怀了谁的野种，还因此跟家里断绝关系，咱们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听到这番话，被戳到痛处的苏雨嫣顿时双眸含泪。这时我怒气冲冲地走到苏怀柔身前，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清脆的声音响起，瞬间苏怀柔白净的脸上出现一个红色的五指山。苏怀柔捂着脸，愤怒的眼神看着我，还没等她开口，我暴怒一声，眼神中迸射出寒芒：限你10秒钟，滚出这个房间！特么的敢骂我的宝贝女儿是野种，是嫌自己下体又硬了？我跟你拼了！苏怀柔一声尖叫，然后食指弯曲朝我脸上抓来。见状，我二话不说直接动手。本以为这个娘娘腔手无缚鸡之力，可动起手来劲儿倒是不小，脸上直接被抓破了几道。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武艺欠缺，是否购买超级武术技能？啥？还有这玩意？多少钱？5万。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了，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我并没犹豫，直接下单。叮，超级武术技能已激活，顿时感觉身体发生异样，不仅力量变大了，而且身手非常矫健，各种武术招式快速出现在我脑海中。啪的一声，我抓住了苏怀柔的手腕，又是一个大逼斗。这一下彻底让苏怀柔失去理智，就像发情的母猫，用嘴朝着我的手腕咬去。见状，我又给了他2个大逼斗，直接将苏怀柔干蒙圈了。他先是一愣，而后哭了起来：你个不要脸的，敢欺负老娘，你给我等着！说罢，擦着眼泪跑了出去。我并没理会，而是侧头看向苏雨嫣，只见苏雨嫣也看着自己，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苏雨嫣回过神后，一副担忧的样子：你刚才为什么要动手？我脸上仍旧带着怒意，因为那个娘娘腔侮辱宝宝，也因为对你出言不逊，有我在，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和宝宝。听到这话，苏雨嫣神色微动，一滴滴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见状，我连忙抱住了她。一瞬间，苏雨嫣2座高耸的山峰朝我扑来，顿时感觉软软的，很舒服。但苏雨嫣脸上升起一丝红晕，轻轻将我推开，替她擦去流出了泪水，柔声道：不哭了，宝宝还等着吃饭呢。说罢，回到餐桌前，拿起小勺子继续喂大宝土豆泥。但苏雨嫣神色还是有些担忧：那个，你认识我堂哥？不认识，只见过几次面而已，而且见一次恶心一次。听我这么说，苏雨嫣微微颔首，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就在这时，我突然笑了一下。苏雨嫣神色微动：你笑什么？当然是笑你那堂哥，堂堂7尺男儿，一天天就跟娘们似的，一副不男不女的样子，生这么个玩意儿，你大伯肯定非常后悔吧？还不如直接把他甩到墙上。说到这，看了眼苏雨嫣，只见他撇了撇嘴，我有些尴尬道：我这人心直口快，你别介意。苏雨嫣摇了摇头，其实我对堂哥也挺反感的，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堂哥从小就喜欢跟女孩子玩，家里也很无奈，但也没办法。我笑着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大宝突然嗯起来，把土豆泥送到嘴边，大宝却抿着嘴不吃，还用小手把勺子推开，看样子是吃饱了。与此同时，2宝和3宝也吃饱了。于是苏雨嫣抱起2宝和3宝便走向了卧室，我则抱着大宝跟着。
把3个萌宝轻轻地放在床上。苏雨嫣侧身躺在3个宝宝身旁，嘴里哼着催眠曲，哄着宝宝们睡觉。我站在门口，脸上洋溢着笑容。老婆漂亮贤惠，3个宝贝女儿可爱至极，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人生得此，夫复何求啊！思绪中，突然见苏雨嫣翻了个身，然后用手捶了捶小蛮腰。怎么了？腰不舒服吗？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腰疼。我一听，愧疚之意涌上心头。2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别的女孩子要么陪闺蜜逛街，要么陪对象看电影，享受着青春的美好。可苏雨嫣呢？这半年多来，都是一个人辛苦照顾3个宝宝。抱歉，都是因为我。如果那天晚上没喝醉，也不会发生那种事，更不会对你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此时的苏雨嫣脸色羞红，你别这样说，其实也不怪你。虽然刚开始挺辛苦的，可看着宝宝们一天天长大，反而觉得欣慰。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接下来让宝宝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我点了点头，突然一个想法在脑中萌发，要不我们结婚吧？这话一出，躺在床上的苏雨嫣顿时吓了一跳。下一秒我又严肃道，我们结婚吧？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既然都有孩子了，那就应该结婚。片刻后，见苏雨嫣不回答，我皱眉问，怎么？难道你有喜欢的人了？没有，你说的太突然了，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件事等以后再说吧。我点了点头，也行，我们先深入了解一下对方，毕竟日久生情嘛。你放心，接下来我会照顾你和宝宝的。苏雨嫣并没再说什么，见3个宝宝都闭上了眼睛，那个宝宝们睡着了，你休息去吧，我明天还要上班，也要早点休息。我点了点头，那我先回房间了，有事叫我。说罢就要转身离开。苏雨嫣愣了一下，连忙道，等等，我的意思是让你回去休息，并不是在这。毕竟苏雨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笑了笑，瞬间反应过来，那我先走了，明天早上再过来，有事打电话，我的手机号是521314。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走在漆黑的路上，这时从黑暗的角落里传来尖细声音，姓张的，你给老娘站住！听声音我便知道是那特么的死娘炮。我循声看去，只见苏怀柔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指着我，就跟泼妇骂街似的。我见状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二话不说，直接朝苏怀柔来了个佛山无影脚。然而就在这时，又从旁边出现5道强壮的身影，我立刻收住了脚。只听苏怀柔冷笑道，小兔崽子，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吗？老娘不对，老子可是叫了帮手的，兄弟们给我往死了揍他，出事我负责。话落，5个小混混面色凶狠地朝着我逼近。我见状眉头紧蹙，虽然获得了武术技能，但这是5个人啊，万一打不过，那我老婆孩子怎么办？这时我厉声喝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吧？识相的马上滚！这话传到他们那里，就像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每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哟，这不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张少吗？小的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没认出来，失敬失敬。话落，5个小混混犹如猛虎下山，朝着我扑了过来。我握紧双拳，只好拼了。可就在动手时，令我诧异的事发生了。只见那5个混混很迅速的动作，突然变得非常缓慢。我去，这啥情况？看着慢慢朝着脸靠近的拳头，我瞪大双眼。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宿主，这是武术技能中的遇强则强，只要宿主的身体足够强壮，就能以1敌100。我顿时领会，1秒不到，我闪电般打出5拳，被打中的混混直接飞出5米之外。就在这时，站在不远处的苏怀柔吓得直哆嗦，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喊人了。边喊边蜷缩着身体往后退，就跟遇到流氓的小姑娘似的。我顿时被恶心到了，揍人的欲望更加强烈。苏怀柔见状连忙求饶，并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见娘娘腔这副怂样，我没有动手，不是我心软，只是怕脏了自己的手。怂包，我警告你，以后再找苏雨嫣的麻烦，我就把你送去泰国做变性手术，让你变成真正的女人，明白吗？苏怀柔连忙惊恐点头。我冷哼一声，直接转身离开了。直到我脚步声消失，苏怀柔才抬起头，哼，你给老娘等着，这件事老娘跟你没完。很快我来到了宿舍门前，推开门，一个魁梧身躯的男人站在门口，他就是我死党兼好大。看我回来调侃道，耗子咋回来了？不是在苏女神家吗？莫非孩子不是你的？你被赶出来了？上来一顿3连问，我并没回答，直接坐在床边点上了一根烟。与此同时，另外2个好大儿大壮和少华见状也围了过来。大壮拱手道，恭喜浩哥，喜当爹啊！一旁少华推了推大壮，你是不是傻？喜当爹是戴绿帽子的意思。大壮笑着挠了挠头，恕我无知，是我肤浅了。这时赵勇走了过来，耗子，按说现在你应该跟苏女神同床共枕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深深吐出一口烟圈，挥了挥手，都走开，我想静静。赵勇瞪大了双眼，静静是谁？苏女神那么漂亮，又给你生了3胞胎，你还在外面沾花惹草，不是兄弟说你，都是当爹的人了，该收敛就收敛。听到这话，我阴沉着脸看向赵勇，你特么的会不会说话？我想一个人静静。赵勇笑着点了点头，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脚踏2只船呢。放心吧，耗子，有哥几个在，什么都不是事。你现在不是没钱吗？我们给你凑一些，你先拿去花。说罢，从口袋掏出了手机。见状我神色微动，内心无比感动，跟那些酒肉朋友，这3个好大儿靠谱多了。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跟钱没关系，只是今天发生的事太突然了，让我安静思考一会。你们该玩游戏玩游戏，该看片看片。大壮和少华点了点头离开了，一个去玩游戏，一个则是看片去。第2天一早就来到了苏雨嫣家门口，一想到3个萌宝可爱的样子，情不自禁的就会笑起来。我按响了门铃，房门打开，
本想打招呼的我突然一愣，没想到开门的居然是保姆阿姨。阿姨看见是我后，面露笑意：“小伙子，进来吧。”小苏她去学校了。我微笑的点了点头，有些激动的朝着卧室走去。可就在这时，突然被阿姨叫住：“宝宝们还在睡觉，你先把宝宝们的衣服洗一下吧，必须用手洗，然后再熬点小米粥，火候一定要大点，等宝宝们醒了吃。另外再把奶粉和衣服准备好，最后再把房间卫生搞一下。”我一听顿时皱起了眉头，这些不都是保姆干的吗？猜测之际，又听到阿姨开口：“小伙子，既然你要照顾宝宝，那就要从最基础的学起。如果你没有耐心，是照顾不好宝宝的。”我听罢微微颔首。1个多小时后，我完成了阿姨交代的事情。就在这时，从卧室传来宝宝的哭声，我急忙走进卧室，只见3个宝宝都醒了，只有3宝哭得很厉害。站在一旁的阿姨一动不动：“小伙子，你先给3个宝宝换尿不湿，然后再去冲半瓶奶粉。”这时我神色瞬间阴沉：“阿姨，你不觉得你有些过分了吗？如果不想照顾宝宝，现在就可以离开。”见我动怒，阿姨突然有些紧张，沉默片刻后：“小伙子，你别生气，我也是有苦衷的。”我眉头紧蹙：“苦衷？什么苦衷？”“小伙子，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能告诉苏小姐。”为了得知真相，我便点了点头。阿姨看我答应了，连忙说道：“其实我是苏小姐的父亲派来的，除了照顾宝宝之外，就是把这里的情况告诉苏先生。”我一听顿时心头一紧，苏雨嫣的父亲，想来是苏雨嫣跟家里闹矛盾，哪有父母不心疼自己孩子的？想到这，我也没再责怪阿姨，连忙拿着3瓶温度合适的奶瓶回了卧室。3个宝宝吧唧吧唧喝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我脸上洋溢着笑容。这一刻，只觉得我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男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陪着宝宝玩得不亦乐乎，别让爸爸抓到你们，抓到了就挠痒痒。3个萌宝就跟小蝌蚪似的，摆动着小胳膊小腿在床上快速爬着，看着3个萌宝可爱的样子，脸上的笑容就从没停过。就在这时，阿姨要去买菜，我说我去买，而阿姨却说宝宝们刚和我熟悉，正是培养感情的时候，我只好留了下来，继续陪3个萌宝玩耍。然而刚过不一会，门铃突然响起，打开门的那一刻，门外站着一位中年男人。我刚要开口询问，突然我想到了什么，然后仔细打量眼前的男人，赫然发现这男人的眼睛和苏雨嫣有几分相似。下一秒，我便开口道：“您是苏雨嫣的父亲？”中年男人听到这话，眉毛皱成了川字，下一刻又面露惊讶之色：“你是张浩？”这时我愣了一下，随后就冷静了下来，肯定保姆将这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叔叔你好，我就是张浩，很高兴见到你。”让我没想到的是，苏雨嫣的父亲问我在这做什么。这一刻我又愣住了，保姆不都告诉你了吗？在这跟我装什么清高呢？满脸疑问的看向苏父：“保姆没跟您说吗？”只见苏父眉头微蹙：“这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张朝阳的儿子吗？”我一听他居然认识我爹，心头一惊，缘分啊，这老婆是我的吻了呀！就在我惊讶之际，苏父不悦的声音响起：“等等，莫非你就是保姆说的亲生父亲？”我笑着点了点头，正要开口，突然被苏父厉声打断：“你个王八犊子，是你拱了我家白菜，要不是你，我女儿也不会怀孕，也不会离家出走。”说罢，苏父就要抽出裤子上的七匹狼。我见状本能的握紧了拳头，但下一刻反抗的念头便消失了。毕竟是自己给苏雨嫣造成的极大影响，能理解苏父此刻的心情。叔叔，我承认是我的错，要打要骂悉听尊便。话落，我闭上了双眼，等待七匹狼的制裁。臭小子，你以为我不敢吗？苏父已经怒不可遏，扬起了手中的七匹狼就要朝着我抽来。这时一声惊呼响起，苏父扬起的七匹狼停在了空中。只见拎着菜的保姆走了过来：“苏先生，您别生气，有话好好说。既然事情都发生了，您打他也无济于事，不是吗？而且我看得出小张是个负责任的人，不如您给他一次机会，哪怕看在3个宝宝的面子上。毕竟苏小姐现在生活艰苦，您忍心看宝宝们没有爸爸吗？”听到这番话，苏父重重地出了一口气，压制着怒意对我说道：“跟我出来，我不揍你。”当走到楼梯间的拐角处，只见苏父又扬起了他手中的七匹狼，可在落下的那一刻又停住了。我满脸疑惑，这老头干嘛呀？这是难道是我太帅改变主意了？这如我所料一样，苏父将七匹狼重新系上。特么的，还是心太软了，我不打你了，走吧，永远别再来找我家女儿了。听到这话，我一脸正色，我不走，我说过要照顾苏雨嫣和3个宝宝。然而苏父挑眉瞪眼，下一秒又面露不屑之色：“我知道你肯定是在打钱的主意，你家现在破产了，张朝阳杳无音讯，你现在也变成了穷小子。但我告诉你，就算你是宝宝的亲生父亲，也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听罢，我眉头微蹙，有种想揍人的冲动。如果他不是苏雨嫣的父亲，现在早就躺在了地上。叔叔，你可以侮辱我，但绝不能侮辱我的尊严。苏父冷哼一声，伸出了一根手指：“100万，只要你离开我女儿，我给你100万。这跟钱没关系。”只见苏父又伸出了一根手指：“200万，好成交。屏幕前的你慌了吧？嘿嘿。”这一刻我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一脸正色道：“叔叔，就算你给我2个亿，我也不会离开他们母女，而且我也不会要你1分钱。”这时苏父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抽出七匹狼的冲动又出现。突然一阵悦耳的铃声打破了这焦灼的局面。我拿出手机一看，是苏雨嫣打来的，毫不犹豫就接通了。“喂，怎么了老婆？”只听对面嗔怒道：“谁是你老婆？我就是想问问宝宝们都在干什么，你能照顾好宝宝吗？”“放心吧老婆，我和宝宝们玩得非常开心，他们还叫我爸爸了呢。”话音刚落，脑中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宿主撒谎，3天内教会宝宝叫爸爸，完成奖励30万。”
失败罚30万啊！我瞪大了双眼，这坑爹系统真他娘的坑！宝宝才多大，会叫爸爸吗？就在我郁闷之极时，苏雨嫣的声音响起：切，宝宝才见到你2天，怎么可能会叫爸爸？你能照顾好他们就行。挂了，老婆再见。我连忙应了一声，然后把手机放回了口袋。叔叔，您要动手就快点，我该给宝宝们做饭了。对了，您要不也留下来一起吃吧？听到这话，苏父顿时觉得一阵头大。之前不知道宝宝亲生父亲是谁就算了，现在知道了就这么算了。我特么不是白知道了，臭小子，别以为耍嘴皮子就能让我原谅你，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留在这里，因为你没这个资格，也没这个能力。你看看我女儿住的是什么地方，宝宝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身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连给妻子和宝宝幸福的能力都没有。要我是你的话。就在这时，苏父的手机响了，只见他接听电话后怒斥道：要你们干什么吃的，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马上回去。挂断电话，冷眼看向我，今天先说到这，明天我再找你。说罢直接转身离开，而我却在原地愣住了。刚刚的那些话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狠狠插进我的心脏。不行，必须马上赚钱，必须让老婆和3个宝宝每天都生活在幸福中。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现在的我厨艺不说天下第一吧，也差不多是第2，可以去摆摊卖熟食，凭我的手艺岂不是分分钟登上福布斯？至于那系统，别说赚钱了，不罚钱就不错了。说干就干，吃过午饭，我直奔菜市场，花了2000多买了一堆蔬菜和肉，又买了一些金属盘子。保姆阿姨看到我买来的东西满脸吃惊：小张，你买这些东西做什么？当然是摆摊卖菜了。我见小区门口经过的人挺多的，就想着摆摊卖菜，给宝宝们挣点奶粉钱。阿姨点了点头，露出了姨母笑。转眼到了下午，我足足做了10几道菜。这期间我抽空教3个萌宝叫爸爸，不过没有一个成功，3个宝宝只会说哒哒、啪啪、啦啦，就是不会叫爸爸。跟阿姨打了招呼，我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来到小区门口，把10几道菜整整齐齐摆在架子上，然后吆喝了起来：黄土包一片，黄河绿带北面。可喊着喊着就没了激情，这么多人咋就没人买呢？难道这些人都感冒了不成？就在我纳闷之际，余光瞥见一道亮丽的身影，定睛一看，这不是我那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老婆吗？我刚要抬手打招呼，却见苏雨嫣快步走进了小区，我顿时一脸尴尬。她这么帅的老公难道没看见吗？还是觉得我摆摊丢人？没过多久，我便打消了所有顾虑。只见苏雨嫣推着大号婴儿车走了过来，每个宝宝头上都戴着花边黄色小帽子，嘴里叼着奶嘴，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四处看，别提有多可爱了。你怎么把宝宝们都带出来了？当然是陪你一起卖菜了。就在这时，一个惊讶的声音传来：呀，这3个宝宝好可爱呀！原来是几个准备去跳广场舞的大妈。小伙子，这3个宝宝都是你的吗？太可爱了，你看那双大眼睛，跟洋娃娃似的，而且还是3胞胎。看你老婆这么瘦，没想到还挺能生的。听到对宝宝们的称赞，我面露笑意。是的，阿姨，3个宝宝都是我老婆辛苦生下来的。说着说着，几位大妈看向了盘子里的菜。小伙子，你这菜好香啊，这些都是你做的吗？我笑着点了点头。是的，阿姨，你们可以尝尝，不好吃不要钱。一听这话，几位大妈顿时两眼放光，尝过之后每人都买走了好几份。这一幕顿时引来了好多人，看到3个萌宝后都是一阵称赞，然后就是品尝购买。随着人越来越多，于是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到1个小时，10几个盘子全部见底，而队伍还在排着，足足有20-30米。大家听我说，今天的菜全部卖完了，大家明天再来吧，每天更新不同菜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一听卖完了，没有买到的人有些失望的离开了，我则是打开手机钱包一看，顿时面露欣喜之色。老婆，你猜我们卖了多少？一旁的苏雨嫣突然脸色羞红。多少？谁是你老婆？一共卖了8600多，去掉成本净赚7000。苏雨嫣眼眸柔光波动，是不少，辛苦你了。这有啥辛苦的？只要让你和宝宝过上更好的生活，再苦再累也值得。好了，你先带宝宝们回家吧，我收拾一下就回去。说罢便动起了手。然而就在这时，几道身影向我走来，带头的那人满脸不屑：小子，你连我小弟都敢打，我看你是老太太翻筋斗活腻歪了。兄弟们，给我打！话落，从身后走出4个纹身的小混混，凶神恶煞地向我靠近。正当我挽起袖子准备开干，一道倩影突然挡在了我的身前。只见苏雨嫣神色冰冷，面对4个壮汉毫无畏惧。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谁敢动手我就报警。说罢，从口袋中拿出了手机。4个混混见状只是愣了一下，而后调戏道：哟，这身材，这脸蛋，简直就是极品啊！小妞，晚上有空吗？哥哥带你去 happy。突然破空声响起，只见4个小混混哀嚎着飞了出去，倒地后全都晕了过去，而我却潇洒地站在了苏雨嫣身前。看到这一幕，带头的刀哥直接懵了。片刻后，凶狠之色又重新回到脸上。小子，敢打我小弟，刀哥我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你给我磕头认错，赔我兄弟30万，再让你老婆陪我1晚就行了。我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然后转身收拾起了盘子。见到被我无视，刀哥怒气十足，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正准备踹我一脚时，下一秒他则是躺在了地上。我收回腿，温柔地看向苏雨嫣：老婆，我们回家吧。这一刻，苏雨嫣也从惊愕中回过神，连忙推着宝宝走了过来。回到家中，我笑着问向苏雨嫣：老婆，晚上想吃什么？这时的苏雨嫣秀眉微蹙：都行，你刚才动手打了人，他们不会报警吧？不会，是他们先动手的，我属于正当防卫，而且他们几个不是什么好人，不用担心的老婆。苏雨嫣微微颔首，娇容上带着些许忧虑。
你以后还是少打架吧，尤其是当着宝宝的面，是不是吓到宝宝们了？苏雨嫣撇了撇嘴，不是，在你打架的时候，宝宝们竟然在鼓掌，我担心他们会跟你学坏。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看着婴儿车里面的3个宝宝，脸上满是溺爱之色。半小时后，我做好了丰盛的晚餐，老婆，带着宝宝们来吃饭吧，你先吃吧，大宝发烧了，我等会再吃。听到这话，我眉头紧皱，连忙朝着卧室冲去。然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叮，检测到大宝正在发烧，是否购买超级中医技能？购买。叮，超级中医技能需要20万，检测到宿主银行卡里余额不足，是否办理分期业务？每个月还2万。我直接毫不犹豫，直接答应了。瞬间，大量医学知识涌入我的脑海中。与此同时，我快速冲进卧室，只见苏雨嫣从大宝的腋下拿出体温计，对着灯看过后秀眉紧蹙。张浩，你从抽屉把退烧栓拿出来。我连忙来到桌子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退烧栓，立刻递到苏雨嫣身前。接过后脱下大宝的纸尿裤，掰开白嫩的小屁屁。见状，我连忙开口阻止，等等，你这是要干什么？苏雨嫣秀眉微蹙，当然是给大宝退烧啊。我非常疑惑，退烧这难道不是吃的吗？苏雨嫣顿时汗颜，退烧栓不是吃的，而是通过直肠给药。我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突然，一个给宝宝退烧的方法出现在脑中。见苏雨嫣就要给大宝上药，我连忙开口阻止，然后快步来到床边，双手在大宝白嫩的小胳膊按摩了起来。一旁的苏雨嫣愣住了，你这是在做什么？当然是给大宝退烧啊，放心吧。我满脸自信，在大宝的胳膊上按了一会，接着又在虎口和后背按了几分钟，而苏雨嫣就那么静静看着，一言不发。10几分钟后，我停了下来。好了，你给宝宝量一下体温，看下降没有？苏雨嫣半信半疑点了点头，可量过一看，突然面露诧异之色，36度8，竟然退烧了。没想到你还会这一手。我微微一笑，小意思了，其实这也不难，按摩天河穴、合谷穴、大椎穴这3个穴位就能退烧了。苏雨嫣微微颔首，瞬间涌起一阵感动。就在这时，我笑道，好了，现在大宝退烧了，你先去吃饭吧。我看着孩子们，苏雨嫣没有再客气，直接起身走出卧室。我看着3个可爱的萌宝，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小公主们，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谁要是先学会叫爸爸，明天就给他买糖吃，来叫爸爸。想到那30万奖励，我顿时无比期待。可教了几分钟后，除了不会叫爸爸，什么声音都能发出。宝宝们，来看我嘴型，爸爸。这时只见大宝、大大、2宝啪啪，而3宝直接挨了一声。我见状挑眉瞪眼，好你个3宝，敢占爸爸便宜，看我揍不揍你小屁屁。突然一声动人的笑声从身后传来，我回头一看，是我漂亮动人的老婆苏雨嫣，笑着来到床边。宝宝们，叫妈妈。只听3个萌宝异口同声的喊道，妈妈，而且还喊个不停。我瞪大了双眼，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我叫了半天没一个会喊的，尤其3宝还特调皮，再看看你随口就能让宝宝们叫妈妈，宝宝们太偏心了。苏雨嫣咯咯一笑，那是因为你才见到宝宝们2天而已，等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会喊爸爸的。你先去吃饭吧，等会凉了。看到老婆这么安慰，满脸欣喜，还是老婆体谅人。说罢，转身走出了卧室。苏雨嫣看着我离开的身影，脸上依旧带着笑意，突然间多了种幸福感。我快速干完了饭，正准备继续教宝宝喊爸爸时，却见3个萌宝已经安静地躺在床上，微眯着眼睛，明显是想睡觉了。那什么，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有事打电话。说罢，我带上房门便离开了。这时苏雨嫣一愣，居然说走就走，不留你就不会自己留下来吗？真是个直男。10几分钟后，我到宿舍门前，拿起手机给苏雨嫣发了条消息，老婆勿念，你老公已安全到达。哼，谁是你老婆？哎，37度的手怎么能打出这么冰冷的文字？伤心，怪我喽，刚才我又没说让你走。看到这条消息，我顿时眼前一亮，可正准备回复时，一个震耳的声音响起，我擦，耗子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揉了揉耳朵，并没回应，而是笑着回复苏雨嫣，那我现在过去。不行，宝宝们都睡了，那不正好？讨厌，睡觉。我笑着把手机放回了口袋。这时赵勇粗狂的声音又响起，耗子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眉毛微皱，不回来我能去哪？赵勇挑眉瞪眼，当然是跟苏女神一起睡了，这次不会又是被撵回来的吧？这可不行，你都是孩子爹了，你要主动，这样才能拿下孩子他娘。我听罢顿时一脸黑线，直接回怼道，既然你这么有经验，为什么还单身20年呢？顿时赵勇没了刚才的气焰，转身便回了宿舍，离开前不忘伸出友好的中指。第二天我从梦中醒来，刚睁开眼就迫不及待的想见到宝宝。收拾好后，不一会我来到了家门前，按响门铃，只听苏雨嫣慵懒的声音，谁呀？你老公。之后我足足等了10几分钟，还没见苏雨嫣开门。老婆，你在上厕所吗？这时从房间传出，没有，等我化完妆。我顿时一脸黑线，苏雨嫣长得这么漂亮，还用化妆吗？老婆，你先让我进去吧。而苏雨嫣坚决不开门，我只好不再催促。看来老婆这是想把最美的一面给我看啊，这样的老婆我一定娶回家。又过了几分钟，房门缓缓打开，我正要打招呼，突然愣住了。此时的苏雨嫣就像从画中走出的仙子，美得不可方物，白色连衣裙尽显曼妙身材，一缕缕黑发垂落腰间，脸上淡淡妆容更是将苏雨嫣美凸显得淋漓尽致。老婆，你今天太美了。听到我的称赞，苏雨嫣顿时觉得美滋滋，但脸上却露出不悦之色。这么说我以前不漂亮？我猜这是送命题啊。没有，老婆你每天都漂亮。那什么，我先去看看宝宝们了。说着快步走进卧室，
苏雨嫣则是面露笑意。就在这时，一阵啼哭声响起，苏雨嫣急忙走进卧室，然而刚走到一半，哭声便戛然而止了。只见我抱着二宝来回走动，一只手在二宝后背轻轻拍打，二宝则是小脑袋瓜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小脸上还带着笑意。见状，苏雨嫣柔声道：“我先去做饭，有事喊我。”好的，老婆。听到这话，苏雨嫣欲言又止，嗔怒地瞪了我一眼，便转身离开了。我笑了笑，继续哄二宝睡觉。突然一声尖叫从厨房传来，我连忙放下二宝，迅速冲入厨房。只见苏雨嫣站在菜板前，一只手紧紧攥着另一只手的食指，娇滴滴的容颜上带满了痛意。我快步上前拿开她的手一看，立刻皱起了眉头。伤口很深，足有2毫米，鲜红的血液顺着玉指滴落在案板上。我满脸心疼，伤口这么深，肯定很疼吧？家里有点俘获酒精吗？一听到酒精，苏雨嫣顿时害怕了起来，说出的话都有些颤抖。没有，我找个创可贴贴上就行了。创可贴可不行，没有酒精的话，那我现在就去买。说罢就要转身离开。就在这时，苏雨嫣连忙拉住了我，一副很为难的样子。别去，家里有酒精，就在客厅茶几下面的抽屉里。那你怎么刚刚说没有呢？因为我怕疼。我没再多说什么，直接从客厅把酒精拿了过来。可就在准备给苏雨嫣的玉手消毒时，她却连忙把手抽了出去。我怕疼，可不可以不要消毒？不疼的，如果不消毒，伤口一旦感染的话更疼。见我这么说，苏雨嫣把头转向一侧，我直接将酒精倒在了伤口上。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瞬间强烈的痛意袭来。就在苏雨嫣张开小嘴尖叫时，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声音发出。突然我的手腕传来一阵痛疼，发现苏雨嫣正狠狠地咬住我的手腕，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你咬我干嘛？苏雨嫣并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可能感觉到痛意减轻，这才把嘴松开。这一刻才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美好。老婆，你是属狗的吗？不是啊，我属马的。属马？那你怎么还咬人呢？苏雨嫣面露疑惑，下一刻突然反应过来。好啊，张浩，你这是变着相的骂我。说着又张开了嘴朝着我的胳膊咬去。我见状连忙找给他拿创可贴的借口躲开了。把创可贴贴上时，再次看那道深深的伤痕，又有一些心疼，轻轻贴上，然后满脸温柔地看向苏雨嫣。贴好了，你看这宝宝们吧，我来做饭。苏雨嫣微微点头，那只能麻烦你了。咱们是两口子嘛，跟我还客气啥？切，谁跟你是两口子？说是这么说，但苏雨嫣的脸上满是幸福。1个小时后，我刷过碗来到卧室，见3个萌宝在床上玩玩具，快速来到床边。宝宝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叫爸爸。来，看我嘴型，爸。教了半天没一个搭理我的，都在专心研究他们的玩具。坐在一旁的苏雨嫣笑道：“你太心急了，宝宝们这么小，一时间哪能学会？当初教宝宝喊妈妈时用了半个月。”我笑着点了点头，欣慰地看向3个萌宝，不着急，宝宝们这么聪明，早晚会叫爸爸的。话音刚落，突然听到大宝说话：“爸。”听到这2个字，我先是一愣，而后就是兴奋。老婆，你听到了吗？大宝刚才叫爸爸了。我内心无比激动，这感觉比第一次买跑车都要开心。这一刻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就在我激动之际，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教会大宝喊爸爸，10万奖励已到账。这时我有些疑惑，10万不是30万吗？但下一刻我便明白了，任务是让3个宝宝喊爸爸。这系统是学会计的吗？这么会算账，一点人情世故都不会。苏雨嫣也面露欣喜之色，听到了，3个宝宝一般大，学习能力差不多。既然大宝都学会了，那2宝和3宝也快。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拿出手机一顿操作，只听叮咚一声，苏雨嫣的微信提示声响起。思绪中，她划开了手机，可打开微信一看，脸上迅速露出诧异之色。张浩，你给我转5万干什么？我笑了笑，你现在不是手头紧吗？这些你拿去花。苏雨嫣瞬间秀眉微蹙，可你不是也没钱吗？这些不会是你借的吧？那我绝对不能要。我想了想，难道要我说这些是系统给的？他会信吗？我觉得不会信，甚至会被认为有病，那到时候可就麻烦了。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不是借的，是我买彩票中的2等奖，咱俩1人1半。有了这些钱以后，你就不用上班了，我养你和宝宝，让你们过上幸福生活。听到这些话后，苏雨嫣的眼眶不由得变红了。我还是把钱转过去吧，太多了。至于工作，我在师范学院当助教，也不算太累。至于宝宝，你要是没时间，还有保姆照顾着，你放学有空过来就行。说罢就要把钱退回来，可就在这时，我突然一把夺过他的手机。老婆，你要是这样，我可就生气了。以前都是你含辛茹苦的照顾宝宝，我现在只是想弥补一下，不行吗？再说了，我可没说不想照顾宝宝，只是不想让你这么累而已。我是宝宝的爸爸，你是宝宝的妈妈，我养你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时苏雨嫣一愣，瞬间双眸闪动着泪花，那种属于小女人的温柔突然释放。我见状连忙道歉，对不起老婆，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你别哭。苏雨嫣笑着摇头，没有，我这是让你感动的，都怪你说的太煽情了。我一听微微一笑，我这都是肺腑之言，你是我老婆，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的。苏雨嫣没有再说话，但脸上却浮现一抹红晕。就在这时，3个萌宝咿咿呀呀的朝着我们这边爬来，嘴角都流着哈喇子。苏雨嫣笑着抱起最近的大宝，我则是把2宝和3宝一起抱了起来，感受到宝宝软嫩的笑脸，顿时心都被萌化了。淼淼、晶晶，你们姐姐都已经会喊爸爸了，你们可要努力哦。来看我嘴型，爸。一眨眼便来到了午饭时间。出门买菜前，我笑着问苏雨嫣想吃什么，必须说一种。正在陪宝宝玩的苏雨嫣有些为难道，那就大盘鸡好了。1个小时后，苏雨嫣打开门，看到我手中全都是肉，愣住了。我笑着解释，肉菜利润高，
多做点赚的也就多。苏雨嫣微微点头，含笑道：“想不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不简单，多谢老婆夸奖。”我打趣一句后，拎着食材走进了厨房，苏雨嫣也跟了过来。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不到1小时，所有生肉全都切好并腌制起来了。老婆辛苦了，快去休息吧，我来做饭。那就辛苦你了，叫声老公就不辛苦了。老实点吧你。苏雨嫣幽怨地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厨房。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我刚摆好10几道菜，7、8个老头老太太便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了很多事，不过也都卖了好几份。不一会我就卖出了一大半。就在这时，一个脑袋大脖子粗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男子皱眉问道：“小伙子，这些菜可以免费品尝吗？”“当然，不好吃不要钱。”男子点了点头，然后拿起筷子对着每道菜品尝了起来。我见状皱起了眉头，这家伙不会是来蹭饭的吧？我这也没大米饭就这么干吃啊。这时男人抬起头，满嘴油花花的，见我有些不悦，开口道：“小伙子，这些菜都是你亲手做的，你买不买吧？要是你亲手做的菜我就买。”“哎呀，你是找茬的吧？我这只有菜没有茶。”见我有些生气，男子思绪片刻，买，每样都给我来1份。我突然一愣，转变这么快的吗？我都想好100种放倒你的姿势了，你这突然来这么一句，不怕闪到腰吗？然后屁颠屁颠的开始装了起来。好了，一共315。男子拿出手机扫码一气呵成，然后拎着菜就离开了。这真是来慢慢去匆匆啊！我正准备吆喝时，只见苏雨嫣推着婴儿车向这边走来。3个萌宝穿着卡通图案的秋衣，戴着兔子耳朵的白帽子，看上去可爱极了。外面这么冷，怎么推着宝宝们出来了？苏雨嫣笑道：“宝宝们刚吃饱，在屋里闲不住，只好推出来散散心。放心吧，我给他们穿的特别厚。”话落，见那些几乎要见底的盘子，顿时又露出惊讶之色。你才出来半个小时，这么快就卖完了？主要回头客有些多，看来明天要多准备一些才行。苏雨嫣微微点头，正准备说什么，突然皱起秀眉。她看到一辆红色兰博基尼向这边疾驰而来，关键是引擎盖上贴着非常卡哇伊的动漫图案。很快，车窗缓缓降下，从里面露出一张清秀妖艳的脸庞，声音却是尖细的。我的天啊，大名鼎鼎的张少居然在摆摊，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把人笑死？听到这声音，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死娘炮，你特么狗改不了吃屎是吧？赶紧滚！哼，你这臭不要脸的！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在打我堂妹的主意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罢，对着苏雨嫣继续说道：“堂妹啊，你可别上这小子的当。虽然以前是个富二代，但现在就是个穷屌丝。他爸妈为了躲债失踪了，过得连流浪狗都不如。”哼！我听罢握紧双拳，怒火已经燃起。可就在准备暴揍这娘娘腔时，苏雨嫣怒声道：“闭嘴！你说够了没有？”苏怀柔一愣：“好啊，堂妹，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敢凶我？他不是外人，他是宝宝的爸爸，是我老公。”苏雨嫣直接脱口而出，可说完就愣住了。这时苏怀柔有些懵：“你说什么？张浩是孩子的爸爸？”苏雨嫣抿了抿红唇：“没错，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你愿意告诉谁就去告诉谁。”苏怀柔一脸诧异地看向我，而我则是笑着走向了他。只见苏怀柔打了个激灵，直接一脚油窜了出去。“堂妹，我马上就告诉叔叔，看他怎么收拾你。”听到这话，苏雨嫣秀眉微蹙，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懊恼的直跺脚，然后连忙看向我：“张浩，你赶紧走，我爸妈等会肯定过来的。要是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别过来。”我听到这话，心中升起阵阵暖意，尤其刚才那声老公，这个女人我一定要保护一辈子，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她。正当我准备说出见过未来老丈人时，一个激动的声音响起：“经理，那些菜就是在这买的。”我连忙闻声看去，这不是刚才那个试吃的男人吗？这个时候他身旁则是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小伙子你好，我叫王富贵，这是我的名片，我是海城盛海大酒店的经理。”我接过名片看了看，有什么事吗？男子笑道：“是这样的，我品尝过你做的菜，觉得你厨艺非常棒，想请你去我们酒楼当厨师。”我想都没想直接拒绝，自己还要照顾老婆和宝宝，哪有时间去当什么厨师？见我拒绝，男子并没有放弃：“小兄弟，你要是同意，每个月我给你开这个数。”说完伸出5根手指头摆在我面前。我见状笑了笑：“我摆摊每天净赚7、8千，10天就是7、8万，你瞧不起谁呢？”男子一听我嫌少，顿时觉得有戏，便打起了感情牌、面子牌。不过没等他说完，直接打断了：“你就是给我100万我也不去。”见我如此决绝，男子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小兄弟，要不你把秘方卖我怎么样？我出高价。”听到这话，我微眯双眼，大脑飞速转动。秘方？哪有什么秘方？片刻后，我神色变得郑重。实不相瞒，这些菜的配方都是祖传的，我爷爷的爷爷当过御厨。男子闻言皱起眉头：“我明白了，既然是祖传的，肯定不能外露，打扰了。”话落就要转身离开，我突然一愣，连忙喊道：“别走啊！我没说不卖，我的意思是得加钱。”男子也是一愣，随即又笑了起来：“这个好说，价格你来定。”我想了想，素菜每道1万，肉菜每道3万。听到这个价格，男子突然犹豫了：“小兄弟，这个价格未免高了点，素菜2000，肉菜8000差不多。我这可是祖传的秘方，卖给你就已经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了。一口价，爱买不买。你要是不买，那我就卖给别的酒店。”一听这话，男子又犹豫了。片刻后：“行，我回去和老板商量下，有了结果立刻告诉你，前提说好你不能卖给别人。”我拍了拍胸口：“放心，我这个人很有原则，从来没骗过人。”男子点了点头，要了我的电话便离开了。我看着离开的背影，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然而一旁的苏雨嫣却是秀眉微蹙，笑容上满是忧郁：“你还笑？等我爸妈过来就麻烦了，你赶紧走。”
等这件事过去我再给你打电话。看着连生气都这么可爱的老婆，不由得一笑，没事，就算未来老丈人来了也无妨，我们已经见过面了。苏雨嫣惊讶地张开的小嘴，你跟我爸见过面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就在昨天中午，他来看宝宝就看到我了。不过当我说我是宝宝的爸爸时，你爸直接就要赏我7匹狼，但后来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苏雨嫣微微点头，随后双眸泛红。我见状连忙说道，老婆，你还是回趟家吧，把这件事说清楚，毕竟是一家人，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晚上我陪你去。苏雨嫣连忙摇头，不行，我现在不能回家。为什么呢？苏雨嫣张了张嘴并没说出为什么，之后留下一句你摆摊吧，我带宝宝回去了。于是推着婴儿车走进了小区。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行，必须想办法化解，一直这么僵着也不是事。下定决心后，我又吆喝了起来，祖传秘方炒的菜不好吃不要钱，再不买就没了。就在这时，一个老大爷背着手慢悠悠地走了过来。老大爷面露笑意，露出所剩不多的几颗黄牙。小伙子，真的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吗？是的，大爷。那我尝尝。可以，给您筷子。不用，我自己带着呢。只见老大爷从口袋拿出一双木筷，在衣袖上擦了擦，夹起一块猪头肉吃了起来。不好吃。老大爷摇了摇头，接着又夹起一块红烧肉，津津有味地品尝后，又摇了摇头，这个也不好吃。话落，另一只手放在身前，手里还拿着一瓶二锅头，拧开瓶盖喝了口酒之后，继续品尝起来。我擦！张浩挑眉瞪眼，大爷，您过分了呀！10几分钟后，张浩收摊回家。至于那位老大爷，为了不影响生意，直接送给他一份猪头肉，而这一善举顿时引来不少人的赞扬，同时也把剩余的菜全买了。老婆，我回来了，今天卖了1万2，净赚8000多。话落，见苏雨嫣从卧室走了出来，辛苦你了，洗洗手吃饭吧。张浩眼前一亮，哇，老婆你还会做饭呢。苏雨嫣投去幽怨的眼神，我看着像不会做饭的人吗？不像。张浩笑着摇头，然后朝着厨房走去。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但接听后却传来熟悉的声音。小兄弟，我是王富贵，我把购买秘方的事跟老板说了，老板说钱不是问题，但需要你过来面谈。可以，等吃了饭我就过去。吃饭？我们这可是酒店，等你来了自然会盛情款待。不了，我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等会到了电话联系。张浩挂断电话，脸上洋溢着笑容，一想到马上可以赚100万，心里乐开了花。只要有了钱，先买车买房，让老婆和宝宝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时苏雨嫣问道，你要出去吗？张浩笑着点头，就是今天卖秘方的事，等会去跟盛海大酒店的老板面谈。哦，先吃饭吧。苏雨嫣微微颔首，神色有些忧郁地坐在餐桌前。虽然老爸见过张浩，可还是担心爸妈会找上门来，而且见张浩时的场景跟想象中一样，肯定会对他动手，不过好在没有打起来。老婆，宝宝们呢？都在睡觉吗？张浩问了一句，然后坐在餐桌前。苏雨嫣心不在焉地应了句，都睡着了。张浩不再多言，拿起筷子开始吃饭。来，我尝尝老婆做的饭味道如何。话落，夹起一筷子酸辣土豆丝放进嘴里，下一刻眉头突然拧到一起。苏雨嫣见状连忙问，怎么，炒得不好吃吗？张浩答非所问，老婆，你以前没炒过菜吗？很少，平时都在学校吃，在家的话就是熬粥。哦，原来是这样。是炒得不好吃吗？怎么会，非常好吃。说着，张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苏雨嫣秀眉微蹙，正要拿起筷子尝一口时，却被张浩挡住了。老婆，你炒的菜太少了，我还不够吃呢。另外，以后做饭的事就交给我，你白天工作挺累的，下了班就好好休息。听到这番话，苏雨嫣顿时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就算见张浩把一盘土豆丝都倒进他的碗里，也没有生气。可不知为何，总感觉张浩吃饭时的表情怪怪的，就像是强忍着什么似的。老婆，我吃饱了，有事打电话。留下一句话，张浩走出厨房，先去卧室看了眼3个萌宝，见宝宝睡得正香，这才放心地走出家门。这时苏雨嫣见盘子里还有几根土豆丝，便拿起筷子品尝，可刚放入嘴里，突然眼含泪水。一个是被菜的酸辣味刺激的，再一个就是被张浩的包容所感动。虽然菜很难吃，但苏雨嫣还是咽了下去。老公，盛海大酒店经理办公室。这是王富贵的办公室，但他站在办公桌前。办公桌后坐着一位30来岁的胖子，虽然脸庞，但眼鼻嘴很小。胖子的皮肤很白，一看就是经常去桑拿按摩的主，脸上戴着一个金边眼镜，头顶乌黑发亮的大背头。胖子名叫刘华强，是盛海大酒店的老板，在海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富贵儿，那小子还没来吗？应该快了，强哥，他说吃了饭就过来。王富贵满脸堆笑，点头哈腰。虽然年长刘华强几岁，但在他面前必须尊敬的叫声强哥。一是因为他是自己的老板，二是知道他有着很强的身份背景。刘华强傲慢的点了点头，拿起桌子上的烟点了一根，深深的吸了一口，继续道：等会那小子来了，咱们先礼后兵，
要是他不同意把秘方低价卖给我们，就别想走出这个房间。王富贵有些勉强的点了点头，虽然知道老板要强人所难，却也无可奈何。而且正因为那个小伙子要价太高，导致老板动怒，现在也只能希望小伙子能妥协，以免受皮肉之苦。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强哥，肯定是那个小伙子来了。说着，王富贵连忙转身来到门前，拉开门一看，外面站着2个人，一个是酒店服务生，另一个就是张浩。小兄弟，你来了，快请进。张浩微微颔首，迈步走进办公室。然而就在看到坐在里面的刘华强时，脸上露出笑意。胖子，好久不见啊。王富贵闻声虎躯一震，虽然知道胖子是老板的外号，但敢这么叫的人没几个，也只有那些身份地位比老板更高的人才敢直呼其外号。这时刘华强突然面露诧异之色，张少，怎么是你？怎么就不能是我？张浩笑着回应，毫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还翘起了2郎腿。刘华强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突然想到，现在的张浩已经不是以前张少了。以前的张浩是身价上百亿大富豪的儿子，他爸张朝阳的名字甚至还在富豪榜上出现的，但现在的张浩不过是个穷小子罢了。想到这，他淡漠道：“我让你做了吗？起来。”张浩神色微动，下一刻又笑了起来：“我之前没少在你这消费，没有200万100万总有吧？没想到你也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既然没有旧情可言，那就直奔主题吧。素菜秘方一个1万，肉菜秘方一个3万，少1分都不行。”哼！刘华强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神色低沉下来：“我看你小子是穷疯了吧？我也不跟你废话，素菜5000，肉菜1万。”张浩微眯双眼，既然这样，那就没得谈了，我只好把秘方卖给别的酒店了。话落，缓缓站起身来。刘华强面露怒意：“我这不是在跟你谈，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别想走出这扇门。”王富贵立刻敷衍劝说：“小兄弟，让我说你就答应了吧，何必找不痛快呢？毕竟张浩是他叫来的，面对蛮横的老板，自己也没办法。万一张浩被打，心里也过意不去。”张浩笑了笑，没有丝毫慌乱：“死胖子，如果我非要离开呢？”刘华强没有说话，只是拍了2下巴掌。咚咚咚，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7、8个壮汉从外面涌了进来。刘华强一脸狠色威胁道：“张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叮铃铃，突然张浩的手机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屏幕上显示苏雨嫣3个字：“别说话，我先接个电话。”张浩用手指了一下刘华强，然后接听电话。听筒中传来紧张的声音：“张浩，我爸妈来了，我马上回去。”通话结束。张浩拿着手机有些愣神，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虽然知道迟早要见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面，不知该如何处理。因为这件事很复杂，一是自己和苏雨嫣的事，2是苏雨嫣跟他家里的事，3是苏雨嫣的爸妈对自己的看法。正当张浩思绪乱如麻时，刘华强愤怒的声音响起：“小子，你要是不答应，别想走出这扇门。”张浩鼻孔出气，脸上浮现怒意，接着他冷色看向那些壮汉：“要动手就别墨迹，我着急回家。”我去，这么嚣张！见张浩一副毫不畏惧的样子，那些壮汉顿时感觉受到侮辱，也不等强哥下令，就跟群狼看到小羊羔似的，直接扑了上去。砰砰砰，沉闷声过后，房间恢复了安静。7、8个壮汉躺在地上，嘴里发出哼哼的声音。张浩笔直地站在壮汉中央，宛如一尊战神一般。刘华强看得呆若木鸡，他没想到张浩竟然这么能打，在他眼里，张浩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富二代而已。莫非他一直深藏不露？虽然表面看上去落魄了，但还有更深的背景。想到这，刘华强顿时慌了神。这时张浩转过身来，冰冷的目光落在刘华强身上：“我有事先回去，咱们的事明天再说。”留下一句狠话，张浩朝着门口走去。张少，请留步。刘华强急忙开口，此时的他换作一副笑脸：“刚才哥哥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希望你不要介意。这样吧，我购买你的秘方，就按照你说的价格。”张浩闻声停顿一下，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继续走出房间。几分钟后，张浩打车回到小区，而在回来的途中收到2条消息，一条是王富贵发来的：“小兄弟，实在是抱歉，我也是给老板办事，希望你不要生气。”另一条是好哥们赵勇发来的：“耗子，你在哪住着呢？我们去找你，顺便看看你那3个可爱的宝宝。”2条消息张浩都没有回复，这一路上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面对苏雨嫣的爸妈，甚至已经想好了他们会问什么，自己该怎么回答。很快张浩来到家门前，深吸一口气，伸手轻扣房门。咚咚咚，哒哒哒，高跟鞋踩地的声音由远及近。房门打开了，苏雨嫣倩丽的身影进入视线，只不过她的脸上满是忧虑。“我回来了。”张浩笑着开口，见苏雨嫣点了点头，转身走进房间，随即跟了进去。只见沙发上坐着2个人，一位是昨天见过的未来老丈人，
而另一位看上去就跟妙龄少女似的，身穿红色连衣裙，身材非常妙曼，皮肤白皙，五官精致，一头乌黑的长发洒落腰间，长得跟苏雨嫣一样漂亮。虽然知道她是苏雨嫣的妈妈，但要是母女二人走在大街上，肯定会被认为是对姐妹。这时张浩淡笑看向苏雨嫣，雨嫣，你不是说伯父和伯母来了吗？怎么只看到伯父和你姐，伯母呢？啊！苏雨嫣微微错愕，突然愣了一下。苏母微眯双眼，冰冷的表情中增添几分笑意。小伙子，我就是雨嫣的妈妈。张浩故作惊讶道，是吗？实在是抱歉，您长得太年轻了，我还以为是雨嫣的姐姐。哪有，我都人老珠黄了。你这小伙子嘴真甜。苏母有些不好意地笑了起来，毕竟身为女人，谁能拒绝被认为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呢？可苏父突然咳嗽了一声，眼神不悦地看向张浩。小张，你不要贫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油腔滑调的人。在你回来之前，雨嫣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们了，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3个宝宝的情况，我允许你跟雨嫣在一起。一听这话，张浩面露欣喜之色，本以为要经过一番唇舌之战，才有希望得到苏父苏母的认可，没想到突然就答应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伯父伯母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二位的众望，全心全意的照顾雨嫣和宝宝一生一世。话落，笑着看向苏雨嫣，可就在这时，却见她满脸忧郁。张浩神色微动，奇怪，二老都答应了，他怎么看上去还闷闷不乐呢？疑惑之际，听到苏父开口，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虽然我让你留下，只是方便照顾宝宝们而已，想要成为雨嫣的丈夫，宝宝的爸爸必须满足我的要求。张浩问，什么要求？苏父正色道，半年的时间赚1个亿。1个亿？张浩面露诧异之色，不错，半年赚1个亿，我就把女儿嫁给你，如果做不到，永远别想见到我女儿和宝宝。话音刚落，苏雨嫣埋怨的声音响起，爸，你这不是为难张浩吗？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在半年的时间赚1个亿？我不同意。苏父神色严肃地站起身来，你不同意也没用，这是我对张浩提出的条件，如果他没有这个能耐，就不配做我的女婿。说着，侧头对着张浩淡漠道，如果你对自己没信心，现在就可以放弃，我给你200万，永远不要来骚扰我女儿和宝宝。张浩神色变得郑重，眼神无比坚毅，伯父，我保证在半年之内准备好1个亿的彩礼，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反悔。我这人向来一言九鼎，但那1个亿必须是靠你自己赚的，借的不算。没问题。见张浩认真的样子，苏父点了点头，迈步朝着门口走去。苏母见状，立刻起身跟去，从张浩身边经过时小声道，小张，我看好你哦。谢谢伯母。叫姐姐。张浩愣在原地，接着苏雨嫣送别爸妈，匆忙折返回来。只见他焦急道，张浩，你脑子怎么想的？那可是1个亿，而且只有半年的期限，你怎么可能做到？就算你拒绝，我也有办法让你留下来的。张浩笑着问，什么办法？苏雨嫣微微低头，脸上浮现一抹羞红。我从家里把户口本偷拿出来，咱们去领证。一听这话，张浩不免笑了起来，没想到看似文静的苏雨嫣竟然也有如此狂野的一面。只不过这个办法绝对行不通。不行，不行。苏雨嫣微微错愕，然后皱起了秀眉。为什么不行？你不想跟我领证吗？还是突然反悔了？张浩连忙道，绝对没有。你想哪去了？因为我要靠实际行动证明我有能力给你和宝宝幸福，而且我21岁，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得等半年后过了生日才够岁数。对了，你今年多大？苏雨嫣应道，19，属马。话落，突然想到了什么，继续道，距离我的生日也还有半年，你是几月几号？10月1。10月1。苏雨嫣面露诧异之色。张浩神色微动，笑着问，老婆，你不会跟我一天生日吧？苏雨嫣点了点头，不只是咱们2个，3个宝宝也是10月1出生的。一听这话，张浩顿时满脸惊喜，这也太巧了吧，老婆和宝宝们跟自己一天生日，这种情况恐怕全国也找不出第2家来。就在这时，苏雨嫣突然笑了起来，其实宝宝本不该10月1那天出生，但当时也到了预产期，因为是3胞胎，医生建议剖腹产，再加上我怕疼，所以就在那天剖了。张浩微微颔首，神色变得郑重，虽然没生过孩子，却知道生孩子对于女人来说非常痛苦，10月怀胎的过程非常艰辛，临盆时更是要承受断骨之痛，虽说是剖腹产，那也是很疼的。辛苦你了，老婆，我发誓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苦，保证让你每天都幸福快乐。话落，紧紧握住苏雨嫣的玉手，苏雨嫣顿时心跳加速，脸上瞬间爬满了红晕，本想把手从张浩手里抽出来，奈何他劲太大，根本抽不出来。快松开！就不松开。张浩面带微笑，双眸中带着温柔。苏雨嫣不再反抗，虽然害羞，可感受到张浩掌心的温度，突然多了一种亲切感。然而就在这时，却见张浩竟然伸手撩自己的衣服。苏雨嫣被吓得连忙后退一步，不悦道，你想干什么？别太过分了。老婆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伤疤而已。不行，老婆，我有办法把伤疤去除。
不信，真的，海城人不骗海城人，我信你个鬼！此时，小区门口路边一辆黑色红旗 L5 车里，苏父苏建林和苏母夏雨荷坐在后面。此时的夏雨荷一脸幽怨，哼，你也真是的，干嘛为难小张？没听女儿说吗？小张又会做饭，又有上进心，我倒是觉得这孩子挺好的。苏建林皱眉严肃道：“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想做我的女婿，必须有过人之处。那你也不能太过分啊！半年赚1个亿，让你行吗？我怎么不行？上个月刚谈成了一个项目，给苏氏集团带来了1个多亿的利润。切，要是没有老爷子打下的基础，你能赚1个亿？如果你是小张，半年能赚1个亿。再说了，就算你为公司带来1个多亿的利润，你能获得多少？有100万吗？”一听这话，苏建林顿时不乐意了。你要是不会说话就闭嘴，企业是老爷子一手打拼来的，赚的钱是苏家的，家人之间就不应该有利益之分。夏雨荷哼了一声，你是这样想，可你哥是这样想的吗？仗着有个儿子就想多分一些股份，虽然小柔是男孩子，可他还没咱女儿有阳刚之气，以后能不能找到老婆都够呛。闭嘴，有本事你也给我生个儿子。哼，生男生女是靠男人的基因决定，你自己不行还怨我？你……苏建林气得无言以对，毕竟事实的确如此，生男生女却觉得男人体内的染色体。夏雨荷继续抱怨，我还想看回宝宝们呢，你倒好，没说几句话就要走，我都怀疑女儿是不是你亲生的。苏建林怒瞪双眼，你没完了是吧？回家睡觉。哼，睡觉也是我自己睡，除了弄我一脸口水还能干什么？一听这话，苏建林气得挺起胸膛。夏雨荷见状挑眉瞪眼，怎么，你还想打我吗？苏建林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因为他很尊重老婆，怎么可能动手？接着他对着司机不悦道，小王，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对不起老板，马上走。话落，司机小王脸上驱车前行。夏雨荷，哼，就知道拿小王撒气，你还是不是男人？苏建林侧头看向窗外，气得脸色发青。苗苗叫爸爸，晶晶叫爸爸。卧室里，张浩非常耐心地教2宝和3宝叫爸爸，因为这个任务已经过去1天半了，如果后天还教不会，就会面临系统的惩罚。虽然系统非常神奇，可特么的到现在不但没赚钱，反而还欠系统20多万，真不知道这系统是来帮助自己的，还是惩罚自己的。爸爸稚嫩的声音响起，只不过这声爸爸是大宝星星叫的。哎，星星真棒！张浩面露笑意，但笑容中夹杂一丝苦涩。这时苏雨嫣看了眼时间，好了，这都快10点了，宝宝们该睡觉了，你回去吧。张浩笑道，老婆，昨天你不是说我可以留下来吗？见苏雨嫣点头，张浩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那我在哪睡？跟宝宝一起还是另一个卧室？哪都不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所以你还是回学校吧，路上注意安全。好啊，你敢耍我？说着，张浩站起身来，一步步朝着躺在床上的苏雨嫣逼近。你想干什么？苏雨嫣用手护住胸口，神色略显不安。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张浩十分霸气地说了一句，然后转身离开了。当苏雨嫣回过神来，看着门口幽怨道，傻瓜，我让你走你就走吗？难不成还有说让你留下来睡觉吗？这时张浩走出小区，正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时，却看到停在不远处的一辆凯迪拉克凯雷德向这边缓缓驶来。张少，总算等到你了。副驾驶车窗缓缓落下，露出一张胖乎乎的笑脸。这不是别人，正是盛海大酒店的老板刘华强。张浩眉头微皱，你还想找事儿？不，刘华强连忙道，刚才是我太冲动了，还望张少见谅，我是来买秘方的，就按照你说的价格。行。张浩直接答应下来，不带一丝犹豫的。虽然在酒店跟这个胖子结仇，但只要能挣钱，任何事都可以容忍。毕竟答应老丈人的要求，半年赚1个亿，为了老婆和宝宝，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时刘华强竖起大拇指，张少果然大度量，那我们找个地方聊聊。走，正好我还没吃饭呢。话落，张浩直接打开后门坐了进去。刘华强神色微动，更加坚定之前的想法，自信来源于实力。张浩如此目中无人，后背肯定有人撑腰。不一会，车子抵达盛海大酒店，在最豪华的包厢内，张浩受到热情款待。除了刘华强，陪同的还有王富贵，他看张浩的眼神无比尊敬。刘华强满脸堆笑，张兄弟，你一共有多少个秘方？素菜多少，荤菜多少？等我吃饱了再说。张浩边吃边说了一句，因为他太饿了。本想着从苏雨嫣家离开后吃点夜宵再回学校，没想到遇到刘华强，被他带到酒店，正好饱餐一顿。不着急，你慢慢吃。刘华强满脸笑意，没有再多言。几分钟后，张浩吃饱了，舒服地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瞬间感觉更舒服了。不等刘华强开口，张浩想了想说道：“8大菜系就没有我不会的，每种菜系至少100多道菜吧？你找个人做记录，我把秘方详细说出来。”一听这话，刘华强面露惊讶之色：“8大菜系，每种菜系100多道，加起来超过1000道菜。开玩笑，
酒店里的菜总共不超过200种。兄弟，用不了这么多。你看这样行不？先说我酒店里有的菜品，如果接下来生意更红火，再考虑引进新的菜品。毕竟你也知道，菜太多了，至少200道，少一道都不行。不等刘华强把话说完，张浩直接开口打断。他是来挣钱的，不是听别人磨叽的。行吧。短暂的犹豫，刘华强选择答应，而且完全是给张浩面子。富贵儿，把菜单拿过来。好的，强哥。刘富贵连忙起身走出房间，很快又折返回来，手里拿着菜单。张浩打开菜单一看，上面的菜没一个不会的。我来说你来写。回锅肉，五花肉切块，和姜片煮5分钟捞出，然后把肉切片。锅中不放油，放姜蒜末翻炒至金黄色，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后加豆豉、青椒、红椒、老抽、食盐，炒1分钟捞出即可。3个小时后，张浩看着菜单，倒背如流地把每道菜的做法说出，接着又说出几道菜的做法，凑齐整整200道，其中50道素菜，150道肉菜。说完后，喝了口饮料解渴。刘华强笑道：“兄弟，让你受累了。如果接下来生意火爆，我再买新的秘方。来，咱们提前庆祝一下，干杯！”话落，端起一杯白酒。王富贵见状，连忙端起酒杯就要敬酒。张浩摆了摆手：“酒就算了，直接给钱吧。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明天还看孩子呢。”刘华强怔了一下，然后笑着答应下来：“行，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接着，张浩收到一笔500万的转账，看到银行卡7位数的余额，心情顿时变得愉悦。回头想想呢，有大半年没这么多钱了，有了这笔钱，可以改善老婆和宝宝们的生活。就这样吧，我先走了。等等兄弟，我安排人送你回去。10几分钟后，张浩来到宿舍门口，推门走进宿舍，见3个室友各自忙碌着。赵勇拿着哑铃锻炼臂力，大壮坐在电脑前玩吃鸡，少华躺在床上玩英雄联盟手游。虽然察觉到自己回来，却没一个说话的，都聋了。看到爸爸回来也不打招呼。赵勇随口道：“我们早就料到你会回来，守着苏女神不睡，偏偏跟我们几个大老爷们一起睡，莫非你有龙阳之好？”正在玩游戏的少华立刻附言：“耗子，你该不会是喜当爹吧？”滚！张浩不悦道：“那是因为我跟老婆刚见面没几天，彼此还不熟悉。等过一段时间，你们求着我回来，我也不回来。”话落，赵勇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不敢苟同，等你跟苏女神同床共枕一段时间后，肯定每天都想回来，却又回不来。”张浩有些疑惑，此话怎讲？没听说过那句话吗？结了婚的男人最怕1月31日，结了婚的女人最怕12月1日。什么意思啊？张浩一头雾水，虽然不理解赵勇的话，却知道肯定非常邪恶，因为他看上去本分，却有个骚动的心。赵勇笑着解释：“你先把日期分开，然后倒着理解，这样你就明白了。”张浩眉头微皱，小声嘀咕起来：“把日期分开倒着理解，1月日31， 12月日1。”哦，张浩顿时恍然，看赵勇的眼神满是鄙夷：“你小子的思想太邪恶了，以后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有没有女朋友吧？坏点子倒是不少。嘿嘿，这不是近墨者黑吗？都是跟你学的。滚，以后别跟爸爸不学好。”说着，张浩直接躺在床上，想到刚挣了500万，迫不及待的想跟苏雨嫣分享喜悦。老婆，睡了吗？张浩发了一条微信，可还没有收到回复，听到赵勇开口：“对了，耗子，灭绝师太跟你说了吗？明天上午有个摸底测试，说什么测一下学生们的学习成绩，这不是快毕业了吗？以免有人拿不到毕业证。还有，后天举办运动会，等结束后就放5一长假了。”张浩神色微动，看了眼日历，明天4月30号，后天就5一了。虽然运动会参不参加都行，可摸底测试恐怕必须要参加。叮咚，微信提示声响起，张浩闻声连忙看向手机屏幕，消息是苏雨嫣发来的。还没睡呢，老公。看到老公2字，张浩会心一笑，然而下一刻却发现消息突然撤回。读新消息提示声响起，还没睡。张浩笑着回复：“虽然你撤回了，但已经被我看到了。老婆，我刚回宿舍，回来之前卖秘方了，你猜卖了多少钱？”“多少？300万。”“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你要是不信，我给你转150万过去。”“赚吧。”张浩笑了笑，直接赚了150万过去。虽然刚收获一笔巨资，但对苏雨嫣没有丝毫的吝啬，因为她是老婆，是宝宝的妈妈，在金钱方面没有你我之分。当苏雨嫣收到150万的汇款时，瞬间睡意全无，面露诧异之色，但紧接着又把钱给张浩赚了回来。张浩眉头微皱：“老婆，你怎么又把钱转回来了？因为那是你的钱，而且金额太大，所以我不能要。”“老婆，你太见外了，跟我还分什么彼此？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不行，上次给我那5万还没花你，等我有钱了就还你。”“老婆，你这要是这么说，我可就生气了。”“别生气嘛，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先不聊了，明天要工作，晚安。”“老婆，明天上午学校考试，所以无法过去照顾宝宝了，等中午再过去。”“没事儿，有保姆呢，安心考试吧。”“咱们现在有钱了，先买车呢，还是先买房？”“让我说先攒钱吧，
接下来我也想办法挣钱，争取半年存够1个亿。张浩神色微动，内心顿时无比感动。老婆，你太好了，但挣钱的耽误还是交给老公吧。刚才谁说的不分彼此？张浩微微错愕。苏雨嫣，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晚安。晚安。聊天结束，张浩把手机放在枕边，想到苏雨嫣，情不自禁地露出笑意。可以看出，她并不是那种物质的女孩，不然那150万也不会退回来。虽然她家境优越，但从小肯定受到很好的教育。思绪之际，张浩突然想到了什么。系统在吗？在的宿主，需要什么服务？我欠你多少钱？直接从卡里扣吧。好的。滴滴，短信提示声响起。张浩打开短信一看，发现扣了27万。超级医术技能欠9万，超级武术技能欠18万，正好27万。叮，恭喜宿主还款成功，检测到宿主银行卡余额272万，是否有想购买的技能？没有。张浩果断拒绝，这系统太坑爹了，好不容易赚了点钱，竟然主动要求自己购买技能，非要余额成负数才肯罢休吗？好的宿主，如果你不想买就算了，接下来会随机出现。张浩没有回应，刷了会小视频就睡了。第二天中午11点半，考试结束的张浩从学校走了出来，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眺望马路尽头，迫切希望出租车赶快出现。虽然距离教宝宝叫爸爸的任务还剩下1天的时间，但更想看见宝宝。从昨晚到现在已经16个小时了，这是见到宝宝后离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不知宝宝们有没有哭闹？都吃饱了吗？现在应该正在喝奶吧？3个萌宝可爱的面孔在张浩脑海浮现，顿时更加急切。终于，一辆出租车进入视线。师傅，去成华大道碧桂园小区。好烈！司机一脚油门踩了下去。几分钟后，张浩来到家门口。咚咚咚，来啦！房门打开，慈善的保姆站在门口。小张，你来了。保姆笑着打招呼，当看到张浩两手空空，不免问道：你今天怎么没有买食材？不摆摊了吗？不摆了。张浩笑着回应：凭秘方就能赚钱，还摆个毛啊！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盛海大酒店的生意肯定更加红火，而且到那个时候就不止刘华强一个人来找自己买秘方了。要是把秘方全部卖出去，3000万还是没问题的。保姆笑着点头，也不再多问。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吧，我刚把午饭做好，宝宝们喝了奶刚睡觉。张浩直接走进卧室，虽然宝宝们都在睡觉，但还是走进卧室。当看到3个萌宝并排躺在床上，可爱的就跟陶瓷娃娃似的，嘴角情不自禁的上扬。宝宝们，爸爸现在有钱了，从现在开始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知是听到张浩的声音，还是听懂了张浩的话，3个睡得正香的宝宝嘴角上扬笑了起来。张浩见状面露笑意，看了几分钟，这才去吃饭。时间很快到了下午，蕊蕊叫爸爸，晶晶叫爸爸。张浩很有耐心的教2宝和3宝叫爸爸。自从宝宝醒来后就没干别的，一直在叫宝宝叫爸爸。可无论怎么教，2宝和3宝就是不会叫，只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比如啪啪、哒哒等等。一旁的保姆笑了起来：小张，你也不能太心急，毕竟宝宝们还小，而且刚见你没几天，这种事得慢慢来。知道了，阿姨。张浩含笑点头，正准备继续教宝宝时，却见保姆突然用手捂住胸口，神色有些痛苦。阿姨，您怎么了？保姆忍痛片刻，而后痛苦的表情舒缓下来。我没事，就是偶尔心脏突然疼一下，老毛病了。张浩眉头微皱，神色变色郑重。阿姨，我给你把脉诊断一下。话落，来到保姆身前，保姆有些惊讶的笑道：你还会给人看病？张浩点了点头，伸手朝着保姆的手腕摸去。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张浩神色微动，看了眼墙上的时钟，还不到5点，没到苏雨嫣下班的时间。会是谁呢？保姆笑道：我去开门。我去吧。张浩直接走出卧室，来到客厅门前，把门打开。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性感的美女进入视线。美女五官精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瓜子脸，染着一头黄色短发，身材更是凹凸有致，就连向来正经的张浩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你是谁？你是谁？四目相对，张浩和美女同时发出疑问。我是苏雨嫣的好闺蜜，我叫白洁。你是谁？在白洁开口的同时，注视着张浩英俊的脸庞，脑中浮现2个字：好帅，长得就跟偶像彭于晏似的。张浩淡笑点头，原来是雨嫣的朋友。你好，我是她老公。老公？白洁瞪大双眼，满脸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跟雨嫣是无话不说的好闺蜜，如果你是她老公，她怎么没跟我说过？或许还没来及说吧。哇！突然，宝宝的哭声从卧室传来。张浩闻声连忙走进卧室，白洁也跟了过去，脸上带着疑惑。她不相信这个帅哥是苏雨嫣的老公，如果是的话，苏雨嫣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思绪中来到了卧室门口，当看到张浩正在给大宝换尿不湿，而且动作娴熟，顿时明白了什么。哦，我知道了，他肯定是雨嫣请来照顾宝宝的护工，因为现在的男人哪有会照顾宝宝的。
刚才还说什么是语嫣的老公，虽然长得帅，但脸皮也太厚了吧。白洁小声嘀咕着，虽然对张浩心有不满，可看张浩的眼神却带着炽热，就好比没有那个男人不喜欢美女，反过来也是同理。很快，张浩给大宝换好了尿不湿，大宝也停止哭啼，坐起来继续玩玩具。张浩看着3个萌宝，脸上满是溺爱。这时，白洁拿着手机走了过来，帅哥，加个微信呗。张浩不禁一怔，加微信干什么？当然是交个朋友了。张浩脸上浮现怪异之色，这个美女性格这么开朗吗？刚见面就加微信，太主动了吧？况且她不是不相信自己是苏雨嫣的老公吗？干嘛还加微信？咔嚓！突然开门声响起，下了班的苏雨嫣回到家中，当白洁循声看去，立刻笑着走了过去。雨嫣，你回来了。白洁，你这么早就来了？苏雨嫣露出灿烂的笑容。今天约好闺蜜来家里做客，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那是必须的，我们都好长时间不见了，必须早点来。说到这，凑到苏雨嫣身前小声道，你请来的护工脸皮真厚，竟然说是你老公，虽然长得帅，但也不能瞎说啊。苏雨嫣微微错愕，那个他真的是我老公啊？白洁一听顿时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个大帅哥竟然真的是好闺蜜的老公。老婆，你回来了。张浩笑着打招呼，听到苏雨嫣说自己是老公时，心里乐开了花。苏雨嫣含笑点头，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叫白洁，是我最好的闺蜜。我已经知道了。张浩面带笑意，然而话音刚落，见白洁又走了过来，原来你真的是姐夫，我还以为是护工呢。来，咱们加一下微信吧。张浩愣了一下，心想都确定关系了，怎么还加微信？莫非这个女孩子见人就加微信吗？思绪中正犹豫是答应还是拒绝时，听到苏雨嫣开口，白洁，你加她微信干什么？不干什么呀，咱俩是闺蜜，她是你老公，大家都是朋友嘛，有什么事也好联系。哦，苏雨嫣微微颔首，只不过脸上多少有些不情愿的样子。白洁见状笑道，雨嫣，你别多想，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难道还担心我把你老公抢走吗？没有。苏雨嫣摇了摇头，神色有些不自然。其实倒也不是不相信闺蜜，只是知道她是性格开朗的女孩子，尤其是跟男性朋友玩起来称兄道弟，没有男女之分。虽然她这种开朗的性格收获很多朋友，在海城的人脉圈非常广泛。姐夫，加一下微信吧。白洁拿着手机来到张浩身旁，打开了微信扫一扫。张浩仍在犹豫，因为他通过苏雨嫣的神色变化察觉到了什么。就在这时，保姆的声音响起，小张，小苏，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我再过来。苏雨嫣含笑道，好的阿姨，路上注意安全。保姆笑着点头，迈步向门口走去。等一下。张浩连忙把保姆叫住，直接走了过去。阿姨，我还没给你把脉呢。话落，直接把手搭在保姆的手腕上，仔细感知脉象。保姆笑道，小苏，没想到小张还会给人看病，还真是全能啊。小张，你皱眉是什么意思啊？见张浩突然皱眉，神色变得凝重，保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记得一句话，不怕西医笑嘻嘻，就怕中医没眼滴。张浩一皱眉，那肯定是有事儿。阿姨，张浩郑重道，您心律不齐，还有心肌缺血，虽然不太严重，但如果不及时用药，就会导致病情加重，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心肌梗死。保姆一听，面露诧异之色，她不是被张浩的话吓到，而是被惊到了，因为医院的医生也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在医院做了好几项检查，又是拍 CT 又是抽血的，足足花了1000多。可张浩呢，只是简单的把脉就精准的说出了病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也太神了吧。阿姨，您不用担心，现在情况不算严重，我给您开一副药方，您服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说着拿出手机开始编辑文字。党参500克，何首乌500克，当归300克。张浩一边想着，一边把药方编辑到手机上，然后发到保姆微信。小张，你这药方真的管用吗？放心吧，阿姨，保证管用。行，那我先试试，要是管用的话，一定好好感谢你。话落，保姆随即转身离开。与此同时，白洁看张浩的眼神多了一种崇拜之意。雨嫣，姐夫太厉害了吧，竟然还会给人看病。白洁一脸崇拜，就跟个小迷妹似的。只不过苏雨嫣没有欣慰，反而一脸担忧。虽然知道张浩会给宝宝看病，但只是简单的小常识，而保姆是成年人，关键还是心脏病，万一出乱子了咋办？张浩，你有把握治好阿姨的心脏病吗？那必须的。张浩满脸自信，阿姨的病症较轻，很容易治好，而且中药没有副作用，你不用担心。苏雨嫣微微颔首，虽然心有疑虑，想到保姆每天都来，可以了解她用药后的情况。张浩继续道，快到饭点了，你看着宝宝，我去做饭。话音刚落，惊讶的声音响起，姐夫，你还会做饭？张浩笑着点头，只说了一个字，便朝着厨房走去。自己并不是个高冷的人，但不知为何，在苏雨嫣面前突然没有跟异性调侃的兴趣。况且刚才看出苏雨嫣的娇容上带着淡淡醋意。然而这时，
白洁看着张浩高大的背影，双眸中泛着柔波。雨嫣，姐夫平时一直这么沉默寡言吗？差不多吧。哦，看来长得帅的男人都比较低调。老婆，吃饭了。忙碌了半个小时的张浩来到卧室门口叫苏雨嫣吃饭，可看向卧室，突然愣了一下。苏雨嫣正在抱着三宝喂奶，白洁抱着大宝，只不过大宝的小手放在白洁的食堂上面，脸上带着笑意，而且白洁对此不以为然。这时苏雨嫣拉下衣服，你抱着二宝，咱们一起吃饭吧。好。张浩笑着点头，移身来到窗前。淼淼，跟爸爸一起吃饭。正坐在床上的二宝看向张浩，然后张开了小胳膊。爸爸。突然2个非常清晰的字从二宝嘴里说了出来。张浩愣了一下，紧接着面露激动之色。老婆，你听到了吗？淼淼会叫爸爸了。说着立刻把二宝抱在怀中，在那白净粉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完成教二宝叫爸爸的任务，10万奖金已到账。苏雨嫣面露欣慰笑意，听到二宝叫爸爸，心里也非常高兴。走，爸爸带你去吃饭。话落，抱着二宝开心地走出卧室。苏雨嫣抱着三宝，白洁抱着大宝紧随其后。姐夫，这些菜都是你做的？看到餐桌上的4菜1汤，白洁面露诧异之色。尖椒炒肉、红烧肉、水煮肉片、虾仁猪心、西红柿紫菜鸡蛋汤，不但看上去好吃，香味闻着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尝尝怎么样？张浩笑着回应，给苏雨嫣盛了晚饭。白洁见状笑道，姐夫也给我盛一碗呗。好。张浩直接答应下来，毕竟白洁正抱着大宝，而且还摸着食堂，盛饭是应该的。谢谢姐夫。接过米饭，白洁客气的道谢，然后拿起了筷子。我尝尝姐夫炒的菜好吃不？话落，夹起一个虾仁放入口中，嚼了2下，突然面露惊奇之色。实在是太好吃了，味道很鲜，口感 Q 弹，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炒虾仁。说完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苏雨嫣秀眉微蹙，你吃慢点，又没人跟你抢，怎么就跟好几天没吃饭似的？白洁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的说道，只怪姐夫炒的菜太香了，根本停不下来，以后我一定要经常来吃。张浩一听顿时汗颜，心想下次可不能把饭做得这么好吃，自己的厨艺只是用来为老婆和宝宝服务的。晚饭过后，张浩在卧室陪三宝晶晶在床上玩耍，在玩的同时很有耐心的教三宝叫爸爸，因为大宝和二宝都会叫爸爸了，只有三宝不会叫，要是明天中午还教不会的话，系统就会惩罚10万。晶晶乖，叫爸爸。大大，爸爸。咿呀，当张浩教了1个多小时还是教不会，不免有些无奈。嘻嘻。一旁的白洁笑道，姐夫，看来你也不行嘛，这么半天都教不会，还不如我呢。三公主叫小姨。姨。三宝发出稚嫩的声音。白洁一听顿时笑得花枝乱颤，哈哈，我们三公主最棒了，明天小姨给你买玩具。这时苏雨嫣看了眼墙上的时钟，张浩，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不等张浩回应，白洁惊讶的声音响起，啊，你怎么让姐夫走？你们没一起睡吗？苏雨嫣摇了摇嘴唇浅笑道，没有，因为他还在上学，所以晚上还要回去学习。上学？这么说姐夫还是个大学生呢？白洁脸上写满了惊讶。苏雨嫣含笑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张浩笑道，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再过来，宝宝们再见。跟3个萌宝挥了挥手，张浩转身走出卧室。姐夫，等一下。白洁连忙开口，正好我开着车呢，你在那所学校，我送你过去。不用了，我打车就行。跟我还客气什么？正好我也该走了。雨嫣，明天有时间我还来。好吧。苏雨嫣笑着回应，只不过笑得有些不自然。接着张浩和白洁走出小区，白洁从包里拿出车钥匙，按下开锁键，路边一辆白色玛莎拉蒂车灯亮起。张浩淡笑道，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富二代啊。白洁笑着摇头，一辆100万的车而已，在繁华的海城谈不上富二代。对了姐夫，你在哪所学校上学？海城经贸学院。经贸学院？白洁有些惊讶，这要巧，我弟弟就在经贸学院上学，白冰你肯定知道吧？因为弟弟在学校非常出名，人送外号经贸小霸王，所以张浩肯定知道。只不过想到那个弟弟就一阵头疼，学不好好上，整天不务正业，不是带着小妹妹去酒吧，就是跟着一些社会人鬼混，真是让爸妈操碎了心。思绪中听到张浩回应，知道，他还给我洗过脚呢。啊！白洁惊讶地张开小嘴儿，都能塞进一个鸡蛋。你说什么？我弟弟给你洗过脚？白洁柳眉挑起，双眸带着怒意。张浩连忙笑着改口，你听错了，我是说我们一起洗过脚。毕竟知道白洁是白冰的姐姐，要是说他弟弟给自己洗过脚，哪还不扑上来咬人？而且关于白冰还有一件事，就是前2天晚上杨伟找人教训自己时，其中就有白冰，只不过后来反而把他走了。什么经贸小霸王，经贸小王八还差不多。这时白洁面露笑意，我就说嘛，我弟弟可是学校一霸，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被欺负？还有
看你挺正经的，没想到也去会所那种地方，小心我给语嫣告状。张浩笑了笑，我说的是在宿舍用盆洗脚，你的想法太邪恶了。你，白洁气得挑眉瞪眼，可不等发飙，却见张浩打开后门坐了进去。切，还坐后面，嫌我长得难看吗？几分钟后，海城经贸学院校门口，谢谢你把我送回来。张浩客气地说了一句，开门就要下车。白洁浅笑道，跟我客气什么？等一下。已经下车的张浩问，怎么了？那个，你还有哥哥弟弟吗？给我介绍一下呗。我还有个妹妹可以不？去你的吧，我又不是百合。张浩笑了笑，迈步向校门口走去。白洁注视着张浩的背影，见他走进学校，这才驱车离开。然而与此同时，校门口一旁昏暗的角落有2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子拿着手机录视频。瑶瑶，你不是已经拒绝张浩了吗？干嘛还偷拍他？哼，他都是当爹的人了，还脚踏2只船，我一定要让全校的人知道张浩就是个人渣。话落，王瑶瑶面露得意之色，正对张浩怨念深重呢，就看到他勾搭别的小姑娘，简直就是天助我也。看着吧，等会就把拍的照片发在学校的论坛上，必须让他身败名裂，妻离子散。阿嚏回到宿舍门口的张浩突然连续打了2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皱眉道，特么的谁在背后骂我？话落，直接推开寝室门，我回来了。看向寝室，赵勇在锻炼身体，大壮和少华在玩游戏。然而下一秒，却见3人同时摇头叹息。张浩有些疑惑，怎么了你们？吃错药了？叹，你总归还是回来了，身为好哥们，深深的为你感到着急。就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整天往我们这跑个什么劲？浩哥，你该不会是故意炫耀吧？听到3人所说，张浩顿时明白了什么，可不等开口反驳，手机突然响起。炫耀？我还要当众撒狗粮呢。话落，非常熟练的滑动屏幕接听电话，同时打开免提。老婆，我刚到宿舍，咱们的宝宝睡了吗？张浩低沉的声音响起。我擦，怎么是灭绝师太的声音？张浩连忙低头看去，赫然发现屏幕闪显示灭绝师太4个字。哈哈，哄笑声响起一片。赵勇等人小声说道，浩子，你真牛，厉害啊，连灭绝师太都搞定了。浩哥，你口味真重。毕刚，张浩皱眉开口，对着手机郁闷道，李老师有什么事吗？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好，马上到。张浩连忙挂断电话，本以为是苏雨嫣的来电，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灭绝师太。早知道应该看一下手机，等我回来再说。留下一句话，张浩走出寝室。就在这时，听到寝室传来更响亮的笑声。不一会，张浩来到李艳办公室门口。咚咚咚，进。张浩推门而入，只见李艳坐在办公桌前，桌面上放着几张卷子。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张浩，这些试卷都是你自己做的？考试时有没有抄袭？我对灯发誓，绝对没有。李艳不再说话，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张浩凑近一看，发现几张试卷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而且都是满分。想到李艳的质疑，顿时明白了什么。老师，我之前说过，我最近晚上都在补习功课，在凭借我聪慧的大脑，考满分完全不在话下。话音刚落，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你脸皮真厚。我擦！张浩忍不住口吐芬芳，心道这系统怎么神出鬼没的。李艳一听皱眉道，你说什么？没什么，我看桌子上脏了擦一擦。李艳嘴角微动，张浩，虽然你的考试成绩很离谱，可通过调监控并没有发现你作弊，叫你过来呢只是确认一下，另外我还要谢谢你。谢我？我按照你的药方用药，明显感觉身体好了很多，没想到你还会医术，不简单啊。多谢老师夸奖，虽然您的身体有所改善，但以后要多注意休养，如果您累到了，谁还来管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联系。老师再见。说罢转身走出办公室。李艳看着门口，脸上带着大大的疑惑，她的学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以前都是倒数，突然蹦到全校第一，太奇怪了。此时的张浩回到宿舍，跟赵勇他们耍了会嘴皮子，然后去水房打水准备洗脚。浩哥，过来打水啊。突然一个客气的声音响起，张浩闻声神色微动，这不是白冰的声音吗？侧头看去，见白冰也来打水，脸上笑嘻嘻的。张浩很随意的应了一声。白冰有些低声下气的笑道，浩哥，那天的事儿你别介意，是杨伟那小子叫我去的，碍于情面不去又不行，如有得罪之处，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见白冰这么客气，也不能斤斤计较，更何况那天他没动手就直接把他撂倒了，说到底还是他吃亏。没事，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是朋友。说着发现水壶灌满了，便领着水壶朝着门口走去。可刚走2步，突然听到白冰开口，浩哥，你觉得我姐怎么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张浩被问得一愣，虽然猜到白洁会对白冰提到自己，可自己有老婆孩子早已全校皆知，而且按说白洁也会提及此事，因此觉得白冰这个问题问得很二逼。
白冰这时面露笑意，刚才我姐跟我聊微信，问认识你不？我说认识，然后她说多跟你走动。话落，走到张浩身前小声道：浩哥，我姐长相和身材都不赖，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帮你撮合撮合。滚！张浩说了句优美的中国话，拎着水壶离开了。3W 点，白冰眉头微皱，脸上带着疑惑。不行就不行呗，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另一边，当张浩回到寝室，正准备倒水洗脚时，赵勇不悦的声音响起：浩子，难怪你不跟苏女神一起睡，原来是在外面拈花惹草。不是哥们说你，你都当爹的人了，而且苏女神长得那么漂亮，你怎么还放荡不羁呢？张浩一听，皱眉看向赵勇，什么意思？赵勇把手机屏幕对向张浩，你没看学院的论坛吗？你现在可是全学校的焦点。张浩立刻走了过去，定睛一看，瞬间暴跳如雷。一个帖子在论坛上备受热议，评论多达几百条。标题：3年2班的张浩脚踏2只船，身为一名丈夫3个宝宝的父亲，竟然跟别的女人约会，这简直就是人渣行为。内容是3张图片。第一张，张浩从一辆玛莎拉蒂车里面下车。第二张，张浩和一位美女笑着聊天。第三张，那位美女目送张浩离开，那位美女正是白洁。帖子里面评论的内容更是不堪入目，想不到张浩竟然是这种人，简直禽兽不如。苏女神那么漂亮，他怎么还不知足？不要我可以接盘，跟孩子姓也行，毕竟是富二代，就算穷了也本性难改。谁让人家长得帅呢？那女的开的可是玛莎，关键也是个大美女。切，都为人父了，还这么花心，简直就是男人中的败类。此时的张浩怒不可遏，怎么骂自己都没事儿，但涉及到老婆和宝宝，谁也不能轻饶。愤怒中看到发帖人的网名时，脸上怒意更加明显。瑶池仙女，这不是王瑶瑶的网名吗？竟然是她发的帖子！马德，原来是这个婊子！张浩气得就要摔手机，想到手机不是自己的，直接扔在赵勇床上，怒气冲冲地走出寝室。耗子！赵勇见状连忙跟了上去，大壮和少华也紧随其后，担心张浩因为冲动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砰！438寝室门被一脚踹开，愤怒的张浩站在门口，凌厉的双眼宛如杀神一般。寝室里的4个人突然被吓了一跳，看到张浩，2个人做出明显的反应。一个是杨伟，看到张浩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一个是白冰，纳闷张浩这是肿了。这时杨伟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浩哥，你怎么来了？张浩没有开口，阴着脸径直走向杨伟，因为想要联系王瑶瑶，也只有通过这小子。杨伟见状顿时惊恐万分，以为张浩是来找他算账的。张少，你上次不是已经打过我了吗？后来我也没得罪你啊。没办法，因为张浩太可怕了，上次本想欺负一下这个落魄富二代，没想到他这么能打，几秒的时间就把4、5个人干趴下了，以后哪还敢惹他？张浩冷声道：马上给你女朋友打电话。杨伟愣了一下，不知张少说的是哪个女朋友？王瑶瑶。哦。杨伟连忙拿出手机，找到王瑶瑶的电话，又问张少，我该怎么说呢？把她叫出来。杨伟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张浩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却不敢多问半句，万一说错话，肯定又要挨打。接着电话拨通，传来发嗲的声音：伟哥，这么晚打电话有事？你出来一下。出去干什么？张少有事找你。话落，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喂，能听到我说话吗？伟哥，我不出去，他肯定是因为我在学校论坛上发帖的事，要是出去的话，他肯定会打我的，人家不管，这件事你给我摆平。嘟嘟嘟，电话被挂断了。杨伟一脸懵逼，学校论坛上发帖，张少要揍他，这是什么情况？这时张浩问他出来吗？杨伟摇了摇头，他说你要揍他，所以不出来。张少，因为什么事儿啊？你去学校论坛上看看就知道了。听到张浩所说，杨伟立刻登录学校的论坛，白冰和另外2人也打开论坛看了起来。那个帖子很火，一进去就看到了。突然白冰愤怒的声音响起：我靠，这不是我姐吗？王瑶瑶，你个小浪蹄子，我特么废了你！看到亲姐出现在论坛上，而且还背负骂名，气得白冰脸都绿了。当杨伟了解情况后，立刻跟王瑶瑶撇清关系。张少，这件事我并不知情，我已经跟王瑶瑶分手了，是她一直缠着我。张浩淡漠道：不管用什么办法，把她约出来。好的，张少。杨伟立刻照做。思绪片刻，拨通了王瑶瑶的电话。瑶瑶，我把张浩那小子痛扁一顿，你打算怎么犒劳我呀？真的吗？还是伟哥厉害，只不过都这么晚了，要不明天吧？不行，就现在。你不是想买新出的苹果13吗？今晚陪我，明天就给你买。老公你太好了，那等会我在上面到宿舍楼门口找我来吧。嘟嘟嘟。杨伟对着张浩笑道：张少，他同意出来了。张浩微微颔首，跟我一起去。话落，转身向门口走去。杨伟犹豫了一下，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好跟了过去。此时一旁的白冰也阴着脸紧随其后。女生宿舍楼打扮精致的王瑶瑶满脸期待，想到明天就能用上苹果13，
能在同学面前炫耀一把，心里美滋滋的。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当王瑶瑶侧头看去，还没有看清是谁，直接挨了一巴掌。啪！声音响亮清脆，打得王瑶瑶眼冒金星。小浪蹄子，你他妈以后再敢侮辱我姐，我就把你废了！白冰面带怒意，眼神无比凌厉。如果眼神能杀死人，王瑶瑶定会当场身亡。一旁的张浩微微错愕，本是自己找王瑶瑶算账的，没想到白冰上来就是一巴掌。看着王瑶瑶脸上红色五指山，不禁感叹白冰这小子下手真狠啊！我什么时候侮辱你姐了？王瑶瑶一脸委屈地问道。她知道白冰是个有钱有势的富二代，而且跟杨伟关系不错，所以被打了也不敢生气。白冰厉声道：你发的帖子里的美女就是我姐啊！王瑶瑶愣了一下，没想到送张浩回来的美女竟然是白冰的姐姐。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姐。白冰气得微眯双眼，正准备口吐芬芳时，张浩的声音响起：你把帖子删了，然后再发帖道歉，这件事就过去了。王瑶瑶一听，顿时满脸怒意，要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会挨这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让他对张浩的恨意更深。愤怒中，他指着张浩的鼻子骂道：你算什么东西！啪！话音落下，清脆的耳光声响起，白冰又给了王瑶瑶一巴掌，而且这次打在另一边的脸上。两个红色五指山就像绽放的玫瑰花似的一样鲜艳。杨伟！刺耳的嚎叫声响起，此时的王瑶瑶彻底崩溃了。虽然知道跟白冰不是一个阶层的，但自己也有尊严。一个女孩子连续被打了2个耳光，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做人？杨伟，你还是不是男人？我都被打了，你脸皮都不敢放，分手！一听这话，杨伟突然乐了起来。好啊，我正求之不得呢，老子在你身上花了好几万，才睡过2次，你是金鸡吗？你！王瑶瑶气急败坏，先是被打，又遭到侮辱，感觉自己快要疯了。愤怒中，她又想打了张浩这个罪魁祸首。要不是因为他，就不会被打；要不是因为他，也不会跟杨伟分手；要不是因为他，明天就能用上苹果13了。张浩，你就是个人渣败类！什么苏雨嫣给你生了孩子，孩子肯定不是你的。你话未说完，声音寂然而至。只见张浩冷着脸走到王瑶瑶身前，一只手抓住她的衣领，硬生生的举过头顶。你再说一遍！张浩脸色冷得可怕。怎么说自己都没事儿，但只要侮辱老婆和宝宝，不管是谁，绝对不能轻饶。此时的王瑶瑶吓得小脸苍白，就连身体也不受控制的颤抖。她现在害怕极了，生怕张浩会把自己杀了。滴答滴答，突然水滴声响起。下雨了吗？张浩神色微动，抬头看天，并没有雨滴落在脸上的感觉。可低头一看，突然皱起了眉头。王瑶瑶，马上把帖子删了，然后发帖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话落，张浩把王瑶瑶放了下来，然后转身离开。白冰和杨伟立刻跟去。此时的王瑶瑶吓得瘫软在地，看着张浩远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怨恨之意。张浩，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说着，突然感觉到裤子气气的，低头一看，连忙起身跑回宿舍。翌日清晨，张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学校的论坛，看到王瑶瑶把骂自己的帖子删了，并发帖向自己和白冰道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接着给苏雨嫣发了条微信：睡醒了吗，老婆？我过去啊。早就醒了，正给大宝喂奶呢。辛苦了，老婆。早餐想吃什么？我带过去。不用了，我把饭做好了，你过来吃吧。好。聊天结束，张浩笑着起床，想到美丽动人的老婆以及3个可爱的萌宝，心情顿时无比舒畅。浩哥！就在张浩走出寝室时，大壮的声音响起。怎么了？大壮笑道：你帮我买个手机支架呗，晚上我开直播用。开直播？怎么想起干这个了？我见人家在快手上卖货挺挣钱的，所以也想试试。我平时直播玩吃鸡，积累了几万粉丝，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行，晚上我给你买回来。写了，浩哥，等会给你发红包。滚！要发就发1万，要么就别发。说罢，张浩走出寝室。当来到校门口马路边，等了好几分钟，这才等来了出租车。而在等待期间，萌发了买车的想法。要是有辆车的话，就不用等出租车了，出行也会方便许多。几分钟后，张浩来到家门口。咚咚咚，来了！哒哒哒，高跟鞋踩地的声音由远及近。房门打开，一道倩丽的身影呈现。就在张浩准备问候早安时，突然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苏雨嫣今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妙曼的身姿，动人的容颜，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就跟仙女下凡似的。老婆，你今天真漂亮。听到夸赞，苏雨嫣心里美滋滋的，但她还是故作不悦道：这么说我昨天不漂亮？张浩微微错愕，然后给出一句非常完美的回复：你每天都漂亮，而且一天比一天漂亮。苏雨嫣柳眉一挑：你怎么这么会说话？老实交代，是不是经常用甜言蜜语哄女孩子开心？张浩把手举过肩膀，信誓旦旦地说道：我对灯发誓，绝对没有。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的，真的。
如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话音刚落，稚嫩的声音传来：“爸爸，爸爸！”听到宝宝的声音，张浩的心都萌化了。不说了，我先去看看宝宝。说着，快步朝着卧室走去。苏雨嫣面带笑意，看着张浩的背影，双眸中满是柔波。他突然有种感觉，自从张浩过来后，生活越来越幸福了。这时，张浩走进卧室，见3个宝宝坐在床上玩玩具，笑着坐在床边。看到张浩，3个宝宝同时张开小胳膊要抱抱。爸爸，爸爸！大宝和2宝叫出这个神圣的称呼。只不过3宝只是咧嘴笑，还是不会叫爸爸。张浩神色微动，意识到距离任务结束仅剩下4个小时了。如果无法完成任务，就会被罚10万。不行，必须在中午之前教会3宝叫爸爸。晶晶乖，叫爸爸看我嘴型，爸爸必知 ABA。一上午的时间，张浩都在教3宝怎么叫爸爸，可教了一上午，3宝怎么也学不会。眼看距离任务终止还有半小时，不免有些无奈。虽然卡里有小300万，却也不想被扣10万。小张，吃饭了。保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来了。张浩应了一声，因为3个萌宝都醒着，可以把放到婴儿车，等会喂点小米粥。宝宝们，跟爸爸去吃饭。说着，张开胳膊把大宝抱了起来。就在这时，见2宝和3宝也张开了小胳膊要抱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话落，把大宝轻轻地放到婴儿车里面。爸爸！突然，身后传来稚嫩的声音。张浩笑了笑，以为是2宝叫的爸爸。可就在转身抱2宝时，又听到一声爸爸。2宝的小嘴儿没动，是3宝叫的。爸爸！刚学会叫爸爸的3宝就跟上了瘾似的，开始连续叫了起来。哎，张浩脸上笑意更加灿烂，情绪也变得激动。不只是完成了任务，更重要的是3宝学会叫爸爸了。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0万奖金已到账。主人，来短信了。短信提示声响起，张浩没有在意，非常高兴地把3宝抱了起来，在那粉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哇！突然2宝哭了起来，看张浩的眼神满是委屈。2宝不哭，爸爸宝宝。把3宝放到婴儿车里面，连忙把2宝抱了起来。感受到父爱的2宝突然停止了哭啼。走，我们吃饭去了。张浩推着3个可爱的萌宝走出卧室。就在这时，口袋传来悦耳的铃声。叮铃铃，从口袋掏出手机，是室友赵勇打来的。浩子，运动会下午2点半开始，可别迟到了。没空，还照顾宝宝呢。张浩想都没想直接拒绝。虽然参加运动会可以加学分，但现在已经是学霸了，拿到毕业证只是时间问题。参加运动会，有那时间还不如多陪陪孩子。好吧，那我跟灭绝师太说一声。张浩挂断电话，带着宝宝坐在餐桌前。可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叮，来任务啦！宿主参加运动会，任何一项比赛项目获得第1名，奖励10万，每项奖励10万。张浩愣了一下。根据了解，运动会的项目至少10项：100米赛跑、投铅球、跳高、跳远、篮球、扔标枪、拔河等等。要是都能获得第1名，岂不是可以获得100万奖金？这一刻，张浩心动了。虽然卡里差不多有300万，但这些钱根本不够花。先不说买车，在房价每平米3、4万的海城，一套房子就500万。毕竟宝宝住的地方比较简陋，必须给宝宝优质的成长环境，否则这个爸爸当得未免有些失职了。想到这，张浩拿出手机联系赵勇。我决定参加运动会，给我报名吧。浩子，你不是说还要看孩子吗？爸爸的事儿不要多问。靠！张浩笑着挂断电话。就在这时，保姆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托盘上放着3个印着小猪佩奇图案的小碗，碗里面是蔬菜小米粥，每个碗分别放着一个小勺子。小张，你吃饭吧，我先喂宝宝。好。张浩笑着点头。见保姆为宝宝13个小勺分开使用，对这细心的举动非常满意。阿姨，您干保姆多长时间了？保姆想了想，差不多15年了吧。难怪您经验这么丰富，把宝宝照顾得无微不至。从下个月开始给您涨工资。涨工资？保姆愣了一下，然后连忙摆手拒绝。这可使不得，你正在上学，小苏的工资刚够家里开销的，3个宝宝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所以你们还是省着点花吧。张浩笑而不语，对这个保姆越来越满意了。不但拒绝涨工资，反而还为这个家考虑。有责任心的保姆才是真正的好保姆。阿姨，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从下个月开始工资涨到8000，毕竟您一个人照顾3个宝宝也挺不容易的。对了，我昨天给您开的药方，您按方用药了吗？为了保姆不再推辞，索性直接转移话题。用了，等几天再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真的有效，那我可要好好感谢你。放心吧，肯定有效果的。对了，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我叫孙美丽，叫我阿姨就行。叫阿姨太身份了，丽姨听上去乖乖的，那以后就叫你美姨吧。行，叫什么都行。美姨，等会我要出去一下，所以下午宝宝就拜托你了，有事打电话。放心吧。下午2点，此时的海城经贸学院可谓热闹非凡。运动会即将开始，所有学生朝着操场聚集而去。就在这时，
一辆外观大气的黑色轿车从校门口缓缓驶入，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哇，那是什么车？劳斯莱斯吗？不是，是红旗 H9，国产伪豪车。买这种车的都是买不起劳斯莱斯又想装 X 的人，才30-40万而已，跟劳斯莱斯比差远了。才30-40万而已，你能买得起吗？当然，买得起也不买这种，要买就买宝马5系。既然你这么有钱，把欠我的1000块给我吧，都1个月了。等下个月我把打生活费吧，才1000块，而已着什么急？议论之际，那辆红旗 H9 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一个帅气逼人的帅小伙下车。我靠，张浩，他家不是破产了吗？难道又有钱了？让我说，肯定是昨晚送他回来的那个开玛莎的美女给他买的。看，长得帅，果然能当饭吃。别瞎说，那个美女是白冰的姐姐，被白冰听到了，小心揍你。这时，人群中的赵勇也看到了张浩。大壮、少华，耗子来了。话落，三人快步朝着张浩走去。见张浩开着豪车，也感到非常惊讶。虽说以前张浩开的都是劳斯莱斯、宾利，最差也就是马自达，可现在家里破产了，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耗子，这辆豪车是你的？见赵勇惊讶询问，张浩笑着点头，当然。大壮又问，零首付贷款买的？全款。全款？你不是已经没钱了吗？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问了，去参加运动会。话落，张浩把买来的手机支架递给大壮，朝着操场入口走去。赵勇等人看着豪车，脸上满是狐疑之色。赵勇，我还是觉得这车不是耗子的。大壮，我认为肯定是零首付提的。少华，我猜是白冰他姐送的。半个小时后，海城经贸学院1年1度的运动会开始了。全校1万多名学生坐在观众席上，可谓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而老师和校领导则是坐在特定的位置。这时，副院长拿着话筒站在高台上：同学们，又到了1年1度的运动会，比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大家公平竞争。好了，话不多说，请当裁判的各位体育老师做好记录，勿要弄虚作假。声音落下，运动会拉开了帷幕。第一项比赛，100米冲刺，请参赛同学就绪。听到裁判提醒，报名的10几名学生们来到起点，其中就有张浩。虽然他长得最帅，但腿是最短的。其他参赛学生都是所在班级的体能小霸王，有的还是学校体育队的。当张浩站在起点位置时，旁侧传来不屑的声音：哟，这不是张少吗？你们班是不是没人了？怎么让你这个半残废来参加比赛？说话的叫丁子库，是体育队的队长，也是100米冲刺的蝉联冠军。此人身高1.8米，身上的肌肉微微隆起，相貌剑眉星目，自带一种凌厉之色。而他对张浩的不满，是因为以前的张浩太嚣张了，发生过几次小摩擦，而且最后都忍气吞声。虽然老爸是做放贷生意的，在道上有些地位，但跟张浩他爸张朝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过张浩现在家里破产，自然无所畏惧。这时张浩眉头微皱，面露不悦之色：你中午在厕所吃的饭吗？嘴咋这么臭？哼，姓张的，你别跟我嘚瑟。虽然你把猴子揍了，但在我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渣渣而已。有本事下午别走，看我怎么教训你。张浩侧头看向丁子库，眼神变得犀利：还等下午干嘛？现在就干一仗吧。话音刚落，餐盘严肃的声音响起：你们两个吵什么呢？不想比赛马上滚！虽然知道这是2个二世组，但身为体育老师，必须要有老师的威严，否则难以服众。见张浩和丁子库安静下来，裁判举起了发令枪：各就各位，预备听到提醒，所有参赛学生弓下身体。啪！发令枪声响起，所有人直接弹射出去。此时的张浩用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刺，在超级武术技能的加持下，有种健步如飞的感觉，甚至就连耳边都响起呼呼的风声。近了，更近了！终点线在张浩视线中快速扩大，抵达终点后立刻放慢了速度。卧槽，累死了！张浩喘着粗气，甚至能听到心脏正在蹦蹦蹦的狂跳。可就在喘气儿时，突然发觉周围异常安静，身后并没有传来跑步声。疑惑中回头一看，那些人竟然都站在距离起点20米的地方。什么情况？他们怎么没跑？张浩非常纳闷。就在这时，一旁传来另一位裁判惊讶的声音：怎么可能？竟然只用了9.25秒，比世界第一飞人博尔特还快！张浩微微错愕，他自然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只有自己跑过了终点线，也就是说100米冲刺只用了9.25秒。我擦，这不是打破世界纪录了吗？诧异之际，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获得100米冲刺冠军，10万奖金已到账。张浩神色微动，脸上慢慢露出笑意。这时裁判走到张浩面前，一脸认真地问：张浩同学，你打兴奋剂了吗？兴奋剂？张浩苦笑道：老师你别开玩笑了，这只是学校运动会，别说奖金，就连奖牌都没有，打那玩意干啥？弄不好会没命的。裁判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对啊，可你怎么能跑得那么快呢？
都超过世界纪录了，因为我最近经常锻炼身体。张浩随口敷衍了一句。裁判皱眉思绪起来，因为他还是不相信100米冲刺跑出9.25秒的成绩，这可不是锻炼出来的。就算有天赋，就算从小开始锻炼，也不可能跑出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老师，我怀疑张浩作弊。不悦的声音响起，丁子库从远处走来。我强烈要求对张浩同学进行验血，他肯定打了兴奋剂。裁判点了点头。张浩同学，因为你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必须进行化验。咱们学校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医生，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而且不用验血，验尿就行。行吧。张浩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下来。要是不化验，比赛无法继续，奖金也就没了。至于多嘴的丁子库，这个仇算是记下了。几分钟后，体育老师把化验结果交到校长面前。孙校长，通过化验，张浩同学并没有服用任何兴奋药物，但他刚才打破世界纪录，接下来还让他比赛吗？孙校长先是惊讶，而后神色变得郑重，因为他发现每项比赛都有张浩的名字，让他继续比赛。好的，校长。接着，张浩重返赛场。第2项比赛立定跳远，10几名参赛学生排好了队伍，张浩被安排在最后一位。20分钟过去，前面的学生都跳了，最远距离为2.9米。接下来该张浩了。只见他调整呼吸，身体上下移动的同时，双臂前后摆动。接着，张浩深吸一口气，双眼一瞪，两腿一蹬，直接跳了出去。砰！重重的落地声响起。一旁的裁判弯着腰，睁大双眼，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4.5米，莫非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蛤蟆功？2个小时后，比赛只剩下了最后一项篮球。此时的张浩换好了篮球服，脸上洋溢着笑容。之前的每项比赛都获得第1名，跳高3.5米，标枪115米，铅球32米，5000米长跑11分36秒。比赛项目共有12项，每项不但获得冠军，而且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张浩这个名字时隔半年再次轰动全校，也再次引起了孙校长的注意。这要是让他参加吉尼斯或是奥运会，不但为国争光，学校也会名声大噪。到那个时候，必须把张浩的照片挂在每个教室，还有他破坏过的物品必须当成文物展览。请各位参赛选手入场。伴随着裁判的声音，10名学生走进篮球场。首先对战的是3年1班和3年2班。3年1班的前锋是人高马大的丁子库，3年2班的前锋是虎背熊腰的赵勇。但丁子库凌厉的眼神并没有看向赵勇，而是落在张浩身上。一是看张浩不顺眼，二是没想到他各项比赛竟然全部第1。小子，你给我等着，等会有你好受的。丁子库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邪意。嘟哨声响起，比赛开始。赵勇和丁子库同时起跳抢球，虽然赵勇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没抢过丁子库。没办法，谁让人家在校体育队每天都在训练，体能上肯定存在差距。抢到球的丁子库运球朝着对方篮板冲去，虽然中途遭到阻拦，凭借熟练的运球和身法躲了过去。很快，丁子库冲进了3分线，准备来个大灌篮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身前。张浩！看到是张浩，丁子库邪魅一笑，硬生生的用身体顶了过去。砰！伴随着一声闷响，张浩被顶飞了，眼看就要一屁股坐在地上，突然来了个叶问蹲，这才没有当众出球。与此同时，丁子库分身一跃，手中的篮球高高举起，哐！非常霸气的一个灌篮。好，酷哥牛 X！ 啪啪啪！欢呼声和掌声从3年1班所在方位传来。丁子库非常嘚瑟地挥了挥手，然后朝着自己的位置跑去。当从张浩身旁经过时，非常得意地说了句：“打球吗？磕磕碰碰很正常。”张浩微眯双眼，脸上浮现不悦之色。本以为丁子库会绕过去，没想到直接硬顶。这小子肯定是故意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赵勇，我来当前锋。愤怒的张浩来到球场中央位置。赵勇小声提醒：“浩子，你抢不过他的。你放心，就算被罚下场，我也要给你报仇。不用，你去当后卫。行吧，你小心点。”张浩点了点头，淡定的眼神看着身前的丁子库，而丁子库则是居高临下的看着张浩，脸上满是不屑。张浩比自己矮1头，再加上自己是体育队的，还能抢不过他？嘟哨声响起，裁判把篮球高高的抛向空中。丁子库双腿弯曲，抬头锁定篮球，可正准备起跳时，却见张浩竟然飞了上去。在篮球抛到3米高的位置时，他竟然用双手抓住了球。砰！抢到球的张浩稳稳落地，但他并没有向前冲，而是原地运球，还冲着丁子库勾了勾手指，仿佛在说：“你过来啊！”操！丁子库说出一种植物的名字，直接冲上去抢球。张浩微微一笑，用最大的力气顶了上去。砰！丁子库魁梧的身躯被顶飞了，足足飞出了3-4米，而且落地后因为惯性没有停止，坐在地上摩擦着地面继续滑行。因为短裤跟地面产生阻力，直接脱落到膝盖位置。不仅如此，他那红色内裤也因为阻力而脱落。
好在他的屁股大，只露出了半截屁股，真他妈丢人！丁子库连忙起身提起裤子，怒不可遏的他就要去找张浩报仇，可刚转身看去，突然冷在原地。只见张浩竟然从3分线起跳，在空中飞了一会，然后把篮球狠狠地砸进篮筐里。全场突然安静了，看到张浩灌篮的人脸上无一不是诧异之色。他还是人吗？竟然从3分线外起跳灌篮，太牛 X 了吧！就算詹姆斯和杜兰特恐怕也不行吧？仅凭这弹跳力，绝对能进 NBA。安静几秒钟后，3年2班热烈的欢呼声响起。张浩牛 X， 天下第一，浩哥威武，非你莫属。此时，张浩笑着回到中场位置，从丁子库身旁经过时说了句：“打球吗？有点小动作很正常。”丁子库气得咬牙切齿，虽然心中怒火燃烧，但绝对不敢再跟张浩硬碰硬了。嘟哨声响起，裁判抛球，毫无疑问，球又被张浩抢到了。丁子库立刻呈防守姿势，叉开腿，张开胳膊，视线死死地盯着篮球。张浩左右运球，突然来了个假动作，把丁子库晃倒之后，带球朝着前方冲去。操！又他妈丢人了！丁子库连忙站了起来。虽然运球晃人是最小颗的招数，但张浩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从身旁经过时，只能看到一道残影。就在这时，快速冲刺的张浩来到对方篮板下，一个2步上篮，篮球乖乖的进去篮筐里面。耶，又进了！想不到张浩球技这么厉害，深藏不露啊！是啊，以前怎么没见他打球这么厉害呢？惊讶的声音从3年2班传来，但此时的张浩也非常惊讶。虽然以前偶尔打球，但技术很一般，人今天手感非常棒，感觉一投就进。纳闷之际，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因为你拥有超级武术技能，所以各种体育项目对你来说就是小儿科，别说投球，就是在20米之外用小石子打鸟、绣花针刺破气球也不在话下。你的控制能力已经远超常人。张浩微微颔首，没想到超级武术技能有这么多好处。宿主，现在你拥有提升超级武术技能的机会，可以增加气功，是否愿意提升呢？愿意。好，技能提升需要1000万，是否愿意办理分期呢？不愿意。20多分钟后，比赛进入了下半场。此时的比分：3年1班2分，3年2班82分。叮铃铃！就在张浩带球过人时，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哦，男生点了点头，不再去抢球，因为抢也抢不到，抢到了又投不进，投进了也赢不了。80分的差距已经决定了比赛的输赢。张浩把手机掏了出来，看到屏幕上显示2个字：老婆。他怎么主动打来电话了？疑惑中，张浩接听电话：今天学校有事，可能要晚点回去，等保姆下班了，你照顾宝宝，有事跟我打电话。好的，老婆。先这样，挂了。通话结束，张浩把手机放回口袋，正准备运球过人时，突然愣了一下。保姆5点下班，好像马上就要5点了。张浩拿出手机看了一下，4点52，不行，得赶紧回去。张浩朝着裁判挥了挥手，裁判先喊了句暂停，然后走过来笑着问：怎么了，张浩同学？老师，我有事得赶紧回去一趟，让替补上吧。好吧，那你先忙去吧。裁判有些不舍，因为张浩的球技太精彩了，比看 NBA 比赛还过瘾。要不是知道他有3个萌宝需要照顾，肯定不能让他走。那我先走了。张浩直接离开赛场。虽然篮球比赛还没有获得第1名，这一走会损失10万奖金，但相比之下，不及宝宝的1%重要。10几分钟后，张浩回到家门口，因为有钥匙，所以直接开门走了进去。咯咯喽稚嫩的笑声从卧室传来。张浩笑着走进卧室，见保姆正在陪3个可爱的萌宝玩玩具。爸爸，爸爸，爸爸！看到张浩，3个萌宝高兴的手舞足蹈。很显然，张浩比玩具更有诱惑力。张浩甜蜜蜜的应了一声，走到床边坐了下来。见3个萌宝纷纷爬了过来，全部抱在怀中。接着看向保姆道：美姨，实在是抱歉，有点事回来晚了，您可以下班了。小张你太客气了，不差这几分钟，那我先走了，路上注意安全。见保姆走了，开始陪宝宝们玩耍起来，玩得不亦乐乎。看着3个萌宝，真是越看越喜欢。突然，熟悉的声音在脑中响起：叮，触发任务，给宝宝拍一段视频发布到快手上，完成可获得10万奖金。张浩面露欣喜之色，这任务太简单了吧？宝宝们，爸爸给你们拍视频。话落，拿出手机下载了快手，让3个萌宝坐成一排，开始录制起来。宝宝们看镜头，叫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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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咧！录制成功后，直接发布在快手上。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0万奖金已到账。主人，主人，来短信了。张浩拿出手机一看，银行卡余额380多万，不错，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又近了一步。照这个速度，不到半年就能实现1个亿的小目标。半个小时后，张浩看了眼时间，快6点了。虽然苏雨嫣还没回来，但决定开始准备晚餐。一是宝宝们快饿了，二是等苏雨嫣回来能吃口热乎的。
叮！就在张浩准备把3个萌宝放进婴儿车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恭喜宿主获得篮球赛冠军，10万奖金已到账。张浩愣住了，自己不是中途退赛了吗？怎么还完成任务了？莫非班级比赛获得第一？叮铃铃，疑惑之际，手机铃声响起，掏出来一看，是赵勇的来电。浩子，晚上出来聚餐啊？不去，在家看孩子呢。这还不好说，你带着宝宝和你老婆一起呗，正好认识一下。不行，我老婆还没回来呢。这样，那也没事儿，你又不在苏女神家睡，哥几个等着你，反正明天放假了。行，到时候再说吧。好脸，等你电话。张浩笑着说了句好的，正准备挂断电话时，突然想到一件事。等等，今天师范学院是不是也在举办运动会？按照以往的管理，大学运动会都在同一时间段举行。而苏雨嫣说有事晚点回来，这么说的话，师范学院肯定也在举办运动会。当然了，师范学院距离咱们学校这么近，当然是同一天了。也是啊，你老婆肯定也快回来了吧？张浩微微颔首，这样吧，等会我去接老婆，要是她同意的话，就带着她和宝宝一起聚餐。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毕竟孩子们早晚得见家长。靠！张浩笑了笑，挂断电话。宝宝们，咱们先去接妈妈，然后再去吃大餐好不好？话落，见3个萌宝兴奋地挥舞着小胳膊，毕竟宝宝已经7个月大了，可以带出去见一下新鲜事物，这样的话对大脑的发育也有好处。接着，先把3个萌宝放进婴儿车，走出小区来到停车位置，把3个宝宝分别放在后座3个安全座椅上，又把婴儿车放进后备箱。因为这辆红旗 H9 空间巨大，后排放3个婴儿座椅完全没问题。买这辆车除了外观大气，就是考虑到实用性。不得不说，国产车做的真是越来越好了。海城师范大学校门口，此时从门口经过的学生络绎不绝，一个个风华正茂。因为迎来了5一小长假，99%的学生都离开校园，有的3、5成群去聚餐，拉近彼此之间的情谊；有的成双成对去约会，发泄压制已久的爱意；有的独自一人品尝这世间冷暖。这时，一辆红旗 H9 缓缓停在校门口旁的马路边，这辆车一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是什么车？劳斯莱斯？不像，我坐过大劳，比这大多了。这是红旗 H9，是国产车中的天花板，等我以后有钱了也买一辆。原来是红旗，看着真大气，单论气场足以碾压 BBA。 就在众人议论之际，只见车门打开，一位英俊帅气的少年下车。那个人是谁？不像是咱们学院的，不认识，但看着面熟，感觉好像在哪见过。那还用说，肯定是来接女朋友的。这时，一个浓妆艳抹的女生朝着车子走去，众人一看，顿时大跌眼镜。不是吧，这哥们这么帅，竟然是潘英莲的男朋友，这就好比一朵残花插在金子上，真是闪瞎了我的24K 钛合金狗眼。帅哥，方便加个微信吗？公交车潘英莲来到张浩前，露出一个自认为迷人的微笑。不方便。张浩皱眉拒绝。看到这个潘英莲，不禁想起《西游记》中有一集猪八戒化妆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被拒的潘英莲没有放弃，看着帅气多金的张浩，心想哪怕只发生一夜情也好。身为老司机的他，有的是办法从高富帅那里弄到钱，然后丰富自己的生活。讨厌人家可是厚着脸才说出口的，你就这么狠心吗？说着往张浩身前凑近一步，张浩撤退一步，脸上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先问问车上的3位小公主愿不愿意。小公主？潘英莲愣了一下，而后媚笑道，你都有3个了，还介意多我这一个吗？说着探头朝着车里看去，可这一看直接愣住了。只见后座上坐着3个萌宝，都用纯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他。瞬间潘英莲的脸红的就跟猴屁股似的，灰溜溜的离开了。这时一道倩影从校门口快步走了出来，周围的学生看到纷纷笑着打招呼，苏老师再见。别叫我老师，咱们都是一届的，叫我助教就行。好的，苏老师。顽皮。没错，这道倩影就是苏雨嫣。她想到家中的宝宝，不免有些焦急，不知道张浩一个人能不能照顾好宝宝。宝宝们吃饭了吗？万一拉了臭臭，张浩能处理好吗？要是哭了不会红怎么办？担忧中连忙朝着门口一旁的共享电车走去。可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突然响起，老婆。苏雨嫣不禁一怔，直接愣在原地。这不是张浩的声音吗？他怎么来了？当周围的学生们听到这声老婆时，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老婆？叫得这么亲密吗？不知道那个女孩子这么幸运，能够成为这个帅哥的老婆。一时间，学生们的目光四处搜索，开始搜寻起来。此时的苏雨嫣无比紧张，这个张浩真是的，怎么找到学校来了？怎么也不是先说一声？等等，难道宝宝们也来了？想到宝宝，苏雨嫣这才连忙循声看去。当看到张浩站在一辆红旗车旁，不免皱起了秀眉。可仔细一看，发现坐在后座的3个宝宝立刻走了过去。见苏雨嫣走来，张浩面露笑意，正准备打招呼时，却见苏雨嫣直接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快走！苏雨嫣压低的声音说道，
脸颊上一片羞红。张浩不免有些疑惑，按说和苏雨嫣的事，自己的学校早已人尽皆知，他的学校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毕竟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任何事都不是秘密。更何况2个学校离得这么近，还愣着干什么？快点走啊！听到苏雨嫣催促，张浩立刻坐进车里，驱车向前驶去。就在这时，一个惊讶的声音打破了安静的氛围。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帅哥叫张浩，是苏雨嫣的老公。啊，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手机上有照片，你看。我的天，竟然是真的！太好了，这下苏老师就不用辛苦照顾3个宝宝了。没想到她老公那么帅，羡慕。车里，苏雨嫣板着脸，你怎么来我学校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羞死人了。虽然自己的事早已在学校传开，但早在半年前，议论风波已经平息了。而今天张浩的出现，肯定会把自己的事推向高潮。张浩笑道，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咱俩的事儿又不是没人知道，有你这么漂亮的老婆和3个可爱的宝宝，我炫耀还来不及呢，干嘛还藏着掖着？苏雨嫣嘴角微动，一副无奈的样子。幸亏已经放假了，要是不放假的话，明天一去学校，肯定谁见谁问。对了，老婆，咱们别回去做饭了，带着宝宝出去吃吧。不想去，为什么呢？心情很乱。哦，张浩笑着点头，从口袋拿出手机拨通赵勇的号码。兄弟，你嫂子同意了，等会咱们去哪吃？一旁的苏雨嫣不禁一怔，皱眉瞪着张浩，小声道：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张浩没有回应，听筒传来赵勇激动的声音：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已经订房好了，去盛海大酒店。听说那换了个名厨，做的菜好吃极了。盛海大酒店，可以。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张浩笑了笑。刘华强这个胖子真够精明的，不说买了秘方，说换了个名厨，有一套。好，那等会酒店门口见。OK。张浩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无线充电板上。这时，苏雨嫣秀眉微蹙，要去你去，我和宝宝们不去，把我们送回家就行。不行，必须去。张浩第一次这么强硬。原因就是刚才在学校门口发生的那一幕。既然有老婆孩子，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呢？弄得就跟见不得人似的。苏雨嫣愣了一下，见张浩认真的表情，以为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也只好答应下来。好吧，等会见到的都是什么人？我那几个室友，他们可都听说过你的方面，早就想见你了。室友？苏雨嫣微微错愕，本以为是什么重要场合，没想到只是室友。或许他跟室友的关系非常不错吧。不一会，张浩驱车抵达盛海大酒店，把车停在停车位，和苏雨嫣带着3个萌宝来到酒店门口。可就在这时，却见门口蹲着5、6个人。定睛一看，是赵勇他们和参加篮球赛的几位同学。张浩淡笑道：这些人真是的，在包厢里等着不就行了，还在外面等着，太客气了。苏雨嫣一听不免问道：那几个男生就是你的室友吗？其中3个是，其他的都是同班同学，肯定是知道你来了，所以特意迎接。那多不好意思。苏雨嫣微微一笑，不免有些小紧张起来。这时赵勇看到了张浩，沮丧着亮的走了过来。嫂子好。赵勇先跟苏雨嫣打了声招呼，然后看向张浩不悦道：浩子，咱们去别的地方吃，这破地方我还不想来呢。张浩神不禁一怔，皱眉问道：怎么了？你不是已经订好房了吗？别提了，中午我就把房订好了，可来了之后前台说有人占了，咱找谁说理去？张浩微微颔首，思绪片刻，径直朝着门口走去。浩子，你快回来！见张浩走进酒店，赵勇连忙跑了过去，因为他知道张浩容易冲动，关键还会武功，万一一气之下出手伤人，赔钱是小，要是构成刑事责任，别说毕业，他这辈子就完了。很快，赵勇追上了张浩，紧抓着他的手不放。浩子，只是吃个饭而已，没必要这么冲动。张浩笑着问：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成熟吗？赵勇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张浩嘴角微动，继续向酒店走去。虽然赵勇不放手，却感觉到张浩力气大的出奇，就这样被他拽了进去。此时，前台小姐正在摆弄刚做的指甲，她身穿白色衬衣，长相清秀，给人一种纯洁的美。突然，她发现有客人来了，立刻露出职业性的假笑，可定睛一看，却皱起了秀眉。又是那些穷学生，烦死了。这时，张浩来到前台，质问道：我们中午订的包，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因为已经有人了。美女一副理爱答不理的样子。像这样的穷学生聚会见多了，消费不了多少钱还占地方，影响酒店生意。有次更过分，来了10个学生，只点了3个菜1箱啤酒，从下午5点一直喝到晚上11点，总消费438，还不如那些大老板点1瓶红酒贵。这时，一旁的赵勇劝说道：浩子，要不算了吧，咱们去别的地方吃。张浩摆了摆手，看美女的眼神变得严肃。既然是我们先预定的，就不应该让给别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把你们经理叫来。我们经理不在。很好。张浩冷笑点头，拿出手机联系王富贵。赵勇见状，顿时心颤了一下，认为张浩这是要摇人，奈何自己劝说无用。见苏雨嫣推着婴儿车走了过来，立刻向他求助：嫂子，
你劝劝耗子，吃个饭而已，没必要大动干戈。苏雨嫣含笑点头，张浩，还是算了吧，没事的，老婆。张浩笑着回应。这时听筒传来王富贵的声音：张少，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在你们酒店大厅，中午预定的包厢被别人占了，这未免不合规矩吧？竟有这事，我马上到，麻烦你了。张浩说了句客气话，然后挂断电话。因为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而且都喜欢被尊重。既然人家给面子，必须同样对待，这是人情世故。很快，王富贵来了，看到张浩，脸上洋溢着笑容，心里更是无比感激。凭借他的美食秘方，短短2天就让酒店生意火爆，收益每天都创新高，而自己得到的提成也随之增加。因此，看到张浩就跟看到财神爷似的，绝对不能怠慢。张少，带着老婆孩子和朋友们一块来吃饭啊？只可惜没房间了。怎么会？没谁的也不能没有你的，跟我来吧。话落，朝着电梯口走去。张浩一动不动，因为有件事还没有解决。等等，我认为你们酒店的前台服务员态度有问题，就跟看不起我们似的。张浩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要看什么事儿。刚才服务员的态度就让他很生气，如果不把这股怒气平息，饭都吃不下去。王富贵一听，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二话不说，直接把服务员开了。你走吧，明天别来了。啊！美女服务员突然愣住了。虽然在经理出现的那一刻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却没想到竟然直接被开除了。意识到饭碗不保，连忙开始求情：经理，我知道错了，你不要把我开除好不好？你得罪的是张少，跟我求情有什么用？一听这话，美女服务员顿时把希望放在张浩身上。张少，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好，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你，因为我这几天来例假了，所以容易发脾气，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是丢了这份工作，我就完了，因为我的命很苦，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每个月还要交房租。打住！不等美女服务员把话说完，张浩直接开口打断：你认为我会信吗？你脖子上的金项链不便宜吧？还有手上戴的玉镯子，还刚做的美甲，就你这还命苦？被识破谎言的美女服务员顿时哑口无言，也只好听从发落。然而就在这时，大壮有些不好意思的来到张浩身旁，只见他淡笑道：浩哥，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吧，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张浩愣了一下，没想到大壮会为服务员求情。你们认识？不认识。大壮笑着摇头，笑得非常不自然。张浩一看，顿时恍然。不用说，大壮肯定是看上人小姑娘了，毕竟这个清纯美女长得很漂亮，但跟自己老婆比差远了。莫非你喜欢上她了？大壮笑而不语，然后看向美女服务员，笑着问：美女，可以加个微信吗？可以。美女服务员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接着，大壮拿出手机加了美女的微信。张浩微微一笑，既然都这样了，便不再计较什么。因为大壮属于腼腆型的男生，平时很少跟女生说话，好不容易遇到心仪的女孩子，兄弟之间自然要鼎力相助。经理见状，立刻笑着打圆场：张少，既然没事儿，那就跟我来吧，我给你们安排最好的包房。谢了。接着，张浩等人跟着经理走进电梯。此时的赵勇有些疑惑：张浩不是已经落魄了吗？怎么到哪还这么有面儿？思绪中，他碰了一下大壮的胳膊，小声道：看不出来你小子挺勇敢的，主动加美女微信。其实我也看上那个美女了，只可惜被你抢先一步。滚！大壮斜视赵勇一眼，然后笑着看向手机：美女你好，我叫大壮，敢问美女芳名？叫我小倩就行了，刚才谢谢你啊。不用客气。当大壮回复后，迟迟没有收到小倩的消息，于是绞尽脑汁的想到了一句话：美女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狗。西西，你这个人太幽默了，是不是对其他女孩子也是这样呢？绝对没有，在看到你第一眼时，我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真的吗？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看到这条信息，大壮突然眼前一亮，知道接下来绝对有戏了。哈哈，自己的春天就要来了。张少，这是我们酒店最新的菜单，你看看吃什么？豪华包厢内，王富贵笑着把菜单放在张浩身前。我无所谓，让他们先点吧。也是啊，毕竟每道菜你都非常熟悉。话落，把菜单转到了苏雨嫣身前。弟妹，你想吃什么？让他们先点吧。苏雨嫣笑着回应，把菜单放在赵勇身前。谢谢嫂子，那我就不客气了。赵勇笑着拿过菜单，可打开一看，突然皱起了眉头。红烧肉158，糖醋里脊125，红烧狮子头88，这价格也太贵了吧！最便宜的西红柿炒鸡蛋都要38。虽说盛海大酒店的档次在海城算得上中等，可这定价未免太离谱的。耗子，要不我们还是去别处吃吧？张浩笑了笑，从赵勇看菜单时的表情中知道他在想什么。没事儿，大家随便点。为了庆祝你们篮球赛夺冠，这顿饭我请。此话一出，赵勇等人突然愣住了。耗子，你怎么知道咱们班篮球比赛夺冠了？赵勇一脸懵逼，因为夺冠的事对张浩只字未提。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嘛，当然是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的。
张浩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虽然是从系统发放奖金是知道的，可说出来谁会信呢？自己都不信。赵勇点了点头，释然道：“哦，原来是这样，那也不能让你请。你现在又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又贷款买了车，钱要省着点花。那咱们就按照来时说好的 AA。话落，专门点一些便宜的菜。”张浩笑了笑，直接看向王富贵：“王经理，菜和酒我们就不点了，你看着上吧。”王富贵拍了拍胸脯：“放心吧，张少，保证给你安排妥妥的。对了，宝宝们饿不饿？要不要先弄点小米粥或者面条？”张浩神色微动，心道这王富贵倒是挺细心的，想到宝宝差不多3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肯定也有些饿了，有心了，弄点小米粥吧，再往里面掺点蔬菜。好的，那我先去了。话落，王富贵转身走出包房。这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赵勇忍不住问张浩：“浩子，你不是落魄了吗？怎么这里的经理对你那么客气？”“因为我以前经常来这消费，跟经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哦，我还以为没钱充大头呢。”张浩微微错愕。就在这时，突然感觉到腿被摸了一下，紧接着耳边传来苏雨嫣轻微的声音：“你那辆车是贷款买的？”“当然是全款，咱现在又不缺钱。”“那你也不用买这么好的，买辆2、3万的代步不就行了？”“没事儿，这辆车也不贵，才30多万而已。”“30多万而已？咱们很有钱吗？”“我想想，差不多小400万吧。”“真的假的？你哪来那么多钱？”“这个嘛。”就在张浩寻思找什么借口时，赵勇的声音响起：“浩子，虽然我们都知道嫂子是师范第1大美女，但现在可以说是第1次正式见面，你不应该介绍一下吗？”“好。”张浩笑着站起身来，开始为苏雨嫣介绍：“这个是长子赵勇，那个是次子大壮，少华最小。”“靠，你能不能正经点？”赵勇皱眉开口打断。正在跟小倩聊天的大壮也抬起头来，对着张浩竖起中指。张浩笑了笑，没办法，谁让平时总是跟几个室友爱玩笑，早就习惯了。他们3个是我的室友，分别是赵勇、大壮、少华，这几位是我的同班同学张伟、王源、郭帅。苏雨嫣含笑点头：“大家好。”“嫂子好。”众人纷纷笑着回应。接下来该介绍苏雨嫣了。此时的张浩笑得更灿烂了：“可，这位是我老婆苏雨嫣，大家都知道的。”话落，把一旁的婴儿车拉到身边。接下来隆重地向大家介绍我家的3位小公主，从大到小分别是星星、淼淼、晶晶。听到张浩的声音，原本安静的3个萌宝变得兴奋起来，一边挥舞着小胳膊，一边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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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稚嫩的声音把在场所有人的心都融化了。张浩笑着把3个宝宝都放在腿上，指着赵勇等人说道：“来，给哥哥们打个招呼。”一听这话，赵勇等人脸上笑意瞬间僵住了。“浩子，当着孩子的面，你能不能正经点，别教坏了宝宝？”话落，视线落在宝宝可爱的小脸上，突然面露惊讶之色。“我去，你们发现了没？3个宝宝长得一样，不会是3胞胎吧？”张浩顿时一脸鄙夷：“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3个宝宝同一天出生的，你说是不是3胞胎？”赵勇笑了笑，竖起大拇指：“浩子，还是你厉害？不对，还是嫂子厉害？也不对，你俩都厉害。”一听这话，苏雨嫣羞红了脸颊，张浩则是一脸黑线：“你要是会说话，就多说几句。”“嘿嘿。”赵勇笑着挠了挠头，然后正色道：“浩子，嫂子，你们这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不知啥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呢？”苏雨嫣微微错愕，不知该如何回答。总不能把老爸对张浩的要求说出来吧？半年挣1个亿，说出来还不被张浩的朋友们笑话。这时张浩笑道：“快了，到时候会通知你们的。”“好，我们期待那天早点到来。”话落，赵勇看着3个可爱的萌宝，真是越看越喜欢。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大壮、少华，咱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哦。”接着赵勇3人各自从口袋拿出一个红包，而且还有点厚。张浩见状立刻皱眉：“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回去！”赵勇：“浩子，你想多了，这不是给你的，而是给3个宝宝的。”大壮：“就是当叔叔的第1次见侄女，给红包不是很正常吗？”少华：“钱多少不重要，关键是心意。”说着，3人起身把3个红包分别放在3个宝宝身上。张浩不再推辞，内心非常感动，因为赵勇他们都是普通人，看红包的厚度差不多2000块，这可是他们1个月的生活费啊！不行，接下来必须想办法还给他们。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进。包厢门从外面打开，首先进来的是王富贵，他手里拿着2瓶2009年的拉菲。紧接着10几位服务员走了进来，都是气质较好的帅哥美女。美女们拖着托盘，托盘上放着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帅哥们则是拿着酒，4瓶飞天茅台，2瓶人头马 XO， 2瓶皇家礼炮，4箱青岛琥珀拉格啤酒。当然还有宝宝吃的婴儿餐，那是3碗小米粥，每碗粥上面用蔬菜汁画了个小猪佩奇。这场面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张浩和苏雨嫣也不例外。而赵勇等人心里还是盘算起来，
这些菜都是售价400-500的，整整10道菜。那茅台至少2-3千，人头马 XO 1000多，皇家礼炮1000多，青岛琥珀拉格1箱200多，全部加起来2万多，这未免太奢侈了吧？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花的都是父母的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顶多就是花300-400在路边吃烧烤，就算去酒吧也是688的最低套餐。现在一顿饭奖金1年的生活费，着实难以接受。很快，服务生把酒和菜摆好，张少，菜和酒已经上齐了，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王富贵点头哈腰，非常客气的样子。因为刚才把张浩来酒店吃饭的事告诉老板刘华强，老板说绝对不能怠慢，接下来还有求于他。虽然老板没说什么事，但知道肯定是购买秘方。好，麻烦你了。不麻烦，很乐意为你效劳。那我先出去了。王富贵笑着退了出去。这时赵勇满脸惊叹，耗子，咱这未免太奢侈了吧？我刚才算了一下，这顿饭至少2万多呢。张浩笑着拿过一瓶红酒，你猜这瓶09年的拉菲多少钱？赵勇瞪大双眼，这就是拉菲？那不得10几万啊？你说的那是82年的，这是09年的，2万多，2万多，那也不便宜。得知红酒的价格，赵勇等人又吃了一惊。2瓶红酒4万多，这一顿饭岂不是要6-7万？要是 AA 制的话，一个人平均1万，别说余额了，就算加上花呗，那也不够啊。想到这，看着佳肴美酒，突然没了食欲。耗子，菜还没动，酒也没开，你问我能退不？是啊，这顿饭太贵了，根本吃不起。要不换个小饭馆吧，经济又实惠。听到众人开口，张浩笑着摆了摆手，我刚才说了，这顿饭我请，你们吃好喝好就行，其他的不用考虑。毕竟篮球比赛夺冠，赵勇他们的功劳最大，所以用这10万块请客也是理所应当的。赵勇等人面面相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张浩继续道，我在这存着钱呢，你们尽管敞开肚皮，该吃吃该喝喝，别愣着了。一听这话，众人顿时心安下来。好，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等以后有了钱请你。说着，赵勇打开一瓶茅台，开始给每个人倒酒。因为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自然不用考虑酒场上那些客套的规矩。这时张浩开了一瓶红酒，笑着看向苏雨嫣，老婆，你要不要喝点？不了，等回去后还哄宝宝睡觉呢。好吧，那你喝饮料。张浩不再劝说，给自己倒了一杯。耗子，你不喝点白的吗？听到赵勇询问，张浩应道，我喝点红的就行。那怎么行，我们都喝白的，你必须也喝白的。张浩神色微动，因为知道赵勇从来不劝酒，今天他这是怎么了？大壮，给耗子拿过去。赵勇直接倒了一杯白酒。大壮把白酒放在张浩面前，好吧，那我少喝点。碍于情面，张浩也只好答应下来。这时活跃的赵勇并没有消停，笑着看向苏雨嫣，嫂子，咱们这是第一次正式见面，要不你也喝点红酒吧？苏雨嫣浅笑道，不了，你们喝吧。哎，嫂子，你看我们都喝酒，你就少喝点吧，1杯就行，等会我们还找你敬酒呢。这苏雨嫣有些为难的样子。张浩眉头微皱，赵勇，你今天抽什么风呢？吃错药了？嘿嘿。赵勇露出憨厚的笑容，我们这不是第一次见嫂子吗？所以想表示，要是嫂子不愿意就算了。一听这话，苏雨嫣神色微动，知道不愿意也不行了。好吧，那我只喝1杯。嫂子你太好了。赵勇连忙为苏雨嫣倒了一杯红酒，然后端起酒杯，嫂子，我叫大勇，以后有用到得到的地方尽管开口，我干了你随意。话落，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苏雨嫣微微错愕，抿一口也不好意思，于是喝了一小口。然而刚放下酒杯，又看到大壮站了起来，嫂子，我也敬你1杯，你随意。说罢，咕嘟一口把杯中酒全部喝了。苏雨嫣秀眉微蹙，又喝了一小口，并不是酒量不行，而是张浩这帮兄弟的速度太快了。不一会，轮了一圈后，苏雨嫣杯中红酒见了底。这时赵勇立刻给自己倒了杯酒，耗子，接下来该你了，感谢你的盛情款待，祝你和嫂子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话落，一口把酒干了。张浩二话不说也干了，不知为何，总感觉赵勇他们今天乖乖的。浩哥，我敬你1杯。大壮站了起来，不等张浩开口，直接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张浩眉头微皱，心里越来越纳闷了。一旁的苏雨嫣看不下去了，劝说道，你们都喝慢点，别喝醉了。赵勇脸上带着些许醉意，笑道，放心吧嫂子，耗子大着呢，我说的是酒量。听到这句荤话，苏雨嫣脸色羞红，不再开口，继续喂宝宝吃饭。半个小时后，张浩喝了6杯白酒，虽然用的是小杯子，1杯不到1两，但半斤白酒下肚，张浩的头有些晕了。就在这时，突然感觉到膀胱有些发胀，你们喝着，我去一下洗手间。话落，张浩起身走出包厢，顺着走廊向卫生间走去。可就在这时，一个嘲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张浩，你这个屌丝怎么在这？这是你能来到地方吗？王瑶瑶。听出是王瑶瑶的声音，张浩眉毛拧到一起，转身看去，见王瑶瑶向这边走来，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不用说，她肯定也喝酒了。张浩，
你这个穷屌丝，这是你消费得起的地方吗？肯定是来蹭饭的吧，人渣！王瑶瑶面带醉意，但愤怒之色更加明显。看到张浩，立刻想起昨晚被羞辱的经过，恨不得把张浩吃了。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张浩的神色阴冷下来，平时就不是受气的人，刚才喝了点酒，听到辱骂之言，有种想要动手的冲动。王瑶瑶丝毫没有畏惧，挺着胸来到张浩身前。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这里不是学校，你动我一下试试。张浩微眯双眼，胳膊稍微动了一下，尖叫声响起。啊，你敢打我？你给我等着！话落，从口袋拿出手机，拨出一个号码后，把手机放在耳边。爸，我在3楼走廊遇到昨晚打我的那个混蛋了，现在又要打我。那边愤怒道：别怕闺女，我这就过去。王瑶瑶挂断了电话，露出得意的表情。你完了，你等着挨打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张浩咬了咬牙，并不是生气，而是感觉快憋不住了，洪水即将决堤。咚咚咚，突然杂乱的脚步声传来，7、8个人从走廊入口向这边走来。张浩神色微动，因为王瑶瑶挡着视线，无法看到对方的有几个人，但无论有几个人也不怕，凭借超级武术，只要对方敢动手，直接全部打趴下。闺女，爸爸来了，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长眼，敢欺负我女儿。愤怒的声音响起。张浩愣了一下，这声音好熟悉，王富贵。当张浩侧身定睛看去，果然是王富贵，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保安。王富贵是王瑶瑶的爸爸，这要巧吗？此时王富贵也看到了张浩，直接愣住了。王瑶瑶见老爸出现，顿时更得瑟了。爸，就是这个混蛋打我，必须狠狠地揍他一顿。话落，那几个保安气势汹汹地向张浩逼近，因为刚才经理说了，不管是谁，先揍了再说。可就在几个保安准备动手时，怒喝声响起：住手！王富贵大喊一声，来到张浩面前，露出不自然的笑容。张少，怎么是你啊？张浩阴着脸没有回应，因为他感觉快要憋不住了。不行，再憋就尿裤子了，这件事等会再说。扔下一句话，张浩连忙冲进卫生间。哗啦啦，这时王瑶瑶满脸不悦道：爸，你跟他废什么话，直接把他揍，闭嘴！王富贵气急败坏地说道。张浩可是酒店的财神爷，而且老板特意交代必须好生招待，要是因为这事儿惹张浩生气，接下来不卖秘方，自己这个金饭碗就保不住了。此时的王瑶瑶处于微醺状态，所以并没有看出端倪。爸，你跟那个混蛋客气什么？他就是个穷屌丝而已，他可是打了你女儿，你要是不打回去，你这爹当的太不称职了。你特么！王富贵气得挑眉瞪眼，扬起手就要打王瑶瑶。王瑶瑶顿时被吓了一跳，瞬间清醒了不少。我告诉你，等会张少出来了，你必须给他道歉，否则我没你这个女儿。王瑶瑶皱眉道：凭什么？就凭我是你爹！王瑶瑶喘着粗气，胸口明显欺负着，一副不服气的样子。这时放完水的张浩从卫生间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几分惬意。王富贵见状立刻赔不是：张少，我这个败家女儿不懂事儿，如有得罪之处，希望你不要介意。算了，以后好好管教就行。王富贵立刻暗松一口气，多谢张少。话落，对着坑爹的女儿厉声道：还不赶快向张少道歉！我不！王瑶瑶撅着嘴，一副任性的样子。王富贵二话不说，朝着王瑶瑶的屁股上就是一脚。砰！被踹的王瑶瑶向前踉跄几步，眼眶瞬间就红了。道歉！我不！砰！道歉，要不然晚上别回去了。不回去就不回去，从现在开始，我不是你女儿。王瑶瑶哭着说道，转身向包房走去。走吧，等会你自己结账，别找我。一听这话，王瑶瑶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跟几个闺蜜说好的自己请客，这顿饭好几千，自己哪有那么多钱？碍于情面，王瑶瑶折返回来，十分不情愿地对着张浩说了声对不起。没事儿，以后长点记性就行。说罢，张浩离开了。毕竟王富贵已经踹了他2脚，索性不再计较。哼！王瑶瑶冷哼一声，瞪了王富贵一眼，转身走向包房。王富贵气得鼻孔出气，对着女儿的背影不悦道：等会你的钱可以免，别人的不行，一天天把你惯的，我都道过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说好的我请客，你这样会让我很没面子的。面子？面子是靠你自己争取来的，是别人给你的，而不是你给别人，懂吗？说罢，王富贵带着保镖直接走了。王瑶瑶咬了咬嘴唇，非常为难地回到了包房。包房里坐着5位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瑶瑶回来了，去个厕所怎么这么久？你的眼怎么这么红？喝多了吗？你的裤子上怎么有2个脚印？听到询问，王瑶瑶支支吾吾地说道：那什么，今天这顿饭我请不成了，所以咱们 AA 吧，等下次我再请你们。一听这话，5位美女顿时不乐意了。瑶瑶，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说好你请的，怎么现在又反悔了？就是我刚买了新衣服，哪有钱啊？我花呗还没还呢，也没钱。王瑶瑶立刻皱眉：你们怎么这样？ AA 的话，一个人才1000，我这次遇到点特殊情况，
你们还是我的好闺蜜吗？当然了，但友情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就是这是原则问题。你要是没钱，那我们就不吃了，探走吧。接着五位美女拿起包包起身走出房间，王瑶瑶顿时愣住了，等塑料琴的好闺蜜都离开后，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与此同时，张浩回到了包厢。浩子，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掉厕所里了。浩哥，快坐下，咱们接着喝。来，喝他个不醉不归。赵勇他们正喝在兴头上，见张浩回来，连忙招呼他坐下。来，咱们齐端一个。众人共同举杯，气氛好不热闹。很快，7个人把2瓶红酒、4瓶白酒、4瓶洋酒喝完了。因为喝得还不尽兴，又打开了啤酒。这时，苏雨嫣摸了一下张浩的大腿。怎么了，老婆？张浩转身过来，脸上带着醉意，眼神有些迷离。宝宝们困了，要不我们先回去？苏雨嫣说的我们指的是自己和宝宝，但张浩理解错了。好的，老婆，马上走。说完，张浩眯着眼看了眼3个可爱的萌宝，见宝宝们张开小嘴儿打着哈欠，脸上洋溢起笑容。兄弟们，我家3位小公主困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一醉方休，干了。说罢，把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赵勇等人也把酒干了，然后穿上衣服，拿起手机。可就在这时，注意到餐桌上有几道菜几乎没动，勤俭节约的美德发挥出来。等会告诉服务员，这些菜打包，明天就不用叫外卖了。这几个洋酒瓶子也拿回去，可以摆在宿舍里装逼。今天咱也吃了顿大餐，以后有吹牛的资本了。说话间，几人走了出去。张浩走在最前面，苏雨嫣推着3个萌宝走在最后面。并不是张浩忽略了宝宝，而是去算账。小姐，结账。张浩拿出银行卡放在桌子上，前台服务员还是那个小倩，但她的态度跟之前截然相反，脸上满是笑意。张少，王经理交代过了，给你免单。不用，刷卡就行了。可是你能不能快一点，我着急回家呢。好吧。见张浩有些不耐烦，再加上又喝了酒，生怕惹他不高兴，也只好刷卡。接着一行人朝着酒店门口走去，而此时的大壮还不忘跟小倩挥手道别。现在是晚上8点半，气温降低，阵阵寒风吹过。当张浩感觉到迎面袭来的凉风，突然感觉到头更晕了，双耳传来嗡嗡的声音，眼前一片天旋地转。这时苏雨嫣来到张浩身旁，你喝多了，我和宝宝打车回去吧，等会你就别开车了，跟赵勇他们一起回去。话落，叮嘱赵勇，你们注意安全，喝了酒就不要瞎跑了。赵勇咧嘴一笑，嫂子，我已经给浩子叫代驾了，说好先把你和宝宝送回去，然后再把他送到学校，我们几个先去买点东西。苏雨嫣微微颔首，心想这样倒也可以。就在这时，一个身穿蓝衣的代驾骑着电车停在不远处。请问是你们叫的代驾吗？赵勇连忙回应，是，辛苦你了呀，哥们儿。说着，从张浩口袋拿出车钥匙递到代驾手中。代驾找到车后，把电瓶车放到后备箱，然后开车停在酒店门口。见苏雨嫣推着婴儿车过来，立刻下车帮忙。当代驾看到3个一模一样的萌宝，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美女，这3个宝宝都是你家的吗？刚说完，突然意识到说错话了，连忙解释，不好意思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3胞胎，太可爱了。没事儿。苏雨嫣笑着回应，把3个宝宝放在后面的儿童座椅上。突然她忽略了一件事，3个宝宝在后面，自己坐在前面，那张浩坐哪？这时张浩摇摇晃晃地向这边走来，喝醉的他直接打开门坐进副驾驶。苏雨嫣秀眉微蹙，突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代驾笑道，美女，你老公喝多了，快上车，我赶紧把你们送回去。苏雨嫣问，我要是上车不就超载了吗？没事的，我干这行2年半了，知道哪条路没有交警刹车。好吧。苏雨嫣坐在后座，把大宝从儿童座椅取下，然后抱在怀中。走吧，师傅，开慢点。好咧，代驾驱车缓缓前行。而此时的张浩在醉酒状态下昏睡过去。赵勇等人看着远去的车子，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壮，你确定浩子睡着了？确定以及肯定睡得死死的。你跟代驾说了吗？送到碧桂园就行了。说了，浩子这孩子总是不让爸爸们省心。那别愣着了，去天上人间 KTV 唱歌去。事先说好，青青是我的，谁也别跟我抢。那我找静静。此时盛海大酒店包厢内，王瑶瑶还趴在桌子上，虽然眼泪苦干了，但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哒哒哒，稳重的脚步声响起，一道伟岸的身影站在王瑶瑶身后。王瑶瑶猛然回头，紧接着一脸委屈，爸。王富贵神色郑重，女儿，你现在知道人心可畏了吧？爸爸总是跟你讲道理，可你总是刁蛮任性，也只有经历打击，你才能变得更成熟。王瑶瑶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爸，以后我会做出改变的。通过买单这件事，让她看清了闺蜜们的嘴脸，从今往后绝对不会再有无用的社交。那就好，还有一件事，以后千万不要得罪张浩，否则爸爸就会失去这份工作，没钱交房贷车贷，咱这个家就完了。王瑶瑶有些疑惑，爸，虽然张浩以前是个富二代，但他现在不是落魄了吗？你为什么对他毕恭毕敬呢？关于张浩我不知道，
但我的老板很尊敬他。总之，你听我的就对了，找个机会跟他好好道个歉，以后不要再招惹他。我知道爸。好了，你先回家吧，你妈肯定又在隔壁王叔家打麻将呢，叫他早点回去。王瑶瑶起身走出包房，脑子里想着张浩。本以为张浩落魄了，没想到还这么厉害，竟然能决定自己家的存亡。要是以前答应跟他一起交往，现在绝对不会发生这档子事儿。可后来跟杨伟好了几天，他又有了老婆孩子，还会接受自己吗？美女，到碧桂园了，记得让你朋友给个5星好评哦。代驾笑着开口，然后从后备箱拿出婴儿车。谢谢。苏雨嫣开口道谢，把3个萌宝轻轻地放到婴儿车里。可正准备推着宝宝走进小区时，却见代驾从后备箱把电车拿了出来，骑上去就要离开。等等，你不把他送回去吗？谁？送哪去？代驾被问懵了，脸上写满了问号。苏雨嫣看着车上沉睡的张浩，当然是他。他的朋友不是跟你说了吗？把我和宝宝送到小区，然后把他送去学校。没说啊？他不是你老公吗？把你们送到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啊！苏雨嫣目瞪口呆，大脑突然短路了。这时，代驾熟练地把钥匙插进孔里，一边骑一边笑道：“美女，你肯定是因为老公喝醉生气了吧？这个世界上哪有男人不喝酒的？喝醉了知道回家才是好男人。2口子过日子应该相互包容，相互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幸福。”声音越来越小，代驾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黑夜中。苏雨嫣微微叹息，奈何自己不会开车，要不然就把张浩送回去了。见3个萌宝已经睡着，天气有些寒冷，先带着宝宝回家再说。几分钟后，苏雨嫣坐在卧室的床上，看着3个睡熟的宝宝，喃喃自语起来：怎么办？总不能让他到家里来睡吧？可外面那么冷，也不能在车上睡一宿，否则明天会感冒的。算了，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宝宝的爸爸。做了一番心理斗争后，苏雨嫣走出家门。翌日清晨，从梦中醒来的张浩打了个哈欠，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给苏雨嫣发了条微信：老婆，睡醒了吗？我马上过去。这是哪？刚发出信息的张浩惊坐起，看着陌生的环境，顿时一脸懵逼。对着昨晚回忆，却只记得喝完酒结账，后来的事怎么也记不起来了。这到底是哪呢？带着疑惑，张浩下床来到门口，可打开门一看，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我怎么在老婆家？惊讶中，立刻来到苏雨嫣卧室门前。咚咚咚，咚咚咚。张浩轻叩房门，却迟迟没有回应。突然，一种春风欲度玉门关的感觉袭来，立刻走进卫生间排毒。与此同时，苏雨嫣弯弯的睫毛动了一下，只见她缓缓睁开美眸。奇怪，好像听到敲门声，莫非是在做梦吗？疑惑中，习惯性的看向3个萌宝，见可爱的宝宝们都在熟睡，又习惯的看向墙上的时钟。糟糕，8点半了，快要迟到了。苏雨嫣心中一惊，连忙下床去洗漱化妆。当走出卧室时，特意看了眼另一个卧室的门，门是关着的。昨晚喝醉的张浩肯定还在睡觉。哒哒哒，苏雨嫣快步走到卫生间门前，可打开门一看，直接愣住了。这时，坐在马桶上的张浩一脸尬笑：老婆，早上好。他刚才听到脚步声，本想说有人的，可还没说出口，门就被推开了。你说尴尬不尴尬？当愣了几秒的苏雨嫣回过神后，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红的就跟秋天的红富士似的。那个，你能不能先把门关上？张浩非常尴尬地说了一句，因为有人看着拉不出来。现在的他很想找个缝钻进去。砰！苏雨嫣连忙把门关上。你在卫生间怎么也不说一声？我正准备说呢，你就开门进来了。那你怎么不锁门呢？因为门上没有锁。苏雨嫣一时语塞，貌似刚才的确走得太快了，竟然看到张浩蹲厕所，羞死人了。突然他想到快迟到了，催促道：你能不能快点？我要抓紧时间洗漱。张浩攒着劲儿，憋着气儿应道：别催，马上就好了。呼，苏雨嫣有些焦急，要不你先停一下，等我洗了脸你再继续，我还有半小时就迟到了。张浩顿时一脸黑线，哪有说排毒排到一半就停止的？等等，迟到？今天不是5·1吗？按说学生和老师都放假了，他怎么还要去工作？老婆，今天是5·1，你没放假吗？5·1？苏雨嫣微微错愕，反应过来后，红着脸走进卧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5分钟后，如释负重的张浩从卫生间走了出来，他来到苏雨嫣卧室门前，轻叩房门。咚咚咚，老婆，我完事儿了，你去洗吧。话落，迟迟没有听到回应。老婆，宝宝们醒了吗？卧室还是没有传来任何声音。老婆，我去做饭，你想吃什么？氛围仍旧非常安静。张浩不再开口，来到厨房开始做饭。先往锅里倒入清水，然后放在燃气炉上加热，等水开了再放米。趁水还没开，从冰箱里拿出一根18公分长的黄瓜，放在菜板上开始切丝儿。叮咚叮咚，突然微信提示声连续响了起来。张浩拿出手机一看，是一个名为4大天王的微信群有了新消息。这个群是宿舍群，
因为4个人，所以微信群叫4大天王。赵勇、耗子，睡醒了吗？昨晚把你老婆征服了吗？大壮、浩哥，为了你，我们可谓煞费苦心啊。少华，谢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谁让咱们都是好哥们呢？张浩眉头微皱，根据这几句话，意识到他们肯定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快说，昨晚我是怎么来到这的？等待片刻，看到赵勇发了一段文字：我叫代驾时特意交代，把车开到碧桂园小区就行，这样你就能和苏女神同床共枕了。昨晚我们还担心他会不会想办法把你送回学校，没想到竟然没有，看来他还是很在意你的。虽然昨晚你喝醉了，行周公之礼时没有感觉，但这是个好的开端，从今往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跟苏女神一起睡了。张浩微微颔首，虽然了解了情况，知道赵勇他们是好意，却觉得有些不妥。我可以把你们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吗？你们这是不讲武德，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强扭的瓜不甜，听爸爸的话，以后不能这样了。赵勇，擦！我们一片好心，你非但不领情，反而还抱怨，我真是日了狗了。大壮、浩哥，虽说强扭的瓜不甜，但解渴呀。少华，对了，浩哥，你人脉广，有件事儿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看到少华发的消息，张浩直接询问。少华先发了2个见笑的表情，然后开始打字。这不是放假了吗？我想找个兼职，你能帮忙找找不？去盛海大酒店当服务生也行，端盘子洗碗也可以。兼职？才放5天假而已，没必要去兼职吧，玩5天不就行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我家里条件不好，能挣100是100，我没压力，家里欠好几百个亿呢，怎么可能没压力？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你帮忙问问。行，我给你问一下。那就拜托你了，回头在学校门口请你吃板面，我想吃意大利面。靠，你咋不吃意大利泡？呵呵，不聊了，正在做饭呢，有消息了告诉你。赵勇、耗子，你竟然还会做饭？大壮，不会是在泡方便面吧？张浩没有理会，直接退出群聊，然后给王富贵发了一条短信：王经理，有件事麻烦你，我一哥们儿想去酒店工作5天，能不能安排一下？短信发出去后，把手机放进口袋，继续做饭。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精致的早餐做好了，凉拌黄瓜、土豆、红萝卜丝、西红柿炒鸡蛋，一锅小米粥，外加宝宝爱吃的蔬菜泥。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来到苏雨嫣卧室门前。咚咚咚，老婆，吃饭了。听到苏雨嫣回应，张浩站在门旁等待。不一会，门开了，苏雨嫣推着3个萌宝走了出来，她的神色略显不自然，白皙的脸上带着红晕。老婆，张浩笑着叫了一声，他知道老婆肯定还在想着早上那件让人尴尬的事。苏雨嫣没有回应，继续往前走，脸上的羞红的更明显了。张浩笑着跟了上去，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触发新任务，宿主教会3个宝宝自己吃饭，完成任务奖励60万。60万！张浩神色微动，这是奖金最大的一次。虽然运动会10几个项目夺冠，奖励了10几万，但那可以说是10几个任务，只需教会宝宝们吃饭就奖励60万，这还不简单？见苏雨嫣坐在餐桌前，拿起蔬菜泥准备喂宝宝吃饭，立刻走了过去。老婆，让宝宝们自己吃饭吧。什么？苏雨嫣愣了一下，然后皱起了柳眉。宝宝们这么小，乳牙都没长齐呢，你就让他们自己吃饭？这么快你就厌倦了吗？虽然从网上看过一段视频，说宝爸们都不想带孩子，都是几分钟热度，可从保姆口中得知，张浩照顾宝宝照顾得无微不至，对宝宝们非常喜爱。本以为他跟其他男人不同，是个非常称职的宝爸，但现在却有些质疑了。张浩连忙解释，不是的，让宝宝自己吃饭，可以锻炼宝宝的自理能力和独立精神，毕竟宝宝是我亲生的，怎么会厌倦呢？一听是对宝宝的发育有好处，苏雨嫣变得半信半疑。真的？当然是真的，海城人不骗海城人，不信你在网上查查。苏雨嫣拿出手机在网上查了查，一看还真是。虽然7个月的宝宝还小，但也可以锻炼自己吃饭，这样有助于发育。那好吧，我去给宝宝拿小碗和勺子。苏雨嫣起身来到橱柜前，拿了3套带有小猪佩奇图案的碗和勺子，接着往里面适量少放了一些蔬菜泥，放在3个宝宝面前。可就在这时，3个萌宝看着碗，小小的脸上带着大大的疑惑。张浩见状开始亲自示范，宝宝们看爸爸是怎么吃饭的。话落，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粥，然后把勺子放在3个萌宝的小手里。宝宝们已经长大了，以后要学会自己吃饭。这时只见大宝直接把勺子扔在地上，直接用手抓碗里的蔬菜泥。2宝直接把勺子放在嘴里开始啃了起来。3宝拿着勺子开始敲桌子，发出咯咯的笑声。看到这一幕，张浩有些无奈，怎么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呢？苏雨嫣看不下去了，再耽误下去宝宝会饿肚子的，还是先喂宝宝吃饭吧，等吃饱了再学。好吧，张浩也只好答应，意识到这个任务并非那么简单。不一会，在张浩和苏雨嫣的帮助下，3个萌宝吃饱了，然后往碗里放了点小米粥，让宝宝们自己学吃饭。可3个萌宝哪会自己吃饭，弄得脸上和桌子上都是小米粒。苏雨嫣见状顿时被逗笑了。
这3个小家伙太可爱了，吃个饭弄的那都是。话落，拿出手机记录这美好一刻，等宝宝们长大了再让他们看，肯定很有意义。老婆，你要发朋友圈吗？听到张浩询问，苏雨嫣笑着摇了摇头，不是，只是拍照留念。哦，张浩微微颔首，还以为老婆要发朋友圈炫宝。突然，一件事在张浩脑海闪现，记得昨天给3个萌宝拍视频发了快手，不知道有没有人点赞。就算没人点赞也无妨，就当是记录3个萌宝的成长过程了。想到这，从口袋掏出手机，可刚打开快手，看到消息提示99+，点进去一看，都是对那段视频的点赞和评论，滑动屏幕开始阅览。哇塞，这3个宝宝太萌了吧，爱了爱了，竟然是3胞胎，什么样的妈妈这么能生，羡慕，要是我也能生3胞胎就好了。哥们儿，你吃的什么药？能把药方发给我吗？这视频是 PS 的吗？怎么可能会有3胞胎？看到这些评论，张浩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对着屏幕滑动了几十下，还是没有到头。就在这时，注意到有几条私信，直接点了进去。帅哥，我是卖孕婴用品的商家，考虑直播卖货呀，价格好说。宝爸，我是卖儿童玩具的，有意向合作吗？我是做儿童摄影的，可以买一些宝宝们的照片吗？私信的数量不多，大部分都是谈合作的。张浩笑了笑，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只发了一条视频而已，就引来这么多商机，怎么可能？思绪中点开昨天发的那段视频，可看到点赞和评论的次数时，突然面露欣喜之色。火了，火了，奶着火了！苏雨嫣一听，心中一惊，可对着四周扫视一圈，并没有发现着火，用鼻子嗅了嗅，也没有烧焦的味道。老婆，我说的是昨天发的视频火了，你看。张浩笑着把手机递到苏雨嫣面前，苏雨嫣接过手机一看，也露出惊讶的表情。视频中是自己的3个萌宝，他们正在叫爸爸。点赞 323.5W， 评论 38.6W。 老公，没想到还是个大网红。苏雨嫣咂舌说道，点开张浩的个人主页一看，我的天，粉丝 98W。 张浩笑道，我哪是什么网红，昨天刚下载快手，只发了一个视频而已。不可能，你肯定是把以前的作品都删了，要不然怎么可能有100万粉丝？100万粉丝？张浩微微错愕，连忙把手机拿了过来，当看到粉丝那里显示 98W， 直接愣住了。苏雨嫣笑着问，老实交代，你为什么把以前的作品删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绝对没有，我昨天刚注册的新号。我不信，不信你看。张浩从账号信息里面找出注册时间，日期显示昨天4月30号。当苏雨嫣看到注册时间时，突然露出惊讶的表情。真的是昨天，也就是说不到1天的时间，你就多了100万粉丝，太难以置信了吧？肯定是因为咱这3个宝宝长得那么可爱，又是3胞胎，简直就是吸粉利器啊！对了，老婆，你以前没在晚上发过宝宝的视频吗？没有，你们还来不及呢，怎么敢让别人知道呢？好吧，张浩微微颔首，能理解老婆的难处。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沉思片刻，面露欣喜之色。老婆，我们要发财了！苏雨嫣愣了一下，疑惑道：发财？张浩有些激动的点了点头。刚才我看私信，有很多卖孕婴用品和儿童玩具的商家找我卖货，现在最流行的不就是直播卖货吗？这个我知道，可关键能卖出去吗？当然没问题，我现在可是有100万粉丝，既然是因为宝宝才关注我的，其中肯定以宝妈和年轻人为主，而且直播带货不用投资，只需成交后从里面抽提成，卖得多挣得多。没看前段时间那条新闻吗？有个直播卖货的女主播，仅逃税就1个多亿，那得挣多少钱啊？苏雨嫣微微颔首，那个女主播逃税的新闻她也看过，而且在双11的时候，一晚上卖货的成交额高达上百亿，可见直播卖货的确很挣钱。好吧，你看着办就行，但必须牢记一点，千万不能逃税，绝对不能，也不敢啊！万一我进去了，谁照顾你和宝宝？隔壁老王呗。张浩神色变得难堪，但心里却有些欣慰，并不是隔壁没有老王，而是苏雨嫣跟自己开起了玩笑，这说明彼此之间的距离更近了。这时，苏雨嫣笑道：“你想什么呢？哪有什么隔壁老王，隔壁的人姓樊。我知道，樊大爷嘛。”早饭过后，苏雨嫣在卧室陪宝宝们玩耍，时不时传来宝宝咯咯的笑声。张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联系那些商家。经过一番挑选对比，最后决定跟一个名叫大风车的商家合作。原因只有一个，老板孙丹丹的性格非常豪爽，提成定为销售额的 30%， 而这个商家的商品主要是以孕婴用品为主。张先生，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晚上就开始直播吧，到时候告诉你卖什么商品。好，等你电话。达成协议后，张浩笑着走进卧室，正在陪宝宝玩耍的苏雨嫣侧头看来，笑着问：谈得怎么样了？谈得非常成功，提成为交易额的 30%， 你老公我是不是很厉害？苏雨嫣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因为 30% 的确不少。张浩见状，脸上笑意更浓，继续道：你老公这么努力，你要不要犒劳一下呢？怎么犒劳？张浩笑着用手指了指脸。
苏雨嫣明白后，顿时害羞起来。不可以，宝宝们看着呢。那我们去客厅。不行，宝宝们看不到我会哭的。虽然想跟老婆的距离再拉近一点，可看她娇羞的样子，知道没戏了。好吧，那来一个爱的抱抱总可以吧？都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好害羞的？说着，张浩张开了双臂。苏雨嫣第一反应是拒绝的，可想到这几天对这个家和宝宝们的付出，突然有些犹豫了。毕竟她这个年纪本应该无拘无束的享受清纯，可为了自己和宝宝，直接变成全职奶爸。想到这，不免有些惭愧，但更多的是感动。张浩见苏雨嫣犹豫，知道肯定有戏。老婆，抱一下都不行吗？我可是从来没有抱过你呢。苏雨嫣咬了咬红唇，一脸娇羞的转身面向张浩。就在这时，感觉到心跳加速，胸口就像是有小白兔似的跳来跳去。张浩微微一笑，迈步向苏雨嫣走去，来到苏雨嫣身前，把她抱在怀中。丝质一种惬意的感觉突然袭来，感受到怀中柔弱的娇躯，张浩微眯双眼。此时的他没有邪恶的想法，只有深深的爱意。老婆，我爱你。张浩非常深情地说出那3个字。原本身体紧绷的苏雨嫣听到这3个字后突然放松下来，她能从这3个字中感受到张浩的爱意，同时也能感受到张浩结实的身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突然出现。跟以前艰苦的生活相比，现在是非常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正是来源于张浩。感动中突然觉得鼻子一酸，眼眶瞬间湿润。老婆，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因为我欺负你了？见苏雨嫣落泪，顿时把张浩吓了一跳，可就要松开双臂时，突然感觉到身体被紧紧抱住。没事，我这是被你感动的，谢谢上天让我找到了你，谢谢你为我和宝宝做的一切。张浩神色微动，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坚定。放心吧老婆，以后我保证让你和宝宝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会受一点委屈。话落，见苏雨嫣点了点头，用手拭去她脸上的泪水。当看到那张梨花带雨楚楚动人的容颜时，情不自禁地凑了上去。苏雨嫣微微错愕，虽然心跳又加速了，但并没有躲避，而是缓缓闭上了双眸。2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突然，哇！晶晶不哭，妈妈抱。见3宝嚎啕大哭，苏雨嫣连忙从张浩怀里离开，把3宝抱在怀中安抚。此时的张浩一脸郁闷：3宝啊3宝，你早不哭晚不哭，为啥也要在爸爸亲妈妈的时候哭呢？知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吗？哇哇！任凭苏雨嫣怎么哄，3宝一直哭个不停，因为刚吃早饭，肯定不是想吃奶。突然，他拖着3宝小屁屁的手感觉到尿不湿沉甸甸的，低头一看，显示条由黄变绿了，原来是尿了。3宝尿了，你拿个尿不湿过来。OK。张浩来到装尿不湿的袋子一旁，可掰开一看，只剩下1个了。不仅如此，还发现一旁的箱子里的奶粉也没了，而桌子上的最后1罐里面还有一半。这才不到10天，10罐奶粉都喝完了，幸亏现在有钱，要不然就得去工地搬砖了。说着，张浩拿着尿不湿来到床边，看到苏雨嫣正在给3宝擦小屁屁，把尿不湿放在床边，把头转了过去。苏雨嫣见状，嘴角微微扬起，她一边给3宝换尿不湿，一边说道：这可是你亲生女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说儿大必母女大必父吗？下划线，宝宝才7个月而已，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在意啊。那你之前不是给宝宝们换过尿不湿吗？换的时候我都是闭着眼的。好吧。苏雨嫣微微一笑，张浩太可爱了，对朋友大大咧咧的，非常豪爽，对自己和宝宝们温柔体贴，无微不至。现在就跟小孩似的，还知道害羞。你呀，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比我小，就像小男孩似的。开玩笑，我哪小了？你声音戛然而止，苏雨嫣突然羞红了脸颊。张浩的那句话不禁让他想到了什么。老婆，你怎么脸红了？没事，房间里太热了。那我去把窗户打开。张浩来到窗前打开了窗户，想到没奶粉和尿不湿了，决定去附近的孕婴店购买。老婆，我去买奶粉和尿不湿，很快回来。话落，朝着门口走去，可刚走出几步，突然听到苏雨嫣开口：等会咱们一起去吧。张浩闻声驻足：咱们带上宝宝一起吗？难得有时间，等会去商场逛逛，给宝宝们买一些衣服，还有吃的用的。好。10几分钟后，张浩开车载着老婆和3个萌宝来到宝山万达广场，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推着3个萌宝向电梯口走去。就在这时，发现苏雨嫣的步伐有点快。老婆，你慢点。嘻嘻，好长时间没有逛商场了，所以有点小激动。没事，咱们时间充足，逛多长时间都可以。真的吗？苏雨嫣突然面露欣喜之色，那激动的样子就像被困已久的神兽解除封印似的。真的。张浩点了点头，不知为何有种不祥的预感。太好了，那咱们走吧。话落，苏雨嫣继续向前走去，步伐比刚才更快了。张浩微微错愕，推着3个萌宝跟了上去，接着乘坐电梯来到童装玩具专卖楼层。可就在进入商场时，直接把周围人的目光全部吸引过来。哇塞，快看那边，3胞胎！天啊，世界上竟然真的有3胞胎，真是活久见。
3个宝宝长得一模一样，小嘴大眼，脸蛋胖嘟嘟的，爱了爱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宝宝？瞬间觉得自己的宝宝不香了。关键宝爸长得那么帅，宝妈那么漂亮，3个宝宝那么可爱，简直就是神仙家庭。因为来这里购物的大部分都是宝妈，其次是老奶奶。看到3个萌宝，瞬间心都融化了。紧接着，那些少妇和老奶奶全部围了过来。美女，这3个萌宝都是你家的吗？怎么这么可爱？我还是第一次见3胞胎，可以给宝宝们照张相吗？我能抱抱你的宝宝吗？惊奇之下，那些人七嘴八舌的开始聊了起来。只不过此时的3个萌宝却是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在宝宝们的视线中，面前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虽然都是笑脸，但看上去非常恐怖。哇！突然，胆子最小的3宝发声大哭起来。苏雨嫣连忙抱起3宝安抚。这时，一个少妇笑道：“你家宝宝太可爱了，就连哭的时候都这么漂亮。”呵呵，苏雨嫣笑得有些不自然。虽然很想带着宝宝离开，可看到这些人这么待见宝宝，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此时的张浩脸色阴沉下来，没看到宝宝都哭了吗？怎么还围着不走？能不能长点心？各位大姐阿姨，你们能不能别围着了？没看到都把宝宝吓哭了吗？虽然宝宝招人喜欢非常开心，可都把宝宝吓哭了还不走，那就有些过分了。嘿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家宝宝太可爱了，大家都别围着了，要是宝宝哭岔气就麻烦了。刚才有些失态了，抱歉啊。见宝宝不高兴，那些少妇和老奶奶很快散开了。我们走吧。张浩对着苏雨嫣笑道，然后继续向前走去。苏雨嫣跟在后面，看着张浩的背影，心里慢慢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张浩，刚才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思绪中，经过一家童装店时，突然被里面的一套衣服吸引了。虽然店里的衣服很多，却一眼就相中了那套衣服。那是一套公主服，穿在一个假的娃娃身上展示。衣服是白色的，上面蓝色印花非常精致，裙子上绣着淡红色花朵，裙摆是白色蕾丝边。要是宝宝穿上，肯定特别可爱吧？苏雨嫣的脑海中已经幻想宝宝们穿上那套公主服的样子，简直漂亮极了。思绪中对着张浩的背影说道：“等一下，我看中了一套衣服。”话落，走进店里，来到那套公主服旁边，然后对着店员问：“请问这套衣服多少钱？”5888。多少？苏雨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5888。店员重复一遍，语气有些不耐烦，因为这套公主服是店里最贵的。以前有很多人问过，但也只是问问而已。苏雨嫣秀眉微蹙，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一套5888，3套17664。Oh my god， 这都够买宝宝3个月的奶粉和尿不湿了。虽然因为价格高昂舍不得买，可想到宝宝们穿上公主服可爱的样子，不买的话太遗憾了。这时，张浩推着大宝和2宝走了过来，见苏雨嫣正在看一套衣服，笑道：“不错，这套衣服很漂亮，宝宝们穿上肯定非常好看。”苏雨嫣秀眉微蹙，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一件5800多呢。没事儿，只要你相中了，多少钱都无所谓。话落，侧头看向那位店员：“美女，过来一下。”虽然店员不是美女，但嘴甜的张浩直接叫了声美女，因为没有女孩子会拒绝被别人叫美女。来了，店员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就跟没了半条命似的。虽然看到3个可爱的萌宝时非常惊讶，可转念一想，这对帅气漂亮的小夫妻根本买不起，因为就当今社会，养一个宝宝都难，更别说3个了。房贷车贷日常开销，一年下来别说挣钱，不是负债就烧高香了。想到又要浪费时间介绍衣服，心里100个不愿意。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来到张浩身前，店员露出职业性的假笑。这套衣服还有吗？我要3套。3套？店员露出惊讶的笑容。1套都买不起，还3套？开玩笑呢？先生，这是本店质量最好，也是价格最高的一套服装，价格5888，你确定要吗？确定。好，因为还要给宝宝测量尺寸，还要去库房里找合适的型号，过程怪麻烦的。你确定要我就去库房找，别找到了你又不要了，以免浪费时间。一听这话，张浩顿时不高兴了。什么叫浪费时间？你身为店员，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吗？店员撇了撇嘴，看出这个帅哥生气了，但他没有反驳，而是看向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穿着一样的职业装，也是店员。约涵，你过来一下。来了。那位小姑娘笑着走了过来。店员淡漠道：“这位先生想买公主服，你给介绍一下。”说罢，直接转身离开了。张浩眉头微皱，这店员太嚣张，太欠揍了。就这态度还干服务行业，有回头客就奇怪了。不悦之际，听到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帅哥美女，这是你们的宝宝吗？太可爱了。”听到小姑娘称赞，张浩脸上怒意被笑意替代。相比之下，这个小姑娘的态度让人很舒服。小姑娘唇红齿白，眼睛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是个小美女。当看向小姑娘的左胸，工作牌上写着实习生冯月涵。谢谢，麻烦你找3套相同款式的衣服给宝宝试试。好的，我先给宝宝们量一下尺码，宝宝们不认生吧？不认生，那我就放心了。话落，小姑娘从口袋里拿出软尺，
开始给宝宝们测量起来，过程中动作非常温柔。不一会，小姑娘测量好了，麻烦二位稍等，我去库房找衣服，差不多5、6分钟就回来。好。张浩含笑点头，心里的不悦全部消失了。然而就在这时，苏雨嫣把手伸到张浩的腰间，掐住肉皮后用力一捏，啊！突然传来的痛意，不禁令张浩发出奇怪的声音。周围人闻声纷纷侧头看来，脸上带着怪异之色。苏雨嫣立刻把手松开，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老婆，你捏我干什么？哼，谁让你跟那个小姑娘眉来眼去的？是不是见人家长得漂亮起了色心？冤枉啊，我哪眉来眼去了？那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人家态度好，我总不能板着脸吧？老婆，你是不是吃醋了？吃醋？我犯得着吗？见苏雨嫣一副不悦的样子，张浩笑了起来，嘴都快撅到天上去了，还说没吃醋。不一会，那个小姑娘折返回来，她的手里拿着好几套衣服。帅哥美女，衣服拿过来了，除了白色的，还有淡红色和淡黄色，可以给宝宝们都试一下，然后再进行选购。张浩有些意外，这个小姑娘太细心了，不但服务态度好，而且还为顾客考虑，这才是最优秀的店员。小姑娘，你考虑得很周到，以后给宝宝买衣服还找你。谢谢。接着开始给3个萌宝试衣服，先把3套白色公主服分别给3个萌宝穿上。穿好之后，张浩和苏雨嫣惊呆了，因为3个萌宝长得非常可爱，小嘴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当穿上一模一样的公主服后，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苏雨嫣欣喜地拿出手机，开始给宝宝拍照。没想到宝宝们穿上衣服更可爱了，白色象征纯洁，就跟高贵的小公主似的。那位小姑娘也被震撼了，弱弱问道：“我可以给宝宝拍照发个朋友圈吗？”太可爱了。可以。张浩欣然答应，毕竟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当看到另外2种颜色的公主服，决定给宝宝穿上试试。老婆，也把另外2套给宝宝试试吧。不用了吧，这套白色的就很漂亮了。试试吧，又不要钱。好吧。答应后，苏雨嫣给宝宝换上了淡红色的公主服。当换好后一看，顿时又吃了一惊。相比白色，红色看上去更漂亮。3个萌宝就像是动漫中的花仙子似的，漂亮极了。苏雨嫣欣喜道：“没想到淡红色的更好看，要不就买这套吧。”张浩微微一笑：“别着急，再换上淡黄色的看看。”苏雨嫣笑着点头，又给宝宝们换上了淡黄色的公主服。可换好之后，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要不我们买淡黄色的吧，太可爱了。”在黄色的衬托下，3个萌宝更萌了，把人的心都萌化了。宝宝啊宝宝，你们咋这么可爱呢？爱死你们了。这时，一旁的小姑娘笑道：“宝宝们长得好看，穿什么都漂亮。帅哥想好要买什么颜色的了吗？”张浩面带笑意，看到苏雨嫣开心的样子，立刻做出一个决定：“我全要了。”全要？苏雨嫣突然愣住了，那可是整整9件衣服，一件5888，9件那可是52992。天哪，张浩疯了吗？花5万多给宝宝买衣服，就算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啊！小姑娘也愣了一下，然后劝说张浩不要冲动消费。虽说卖一件衣服有5%的提成，可看到宝爸宝妈穿得很普通，而且还有3个宝宝要养，绝不能昧着良心赚钱。帅哥，你可要考虑清楚了，9件衣服差不多5万3，考虑清楚了，结账吧。张浩笑着走向收银台，小姑娘连忙跟了过去。可就在这时，突然被同事拦了下来，也就是那个脾气差的店员。月涵，我来结账，你去把衣服装起来。这个店员早就虎视眈眈的等候多时了，刚才听到张浩要买9件公主服，顿时眼冒绿光。虽然后悔刚才没留下好印象，但还有机会补救，只要自己结账就可以得到2600多的提成，这可是大半个月的工资呢。但小姑娘也不是吃素的，一听同事要结账，顿时不乐意了。凭什么？顾客是我接待的，就凭你是实习生，还想不想通过实习期了？小姑娘一时语塞，同事的一句话就把她镇住了。因为自己还没过实习期，经理把监督权交给同事，是否能通过实习期决定权在同事手上。虽然心有不甘，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哼！店员不屑地哼了一声，随即换作一副笑脸来到收银台前。帅哥，我来给你结账，9件衣服一共52992，给你抹个零，52990。张翰一看是那个态度差的店员，直接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也知道在商场卖衣服是有提成的。怎么是你？我要刚才那个小姑娘结账。帅哥，那个小姑娘对业务不太熟悉，会耽误您宝贵时间的。没事儿，我有的是时间。店员秀眉微蹙，然后小声道：“帅哥，这样吧，我给你打个95折怎么样？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用，我就原价付款，但必须让那个小姑娘结账。哼！见张浩态度坚决，店员直接生气离开了。这时，那个小姑娘笑着走了过来：“帅哥，谢谢你啊。”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我自己？是啊，因为你的服务让我非常满意。从服装店出来后，又给3个萌宝买了尿不湿和奶粉，除此之外
还有补充钙铁锌的营养品和玩具，都快把婴儿车的储物格放满了。老婆，接下来去哪逛？走进电梯，张浩笑着问了一句。去超市买点吃的和日常用品吧。好。话落，张浩伸手按下了5号键。苏雨嫣见状微微错愕，超市不是在1楼吗？张浩怎么按5楼？莫非他以前没逛过商场，不知道每层卖的都是什么商品？你按错楼层了，超市在1楼，5楼是卖服装的。我知道。你去买衣服吗？苏雨嫣点了点头，不再多问。叮，电梯门打开。跟儿童用品区不用，这里是成人的世界。电梯门左边是女装，右边是男装。当张浩走出电梯，推着婴儿车直接左转，正准备右转的苏雨嫣愣了一下，连忙跟了上去。你不是来买衣服的吗？这边是女装区，男装在那边。我的确是来买衣服的，但不是给我买，而是给你买。给我？苏雨嫣愣了一下，连忙道：不用不用，我有衣服穿。我知道，一件白色连衣裙，一件黄色 T 恤和牛仔裤，就这2身而已。你怎么知道？苏雨嫣有些惊讶，而后害羞问道：你看我衣柜了？因为衣柜里面除了衣服还有内衣，还有女生专门用的物品。没有，我发现你这几天总是这2身衣服，而且每天都替换着穿，所以肯定没别的衣服了吧？一听这话，苏雨嫣顿时心生感动，没想到张浩这么心细，可就算被他看出来也不买，因为给宝宝买衣服花了5万多，怎舍得再花他的钱？还是别买了，我这2身就够穿了，等入秋的时候再说吧。不行，必须买，不买不能走。好吧。苏雨嫣被张浩的霸道征服了，可答应归答应，必须少花钱。既然我都听你的了，那你也听我的，买1件就行。好。接着苏雨嫣环顾四周，然后锁定了一家内衣店。你在这等我一下。话落，直接走进了内衣店。张浩神色微动，猜到苏雨嫣的心思，嘴角微微扬起。买那件好呢？苏雨嫣站在货架前，看着2个胸罩，犹豫不决。一个是黑色蕾丝边的，平时穿的就是这种；一个是淡黄色的，上面刺绣着非常漂亮的花纹，看上去非常漂亮。买哪件好呢？苏雨嫣喃喃自语，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磁性的声音：淡黄色的吧，显年轻。啊！听出是张浩的声音，苏雨嫣连忙转过身来。这里是女士内衣店，你怎么进来了？快出去！有什么好害羞的？你是我老婆，又不是别人。苏雨嫣脸色羞红，对着周围扫视一圈，发现的确没有人看向这边。接着拿起那件淡黄色胸罩向收银台走去。老婆，我来结账吧。不用，我自己来。苏雨嫣连忙付了钱，走出内衣店。可正准确离开服装区时，却被张浩叫住。老婆，你衣服都没买，怎么就走？刚才不是买了吗？胸罩也算衣服？当然了，都是穿在身上的。不行，必须再买1件，要不我给你选。真的不用。张浩不再多言，直接抓住苏雨嫣的手，拉着她向女装区里面走去。苏雨嫣的娇躯微微一颤，有种触电的感觉，感受到张浩手掌的温度，突然有些小紧张，胸口犹如小兔乱撞。你快松手，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我买还不行吗？买是必须的，但松开是不可能的。我抓的是我老婆的手，又不是别人老婆的手，还怕别人看见？苏雨嫣撇了撇嘴，也只好任由张浩拉着向前走。就在这时，目光从一家女装店里面扫过，当看到店里假人模型身上展示的女装，突然愣了一下，脚步也不受控制地慢了下来。店里面的衣服款式非常漂亮，高端大气上档次，在暗淡灯光的照射下，给人一种高贵的气息。这时张浩感觉到苏雨嫣放慢了速度，见她一副入神的样子，顿时明白了什么。老婆，我们去里面看看。苏雨嫣微微颔首，朝着女装店走去。可刚迈开步子，突然又停下了，因为她看到店门上面有2个的重叠字母 LV 等等。要不我们换一家店吧？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衣服不好看。苏雨嫣撒谎了，因为她知道 LV 的衣服都不便宜，动辄几千上万。虽然微信里有5万多，但那也是张浩的。平时买鸡蛋灌饼都舍不得加2个蛋，更别说花好几千买衣服了。好不好看试试不就知道了。张浩面带笑意，推着婴儿车拉着苏雨嫣走进店里。欢迎光临。见有顾客进店，貌美声甜的售货员热情地迎了上来。因为是高档服装店，所以售货员的气质极佳，肤白貌美大长腿，还穿着黑丝，就连正经的张浩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这时苏雨嫣拽了一下张浩的衣角，张浩以为被发现了，连忙把目光从黑丝上收了回来。怎么了老婆？要不咱们换一家吧，这里的衣服华而不实，虽然质量好，但衣服的价钱品牌就占了2/3。虽然声音很小，但还是被美丽的售货员听到了。售货员含笑道：这位美女说的很对，但来这买衣服的顾客都是冲着这个牌子来的，穿出去很有面子的。苏雨嫣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她当然知道穿大牌有面子，只是不想花那么多钱而已。这时售货员凭3寸不烂之舌继续劝说：美女，你长得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穿上我们的衣服肯定更有气质。而且我们店的衣服都是刚上市的最新款，设计理念都是巴黎顶级设计师设计的，你穿上之后
肯定比那些模特更漂亮。无论是参加宴会还是在公司，你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而且你不买也没关系，可以先试试，满意的话再买。听到这番称赞话，苏雨嫣突然心动了，绝对不买的坚定想法，此刻也有些动摇了。张浩面露诧异之色，没想到这个售货员嘴上的功夫这么好，说的自己都想买了。是啊，老婆，你先试试，试试又不要钱。那我试试。苏雨嫣微微一笑，看着那些漂亮的衣服，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售货员连忙道：“来吧，美女，我先给你介绍几款销量最好的。”苏雨嫣含笑点头，跟着售货员走了过去。售货员先介绍的是一件黑白花纹的 T 恤连衣裙。美女，这件连衣裙买很畅销，黑白双拼色，简约而不简单，穿上后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美感，你可以穿一下试试。我试试。苏雨嫣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叮铃铃，突然张浩的手机铃声响起，掏出来一看，是王富贵的来电。接听电话传来客气的声音：“张少，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看到你发的短信，你朋友的事包在我身上，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就行，我这就给你发过去，麻烦了。”张少太客气了，你朋友就是我朋友，保证把事儿办得妥妥的。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先这样，以后见面聊。说罢，张浩挂断电话，把少华的手机号发给王富贵。虽然不想欠人情，既然少华都开口了，兄弟之间能帮的肯定要帮，毕竟这跟酒肉朋友不同，是建立在情谊基础上的好哥们儿。思绪之际，余光见苏雨嫣从试衣间走了出来，定睛一看，直接愣住了。只见在连衣裙的包裹下，苏雨嫣的身材完美彰显出来，前凸后翘，纤细的小蛮腰，修长笔直的小腿儿，再加上那张绝世容颜，简直就是美女中的天花板。要是再穿上黑丝，那就更完美了。此时的售后员也被惊艳到了，虽然自己长相身材也不差，可跟苏雨嫣一比，突然变成了丑小鸭。而苏雨嫣则是那只高贵的白天鹅。天哪，她的身材为什么这么好？她长得为什么这么漂亮？既生瑜何生亮？老天为什么让自己看到这么完美的女人？这时，苏雨嫣来到镜子前转了个圈，露出满意的笑容。张浩，这件衣服漂亮吗？衣服漂亮，人更漂亮。张浩已经看直了双眼，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听到称赞，苏雨嫣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可就算再漂亮也不会买，只是试试而已。因为这件连衣裙太贵了，售价10888。接着，他又看向一件短衫和一件短裙，这两件是套装，衣服上印满了 LV 的标志和花纹图案，这种风格也是 LV 的象征性款式。美女，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套装，我试试。好的，美女。拿到衣服后，苏雨嫣走进了试衣间。不一会，换好衣服的苏雨嫣出来了。当张浩一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此时的苏雨嫣比给刚才更有气质，而且更性感。因为这套衣服有些紧身，凹凸有致的身材尽显无疑，尤其是被短裙包裹的翘臀，看得让人血脉喷张。突然，一股热流从张浩鼻子里流了出来，伸手一摸，我擦，竟然是血！苏雨嫣见状，顿时吓得花容失色，也顾不得照镜子，连忙跑了过来。你怎么流鼻血了？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可能是上火了吧。此时的张浩非常尴尬，很想找个缝钻进去。看老婆看得流鼻血，这也没谁了吧。就在这时，售货员拿着纸巾走了过来。帅哥，用纸擦一下吧。谢谢。张浩接过2张纸，用一张纸擦了一下，另一张直接揉成团堵在鼻孔里。虽然此时的张浩有些滑稽，但苏雨嫣却是有些心疼。我不是了，咱们走吧。话落，转身走进试衣间脱衣服。张浩直接来到收银台，给老婆买衣服的想法更坚定了。这件套装还有那件连衣裙一共多少钱？短裙20666，短衫15000，连衣裙10888，一共46554。刷卡。张浩拿出银行卡放在柜台上，售后员接过银行卡插进 POS 的缝里。这时，苏雨嫣从试衣间走了出来，见张浩正在跟美女售货员交易，连忙快步走了过去。等等，不是说只试试吗？你怎么？低清脆的声音响起。交易成功。苏雨嫣又无奈又心疼。无奈的是没能阻止张浩付钱，心疼的是那2身衣服加起来4万多呢，都够宝宝们半年的开销了。思绪中，见售货员把打包好的衣服递了过来。美女，这是您的衣服，欢迎下次再来。再也不来了。苏雨嫣心里嘀咕了一句，跟着张浩走出专卖店。老婆，买了新衣服高兴吗？张浩笑着问了一句，顺手把堵在鼻孔里的卫生纸扔进垃圾桶。凭借对医术的了解，知道刚才流鼻血只是暂时的，流鼻血是因为生理反应，并不是身体有病。不高兴。苏雨嫣语气抱怨道，说好只是不买的，可你最后把账结了，46000多，够给宝宝们买多少奶粉的？就算你有钱，也不能这么奢侈，忘了还要攒1个亿吗？当然没忘，没1个亿怎么娶你？我现在只是想让你和宝宝过得好一点，仅此而已。虽然张浩承认刚才冲动消费，但他并不后悔，让老婆和宝宝过上更好的生活，才算是一个称职的老公和爸爸。叮咚，思绪之际，微信提示声响起。张浩神色微动，认为肯定是少华发来的信息。
给他找到了工作，这是要谢谢自己。这孩子跟爸爸还这么客气。张浩笑着从口袋把手机掏了出来，可打开微信一看，竟然是身边老婆发来的信息，而且还是一笔5万块的转账。老婆，你这是干什么？当然是把钱还给你，因为我没办法挣大钱，没办法帮你挣够1个亿，唯一能做的就是省钱。以后我的工资用来家里开支，你挣的钱1分也不能花，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在半年内攒够1个亿。张浩笑着摇了摇头，内心不禁感慨，有这么温柔体贴的老婆，夫复何求啊？老婆，钱就是用来花的，而且我有把握半年攒1个亿，这5万我给你退回去，你给我也不要，女人都是我的，钱还分什么你我？话落，突然想到什么，又补充一句，如果你有退衣服的想法，马上扼杀在摇篮中，就算你退了，我还会再买的。苏雨嫣愣了一下，张浩是怎么知道自己想退衣服的？虽然有这个想法，但并没有说出来。他太聪明了吧？不过就算被他猜到，衣服还是要退的，毕竟4万多块钱呢。等退了之后，在拼夕夕上买高仿的，撑死也就200多块钱。张浩肯定不知道。想到这，苏雨嫣嘴角微微扬起，心道自己也是蛮聪明的嘛。虽然张浩捕捉到苏雨嫣脸上的笑意，却不知道他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张浩，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旁侧传来。张浩闻声立刻皱眉，王瑶瑶。虽然听出是王瑶瑶的声音，但张浩感到疑惑，他不是对自己记恨在心吗？怎么还主动打招呼，而且听声音有些开心的感觉。循声看去，见王瑶瑶向这边走来，脸上带着笑意。张浩，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你，缘分啊。王瑶瑶笑着打招呼，然后看向苏雨嫣，可这一看却发现苏雨嫣比自己更漂亮，无论是身材还是容貌都略胜一筹，但貌似胸比自己小一些。对比出自己的2个优点，王瑶瑶故意挺了挺胸，你就是苏雨嫣吧？长得真漂亮，身材也很好，完全不像是生过孩子的。一听这话，苏雨嫣脸上笑容瞬间凝固，虽然是称赞的话，可从这个女孩子嘴里说出来怎么就变味了？这时张浩脸上浮现不悦之色，他淡漠道，你要是不会说话就闭嘴。老婆，我们走。话落，推着婴儿车向前走去。王瑶瑶连忙挡住去路，张浩，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以前的事是我不对，是我太无知了，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哦。张浩随口应了一声，虽然不知道王瑶瑶搞什么鬼，但对她的反感是永恒不变的。这么说，你是原谅我了吗？那我就放心了。王瑶瑶一副愉悦的样子。就在这时，她注意到婴儿车里的3个萌宝，定睛一看，笑得更加灿烂了。张浩，这3小只就是你的宝宝吗？太可爱了。我可以抱一下吗？不可以，认生。好吧，那我就不抱了。哎呀，我才发现3个宝宝都是小公主，没一个是男孩子。说到男孩子3个字时，王瑶瑶提高分贝，就像是刻意强调似的。此时的张浩脸上已经是乌云密布。你特么没完了是吧？见张浩动怒，王瑶瑶顿时一副委屈的样子。人家看到你开心吗？你怎么还生气了？滚！张浩怒斥一声，瞪了王瑶瑶一眼，继续向前走去。苏雨嫣冷淡的眼神在王瑶瑶脸上停留片刻，然后随张浩一起离开。王瑶瑶见状一副幽怨的样子，哼，不就是比我漂亮点吗？有什么好得意的？虽然你给张浩生了宝宝，但那只是意外而已。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连10天都超不过，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是不会持久的。况且生的是3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都没有，张浩肯定会嫌弃的。等着吧，张浩早晚属于我，我也要给他生3胞胎，而且都是男孩。张浩，刚才那个女孩子是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苏雨嫣还是把憋在心里的话问了出来。同学，老婆你别生气，她就是个精神病。我没有生气，只是看出她喜欢你。喜欢我？老婆，你是在开玩笑吗？我没开玩笑，凭女生的第6感，我能看出她对你有好感。不可能，她以前羞辱过我。对了，就是你去我们学校操场找我的时候，还有你闺蜜白洁送我回学校那次，她在学校论坛上制造绯闻，说我脚踏2只船，但当晚被白洁的弟弟白冰扇了一巴掌，第2天就发帖道歉了。她对我可谓怀恨在心，怎么可能喜欢我呢？苏雨嫣微微颔首，虽然听张浩这么一说，那个女生的确很过分，但女人的第6感绝对不会猜错的。叮铃铃，悦耳的手机铃声从张浩口袋响起，掏出手机一看，屏幕上显示3个字：孙丹丹。那个孕婴用品商的老板，不是说晚上才直播卖货吗？现在打电话做什么？思绪中，张浩接听电话问道：孙老板，有什么事吗？小张，因为今天是5一假期，所以提前卖货，你中午有时间直播吧，1个小时就行。有时间？那好，先在小黄车上挂2件商品，我把商品信息发你微信上。好的，孙老板。刚挂断电话，立刻收到2件商品的信息，可打开一看，突然愣住了。2件商品，一件是女士内裤，各种型号各种款式，一件是卫生巾，日用夜用消毒杀菌等类型。张浩彻底无语了，这个孙老板怎么想的，让自己一个大男人卖女士内裤和卫生巾，关键还是通过快手直播卖，这要是被认识的人看到了，
岂不是被人耻笑？孙老板，你发错商品了吧？我一男的卖女士用品。没错，因为这2种商品库存太多了，再加上你第一次直播卖货，所以先试试。我感觉太丢人了，能换别的商品吗？不可以，这都什么时代了，思想这么保守。我倒是觉得让你卖比让女主播卖更能吸引人。你可不能为了尊严连钱都不要，挣钱嘛，不寒碜。就这么定了，我马上把样品给你寄过去。好吧。张浩一脸郁闷。这时苏雨嫣察觉到张浩脸上怪异的神色。怎么了？商家通知我中午直播卖货。挺好的呀，可你怎么看上去不高兴呢？因为卖的是女士内裤和卫生巾。啊？苏雨嫣愣了一下，随即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女士内裤、卫生巾，一个亮瞎双眼的画面在他的脑海浮现。张浩一手拿着女士内裤，一手拿着卫生巾，向直播间的观众们推销商品。听笑声的张浩更郁闷了。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妙计。老婆，要不你卖吧？啊？苏雨嫣又愣了一下，脸上笑容瞬间凝固。因为你是女的，所以你卖更合适。可是我从来没卖过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事儿，多卖几次就有经验了。这个苏雨嫣一副为难的样子。突然他脑中也灵光一闪，不行，我不能卖。为什么？因为商家让你卖货。你是主播。也是啊。张浩顿时恍然，既然如此，也只能亲自上阵了。正如孙老板说的那句话，挣钱嘛，不寒碜。思绪中推着宝宝继续前行。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苏雨嫣开口：张浩，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张浩微微错愕，搞不懂老婆为什么突然问这种话题。当对着这句话仔细一品，突然明白了什么。不用说，肯定是因为王瑶瑶说的那句3个宝宝都是女孩子对老婆内心带来的伤害。这个王瑶瑶太他妈招人膈应了。老婆，你不要多想，那个王瑶瑶就是个傻叉。你要是生气，我现在就去揍她。别去，我没有生气，只是想问问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有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没有，只要是我的我都喜欢，但绝不能跟你那个娘娘腔堂哥一样，还不如直接甩墙上。话音刚落，一个阴柔的声音响起：呀，这不是堂妹吗？张浩一听，顿时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今天咋这么倒霉，先遇到了王瑶瑶，现在又遇到了苏怀柔。还真应了那句话，白天别说人，晚上别说鬼。说曹操，曹操就到。循声看去，只见苏怀柔扭动着身姿向这边走来，但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她的身边竟然跟着3个美女。虽然算不上极品，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堂哥。苏雨嫣笑着打了声招呼，笑得有些勉强。苏怀柔阴阳怪气的应了一声。当看到张浩时，直接翻了个白眼，还哼了一声。这时3位美女注意到婴儿车里面的宝宝，虽然3个萌宝都睡着了，但白白胖胖的脸蛋儿，长长的眼睫毛就跟粉雕玉琢的娃娃似的，可爱极了。哇塞，这3个宝宝好可爱，竟然还是3胞胎，爱了爱了。可惜都在睡觉觉，不然非抱抱亲亲不可。3位美女围在婴儿车旁，看着可爱的萌宝，喜欢的不行。而一边的苏怀柔又冷哼一声，不就是小宝宝吗？有什么可爱的？况且都是女孩子，又不是男孩子，生再多有什么用？说到这，突然注意到婴儿车啊，堂妹，你不是跟家里断绝关系了吗？哪来的钱买 LV 的衣服？不会是冒牌的吧？苏雨嫣神色阴冷下来，这个堂哥太不是东西了，羞辱自己也就算了，还羞辱宝宝，是可忍孰不可忍。可就在这时，张浩不悦的声音响起：你是不是脸又痒痒了？见张浩满脸怒意，苏怀柔下意识的后退一步。自从被张浩长乖后，一想到他，总会莫名的升起一种恐惧感。哼凶什么凶？堂堂7尺男儿，没一点男子气概。姐妹们，走，我们去买化妆品。说完，又白了张浩一眼，迈着妖娆的步伐转身离开。张浩气得鼻孔出气，握紧的拳头缓缓放松。要不是在商场，非揍这个娘娘腔一顿不可。苏雨嫣柔声道：走吧，犯不着跟这种人生气。张浩眉头微皱，这个娘娘腔太他妈气人了，还说我没儿子，也不照照镜子，自己什么德行？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子，你爷爷也放心把家族企业交给他管理，那还不毁在他手里？叹苏雨嫣摇头叹息，娇容上尽是无奈。突然他意识到张浩生气的原因，其中就包含被说没有儿子。虽然张浩没有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但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肯定存留着这种想法。儿子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都是老一辈灌输的思想。虽然女儿也是传后人，有的比儿子更孝顺，但现在有了3个女儿，要是再生个儿子，也就不会被人指指点点了。那个，你是不是也想要个儿子？不是，在我眼里，儿子女儿都一样。那以后呢？以后，张浩微眯双眼，笑着问：老婆，你是想再给我生个儿子吗？苏雨嫣没有说话，脸色微红的向前走去。张浩略有所思的摇了摇头：不行，老婆是剖腹产，宝宝才7个月，不能这么快要2胎，至少要等1年半以后。剖腹产。突然张浩想起了一件事，临近中午的时候，
张浩和苏雨嫣还有3个萌宝逛完超市回来了，刚进家门，张浩就钻进了厨房。苏雨嫣有些疑惑，虽然张浩拎着黑色塑料袋，却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见3个宝宝还在睡觉，直接回到卧室。25分钟后，张浩从厨房走出来了，他的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面是白色粘稠液体。老婆，我给你弄了好东西。张浩笑着走进卧室，来到苏雨嫣面前。这是什么？看到碗里跟鼻涕一样的液体，苏雨嫣皱起了秀眉，然后用鼻子嗅了嗅，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鼻而来。这是我熬制的中药，对去除疤痕有很好的疗效，只需抹在伤疤的地方即可，半个月就能去除疤痕。真的假的？苏雨嫣面露惊奇之色。虽然剖腹产留下的那道疤痕，那是荣誉的象征，3个可爱的萌宝就是从这道口子里出来的，可要是能去除疤痕，那也是一件美事。这样的话，穿衣服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当然是真的，我是你老公，怎么可能骗你？那有没有副作用？中药没有副作用。好，那我试试。苏雨嫣把碗接了过来，虽然看着碗里的白色液体有点恶心，可想到能去除疤痕，必须要试试。然而就在苏雨嫣准备撩起衣服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你先出去，等我弄好了你再进来。我是你老公，有什么好害羞的？老爸也不行，快出去。好吧。张浩有些失望的离开了，他还想着看看那道疤长什么样呢。这并不是好色，只是非常单纯的好奇而已。突然他想到一个妙计，立刻停下了脚步。老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张浩转过身来，一本正经的样子。刚撩起衣服的苏雨嫣立刻把衣服放了下来，秀眉微蹙道：什么事儿？我必须看一下那道疤痕，根据疤痕的面积确定用药量多少，这样的话恢复得更快一些。真的？真的。张浩非常郑重地点了点头。那好吧。苏雨嫣答应下来，虽然有些害羞，可想到是为了去除疤痕，也没有多想。况且换种想法，张浩是宝宝的爸爸，是厮守终生的人，看一下就看一下吧。思绪中，苏雨嫣把那道疤痕录了出来，但动作非常缓慢，以免露出别的东西。当张浩定睛一看，突然感觉到心脏被铁锤重重地敲了一下。那道伤疤就像是一条红色巨型蜈蚣似的趴在小腹上，而小腹表面的皮肤有些褶皱，这正是怀胎10月留下的孕沉纹。如果不生宝宝，苏雨嫣就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有着平坦白嫩的小腹，还可以穿露脐装，彰显完美的身材。可生了宝宝，小腹的皮肤变得粗糙了，还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不仅如此，怀胎10月的过程非常艰辛，孕期呕吐，吃不下饭，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彻夜难眠，期间腰酸背痛等等。女人是伟大的，母爱是伟大的，为了宝宝健康成长，奉献自己的一生。想到这，张浩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老婆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自己却没在身边陪伴，这将会是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你怎么了？见张浩双眼微微泛红，苏雨嫣不免问了一声。没事儿。张浩笑着摇了摇头，深吸一口气，调整情绪。老婆，你辛苦了，我发誓以后一定要你和宝宝每天都幸福快乐。虽然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但每次说出口，责任感更加强烈。苏雨嫣婉然一笑，正准备开口时，突然被张浩紧紧保住。你这是干什么？老婆，我爱你。听到这3个字，苏雨嫣娇躯一颤，张浩结实的身躯让她感受到浓浓爱意。我也爱你，老公。话落，感觉到张浩把自己抱得更紧了。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张浩神色微动，笑着把苏雨嫣松开。我去开门。苏雨嫣微微颔首。张浩转身走出卧室，来到客厅门前，开门一看，是一位身穿红衣的快递员，胸口印着 JD 2个字母。你好，张先生，快递。我就是。张浩签收了快递，虽然还没打开箱子，但已经猜到里面是什么。果然，打开一看，里面都是5颜6色的女士内裤以及几包卫生巾。这时，卧室传来苏雨嫣的声音：谁啊？送快递的。哦，用不用我帮你上药？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好，那我去做饭。午饭过后，张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身前是放在支架上的手机，两边一边是女士内裤，一边是卫生巾。苏雨嫣站在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身旁的婴儿车里坐着3个萌宝。见张浩有些紧张的样子，不免笑了起来。你都做了10分钟了，怎么还不开始直播？我在想该怎么说。此时的张浩有些忐忑，虽然见过不少大世面，也玩过直播，可现在却退缩了。不为别的，只因为卖的商品太丢人了。苏雨嫣笑了笑，开始给张浩加油打气。凡事第一次都比较难，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宝宝们，咱们给爸爸加油！爸爸，爸爸！3个萌宝发出稚嫩的声音。张浩深吸一口气，为了老婆和宝宝，豁出去了。下一秒，他开始直播。不一会，直播间开始进人了，弹幕一条接着一条出现。怎么是个帅哥？那3个可爱的萌宝呢？这是宝宝的爸爸吧？好帅！宝宝呢？在午休吗？见直播间进来了1000多人，张浩清了清嗓子，感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宝宝们就在一边。
现在呢，我要向大家推荐2件质量非常好的商品，喜欢的话直接点击小黄车购买就行。说到这，见弹幕刷新的频率加快。不是吧，这么快就开始带货了？我不买东西，只是来看宝宝的。什么商品？是宝宝用的吗？我猜是尿不湿，要不就是奶粉。我猜肯定是童装。张浩有些尴尬的笑了笑，然后拿起一条粉色女士内裤，抻着2个角展示在镜头面前。突然，直播间安静下来，但3秒后变得更热闹了。我以为是抹布，竟然是女士内裤。挺大个老爷们儿，竟然卖女士内裤，变态狂！内裤都被你摸过了，谁还敢卖？长得帅的人都这么不正常吗？啊！真是亮瞎了我的24K 钛合金双眼。看到这些带有攻击性的弹幕，张浩尴尬到了极点。这是商家的要求，自己也实属无奈。突然，脑中的2根筋搭在一起，想到了应对之策。此时的张浩表情变得伤感，因为我的家里比较困难，只是想给宝宝们挣钱奶粉钱，所以才直播卖货，希望大家理解。喜欢的话直接从小黄车选购，不喜欢也不要侮辱人，我会很伤心的。一听这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倍感同情。原来是这样，实在是抱歉，主播太不容易了。我买2条，我买3条，就当是给宝宝买奶粉了。我也买1条，有黑色蕾丝边的吗？有白色的吗？虽然我是男的，但可以买来送给女朋友，来2条 3XL 的。主播，我是来看宝宝的，你不是说宝宝在一边吗？抱过来让我们看看。是啊，我就是为了3个萌宝才关注你的。见直播间的氛围缓和许多，张浩面露笑意。型号和颜色可以在小黄车自行选购，都是标准尺码，宝宝们马上过来。话落，对着苏雨嫣眼神示意。苏雨嫣内心是拒绝的，可看到张浩这么卖力，便推着宝宝来到张浩身边。来，宝宝们，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苏雨嫣握着宝宝们的小胳膊，挥了挥手。哥哥，哥哥！3个萌宝发出稚嫩的笑声。就在这时，直播间炸了！我的天，竟然真的是3胞胎，活久见！我还以为3胞胎是 P 的，没想到是真的。哇塞，3个宝宝太可爱了，把老夫的心都融化了。宝宝可爱，宝妈也非常漂亮，长得就跟大明星似的。兄弟，你老婆结婚了吗？主播，你老婆太漂亮了，我想跟你交个朋友。张浩眉头微皱，大家都是文明人，请注意言辞。对商品有疑问，我可以回答；不堪入目的话，直接无视。帅哥，你这内裤是什么材质的？防火吗？是纯棉，声音戛然而止。张浩愣住了。防火吗？谁家内裤防火？这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这位朋友，请你好好咨询。你见过能防火的内裤吗？还是你喜欢玩蜡烛？话落，有看到一位观众提问。主播，我比较穷，内裤有2手的吗？2手的。张浩挑眉瞪眼，这特么都是什么人才？这种问题都问得出来。这位大哥，我们的内裤都是全新的，没有2手的。大哥，有嫂子穿过的吗？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张浩气得口吐芬芳。可就在这时，突然愣住了。只见弹幕刷新的频率更快了，都是牛逼666，哈哈哈，大奇葩。不仅如此，一些小礼物也刷了起来，棒棒糖 X10、啤酒 X20，还有烟花、告白气球、火箭等等。而直播间的观众也从1000多人涨到了1万多人。张浩微微错愕，没想到因为那几个奇葩问题，直播间突然火了。这还不好说。掌握到流量密码，张浩笑了起来。这位大哥，嫂子穿过的没有？我穿过的要不要？免费送。哈哈，主播牛皮。主播，我女朋友400斤，穿什么型号的？张浩，亲，我建议你买3条，然后改成1条大的，这样你和你女朋友一起穿都没问题。主播，我女朋友过60大寿，送她哪一款比较合适呢？张浩，不用送，买了你自己穿，到了晚上肯定特刺激。沙雕主播，我没口罩了，可以买来当口罩吗？张浩，当然可以，建议你买杀菌型的。主播，我可以把内裤穿在外面吗？张浩，可以，建议你买红色的，穿上后就能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主播，内裤可以套头上吗？张浩，可以，但我感觉黑丝更适合。很快1个小时过去，此时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5万多了。虽然到时间了，但张浩并没有下播，因为现在直播间正热闹着呢，而且还没有介绍第2件商品。朋友们，内裤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介绍第2件商品。张浩从旁边拿起1包卫生巾，观众们一看顿时震惊了。我靠，不愧是沙雕主播，666，先是女士内裤，现在又是卫生巾，牛皮！主播，快点开始介绍，我们等着问问题。张浩，好，这款卫生间的牌子是8度空间的大品牌，质量有保证，日用夜用消毒杀菌各种类型非常齐全，喜欢的从小黄车选购，不喜欢的直接提问吧。主播，可以2片一起用吗？张浩，不可以，因为吸水效果很好，会把你吸干的。主播，支持上门安装吗？张浩，支持，告诉我地址，我亲自上门给你安装。主播，我感觉8度太冷了，有38度的吗？张浩，有98度的，可以在上面煎蛋。主播，都有什么口味的？张浩，
草草莓味儿、柠檬味儿、香蕉味儿，只要是你吃过的都有。主播，用过之后可以洗干净再用吗？张浩，不可以，你是不是穷逼？主播，我的手被划破了，可以当大号创可贴用吗？张浩，不可以，会把你的血吸干的。主播，各种奇葩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张浩非常耐心地回答着。很快又1个小时过去，朋友们，今天先介绍到这，等明天继续。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哦。别呀，主播，我还有问题没问呢。拜拜。张浩直接关了直播，连续2个小时的直播也有些累了，关键是回答那些奇葩问题非常费脑子，不知道卖了多少钱。张浩打开后台数据，定睛一看，突然面露惊容。此时的苏雨嫣在卧室给大宝喂奶，在张浩开播10几分钟的时候，他就回到了卧室，因为直播间观众们问的问题太沙雕了，生怕会把宝宝教坏。老婆，你猜我卖了多少钱？张浩一脸激动地跑了进来，下一秒他突然愣住了，好白一团，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看得非常清晰。苏雨嫣连忙把衣服拉了下来，连同大宝的脑袋一起罩住，接着她那好看的柳眉皱起，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门？老婆，我卖了59527，按照30%的提成计算，挣了17858。为了避免尴尬，张浩直接答非所问。这么多？苏雨嫣惊讶地张开了小嘴儿，毕竟这是张浩第一次直播，本以为能卖几千块就很不错了，没想到竟然卖了59000，提成更是足足17000多。17000，自己上3个月的班才能挣这么多钱。见老婆吃惊的样子，张浩笑得更开心了。老婆，这只是提成，还没算收到的礼物，刷的礼物差不多5000，就算平台抽一半也有2500呢。苏雨嫣又愣了一下，难怪那么多人想当网红，这钱挣得太容易了，随随便便一场直播的收益比一般人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干半年挣的还多。这样一来，谁还愿意上班？都想办法当网红去了。正当苏雨嫣感慨之际，突然感觉到胸前传来一阵剧痛，撕疼的苏雨嫣倒吸一口凉气，接着她伸手在大宝的小屁屁上打了一巴掌，啪！哇！被打的大宝直接嚎啕大哭起来。张浩见状顿时心疼了，老婆，大宝好好的，你打他干什么？苏雨嫣红唇微张，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然而就在这时，哭得厉害的大宝从衣服里挣脱出来。张浩突然愣住了，又看到了，而且比刚才更清楚。啊！苏雨嫣一声尖叫，看也没看，连忙拉下衣服。可就在恼羞成怒地看向张浩，正要吼他出去时，突然皱起了眉头。只见张浩又流鼻血了，而且这次2个鼻孔都流了，2股血流顺着下巴流在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你都流鼻血了还看，还不快擦一下？哦，反应过来的张浩连忙用纸擦了起来，而刚才那惊人眼球的画面在脑海久久挥之不去。这时苏雨嫣问道，你怎么总是流鼻血啊？今天都第2次了，是不是身体有病？没有，是体内火力太旺盛了。张浩苦笑着解释，自己也不想流鼻血，可看到让人血脉喷张的画面，鼻血就自己流出来了。没办法，谁让老婆太漂亮了。叮铃铃，悦耳的铃声从张浩口袋响起。张浩用卫生纸堵住2个鼻孔，掏出手机一看，是孙老板的来电。接听电话传来开心的声音，张浩你太厉害了，第1次直播就卖了6万的货，比一些网红卖的都多，是挺厉害的，我也没想到能卖这么多，你这次可谓旗开得胜，接下来必须乘胜追击，晚上接着直播卖货。可以，但能不能换种商品，别卖女士内裤和卫生巾，怪丢人的。放心，肯定不是内裤和卫生巾，下午我把商品给你寄过去。好，嘟嘟嘟。通话结束，张浩面露笑意，只要不让自己卖女士内裤和卫生巾，别的卖什么都行。2个小时挣2万，一天2次就是4万，1个月120万，半年的话才720万，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还差远呢。看来不能只靠直播挣钱，必须琢磨点别的门道。哇哇大宝的哭声打断了张浩的思绪，见苏雨嫣怎么哄，大宝还是哭个不停，便走了过去。老婆，我来哄吧。苏雨嫣微微颔首，皱眉看了大宝一眼，直接交到张浩手里。张浩抱着大宝，一边左右轻轻摇晃，一边哄了起来。宝宝不哭，爸爸抱着呢，等会给你吃棒棒糖。虽然大宝停止了哭声，但嘴里还是哼哼着，那双带着泪痕、委屈巴巴的大眼睛，着实让人心疼。张浩看向苏雨嫣问道，老婆，刚才宝宝吃得好好的，你打他干什么？苏雨嫣咬了咬嘴唇，虽然那件事难以启齿，可见张浩因为心疼宝宝，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便把原因说了出来。因为他咬我。咬你？那你也不能打宝宝，他这么小，咬一下又不疼，要不你也咬我一下。你！苏雨嫣气得一时语塞，虽然说出原因，但很明显张浩就没听懂。他不是挺聪明的吗？这时候咋就这么笨呢？张浩见苏雨嫣不说话，以为他也委屈了，开始安慰起来。毕竟不能为了宝宝冷落老婆。好了，老婆，你也别生气了，毕竟宝宝还小嘛，我看看宝宝咬你哪了。一听这话，苏雨嫣顿时抓狂了。
哎呀呀，张浩是真傻还是装傻？他不知道给宝宝喂奶时能咬到什么地方吗？就算没喂过，用大拇指想也能想到啊。张浩继续道：你怎么又不说话了？我看看咬破了没有？用不用贴创可贴？苏雨嫣阴着脸，你是不是傻？张浩愣了一下，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释然地笑了起来。哦，原来是咬到那了。别说了。虽然张浩明白了，但苏雨嫣却高兴不起来。一下午很快过去，转眼到了傍晚，三个萌宝肩并肩躺在床上睡觉觉，嘴角时不时的微微扬起，十分安逸。苏雨嫣坐在宝宝左边，张浩躺在宝宝右边。虽然整整一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地玩着手机，话也没说几句，但都没有觉得尴尬。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我去开门。张浩下床走出卧室，苏雨嫣朝着门口看去，心想会是谁呢？知张浩开门一看，是 JD 的快递员。你好，张先生的快递。我就是。张浩签收快递，看了眼单子，是孙老板发过来的。不用说，肯定是晚上直播卖的商品，而且肯定不是女士内裤和卫生巾。思绪中，张浩打开了纸箱，可看到里面的两种商品，顿时有种直接扔出窗外的冲动。靠，还他妈不如女士内裤和卫生巾呢！怎么了？听到张浩抱怨的苏雨嫣连忙走了过来。当他看到纸箱里面的两种商品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种是 bra， 红黄白绿什么颜色的都有，而另一种商品竟然是小气球。老婆，听到笑声，张浩皱眉看去，嘴里发出阴阳怪气的声音。苏雨嫣立刻用玉手捂住嘴，但还是不受控制的发出咯咯的笑声。老婆，连你也笑话我？嘻嘻，没有，嘻嘻，我只是在想，你直播时怎么介绍商品？嘻嘻。张浩阴着脸愁眉紧锁，但下一刻嘴角缓缓扬起，露出邪恶的笑容。老婆，虽然 bra 没办法体验，但小气球可以体验啊。怎么体验？苏雨嫣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当他反应过来后，小脸唰的一下红透了。流氓，不要脸！扔下一句话，苏雨嫣娇羞地跑回卧室。张浩笑着摇头，他突然发现逗老婆也是一件趣事。可就在视线回到那两件商品上面时，脸上布满了愁云。上午卖女士内裤和卫生巾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让自己卖 bra 和小气球，太他妈丢人了吧！这个张老板有没有把自己当人看？思绪中十分不悦地掏出手机，打开微信。孙老板，你过分了啊！哼，我又不是马桶，怎么会过分呢？我挺大个老爷们，竟然让我卖胸罩和安全套，我不要面子的吗？小张，你没发现这是你的商机吗？我敢保证，卖的肯定比女士内裤和卫生巾更多。不行，士可杀不可辱，坚决不卖。钱重要还是面子重要？面子，佣金增加到 35%， 那也不行。40%，不行。50%，行。在金钱的诱惑下，张浩妥协了。50%也就是一半，要是卖6万就能获得3万。叮咚，孙老板发来了新消息。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另外还有一件事儿，晚上直播时我会安排几个女主播跟你打 PK， 剧本的话我等会儿发给你，到时候你假装吵架就行，然后搞限时秒杀活动，从而让更多的人购买商品。看到这条信息，张浩的脸瞬间阴沉下来。他知道里面的套路，这不是优惠活动，而是欺骗消费者。绝对不行，这不是骗人吗？难道你不想挣更多的钱吗？那要看什么钱，昧良心的钱1分也不行。这种事你找别人去做吧，我是个有原则的人。好吧，当我没说，记得晚上8点开播。张浩没有回复，直接把手机放进口袋，看着纸箱里的商品，开始仔细研究起来。叮铃铃，不一会，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张浩掏出来一看，是王富贵的来电。他打电话干什么？疑惑中，接听电话，打开免提。张少，你那2位朋友跟别人打起来了，你快过来看看吧。焦急的声音响起，张浩皱起了眉头。2位朋友除了少华还有谁呢？根据对少华的了解，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就算被骂2句也不会跟别人动手。现在跟别人打架肯定是逼急了。好，我马上过去。挂断电话，张浩来到卧室门口。老婆，我有事出去一下。什么事儿？苏雨嫣问了一声。如果是平时他也不会过问，可见张浩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意识到肯定不是小事儿。少华跟别人打起来了，也就是我的室友，我过去看看。苏雨嫣微微颔首，一副担忧的样子。虽然张浩对自己和宝宝温柔体贴，但在别的事上容易冲动，万一动手把人打伤了，那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张浩见状知道老婆在想什么，脸上露出淡淡笑意。放心吧，老婆，不会有事儿，我很快就回来。好吧，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持理智，别忘了家里还有3个宝宝呢。不止，除了3个宝宝，还有老婆呢。话落，见苏雨嫣有些害羞，转身走了出去。几分钟后，张浩驱车疾驰来到盛海大酒店。刚走进大厅，见神色不安的王富贵迎面走来。张少，实在是抱歉，麻烦你过来一趟，
因为那些人有很强的背景，迫不得已才给你打电话。张浩皱眉问：少华在哪？对方都是什么人？在2楼的包厢里，对方都是些社会人，我知道其中一个，他是丁力的儿子，叫丁子库。丁子库？张浩眉头皱得更深，没想到竟然是丁子库。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打少华，但肯定是他先动手的。仗着有个牛逼的老子，在学校没少干以强凌弱的坏事。走，带我去包厢。好的，张少，等会去了你不要冲动，因为对方有不少人，而且丁力也在这吃饭呢。我已经跟强哥打过电话了，他马上过来。张浩淡漠地应了一声。要是少华被揍得严重，绝对不能轻饶丁子库。毕竟3年的室友情谊浓厚，现在被欺负了，岂能置之不理？很快，在王富贵的带领下，来到2楼一间包厢门前。张浩直接推开房门，当看到里面场景的瞬间，顿时面露怒意。房间里7、8个人，少华站在墙角，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还有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被一个人用脚踩着，而这个人竟然是赵勇。而赵勇的情况比少华更严重，嘴角都流血了。看到2个室友兼好哥们被虐，一团怒火在张浩胸膛燃烧起来。这时，一脸不屑的丁子库看到了门口的张浩，嗤之以鼻的冷哼一声：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张少。怎么，你想跟这2个怂包一起挨揍吗？赵勇大声喊道：耗子，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不用管，今天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丁子库废了。砰！踩着赵勇的男子直接朝着赵勇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张浩双拳紧握，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砰！沉闷声响起，张浩起身一脚把踩着赵勇的男子踹飞出去，直接贴在了墙上。我操！丁子库张口既是国粹，他没想到张浩竟然敢动手，自己这边可是有6个人，他就1个人，谁给他的勇气？都特么愣着干什么？干死他！丁子库一声令下，4个青年犹如猛虎下山，朝着张浩逼近。张浩神色淡定，没有丝毫畏惧。虽然4个人来势汹汹，但在他眼里不过是4只病猫而已。砰砰砰！张浩快如闪电，几秒钟就完事儿了。而那4个人，2个躺在地上，一个躺在椅子上，一个把餐桌上的盘子都砸烂了。4人嘴里都发出痛苦的声音。啊啊！门口的王富贵目瞪口呆，他本想叫张浩过来和解的，咋直接动上手了？坐在包厢最里面的丁子库也愣住了。张浩吃药了吗？咋这么能打啊？这时张浩弯腰想把赵勇搀扶起来，可刚抓住赵勇的胳膊，突然响起杀猪般的尖叫声。啊！别动！断了！张浩眉头微皱，看了眼鼻青脸肿的少华，凌厉的眼神落在丁子库脸上。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赔50万医药费并向他们2个道歉，要么我打你一顿。你敢？丁子库怒瞪双眼，因为张浩知道自己的背景，有个在道上混的老爹，而现在的张浩只不过是个家道中落的屌丝罢了。你看我敢不敢？张浩怒气冲冲地走到丁子库跟前，见这厮居高临下的怒视自己，直接扬起手就是一巴掌。啪！清脆的声音响起，丁子库用手捂着脸，瞪大的双眼中泛着泪光，就跟快要哭了似的。张浩愣了一下，这个丁子库不是挺牛逼的吗？现在怎么这么怂？扇他一巴掌不但没还手，反而还哭了，这表情跟他1米8的大个完全不成正比啊！就在这时，被张浩揣在墙上的那个青年掉了下来，连忙悄悄地跑了出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是赔钱还是挨揍？张浩面露怒意，绝不能让赵勇和少华白白挨揍。丁子库眼中满是杀意，但就是不敢还手，憋了半天说了句：我爸是丁力，你爸是玉皇大帝也没用。说罢，张浩把手高高的扬起，住手！突然，一个威严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张浩循声看去，3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一个是刚才踹飞的青年，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仿佛在说死定了你。一个是体型魁梧的男子，身高将近2米，全身肌肉隆起，胳膊比小姑娘的腿还粗。最后一个是留着8字胡的中年男子，浓眉大眼，脸如刀刻，嘴里还叼着一根大雪茄，颇有王者风范。张浩知道这个8字胡正是丁子库他爹丁力。爹！看到老爹出现，丁子库一脸委屈地走了过去。爹，这小子打我，必须把他送进 ICU。丁力皱眉看了儿子一眼，不悦的眼神中夹杂几分无奈。接着他又看向张浩，小子，你是张朝阳的儿子吧？想不到你小子有2下子，一个人把这么多人干翻了，可以吗？还凑合吧。张浩不冷不热地说道，因为知道丁力在海城很有势力，号称地下皇帝，是得罪不起的大人物。虽然得罪不起，但也没有畏惧，毕竟自己可是拥有超级武术技能，怕谁？丁力笑着点了点头，不错，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混？爹！丁子库一听这话，顿时不乐意了，心想别废话了，赶紧让一旁的刚子哥动手，直接把张浩打个半死得了。闭嘴！丁力厉声呵斥。丁子库吓得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乖乖的把嘴闭上。小子，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混？没兴趣。丁力笑道，我靠，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别说你老子失踪了，
就是他在这对我也是毕恭毕敬，更别说你个小兔崽子了。张浩神色微动，脸上浮现不悦之色。父母的失踪本就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这半年以来一直活在一种暗淡无光的世界。可就在几天前，宝宝和老婆的出现，让昏暗的人生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好不容易刚从阴影中走出来，因为丁力的那句话，顿时心情压抑起来。丁力见张浩默不作声，脸色阴沉下来。小子，我让你跟我混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吃屎了吗？丁力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立刻面露怒意。小逼崽子，你特么敢骂我儿子，给我揍他！啊！丁子库也愣了一下，然后一副为难的样子。啊什么啊？揍他？丁子库支支吾吾，不敢这两个字说出来。一旦说出来，老爹肯定会揍自己的。丁力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他妈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老子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怂包？丁子库握紧双拳，但还是不敢动手。这时，一旁的魁梧男开口了，发出浑厚的声音：别怕，他要是敢还手，我就把他废了。好吧。丁子库点了点头，鼓起勇气朝着张浩走了过去。张浩双眸中迸射出凌厉的寒芒，只要丁子库敢动手，直接一脚把他踹飞。我擦，还真敢！见丁子库挥拳袭来，直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砰！伴随着一声闷响，丁子库倒飞出去，刚摔在2米开外的地上，竟然捂着肚子咧着嘴哭了起来，呜呜咚咚咚，沉重声响起。魁梧男刚子朝着张浩冲了过来，他那庞大的身躯就跟一头黑熊似的，46码的脚掌踩在地上，地面都出现轻微的颤动。张浩微眯双眼，见对方挥出砂锅大的拳头，直接一拳打了出去，砰！2拳相碰，发出沉闷的声音。下一刻，张浩和刚子同时后退了一步。刚子面露诧异之色，没想到张浩竟然能接下自己一记重拳，这小身板里面竟然蕴含如此强大的力量。张浩咬紧牙关，虽然手上传来剧痛，但并没有在脸上彰显出来。再吃我一拳！刚子又朝着张浩扑了过来。突然，一个焦急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住手！一道身影连忙走进包厢，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酒店老板刘华强。看到包厢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完了，还是来迟一步。忐忑中，刘华强满脸堆笑来到丁力身旁。力哥，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犯不着动手。虽然自己是酒店老板，还开着一家按摩会所，总资产过亿，但在丁力面前只不过是小喽啰而已。丁力是什么人？那可是海城的地下皇帝，跺跺脚海城都要抖3抖。而自己呢，跺跺脚只会脚麻3天。丁力瞥了刘华强一眼，淡漠道：你算老几？滚出去！刘华强立刻陪笑道：力哥，在您眼里我啥也不是，但张浩是我朋友，你能不能给个薄面，以后来这吃饭不要钱？你有面子吗？再啰嗦，信不信把你的酒店砸了？见丁力动怒，吓得刘华强屁都不敢放，因为他知道丁力这句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真有这个实力，以前就因为一个茶杯把人家的酒店砸了个稀巴烂。可要是张浩在这挨揍的话，肯定就不卖自己秘方了。要知道凭借他的秘方，每天都多赚5、6万呢。无奈之际，张浩的声音响起：刘老板，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不用插手。话落，对着刚子继续道：要打可以，咱们出去打。出去个屁，老子今天非把你打趴下不可。刚子也是个暴脾气，直接朝着张浩冲去。等等！张浩连忙伸手叫停。怎么？是不是怂了？要打可以，但能不能别打脸？被我老婆看到会不高兴的。扑通，倒地声响起，众人一脸黑线，还以为张浩要认怂，或是要说什么叫嚣的话，没想到竟然说别打脸。靠，不就是长得帅点吗？老子特么就打你的脸，把你打开花儿！话落，刚子扬起砂锅大的拳头冲了上去。张浩深吸一口气，挽起袖子直接开干。眨眼间，二人又缠在了一起。砰砰砰，沉闷声在房间内不断响起。虽然张浩拥有超级武术技能，却发现这个刚子也强的一笔。平时面对4、5个人都能瞬间秒杀，但在他面前竟然有些招架不住。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被虐，是否升级超级武术技能？不用。张浩直接拒绝，不带一丝犹豫的。毕竟升级武术技能需要1000万，就算能分期那也不行啊。好不容易才攒到了小400万，接下来还要买房子呢。就算苦了自己，也不能哭了老婆孩子。砰！就在张浩分心时，嘴角挨了刚子一拳，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靠！说好不打脸，你太无耻了！谁叫你长得帅？老子跟你拼了！愤怒至极的张浩开始施展浑身解数，将武术技能发挥到极致。什么八卦连环掌、佛山无影脚，统统使了出来。此时的刚子不禁一怔，这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猛了？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就在刚子愣神之际，张浩的机会来了，瞅准时机，直接朝着刚子的裤裆踢了一脚，让特么你打我脸！这一脚，张浩没有留余力，啪！熬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刚子双手捂着痛处，就跟僵尸似的跳了起来。
一边跳还一边谩骂：“你小子不讲武德，太卑鄙无耻了，太他妈不要脸了！”张浩没有理会，打架还需要讲武德吗？此时的丁力神色复杂，愤怒的表情中夹杂几分惊讶。愤怒的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贴身保镖被张浩虐了；惊讶的是，张浩竟然这么厉害。刚子可是重量级的全国散打冠军，几年的比赛生涯一次也没输过，当时是花重金把他聘请过来的，可现在万万没想到，竟然被张浩打败了。小子，你给我等着！留下一句狠话，丁力直接走了。毕竟刚子已无再战之力，这个仇日后再报。刘华强见状，连忙出门呈送。刚子哥，我扶着你。丁子库来到刚子身旁，抓住他的胳膊，在刚子离开前也留下一句狠话：小子，我记住你了，弄不死你我跟你姓。紧接着，那些小青年也忍痛离开了。张浩看了眼赵勇和少华，无奈地摇了摇头。本想让丁子库出医药费的，可最后也没弄成。走吧，我送你们去医院。少华连忙摆手拒绝：不用不用，皮外伤而已，擦点消炎药就没事了。赵勇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我也没事，躺2天就好了。张浩微微叹息，知道这两个哥们儿时心疼钱，听我的，直接去医院，钱你们不用操心。话音刚落，刘华强从外面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怒意：特么的这帮混蛋，下手也忒重了。为了表示歉意，除了医药费之外，我再给你们每人5万块的补偿。一听这话，赵勇和少华顿时觉得不疼了，心里更是美滋滋的。但这时张浩说道：不用了，刘老板，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我来处理就行。赵勇和少华突然愣住了，张浩是不是傻？人家都说给钱了，他却不要，那可是5万块啊，都够1年的生活费了。不行，你的2个朋友是在我酒店挨打的，所以我必须负责任。你们直接去财务领钱，就说是我说的。多谢老板。谢谢老板。不等张浩回应，赵勇和少华笑着走出包房。张浩无奈地摇了摇头，毕竟知道刘老板另有所图，可这2个二货室友却见钱眼开。叮铃铃，悦耳的铃声从张浩口袋响起，拿出来一看，是苏雨嫣打来的电话。张浩笑着接听电话：老婆，我马上回去。你没有打架吧？开玩笑，我是那种不理智的人吗？是。先挂了，我这就往回走。回来吧，我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挂了。嘟嘟嘟。张浩皱眉猜测起来，既然苏雨嫣说有事儿，那就是真的有事儿，而且绝对不是一些日常琐事。思绪之际，刘华强的声音响起：张少，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张浩问了一句，从口袋掏出烟点燃一根，平复打架后激动的情绪。刘华强笑着关上门，示意张浩坐下。当然是秘方的事，我想再买100个秘方。没问题。张浩欣然答应。100个秘方，少说能卖200-300万，加上卡里的小400万，够买一套好点的3室2厅了。等买了房子，老婆和宝宝就不用住在碧桂园那种破地方了。多谢张少，还是按照以前的价格，素菜1万，荤菜3万，30个素菜，70个荤菜。行，等会儿回家了，我把秘方写出来发给你，到时候直接打钱就行。钱的事儿放心，但我还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儿？你的秘方以后只能卖给我，不能卖给别人。这恐怕不行吧？张浩皱眉笑道：要是有人出更高的价呢？自己又不傻，有高价干嘛还卖低价？张少你放心，我保证以后把你的秘方全买了。张浩直接问：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全买了呢？因为我没那么多钱。开什么玩笑，你开这么大个酒店会没钱？叹刘华强神色怅然地摇了摇头，开始倾诉起来。别看我开着酒店，开着大奔，还开着按摩会所，总资产上亿，但只是表面光鲜而已，手里的流动资金就连1000万都没有。哦，原来是这样。张浩微微颔首，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别看有的人开40-50万的车，却连1000块都拿不出来；有的老板看似辉煌，背后却负债累累。像刘华强这样的老板，算是混得不错的了。见张浩点头，刘华强非常感动，心道：还是兄弟你懂我。张少，既然你明白我的苦衷，答应我以后不要把秘方卖给别人好不好？不好。什么啊？要是有人出更高的价钱，我肯定会卖的，因为我更缺钱。毕竟接下来还要买房子，还有半年1个亿的小目标，对自己而言，没有什么比赚钱更重要的事了。当然，老婆和宝宝的事情除外。叮咚，微信提示声响起，张浩掏出手机一看，是老婆发来的消息：还不回来吗？马上，正往回走呢。把手机放回口袋，起身对着刘华强道：你要是想买秘方就尽快，万一有人出高价，我肯定会卖的。话落，抬腿向门口走去。刘华强眉头微皱，就像是做什么决定似的。见张浩就要走出包厢，连忙把他叫住：等等，怎么？你要把所有秘方全部买了吗？不是，你先回来，我跟你说件事。直接说吧。行，其实我想再开一家酒店，规模和档次比盛海大酒店更高档，前期投资差不多3000万，因为还需要贷款，所以没钱把你的秘方全部买了。说到这，
刘华强继续道：“但凭借你的秘方以及我的人脉，肯定能在半年内回本，到时候就可以把你的秘方全买了，价格高点也没问题。”一听这话，张浩顿时眼前一亮，一个商机在他脑子里突然蹦了出来。随即，张浩笑着坐在餐桌前，刘华强面露笑意，总算能让张浩答应了。张少，我就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人，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很高兴能跟你成为朋友。你高兴得太早了啊！刘华强又愣住了。张浩微微一笑，把想法说了出来。我也懒得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吧。咱们两个合作，我出秘方，你出酒店，怎么样？你是想入股吗？不错，你很聪明。这个倒是可以。你只出秘方的话，给你15%的股份怎么样？不行，太少了。那你想要多少？70%多少？刘华强眼睛瞪得像铜铃。70%，张浩，你逗傻子呢？别急，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张浩面露笑意，而后娓娓道来。你想啊，我现在有1000多个秘方，其中荤菜的秘方占2/3，就算按照每个秘方2万，价值2000万呢。而且你也知道，用我的秘方做出来的菜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只要你跟我合作，秘方就属于咱们两个的，就算别人出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卖。虽然你认为你亏，但往长远的想，其实是我亏。要不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可交，早就找更有实力的人合作去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话落，张浩背靠在椅子上，眯着眼吸了口烟，等待刘华强做决定。虽然以前只知道吃喝玩乐，但跟钱打交道多了，自然而然的有了商业头脑。况且认真分析，自己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想想啊。刘华强用手搓着下巴，一副深思的样子，嘴里也在小声嘀咕着。1000多个秘方，价值2000万，新酒店需要投资3000万，他占70%的股份，我还多出200-300万呢。但一天净赚7-8万的话，用不了半年就赚回来了。这么一算倒也不错。可他只出秘方，钱都是我出，总感觉吃亏。不行，必须多占点股份。想到这，刘华强看向张浩，正色道：“合作可以，但股份咱们两个必须1人1半。”噌的一声，张浩起身就走。哎，你别走啊！你占60%还不行吗？张浩头也不回地走到门口。65%。张浩打开门走了出去。行，70%，合作愉快。张浩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但刘华强却高兴不起了，总感觉自己亏了。Superdo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老婆，我回来了。张浩哼着愉快的小曲儿回到家中，想到空手套白狼拥有了一个酒店70%的股份，心里乐开了花。不对，也不是空手套白狼，自己还出秘方了呢，而且秘方至少能卖2000万。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了实体产业。愉悦中，张浩来到卧室门口，可往里面一看，突然皱起了眉头。老婆，你怎么了？见苏雨嫣低着头坐在床边，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张浩皱眉走了过去。我爷爷明天过80大寿，我妈说让我们都过去。去呗，正好见见你爷爷。可是苏雨嫣蹙眉抬头，看到张浩的瞬间，突然睁大美眸。你的嘴怎么了？我的嘴。张浩摸了一下嘴，一阵微痛传来。糟糕，回来时光顾着高兴了，竟然把受伤的事儿忘了。哦，这不是天黑了吗？回来时不小心撞门上了，现在还疼呢。啊，撞门上了。你当我是3岁小孩呢？是不是跟别人打架了？苏雨嫣秀眉微蹙，一副幽怨的样子。张浩微微错愕，既然被老婆看出来了，索性不再隐瞒。是的，但当时没办法，别人打我，我总不能不还手吧？而且最后我也没吃亏。那也不行，你答应我不打架的。老婆，明天你爷爷生日，准备什么礼物好呢？你……苏雨嫣突然皱起了秀眉。没想到张浩突然转移话题，直接问了个措手不及。想到明天爷爷的生日，脸上满是愁云。因为电话是老妈打来的，肯定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思。从去年怀孕跟家里闹别扭，一直僵到了现在，怎好意思主动见爸妈，更别说大伯一家还有爷爷了。想到这，苏雨嫣打起了退堂鼓。算了，还是不去了吧，等过了12点，给爷爷发一条祝福语就行。不行，必须去。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张浩前所未有的强硬。见苏雨嫣愁眉紧锁，一副为难的样子，把心中想法说了出来。老婆，家事跟别的事不同，必须想办法解决，而不是逃避。难道你想一直这么僵持着吗？不想。可是没有可是，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更何况还是一家人。苏雨嫣沉默不语，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张浩继续道：放心吧，老婆，明天有我呢。苏雨嫣微微颔首，虽然不想去，可听张浩这么一说，抗拒的想法有些动摇了。是啊，一人家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呢？爸妈年迈已高，爷爷上了岁数，自己也想多陪陪他们。行吧，明天和张浩带着宝宝们一起过去。苏雨嫣下定了决心。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来到床边的桌子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瓶碘伏。张浩见状愣了一下，笑着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当然是给你受伤的地方消毒了。不用不用，一点小伤而已，早就不疼了。你是不是怕疼？开玩笑，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怕疼？张浩撒谎了。没错，他的确怕疼，而且每个人都怕疼，就是能不能忍住罢了。记得上次苏雨嫣的手指被刀切伤，消毒时的反应肯定特别疼，这就还比往伤口上撒盐。然而就在张浩思绪之际，苏雨嫣拿着面钳直接对到他的嘴边。张浩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握紧双拳，咬紧牙关。虽然疼得不行，但他没有叫出声来，因为3个可爱的萌宝都在睡觉，生怕把宝宝们吵醒。苏雨嫣本想笑的，她想要让张浩知道当时他弄自己时是什么滋味，可看到张浩忍痛难受的样子，突然有些心疼了。是不是特别疼？我给你吹吹。话落，凑近后吹了一下，呼出幽兰香气。张浩突然愣住了，全身的毛瞬间竖了起来，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绝世容颜，闻着那诱人的幽兰之香，情不自禁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波尼，被张浩偷袭的苏雨嫣顿时羞红了脸颊，直接把碘伏放在张浩手中。哼，你好坏，不理你了。话落，直接转身走出卧室。张浩笑了笑，他发现苏雨嫣害羞时的样子更美，简直让人爱得欲罢不能。叮铃铃，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张浩连忙掏出手机静音，看向睡熟的3个萌宝，还好只是咂了咂嘴继续睡觉，并没有被吵醒。当视线落在屏幕上，发现是大壮打来的电话，接听后传来惊讶的声音：浩哥，你火了？我哪火了？我在快手上刷到你卖女士内裤的视频了，然后找到你的快手，竟然有100多万粉丝，太牛逼了。张浩顿时汗颜，虽然火了是好事儿，却觉得很羞耻。要是被认识的人看到自己直播买女士内裤和卫生巾，肯定会笑掉大牙的。一想到等会还要卖安全套和胸罩，顿时更郁闷了。思绪中，张浩顺势看了眼墙上的时钟，7点半了，距离直播卖货还有半个小时。那什么，赵勇和少华回去了没有？早着呢，他们在酒店工作，下班不得11、2点啊。张浩微微颔首，看来大壮还不知道他们2个挨揍的事。不知道就算了，怎么事儿也过去了。刺啦！突然，炒菜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意识到苏雨嫣正在做饭，立刻起身走出卧室。之所以不想让老婆做饭，一个是担心被烫到，再一个就是做的饭有些难以下咽。行，等他们回去了跟我说一声，挂了。哎，浩哥，我嘟嘟嘟。张浩直接挂断了电话，紧接着收到大壮发来的一条微信：浩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肯定是因为拍你那3个萌宝，所以才有这么多粉丝的，能不能让我也拍一下？要不你给我发几张图片也可以，等回宿舍再说吧。回复后把手机放进口袋，可来到厨房门口时，顿时被看到的一幕愣住了。只见苏雨嫣距离炒菜锅1米开外，伸直胳膊用铲子扒拉锅里的菜，这既视感仿佛锅里的不是菜，而是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张浩皱眉走了过去，老婆，还是我来吧。没事儿，我能行，你看着宝宝们去吧。张浩没有说话，直接把铲子夺了过来。男人嘛，该硬的时候必须要硬。而苏雨嫣并没有离开，站在一旁非常认真的学习着。晚饭过后，张浩坐在沙发上，打开快手，开始了直播。沙雕主播，晚上好，这次准备卖什么？还是女士内裤？宝宝呢？我是专门来看宝宝的。兄弟，我媳妇儿呢？刚开播，直播间就进来1000多人，都在问着各种沙雕问题。张浩没有在意，脸上带着笑意。各位傻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下单的朋友别着急，仓库那边正在加急发货，2、3天就会收到的。因为刚开播，还有很多粉丝没进来，再等5分钟开始介绍商品。搜至5分钟过去了，直播间人数猛增到1万多，都是看到8点开播的通告来。就是现在。张浩深吸一口气，笑着拿起一件黑色胸罩在镜头前展示。观众们一看顿时懵逼了，我彻草会母，竟然是胸罩，主播牛逼。秀儿，是你吗？主播，你就不能卖点孕婴用品吗？比如奶粉、尿不湿啥的。主播，我连我奶奶都不服，就服你。看着跳动的弹幕，张浩仍旧没有在意，直接介绍商品。这款胸罩是当下最流行乳胶材质的，穿1天也不会留下痕迹，还具有防下垂的作用，型号从 A 到 D 都有，各种颜色齐全，喜欢的直接在小黄车下单即可。话音刚落，就看到几个牲口发出沙雕问题。主播，我把胸罩戴在头上会变成奥特曼了。张浩大哥，你相信光吗？ LSB 男的可以穿吗？张浩当然可以，穿上显得胸肌大。主播，冬天骑电瓶车冻耳朵可以当耳罩用吗？张浩可以，戴上你就是整条街最靓的仔。主播，我想买来送女朋友，有豹纹的吗？张浩，你确定你有朋友？555，你说话太伤人了。主播，我女朋友过60大寿，买什么颜色的合适呢？张浩，又是你小子，还是那句话，你穿上会更刺激。很快1个小时过去，面对各种沙雕问题，张浩的头都大了。要不是直播间已经5万多人，肯定会直接下播。
接下来是第二件商品，张浩拿起2盒安全套，观众们一看，直接当场去世。卧槽，这年轻人！我想了10几种女士用品，没想到竟然是安全套。主播真是秀出天际啊！主播，你赶紧回78星云吧，地球不适合你。我感觉倒是挺实用的，最起码不是女士用品，而是男士用品。就凭主播这股沙雕的劲头，我买2盒。有螺纹的吗？拍1盒。张浩笑着介绍商品，各种型号、各种功能的都有。杜蕾斯是个大品牌，保证一滴不漏，可以放心使用。话落，各种沙雕问题出现了。主播，2个同时用时间会不会长一些？张浩，别人都喜欢超薄，你去套2个，直接套钢管吧。主播，可以上门安装吗？张浩，赢了。主播，可以买来放生吗？张浩，主播，1盒能用多长时间？张浩，下划线，这个因人而异。主播，都有什么口味的？张浩，我特么原地爆炸。主播，30的用那种型号。张浩，你属驴呢？主播，女生可以用吗？张浩，你一男的能不能正经点？1个小时后，朋友们，今天先到这，下次开播提前发公告。张浩直接关闭直播，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心道不怕沙雕多，就怕沙雕聚一窝。面对那些沙雕问题，仿佛不是在直播，而是故意残杀脑细胞。要是总这么下去，肯定也会变成沙雕。思绪总习惯性的把手伸进口袋，可刚摸到烟盒，又把手拿了出来。这是在老婆家，不能吸烟。叮铃铃，突然悦耳的铃声响起，掏出手机一看，是大壮打来的电话。接听后，激动的声音响起：“牛逼啊，浩哥！直播间竟然有8万多人！”你看到直播了？那不是废话吗？看可怜我直播游戏才1000多个人。张浩微微一笑，突然脑中灵光一闪：要不你跟我一起直播卖货吧，我给你提成。因为卖的商品太丢人了，要是让大壮卖，自己不用露面，又能让他挣钱，岂不是一举两得？算了，那些人都是奔着宝宝和你去的，况且我也没你那么沙雕。靠！对了，赵勇和少华回去了吗？还说呢，他们挨打你怎么不跟我打电话？还是哥们儿吗？张浩神色微动，意识到赵勇和大壮回寝室了，并且把挨揍的事告诉了大壮。给你打电话干什么？把你叫过去一起挨揍吗？那你也应该说一声啊，管他丁力钉子裤，敢动我兄弟照揍不误。张浩撇了撇嘴角，心道兄弟，你可别吹牛逼了。哇！突然嘹亮的啼哭声从卧室传来。先不说了，宝宝醒了。挂断电话，立刻朝着卧室走去。叮咚，微信提示声响起，连忙滑屏锁锁一看，是大壮发来的。浩哥，你能不能跟经理打个招呼？我也想去酒店上班，也想遇到贵人。QS 什么意思啊？去死！把手机反过来看你就知道了。张浩来到了卧室门口，定睛一看，突然愣住了。苏雨嫣抱着3宝正在喂奶，大宝和2宝躺在床上扯着嗓子放声大哭，小胳膊小腿呼呼乱摆动着。这时苏雨嫣转身看向门口，虽然正在给3宝喂奶，但并没有害羞，而是非常着急。宝宝们饿了，你去冲2瓶奶粉。张浩连忙展开了行动，接着先冲好奶粉，又用凉水降温，一路小跑的回到卧室。当把2个奶瓶塞到大宝和2宝的嘴里时，2个宝宝瞬间就不哭了。看来宝宝们是着饿了。苏雨嫣松了一口气，对着张浩道：“好了，你去直播了，这里交给我就行。”没事儿，我已经下播了，看看这次卖了多少钱。张浩笑着拿出手机，打开快手后台一看，突然面露欣喜之色。老婆，你猜我这次卖了多少钱？5万多。见张浩非常开心，苏雨嫣也不想扫了他的兴致，非常配合的猜了起来。低了，再猜。6万多。使劲猜。8万多。大胆的往高猜。苏雨嫣惊讶的张开小嘴儿，因为8万已经不少了，30%的提成，足足2万多呢。张浩见苏雨嫣猜不出来，直接公布答案。不为难你了，这次直播卖了12万5千多，收到的礼物差不多5000，净赚6万5左右。6万5。苏雨嫣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可突然她意识到不对劲，你逗我玩呢？就算卖12万，30%的提成3万，怎么可能是6万？因为提成增加到了50%。见苏雨嫣不信，张浩直接把跟孙老板的聊天记录给他看，真的是50%。苏雨嫣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2个小时，张浩就挣了6万5，太厉害了吧？然而情绪还没高兴起来，却又变得失落。张浩一天就赚了8万多，可自己呢？不但1分钱没挣，买衣服还花了好几万，关键就算上班，一天才200多啊！跟张浩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不对，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想到这，苏雨嫣神色怅然，突然觉得自己好没用啊。老婆，你怎么了？见苏雨嫣表情变得低落，张浩有些疑惑。刚才老婆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不高兴了？没事儿。苏雨嫣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把想法说出来。肯定有事儿，快说。真没事儿，我是你老公，跟我有什么好隐瞒的？苏雨嫣咬了咬嘴唇，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张浩正色道：“你要是不说，晚上我就不走了。”我说。在张浩再三逼问下，苏雨嫣也只好说了出来：“我是觉得拖累你了，你挣那么多钱，而我……”停！张浩直接打断：“老婆，我是你老公，你这样说我会很伤心的。况且我直播赚钱都是你的功劳。”我的？当然了，要不是你辛苦怀胎10月，生出3个可爱的萌宝，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粉丝。确切的说是宝宝们的粉丝。话不能这么说，你的功劳最大，这个我赞同。没有咱俩的共同努力，宝宝们也出不来。你……苏雨嫣顿时羞红了脸颊。上一秒还被张浩的话感动了，下一秒她突然变得不正经。男人们都这样吗？咿呀咿呀，稚嫩的声音从床上传来。大宝和二宝吃饱了，正举着奶瓶玩呢。张浩一看，满脸溺爱笑意。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事：老婆，虽然宝宝喝了奶，但正是发育身体的时候，我去弄点水果蔬菜粥给宝宝喝，补充一下维生素。好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呵呵。张浩笑得有些心虚，虽然主要是想给宝宝们补充营养，但其次就是为了教宝宝自己吃饭的任务。因为已经开始教了，宝宝正处于学习阶段，不能半途而废。那我去了。去吧，我也不让三宝吃奶了，等会也补充一下维生素。苏雨嫣把三宝从怀中拿了出来。张浩瞥了一眼，走出卧室，来到厨房，先往锅里倒上水，然后从冰箱拿出香蕉、红萝卜剁成泥。咚咚咚，张浩的手速极快，1分钟300-400下。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来新任务啦！宿主和3个萌宝睡1晚，完成可获得30万奖金。睡1晚。张浩的手突然停住了，留在这睡都不行，更别说和宝宝一起睡了。看来这个任务短期无法完成了。幸亏没有时间限制。系统：叮，3天内无法完成任务，将会扣除30万。张浩：系统，你某某。系统：叮，检测到宿主口吐芬芳，罚1万。张浩：咚咚咚。张浩双手继续冲刺起来，把内心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案板上。几分钟后，水果蔬菜粥来喽。张浩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3碗水果蔬菜粥。苏雨嫣已经把3个萌宝放在小饭桌上，小饭桌是今天从超市买的，专门让宝宝吃饭的婴儿餐桌。张浩把3碗粥分别放在每个萌宝面前，可就在这时，却见3个萌宝拿着勺子玩，就是不吃。吃啊，你们怎么不吃呢？吃饭多是一件美事啊，快点吃。苏雨嫣含笑道：这种事儿急不得，宝宝总有一天能学会的。话落，开始为宝宝们喝粥。行吧。张浩笑了笑，也不再勉强，毕竟教宝宝自己吃饭的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学会都行。想到这，张浩突然愣了一下，确定没有听到系统提示，顿时心安下来。想到刚才被系统扣1万，心里很是郁闷。说脏话就扣1万，这系统太不靠谱了吧。不一会，3个萌宝吃饱了，但碗里的粥并没有吃完，因为刚睡醒，一个个欢实的不行。这时，张浩背着大宝在卧室里跑来跑去。开飞机喽哥哥喽！高兴的大宝抓着张浩的头发，嘴里笑个不停。开心到极点的时候，对着张浩的脑袋拍打几下。坐在苏雨嫣大腿上的2宝和3宝则是羡慕的不行，纷纷对着张浩挥舞着小胳膊，嘴里咿呀咿呀的，着急了就喊一声爸爸，仿佛在说爸爸爸爸，我也要开飞机。此时的苏雨嫣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卧室里的欢声笑语让她家庭的温馨。而在没有张浩的日子里，除了宝宝的哭声就是自己的叹息声。想到这，苏雨嫣看张浩的双眸微微泛红，而他的眼神也变得更加坚定。这辈子就他了。半个小时后，已经是晚上11点了。张浩让每个宝宝都体验到了开飞机的乐趣。虽然陪宝宝玩了半个小时也累了，但宝宝们却一点也不累，一个个精神的不行。苏雨嫣看了眼墙上的时钟，然后看向张浩：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宝宝们再见，爸爸明天再过来。张浩笑着向3个萌宝挥了挥手，可刚起身朝着门口走去，身后突然传来宝宝的哭声，哇哇哇，爸爸爸爸，哭声凄惨，听得张浩的心瞬间碎了一地。宝宝不哭，妈妈抱。见宝宝们哭得伤心，苏雨嫣连忙把2宝和3宝抱在怀中，可被抱起的2宝和3宝仍旧哭得撕心裂肺，小手朝着张浩挥舞，嘴里喊着爸爸，而没有被抱着的大宝就像是小兔子似的，一边哭一边朝着张浩爬了过去，可爬到床边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眼看就要从床上掉下去。宝儿！苏雨嫣一声惊呼，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不好！张浩瞳孔猛缩，一个箭步来到床边。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大宝从床上摔下的危急时刻，张浩直接一把拎了起来，然后紧紧抱在怀中。好险！虽然床距离地面40，而且地上铺着毛毯，但掉下去肯定会摔哭的。老婆，要不等宝宝睡了我再走吧？也只能这样了，麻烦你了。这么见外吗？呵呵。苏雨嫣婉然一笑，把2宝和3宝放在床上。刚落地的2宝和3宝立刻不哭了，爬到张浩身旁，紧紧抱住他的大腿。来吧，小公主们，爸爸带你们坐飞机。接着张浩继续陪宝宝们玩耍起来。一时间，
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气氛温暖温馨。1个多小时后，3个萌宝终于困了。3个宝宝安静地躺在床上，微眯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的。张浩坐在床边，大手在宝宝娇小的身躯上轻轻拍打着，一边拍一边轻声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不一会儿，3个萌宝都闭上了眼睛。张浩打了个哈欠，看了眼时间，已经是深夜1点多了。如果是平时玩手机，就算玩到1点也不困，但刚才陪宝宝玩耍，已经是身心疲惫。不得不说，带孩子真累啊。老婆，宝宝们睡着了，我走啊。话落，见苏雨嫣闭着眼，手里还拿着手机，便加大音量。老婆，苏雨嫣迷迷瞪瞪地应了一声，她正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张浩重复一遍，宝宝们睡着了，我要走了，等明天再过来。这么晚别走了，在这睡吧。张浩愣了一下，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这时苏雨嫣猛然睁开双眼，脸上带着娇羞。什么情况？怎么会说出那句话？好羞耻啊。那什么，我是说你回去的时候，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因为苏雨嫣发现已经快深夜2点了，要是张浩回学校只能睡4-5个小时就要起床，留在这的话还能睡个懒觉。算了，就让他在这睡吧，又不是没睡过，难不成还能把自己吃了？那你别回去了，在这睡吧。真的吗？张浩欣喜若狂，老婆终于接受自己了，而且在这睡还能完成陪宝宝睡觉的任务，岂不美哉？怎么，你不想？想。老婆晚安。张浩直接平躺在床上，脸上洋溢着笑容。苏雨嫣见状秀眉微蹙，我说的这不是这，而是另一个卧室。什么啊？快去。好吧。张浩十分不情愿地走出卧室，虽然有些失望，但不管怎么说，老婆终于接受了自己。如此一来，以后就可以一直在这睡了，因为这种事只要有了第一次，接下来就是无数次。来到另一间卧室，张浩把自己扔在床上，虽然快2点了，却因为高兴一点也不困，毕竟这可是第一次在老婆家睡啊。至于上次因为喝得不省人事，自然没有感觉。叮咚叮咚，微信提示声响起，滑动屏幕解锁，发现是4大天王群里的新消息。赵勇，耗子，这都快2点了，你咋还不回来？少华，是啊，还想请你吃饭呢，你却迟迟不归来。大壮，不会是又故意喝醉留在苏女神家了吧？张浩先发了个嘚瑟的表情，开玩笑，在这睡还用喝醉？我声明一下，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回宿舍了，儿子们学会照顾好自己，爸爸会常回家看看的。赵勇，真的假的？苏女神接受你了？大壮，浩哥，你上次喝醉不会把苏女神睡了吧？否则她怎么可能把你留下来？少华，浩哥，你是不是担心我们嘲笑你，所以你不想回来？叹，你这是何苦呢？张浩，爱信不信，一想到以后不会被你们磨牙放屁打呼噜的声音吵醒，不被脚臭味熏得睡不着，心情不是一般的爽。不聊了，为父要就寝了，无儿勿念。接着又拍着一张卧室的照片发到群里，然后把手机静音睡觉。赵勇，卧槽，分居睡的呀。大壮，嘚瑟了半天，我还以为浩哥抱得美人归呢。少华，革命尚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翌日清晨，张浩从睡梦中醒来，挺了挺身子，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手机。9点半了。张浩惊坐起，连忙走出卧室，穿过客厅来到苏雨嫣的卧室，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化妆，3个萌宝坐在床上玩玩具。苏雨嫣通过化妆镜看到了张浩，你醒了，饭菜在锅里，凉了就热热。张浩笑着点头，这种一醒来就能看到老婆和宝宝的感觉真好。这时稚嫩的声音传来，爸爸，挨见大宝叫爸爸。张浩笑容更加灿烂，张开胳膊把大宝抱了起来。2宝和3宝一看，瞪了瞪清澈的大眼睛，叫爸爸就可以抱抱，我们也会叫爸爸爸爸。2宝和3宝一边叫爸爸，一边伸着小胳膊要抱抱。张浩笑得跟花儿一样灿烂，直接把3个萌宝全部抱了起来。小公主们，告诉爸爸，昨晚睡觉有没有梦到爸爸？爸爸可是梦到你们了，在梦里都不让人省心，一直哭个不停。正在化妆的苏雨嫣一听，柳眉微微蹙起，你不是做梦，而是被宝宝的哭声吵到了，都怪你，宝宝一晚上醒了7、8次。怪我？是啊，因为宝宝跟你玩得高兴，晚上醒了哭着喊爸爸，不怪你怪谁？嘿嘿。张浩笑出声来，不愧是亲生的，这才相处几天，晚上睡醒就知道找爸爸了。哼，你还笑？为了哄宝宝，我都熬出黑眼圈了。辛苦你了，老婆，我有办法能不让你熬夜。什么办法？当然是我陪着宝宝睡了。正在涂口红的苏雨嫣手一哆嗦，直接在嘴角上画了一道。哼，都怪你，把妆都画花了。苏雨嫣开口抱怨，用湿纸巾擦了擦嘴。张浩顿时一脸黑线。我这不是为了你和宝宝着想吗？不行，留你在这睡够大度的了，你还想着跟我和宝宝一起睡？没门！老婆，你想歪了，我说的是陪宝宝睡。苏雨嫣愣住了，紧接着
脸红的就跟猴屁股似的。张浩见状连忙转移话题，要是老婆生气了，别说陪宝宝睡，恐怕就连在这睡都不让了。老婆，你长得这么漂亮，化了妆反而会遮挡住你那绝世的容颜。我化的是淡妆。哦，对了，老婆，你爷爷的寿宴什么时候开始？中午12点。在哪设宴呢？香格里拉大酒店。哦，张浩点了点头，知道香格里拉大酒店是海城最高档的酒店，以前去过几次。那你想好送老爷子什么礼物了吗？这个提到送礼物，苏雨嫣面露为难之色，她也不知道送爷爷什么礼物好，原因只有一个，没钱。毕竟这可是老爷子80大寿，到时候亲朋好友齐聚一堂，肯定好多人献礼祝福。在献礼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攀比起来了，比谁送的礼物更贵更好。即便都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但那只是表明而已，指不定心里是怎么想的。常言道人心隔肚皮，哪怕是亲兄弟之间都在勾心斗角，并不是自己觉得人心险恶，而是老爸和大伯就是很好的例子。张浩见苏雨嫣沉默不语，笑着问：老婆，你还没想好送什么礼物吗？暂时还没有。你爷爷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平时就喜欢喝茶溜溜鸟。喝茶遛鸟？张浩眉头微皱，这爱好也太普通了。老爷子过80大寿，总不能送茶叶送鸟吧？那才值几个钱。毕竟这是第一次见老爷子，绝不能太吝啬，必须给个好印象。除了喝茶遛鸟呢？爷爷还喜欢收藏，比如古文玩和玉石翡翠。行，那咱就投其所好，送玉器吧。算了吧，太贵了，随便一个古董或玉器好几万呢。送就送贵的，便宜的咱还拿不出手呢。毕竟老爷子过80大寿，我又是第一次见，你的情况就不说了。总之绝对不能太寒碜喽。苏雨嫣皱眉点了点头，虽然张浩说的很有道理，还是不想让他破费，因为他为这个家为自己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当张浩观察到苏雨嫣的表情，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放心吧，老婆，咱不差钱儿。好吧，你花的每笔钱我都记着，以后有钱了还你。老公给老婆花钱天经地义，跟我还客气啥？那不行，一码归一码。要不你亲我一下？瞅你那损色。吃过早饭，张浩驱车载着苏雨嫣和3个萌宝出门了。可转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礼物。在古文玩市场转了一圈，因为不懂担心被坑，所以没有买。张浩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地摊上的破罐子竟然卖8、9万，这破玩意儿当夜壶都嫌磕碜。接着又来到一个卖玉器的地方，这是一条街，两边的店铺都是卖玉器的。就在张浩一边开车一边犹豫去哪家店时，听到苏雨嫣催促：快点吧，马上11点半了，说不定我爸他们已经到了。好，张浩点了点头，找了一个规模最大的玉器店，店名叫碧玉斋。门前的 LED 显示屏上滚动着一行字：价格童叟无欺，本店承诺假一赔10。走进店内，一片金碧辉煌的景象映入眼帘。柜台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玉器首饰、玉镯、吊坠、貔貅观音小摆件等等。柜台后面的货架上都是一些体积大的玉器，千手观音、半米长的貔貅、半米高的弥勒佛等等。在这里购物的人不少，足有10几个人，7、8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店员应接不暇。你好，欢迎光临。见有新顾客进门，一个店员笑着走了过来。紧接着，店员突然面露惊讶之色：哇，3胞胎叶，好可爱啊！看到3个可爱的萌宝，顿时把美女店员迷住了。其他人闻声也纷纷围了过来，看到3胞胎宝宝，一个个都惊讶的不行。美女，这3胞胎都是你生的吗？太厉害了，双胞胎都罕见，没想到竟然有3胞胎，而且长得都那么漂亮。关键宝妈更漂亮，宝爸很帅，一家子都是神仙颜值啊，太幸福了。哟，你看宝宝还笑呢，我的心都化了。听到对宝宝的赞美，张浩和苏雨嫣心里乐开了花，自己的孩子被称赞，当爸妈的也觉得光荣。可就在这时，一个不善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哟，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张少吗？声音刁钻刻薄，带着明显的嘲讽之意。当张浩循声看去，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只见一少年走了进来，此人身材修长，瓜子脸丹凤眼，大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张浩认识，名叫范建，家里是做医药生意的，在海城和其他城市都有自家的大型医院，资产上千亿，也是个超级富二代。虽然以前跟他是朋友，但有次在饭局上发生口角，从那以后见面针锋相对。这时范建注意到婴儿车的3个宝宝，先惊讶了一下，然后露出一抹邪笑：张少，听圈内人说你喜当爹了，这就是那3个孩子吗？啧，跟你一点也不像啊。一听这话，张浩顿时面露怒意：你他妈的是不是欠揍？张浩松开婴儿车，直接朝着范建走了过去。不管是谁敢说宝宝坏话，都照做不误。可正准备动手时，突然感觉到手腕被抓住，回头一看，是苏雨嫣。我已经选好礼物了，咱们走吧，我妈发微信说已经到了，等着我们呢。行，张浩也只好答应下来，毕竟正事儿要紧。当来到柜台前准备结账时，范建不屑的声音响起：既然张少在我这买东西，给你打8折吧，就当是施舍了。
张浩一听，直接拿出来的银行卡放回口袋。可就要离开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检测到你老婆买的玉器是赝品，是否激活超级鉴宝技能？多少钱？虽然现在很生气，虽然超级鉴宝技能很牛逼，但张浩并没有失去理智，必须先问激活技能多少钱，因为系统太他妈不靠谱了。要是卡里的钱不够，直接弄个分期，那就日了狗了。系统不贵，1000万，1000万！张浩瞪大双眼，头顶1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系统，是的，宿主，钱不够可以办理分期，每个月只需100万哦。不办。系统，宿主你是不是傻？没看到门口写着假一赔10吗？如果店里还有赝品呢？张浩顿时眼前一亮，办。叮，恭喜宿主激活超级鉴宝技能，记得每个月按时还款哦。OK。张浩看了眼苏雨嫣挑的礼物，那是个翡翠雕刻成的寿桃，差不多拳头大小。美女，这个寿桃多少钱？帅哥，这个寿桃是玻璃重的，售价128888，打8折是103110。哦，张浩皱眉点头，不行，太便宜了，赔10倍才100多万，必须找更贵的赝品，而且还要多找几件。苏雨嫣见张浩皱眉，以为是嫌贵了，要不换一个便宜点的？不用，我再去看看。张浩来到商品区，挨个看了起来。凭借超级鉴宝技能，就像是孙悟空有了火眼金睛一般，那些玉器一眼就能看出真假。哼，不屑的声音响起，声音是从范建嘴里发出来的。没想到平日挥金如土的张少，竟然连区10万块都拿不出来。这样吧，你给我跪下叫声爷，这个寿桃我免费送你了。张浩没有搭理那个傻叉，继续辨别玉器。美女，这个羊脂玉手镯多少钱？168888。美女，这尊弥勒佛多少钱？68万。这个貔貅呢？758600。那个观音吊坠呢？56000。那条玉项链呢？128660。苏雨嫣见张浩只问不买，不免感到疑惑，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此时的范建则是不耐烦起来：张浩，你小子到底买不买？不买就滚出去，别耽误我做生意。张浩微微一笑：美女，刚才我问的那几件玉器全买了，开票。啊，全买？美女店员面露诧异之色，然后看向店老板范建。范建点了点头，对着张浩不悦道：你要是没钱再说，看我怎么收拾你。张浩来到柜台前，把银行卡拿了出来。美女店员用计算机把账算了一下：先生，一共5128686，请您先付款。张浩笑着拿出银行卡，可就在这时，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银行卡的钱不够。本来卡里有400万出头，可购买超级鉴宝技能扣了100万，现在就剩300万出头了。这可咋办？找谁借200万呢？这事儿要是放在以前好说，随便找个圈里的朋友就能借200万。可落魄后被人瞧不起，肯定连电话都不接。这时，苏雨嫣皱眉来到张浩身旁：你疯了吗？买这么多玉器干什么？范建也冷声道：张浩，如果你拿不出钱，别想走出这扇门。张浩没有理会，抬头45度看着天花板，想着找谁借钱呢？叮铃铃，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张浩掏出来一看，顿时眼前一亮：刘华强，怎么没想到他呢？既然都成合作关系了，借200万应该不成问题。接听电话，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张少，合同我已经弄好了，你过来签一下吧。合同的事等会再说，先借我200万。啊，放心，超不过10分钟我就还你，多给你10万。你借钱干什么？不会是跟别人合作了吧？怎么可能？你信不过我吗？信得过，那就赶紧借我200万，急用。好吧，我给你转过去。谢了。挂断电话不一会儿，便收到了刘华强的转账。看到500多万的余额，张浩露出满意的笑容。美女，刷卡。好的，帅哥。美女店员接过银行卡，插进 POS 的缝里。滴，交易成功。苏雨嫣看呆了，没想到张浩竟然借钱买了500多万的玉器。天哪，他这是疯了吗？范建面露笑意，心里盘算着挣了多少钱。帅哥，这是您的商品和票据。谢了。张浩接过票据，侧头看向范建：这个店是你的对吧？废话，难不成还是你的？假一赔10对吧？当然。好，我买的这些玉器都是假的，假一赔10的话就是51286860。假的？你开什么玩笑？我这么大一个店会卖假货？我警告你，你这属于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既然你不信，那我只好报警了。张浩拿出手机，直接拨打110。这时范建突然慌了神，虽然坚信店里的玉器都是正品，可看到张浩自信的样子，不免有些小紧张。毕竟他花了500多万买了10几件玉器，这未免太不正常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一是假的，不但假一赔10，还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见张浩把手机放在耳边，他连忙道：等等，我找人过来鉴定一下。张浩挂断了还未拨通的电话：喂，赵爷爷，
有人说在我店里买到了假货，麻烦您过来看一下。几分钟后，一个满头白发但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老头走了进来。范建连忙非常客气地过去迎接。赵爷爷，您来了。我正忙着呢，直接看玉器吧。好的，赵爷爷，您这边请。范建来到十几件玉器旁边，这些都是张浩购买的玉器。赵爷爷从口袋拿出一个小型手电，非常专业地鉴定起来。假的，假的，都是假的。小建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卖假货呢？听到鉴定结果，范建当场石化，懵逼了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特么的，那个人竟然卖给我假货！范建愤怒地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我操，星号，你竟然卖给我假货！那边理直气壮地应道：滚你星号，交易时不是说了吗？干这一行砸手里很正常，谁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草星号！范建怒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赵爷爷，我也没想到这是假货，知道的话肯定不卖，这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范建皱眉不语。突然他意识到还有个张浩，随即换作一副笑脸。张浩，我也没想到这些都是假货，看在咱们朋友一场的份上，我跟你很熟吗？你特么的！范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开玩笑，毕竟那可是5000多万，整整半年的零花钱，就算是拿来泡妞还能听个响呢。要是给张浩，等于是打水漂。张浩，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000万，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行，1分也不能少。张浩，你别太过分了。那我报警。我警告你，做人不要太气盛。张浩懒得废话，直接拿出手机拨打110。等一下，范建见状连忙阻止。要是进宫的话，就不是赔5000万这么简单了，因为涉及金额巨大，肯定还要负刑事责任。行，我赔你5000多万，转账吧。我的银行卡号是438438，很快。张浩收到了转账，整整5128万6860。看着8位数余额，突然觉得那种有钱人的感觉又回来了，真爽。这种感觉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而此时的范建有种心在滴血的感觉。我已经把钱给你了，请你马上离开。嘿嘿。张浩微微一笑，然后来到展示柜前继续挑选商品。范建见状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小子没完了是吧？万一里面还有赝品，岂不是又要赔钱？张浩，请你马上出去。急什么？我还没买礼物呢。不卖，你不卖我就报警。你特么的！范建被逼得哑口无言。没办法，谁让被张浩抓住了把柄呢？几分钟后，张浩买了2件礼物，一件是极品羊脂玉雕刻而成的寿星，售价58万；一件是翡翠手镯，售价12万。虽然价格不菲，但张浩刷卡时一点也不心疼。选好礼物后，驱车直奔香格里拉大酒店。此时的苏雨嫣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没想到张浩靠打假竟然获赔5000多万。5000多万啊！你是怎么看出那些玉器都是假的的？因为我跟你爷爷一样，也喜欢玉器，而且对玉器颇有研究，所以一眼就能辨别真假。哦，苏雨嫣微微颔首，然后不再多问。震惊的她也不知道该问什么，所以选择继续震惊。这时，张浩拿出手机给刘华强转了210万。刘华强一看大吃一惊，兄弟，你干嘛多给我10万？是不是看不起我？应该的，你那200万可是派上大用场了。那就行，但这10万我绝不能要，这就给你转回去。不用，就当是新酒店的投资吧。那行吧，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够义气，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呵呵，先不聊了，我正在开车。开车？你是要过来签合同吗？不是，我去参加寿宴，等完事再过去。好的，我在酒店等你。OK。几分钟后，张浩驱车抵达香格里拉大酒店。刚来到这，就看到一位美艳少妇站在门口，那正是苏雨嫣的妈妈，自己未来丈母娘夏雨荷。只见丈母娘环顾四周，脸上带着焦急之色。老婆，看你妈在门口等着呢，要不你先下车，等会我推着宝宝过去。好。苏雨嫣也看到了妈妈，不等车子停稳，直接开门下车，因为都迟到20分钟了。妈苏雨嫣远远地喊了一声，夏雨荷连忙循声看去。女儿啊，你怎么才来？宝宝们呢？张浩去停车了，马上推着宝宝过来。停车？你们买车了？哪来的钱？苏雨嫣欲言又止，犹豫要不要把张浩挣钱的事说出来。夏雨荷见状撇了撇嘴，傻闺女，跟你妈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快告诉我。好吧。于是苏雨嫣把张浩卖配方的事，以及刚才打假货赔5000多万的事一并说了出来。真的假的？小张这么厉害？夏雨荷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嘛？我的天，没想到我这女婿是个天才啊。话音刚落，见张浩推着宝宝向这边走来，连忙笑着迎接。小张，你太厉害了，这才几天啊，你就赚了5000多万。张浩愣了一下，接着又笑了起来。毕竟这可是丈母娘，知道也无妨。阿姨，其实我傻小子，
叫什么阿姨？叫妈。张浩又愣住了，这也太突然了吧，完全没一点心理准备。以前只叫过自己的妈妈，冷不丁叫别人妈，还叫不出口。夏雨荷没有在意，从张浩手中接过婴儿车，咱们先进去吧，宴会都开始半天了。话落，推着婴儿车朝着酒店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看着宝宝笑道：小宝宝们，几天不见，有没有想姥姥啊？哎呀，我还这么年轻，没想到就当上姥姥了，岁月不饶人呐。张浩来到苏雨嫣身旁，老婆，我们也进去吧。宴会厅内灯壁辉煌，地上铺着手工地毯，墙上有各种雕像，中央位置还有个小型喷泉，十分高端大气上档次。当张浩走进宴会厅，发现诺达的厅堂内摆放着3张桌子，一桌是年过60旬的花甲老人，有老头也有老婆，一共5个人；一桌是几位中年人和一位白发老头，苏雨嫣的父亲苏建林就在其中，一共8个人；一桌都是年轻人，其中就有苏怀柔，一共6个人。张浩扫视一圈，看出了个大概。这时夏雨荷说道：女儿，你和小张带着宝宝去坐你堂哥那桌，我先去跟老爷子打声招呼。好的妈。苏雨嫣微微颔首，此时的她非常紧张，虽然大部分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且都是亲人，可此时的心情非常忐忑。突然她感觉到手被一只温暖的手掌握住。老婆，我们过去吧。苏雨嫣深吸一口气，朝着年轻人聚集的餐桌走了过去。那一桌除了堂哥之外都是表亲。来到餐桌前，苏雨嫣鼓足勇气跟亲戚们打了声招呼：大家都在啊，实在是抱歉，因为遇到一些事所以来晚了。说完却尴尬地发现没一个人搭理他，而那些人都在跟苏怀柔笑着聊天。一旁的张浩见状顿时不乐意了：老婆，你这几个亲戚太可怜了。可怜？是啊，年纪轻轻的就瞎了，这么大一个美女都看不到。苏雨嫣宛然一笑，被张浩的幽默逗乐了。突然几道充满敌意的目光落在张浩脸上，但张浩丝毫没有在意。敢欺负自己老婆，不管是谁，直接开队。身为一个男人，要是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那也太没出息了吧。况且对于这种没礼貌的人，自然不用给面子。堂妹，爷爷过生日，你来就来吧，干嘛还领着一个外人儿呀？一道尖细的声音响起，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娘炮苏怀柔。他又看向张浩嘲笑道：哟，这不是我们张少吗？听说你在快手上卖女士内裤和卫生巾，身为一个大男人，一点也不知道羞耻。哼话落，直接翻了一个白眼。张浩笑着哼了一声：死娘炮，你还有脸说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的德行，一天天娘们儿唧唧的。你！苏怀柔气得一手叉腰，一手怒指张浩，愣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张浩不再搭理这个娘炮，正准备坐下时，见丈母娘笑着走了过来：女儿，小张，过去跟老爷子打声招呼。苏雨嫣微微颔首，顿时又紧张起来。去年意外怀孕，爷爷也打电话让自己去做无痛人流，当时不但拒绝，还顶撞了几句。虽然事情过去了，但心里有些自责。思绪中见张浩推着婴儿车，立刻从他手中接了过来。我来吧。好。张浩没有拒绝，他从苏雨嫣的神色中能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自己导致他跟家里闹矛盾，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都要往自己身上揽。身为男人，必须要有担当。爸，雨嫣来看您了。爷爷，祝您生日快乐。苏雨嫣笑着打招呼，只不过笑得有些拘谨。老爷子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可当他的视线落在3个粉雕玉琢的萌宝身上时，突然愣了一下。天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宝宝？怎么办？好想抱抱举高高，可那样做的话，会不会太没尊严了？不行，得憋着。雨嫣，这就是你那3个宝宝吗？是的，爷爷。他们都多大了？叫什么名儿？快8个月了，老大叫星星，老二叫淼淼，老三叫晶晶。你这名字起得不错，很有水平。听到称赞，苏雨嫣脸上笑意自然了许多。爷爷，名字是张浩起的。张浩一听也笑了起来，正准备主动跟老爷子打招呼时，见苏雨嫣抱起了大宝。星星，这是老老爷，叫老老爷。啦啦啦，大宝稚嫩的声音响起，挥舞着小手要抱抱。老爷子见状心都被萌化了。老夫的少女心啊！不行，憋不住了，管他什么面子尊严，统统滚一边去吧。来，老老爷抱抱。老爷子接过大宝放在腿上，脸上洋溢着笑容。他用手在大宝的小脸上捏了一下。你们瞅瞅，这宝宝咋长得这么可爱呢？其他人一听纷纷称赞起来。是啊，就跟洋娃娃似的，太漂亮了。雨嫣长得漂亮，生出来的宝宝自然也差不到哪去。不用说，长大后肯定是个大美女。哈哈，这说明咱们苏家的基因好。听到称赞，苏雨嫣笑得更灿烂了。苏建林和夏雨荷更是心里看乐开了花。刚才还担心老爷子会不会不认宝宝，没想到看到宝宝竟然这么开心。萌宝出场，势不可挡。哇哇！突然，婴儿车里的2宝和3宝放声大哭。老爷子连忙问：雨嫣、淼淼和晶晶怎么哭了？苏雨嫣抱起2宝和3宝笑道：爷爷，他们肯定是见你只抱大宝不高兴了，别看宝宝还小，但小脑袋瓜精着呢。
哈哈，真是人小鬼大，把他们2个也给我吧。好的，爷爷。苏雨嫣把2宝和3宝也交给了老爷子。3个萌宝坐在老爷子腿上，大宝握住老爷子的大手，2宝伸手拽老爷子的胡子，3宝抠老爷子的鼻子。一时间，3个宝宝玩得不亦乐乎，而被宝宝玩弄的老爷子更是开心的不行，毕竟得有10几年没跟小宝宝亲密接触过了。看到这一幕，苏雨嫣倍感欣慰，不知不觉中双眼微微泛红。突然，一个轻微的声音传来：“老婆，你不把我介绍一下吗？”哎呀，忘了。苏雨嫣连忙回过神来，光顾着高兴了，竟然直接把张浩晾在一旁。爷爷，我给您介绍一下，他叫张浩，是宝宝的爸爸。张浩笑道：“爷爷好。”老爷子随口应了一声，他正在逗宝宝玩呢，哪有心思搭理别人？张浩不免有些尴尬，但看到老爷子这么喜欢宝宝，也就无所谓了。苏雨嫣目光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张浩，这位大伯，大伯好；这位是伯母，伯母好；这位是我大姑和大姑父，大姑好，大姑父好；这位是我二姑和二姑父，二姑好，二姑父好。张浩很有礼貌地跟苏雨嫣家人打招呼，都认识后笑着看向老爷子：“爷爷，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我和雨嫣给您准备的礼物。”话落，从婴儿车的储物格里把那件杨之玉雕刻的寿星拿了出来。老爷子一看，笑着点了点头。对玉石颇有研究的他，根据杨之玉的色泽和圆润度以及玉器的体积，直接判断出价值，差不多50-60万吧。虽然不算贵，但也不算便宜。小伙子有心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还在上学，目前在家照顾宝宝。年轻人应该以事业为重，你要有上进心啊。知道了，爷爷。张浩笑得有些尴尬。就在这时，见苏怀柔的父亲起身来到老爷子身前，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话筒。爸，祝您生日快乐！知道您喜欢收藏字画，特意托人弄了一幅齐白石虾图。齐白石虾图？听到这几个字，老爷子满脸惊喜，怀里的宝宝突然不香了。我看看。老爷子把3个萌宝还给苏雨嫣，非常激动地打开了画卷。一旁的张浩也看了一眼，凭借超级鉴宝技能，一眼看出了端倪。假的！张浩下意识地说了出来，虽然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到每个人耳中。你说什么？苏建森怒瞪双眼，仿佛要把张浩生吞了一般。别生气，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别生气！苏建森气得脸都绿了，当着亲朋好友的面说自己送的贺礼是假的，这跟当众扇自己一巴掌有什么区别？老爷子也面露不悦之色。小伙子，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张浩尴尬了一下，索性直接走到老爷子身旁。爷爷你看啊，齐白石画的虾，特点是形态富有生命力，但画中的虾毫无生机。再一个就是简约，寥寥几笔就能画得非常生动，而画中的虾太逼真了。最后就是画质，这明显有做旧处理。一听这话，老爷子微眯双眼，略有所思地仔细端详齐起来。苏建森不悦道：“爸，您别听这小子一派胡言，他一个小屁孩懂什么？”话落，厉色看向张浩：“请你马上出去，这里不欢迎你。”张浩笑了笑，没有说话。既然老爷子喜欢收藏古董，肯定能看出真假。我让你出去，你没听见是吧？苏建森怒气值爆棚，朝着向张浩走了过去。等等！突然，老爷子开口了：“经你这么一说，这话好像的确有问题。只不过我没有齐白石的画，所以辨不出真假。我找个人过来看看。”老赵！老爷子朝着老人们那桌喊了一声。一个白发老头起身向这边走来。张浩神色微动，这不是在玉器店看到的那个老头吗？老赵也看到了张浩，但只是看了一眼，便来到老爷子身旁。老赵，你看看这幅齐白石虾图是真是假？齐白石虾图？我瞅瞅。老赵面露惊喜之色，就像是看到美女似的欣赏起来。可这一看，却皱眉摇了摇头，那表情变化就像是看到美女，可仔细一看却是凤姐似的。假的，这肯定是假的。虾看上去死气沉沉的，画质明显经过做旧处理。老爷子微微错愕，没想到老赵跟张浩说的一模一样。至于老赵，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因为老赵是资深收藏家，在圈内有很大的名誉。他从10岁就开始研究古董和玉器，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原来是假的，白高兴一场。老爷子有些失落。苏建森满脸自责：“爸，实在是抱歉，我也没想到是假的。没事儿，就当是买了个教训吧。多少钱买的？”不贵。苏建森不敢说出买价，因为这幅画花了1000多万买的，要是被老爷子知道，肯定会气得拿七匹狼抽自己。这时，老爷子的目光落在张浩身上，眼中满是赞赏：“小张，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对古字画这么了解，一眼就辨别真假，不简单啊。”略懂，略懂。张浩表现得十分谦虚：“小伙子，你也能看出这幅画是假的？”听到老赵询问，张浩点了点头，可不等回应，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张浩，你个臭不要脸的，敢妩媚我爸爸！”苏怀柔怒气冲冲地向这边走来，虽然表情愤怒，但走路的姿势却十分妖娆，甚至还捏着兰花指。苏建森一看，立刻皱起了眉头：“儿子，这没你的事儿。”
哼，爸张浩肯定是跟这个老头串通好的，故意让你难堪。闭嘴！苏建森厉声呵斥。砰！老爷子气得直拍桌子。小柔不得无礼！哼，爷爷，这幅画是我花了1000多万买的，怎么可能是假的？苏建森一听气得抓狂。叹，这坑爹玩意儿就不应该让他来。1000多万！得知价格的老爷子脸色阴沉下来。1000多万都够公司1个月的纯收益了。苏建森耷拉着头，就跟做错事的小孩子似的。而苏怀柔则是一脸自豪。是的，爷爷，这幅画这么贵，怎么可能是假的？我爸又不傻。老爷子气得鼻孔出气儿。虽然因为苏建森花1000多万买了幅假画非常生气，可想到是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却也不好动怒。但苏怀柔侮辱老赵的事必须当场解决。行了，这件事暂且不谈。小柔，跟你赵爷爷道歉，跟这个老头道歉。我才不呢！苏怀柔双手交叉胸前，白了老赵一眼。哼，这个老家伙肯定是跟张浩一伙的，跟张浩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到这句话，再加上苏怀柔这股骚劲儿，气得老爷子头疼犯了。他本是苏家唯一的独苗，本想养成参天大树，奈何长到一半，特么的竟然开花了。探家门不幸啊！老爷子用手揉着额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苏建森见状，直接气炸了。小柔，快给你找爷爷道歉！哼，我不，我再说最后一遍，道歉！苏建森怒不可遏，一只手就要解开裤腰带。我不，气死你爹了！愤怒至极的苏建森不再多言，直接抽出爱马仕的腰带，朝着苏怀柔的屁股上甩了一下。啪！啊！奇怪的声音从苏怀柔嘴里叫了出来。爸，你打人家干什么？苏怀柔撅着嘴，一副幽怨的样子。苏建森气得快要吐血了，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啪！滚！苏怀柔用手捂着脸，眼泪瞬间喷涌而出。555，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扇我，你还是我亲爸吗？我不就是说了那个老头2句吗？还有那个张浩，就算给苏家生了3个宝宝，但都是女的，又不是男的，又没有资格继承家产。说到张浩，苏怀柔立刻侧头看去。哼，都是因为你，我跟你拼了！话落，张牙舞爪朝着张浩扑了过去。张浩眉头微皱，这个死娘炮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自己的宝宝，绝对不能饶恕。见苏怀柔跑到身前，直接一掌打在他的胸口上。这一掌并没有留余力，砰！被打的苏怀柔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尾巴骨传来的剧痛让他嚎啕大哭起来。哇，疼死我了！救命啊！看到这一幕，苏建森怒瞪满是血丝的双眼。突然，他右手抓紧胸口，神色痛苦地倒了下去。老公！凄惨的声音响起，一位少妇急忙冲到昏迷的苏建森身旁，她是苏建森的老婆何蓉。老公，你别吓我呀！说着，把手伸进苏建森的裤袋，掏出了一瓶速效救心丸，颤抖的双手拧开瓶盖，倒出4、5粒，掰开苏建森的嘴就要放进去。等等！突然，喝止声响起，张浩一个箭步冲了过来，直接抓住何蓉的手腕。何蓉歇斯底里地喊道：“你干什么？”来不及解释了。张浩神色郑重，先掰开苏建森的眼皮看了一下，见瞳孔没有涣散，顿时暗松一口气，还好人没死。随即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展开急救，先将苏建森的身体躺平，用双手交叠胸前按压30次，然后开始人工呼吸。为了避免老婆吃醋，并没有嘴对嘴，而是在苏建森的嘴上放了一张餐巾纸，这才放心的亲了上去。其他人看得提心吊胆，老爷子最紧张，他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次是苏建森老婆，他不想失去这个陪伴自己半生的男人，也不想后半生守寡。最后的是苏雨嫣和他爸妈，担心张浩万一不行，那麻烦可就大了。至于苏怀柔，见老爸突发心脏病，直接吓懵了。而其他亲戚凝重的表情上带有一丝丝担忧，虽然质疑张浩会不会救人，但没人上前打扰，毕竟这可是人命关天啊。但很快，张浩打破了他们的质疑。一番操作过后，苏建森缓缓睁开了双眼。我是谁？我在哪？刚苏醒的苏建森意识模糊。老公，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扔下我撒手人寰呢。何蓉趴在苏建森身上痛哭起来。张浩好心提醒伯母，大伯刚醒，身体虚弱，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虽然拥有超级医术，却无法妙手回春，刚把苏建森从鬼门关抢回来，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为妥。谢谢你了，小张。何蓉搀扶着苏建森离开。这时苏怀柔忍痛站了起来。妈，你等一下，顺便也给我检查检查。说着一瘸一拐地向门口走去，每迈一步因为剧痛发出奇怪的声音。死啊死啊！这时老爷子看张浩的眼神满是赞赏，甚至还带有一些感激。小张，刚才多亏了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话一出，其他亲戚也开口称赞，没想到小张还会医术，厉害。是啊，关键时刻临危不乱，刚才都快把我吓死了。雨嫣啊，你真是找了个好老公，不但人帅还有本事，而且还能生3胞胎，比你表弟强多了。听到称赞的张浩笑着一一回应，而苏雨嫣心里乐开了花。
苏建林和夏雨荷更是脸上迸射出万丈光芒。1个多小时后，宴会结束了。因为大儿子在医院，老爷子也没有心情，也没有胃口，索性草草了事。车内，张浩脸上洋溢着笑容：“老婆，我刚才的表现你还满意吗？”苏雨嫣笑着点头。她原本想着只要亲戚们不排斥张浩就行，可宴会结束后，老爷子和其他亲戚都跟张浩非常和善的道别。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最后完美收官。满意就行，要不是你大伯犯病，我还没机会表现呢。苏雨嫣微微错愕，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叮铃铃，悦耳的铃声从苏雨嫣包里传来。当她拿出来一看，是妈妈打来的电话。女儿，你们到家了没？还没，你妈哪有这么快？呵呵，今天小张的表现很好，你不知道，后来吃饭时，你2姨3姨说的都是关于他和你还有宝宝们的话题，别提你妈我有多开心了。苏雨嫣微微一笑，想到什么后问道：“我爸是什么态度？”哼，他你还不知道，就算觉得好也不会说出来，整个一冷面佛。哦，苏雨嫣神色怅然的点了点头。她明白父亲还没有完全接纳张浩，否则也会称赞他的。女儿啊，你别想太多，这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有时间和小张带着宝宝回趟家，你爸要是敢说什么，我就让他跪榴莲。苏雨嫣嘴角微微扬起，虽然知道老爸有些怕老妈，但那都是因为爱。真要有什么事儿，决定权还是在老爸手上，毕竟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可一想到回家，心情突然变得复杂，因为跟家里闹矛盾，都有1年半没回去了。思绪之际，老妈的声音响起：“对了，女儿，你有空也去看看老爷子，只有把隔阂全部消除，你才能真正的回到苏家。”知道了妈。那先这样，我和你爸快到医院了，也不知道你大伯还活着没。妈，不说了，今天小张功不可没，回去后你可要好好犒劳他。挂了。嘟嘟嘟，苏雨嫣轻声叹息，虽然那是自己亲妈，却是在18岁的时候生的自己，也就是说，老妈才37岁，连40都不到，再加上老妈保养得很好，所以看上去就跟小姑娘似的，而且在老爸的宠溺下，多少有些小任性。此时的张浩的脑子也在走丝，但他没有想事情，而是在跟系统交流。系统，咋了宿主？你把超级鉴宝技能欠的钱扣了吧？900万，别多扣啊。没事儿，不着急。不行，我欠钱心里不踏实。行吧，已经扣了，检测到宿主银行卡里还有3900多万，是否升级超级武术技能，或是超级医术技能呢？面谈。张浩直接拒绝。好不容易有钱了，接下来第一件事儿就是买房子。不对，还有一件事等着去办呢。老婆，怎么了？我要去签个合同，是先把你和宝宝送回去，还是跟我一起去？合同？什么合同？我跟别人合伙开个酒店，就是盛海大酒店的老板。哦，你没见过他？开酒店？你怎么想起开酒店了？需要投资多少钱？1分钱也不用投，正因为免费，所以我才同意的。免费？真的假的？苏雨嫣脸上写满了问号。当然是真的，海城人不骗海城人。话落，张浩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苏雨嫣听后宛然一笑，还有这好事儿？那个人是傻子吗？张浩一脸黑线，幸亏刘华强没听到，要是听到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跟自己合作。苏雨嫣见状继续道：“你别介意，我只是认为这件事有一点点离谱而已。虽然知道张浩的秘方能卖钱，可刘华强需要投资足足3000多万，关键张浩1分钱不用投，只需提供秘方就占70%的股份，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世界上哪有这好事儿？如果这件事放在自己身上，肯定不会答应，而且有很多种办法能够占到50%的股份。老婆，其实这件事一点也不离谱，你没干过酒店，所以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或许吧。不管怎么说，接下来可以赚更多的钱，让你和宝宝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了，咱现在有钱了，在哪买房？要不还是先攒钱吧，毕竟现在钱那么难挣。老婆，钱是赚出来的，而不是攒出来的。况且买房也是一种投资，半年后肯定能升值。这个你看着办吧，你的钱你做决定。一听这话，张浩皱起了眉头。老婆，你知道什么是夫妻吗？就是2口子呗。肤浅了。夫妻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更重要的是2人相爱，相互包容、尊重、帮助，凡事一起商量着来，除了身体是自己的，其他比分彼此。苏雨嫣面露诧异之色，张浩的这番话让她受惊了，没想到张浩对夫妻之事竟然这么了解。你以前结过婚？张浩被问懵了。苏雨嫣疑惑，那你怎么对夫妻如何相处了解得这么透彻，就像很有经验似的？张浩顿时一脸黑线，我这都是心里话，还结过婚？你这小脑袋瓜想什么呢？说着，在苏雨嫣白皙的额头上弹了个脑瓜崩，继续道：我宝贵的第一次都给你了，你是我第一个老婆，也是唯一一个，更是最后一个。苏雨嫣秀眉微蹙，脸上浮现一抹红晕。第一次，自己何尝不是呢？见苏雨嫣含羞不语，张浩笑了起来。老婆，我发誓，后半生保证让你幸福，
接下来我负责赚钱养家带娃，你负责貌美如花。苏雨嫣微微颔首，内心无比感动，可突然间却又感到内疚，因为张浩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可自己却没有给他生儿子。没有儿子，这句话不止一个人说过了。虽然每次问张浩，他总是一笑而过，但自己心里清楚，他肯定非常在意。想到这，苏雨嫣小声问了句：“你喜欢儿子吗？”张浩微微错愕，但下一刻明白老婆的心思。这次张浩不再含蓄：“喜欢，咱们现在有3个女儿，要是再有个儿子，那就儿女双全了。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生一个吧。”苏雨嫣羞怒：“哪能那么快？最起码等到结婚之后呀。”也是啊，结婚时挺着肚子也不方便。哼！苏雨嫣哼了一声，想到生孩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索性直接转移话题。对了，你不是说你家里是经商的吗？美食的秘方哪来的？这个张浩想了想，是我爷爷祖传下来的。话音刚落，脑中突然响起一阵小声。哈哈，宿主叫爷爷。张浩心里直接默念一句：“我嫩爹。”虽然被系统占便宜，却不敢口吐芬芳，那样的话会被系统扣钱的。很快，张浩驱车抵达盛海大酒店。老婆，我很快就完事儿，你和宝宝在这等会儿吧，我跟你一起去吧，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张浩开门下车，从后备箱拿出婴儿车，抱出3个萌宝放进婴儿车里。可向酒店门口走去时，突然愣住了。小倩！只见不远处，一个少年搂着一个美女走到一辆宝马3系一旁，然后坐了进去。而那个美女正是大壮喜欢的小倩。什么情况？好哥们被戴绿帽子了？你怎么不走了？见张浩突然驻足，一旁的苏雨嫣有些疑惑。没事儿。张浩继续向前走，从口袋掏出手机给大壮发了条微信。大壮，你还跟小倩联系呢？当然，现在正是热恋期呢。他说等以后结婚了，必须生4胞胎，比你家还多一个，嘿嘿。怎么了，浩哥？没事儿，等半小时再跟你说。毕竟不知道这种事儿怎么开口，直接说的话，大壮肯定会伤心的，必须要委婉一点告诉他。想到这，给大壮发了个绿帽子的表情，然后把手机放回裤兜。接着步行片刻，来到刘华强办公室门前。咚咚咚，进。张浩推门而入。兄弟，你来了。看到张浩，坐在沙发上的刘华强连忙笑着起身迎接，可当看到张浩身后，突然面露诧异之色。兄弟，这位是弟妹吗？我老婆。苏雨嫣见状含笑打了声招呼。你好。刘华强摇了摇头，啧，弟妹长得真不错呀。我靠。张浩挑眉瞪眼，带着老婆和宝宝们出门，别人的注意力都是放在3个萌宝身上，这厮倒好，直接看自己老婆，太特么不地道了。刘华强连忙陪笑，兄弟别生气，弟妹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呀！你还有3个宝宝呢。注意到3个萌宝，刘华强比刚才更惊讶。我的天，竟然还是3胞胎！不用说，肯定是做的试管婴儿。此时的张浩皱着眉头，心里暗暗决定，以后再来找刘华强，绝对不带着老婆。别看了，我先看看合同。哦，好。刘华强笑着拿出合同，张浩从头到尾看了一眼。占股70%，没问题。可正准备签字时，苏雨嫣的声音响起：“老公，我看一下合同。”老公，这合同有问题。看完合同，苏雨嫣好看的眉头蹙起，一旁的刘华强虎躯一震，紧张的心砰砰直跳。张浩也皱起了眉头：“有什么问题？虽然你占股70%，但收益超过投入的钱将会平等化，也就是说一人一半。”话落，苏雨嫣追问一句：“你不会看合同吗？这么简单的套路都没看出来？”张浩惭愧地摇了摇头，以前只知道吃喝玩乐，从未涉猎商业。刘华强这个瘪犊子玩意儿，敢骗我！张浩愤怒的目光落在刘华强那张大饼脸上。我这么信任你，你特么敢套路我，真是良心喂了狗！刘华强满脸自责：“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有用吗？我是觉得你1分钱没投，心里不平衡，所以才一时糊涂。我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认为还有下次吗？张浩神色淡漠地站起身来。老婆，我们走。兄弟，你别走。刘华强顿时无比焦急。其实我是有苦衷的，我妈肝癌晚期，每天化疗好几万，如果不挣钱就会失去妈妈的。张浩停下脚步，一脸鄙夷之色。你真是个狼人，为了赚钱竟然诅咒自己母亲，我算是看错你了。兄弟，天地良心，骗你不是海城人。刘华强连忙来到桌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住院消费单，递到张浩面前。张浩皱眉看了一会，没看懂。苏雨嫣这时走了过来，因为生宝宝住院，自然能看懂。没错，是住院清单，没想到1天的化疗费用竟然2万多。张浩神色微动，这么说是真的？刘华强真的是个大孝子，并没有诅咒他母亲。此时的刘华强满脸悲伤。张浩，我真的没有骗你，而且我还非常感激你。如果没有你的秘方，恐怕我现在已经把盛海大酒店卖了。正因为你的秘方，
让我看到了希望。就算是贷款，我也要把新酒店开起来，只有赚更多的钱，才能给母亲治病。张浩微微颔首，明白刘华强的苦衷，顿时心软下来。老公，要不就答应跟他合作吧。一旁的苏雨嫣也开口劝说，因为她体会过跟家人分别是什么感受，更别说阴阳两隔了，那种事想都不敢想。张浩微微颔首，行，既然你事出有因，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答应你。话落，回到桌子前，提笔在合同上写下张浩二字。苏雨嫣微微错愕，刘华强直接愣住了。张浩知道合同有问题，怎么就直接签了？他不怕吃亏吗？兄弟，你这是……别说了，我明白你的难处，就这样吧。刘华强满脸感激之色，双眼微微泛红。兄弟，你就是我亲兄弟，我这辈子认定你了。你放心，等以后赚了钱，还按照70%的分红给你。张浩摆了摆手，算了，还是先给你母亲治病再说吧。等有时间我去看看，要是能帮上忙就帮一下。刘华强非常感动，没有从这句话中听出别的意思。老婆，我们走吧。刘华强连忙道，我送你们。离开盛海大酒店，张浩驱车行驶在路上。副驾驶的苏雨嫣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你这么大度，明知道合同有问题，说签就签了。叹，谁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就帮呗。看不出来你的胸襟这么大，你的也不小啊。苏雨嫣愣了一下，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神色变得幽怨。哼，我发现你这人就不经夸，刚夸你2句就开始不正经了。我怎么不正经了？张浩心里直喊冤，可回想刚才说的那句话，顿时恍然了。老婆，我的意思是你让我签的，所以你的胸怀也很大，是你的思想不纯洁，反而怪起我了。你……苏雨嫣瞪了瞪美眸，直接把头扭向一边。张浩笑了笑，虽然惹老婆生气了，但自己反而更高兴了。这说明啥？说明老婆没把自己当外人儿。要是见外的话，还不生气呢。虽然是这个道理，但老婆生气还是要哄的。别生气了，老婆，等会给你买套房子。苏雨嫣沉默不语。张浩继续道，老婆，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苏雨嫣语气冷冰冰的，什么问题？就是你在外人面前叫我老公，在家或就咱俩的时候连名字都不叫，这是为什么呢？苏雨嫣又沉默了。张浩，是因为害羞吗？苏雨嫣，张浩，都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好害羞的？不是说好晚上咱们还生儿子呢吗？闭嘴！哇！突然，宝宝的啼哭声从后面传来。张浩通过后视镜一看，是大宝哭了。星星怎么哭了？是饿了吗？应该不是，中午吃饭时喂了奶的，可能是尿了。苏雨嫣回头看了眼尿不湿的显示条，还真是尿了。你先停车，我给大宝换尿不湿。张浩连忙把车停在路边。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起来，看了眼屏幕，是大壮打来的电话。接听后，习惯性的打开免提。浩哥，半个小时了，你还忙不？不忙。怎么了？你给我发的绿帽子是什么意思？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控制好情绪。说吧，我承受能力强着呢。那就好。我在盛海大酒店门口看到小倩了，她被一个男的搂着上了一辆宝马车，我感觉5555。大壮，你别哭啊！我跟小倩打了半个小时电话，她都不接，微信也不回，肯定是跟那个男的开房去了。555。张浩摇头叹气，大壮，你哭顶个屁用！现在的女孩子就是这么现实，没钱谁看得上你？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赚钱，只要你有钱，什么样的找不到？555。可是我对小倩是真心的，她却玩弄我的感情555，还给我戴绿帽子。你应该这样想，她本来有男朋友，然后再跟你聊天，是你给她男朋友戴绿帽子。浩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张浩顿时汗颜。可就在这时，后面传来苏雨嫣的嗤笑，噗嗤呵呵呵。浩哥，你开着免提呢？没有，你嫂子逗宝宝玩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开免提了呢，要是被嫂子听到就丢死人了。对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直播卖货？算了吧，我可不想卖女士内裤和胸罩，丢人。面子和钱那个重要，这还用说？当然是面子。看你还是太年轻了，挂了。张浩无奈地摇了摇头。如果是以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面子，但就现在而言，要是有人给1个亿，只要不犯法，干什么都行。有了1个亿，就能跟老婆结婚了。人啊，也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能明白钱的重要性。想到这，张浩面露笑意。幸亏卡里有3900多万，买房子去。通过后视镜，见苏雨嫣正在给大宝穿尿不湿，手悄悄地伸进他的包里。不一会，换好尿不湿的苏雨嫣回到副驾驶。走吧，走，买房子去。好吧，你说了算。苏雨嫣也不再劝说，毕竟钱是张浩的，决定权在他手上。别说买房子，就是买飞机，自己也管不着。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外观大气的红旗 H9 向前疾驰而去。10几分钟后，车子停在1号公馆别墅区入口。苏雨嫣突然面露诧异之色，她知道1号公馆别墅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2000万起步，
老公，别告诉我你要买别墅。当然，我不是说了吗？房子能升值，买就买贵的。可这里的别墅也太贵了吧？我听说最便宜的也要2000万，买套100万左右的就行了。100万能买套房子？能啊，就我现在住的地方，每平米7300，100万都够买一套3室2厅了。哦，张浩点了点头，说道：没事儿，就在这买了。话落，直接开门下车。苏雨嫣秀眉微蹙，伸手打开了车门，可一条美腿刚伸出去，却听到张浩阻止：老婆，你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你和宝宝在这等会儿吧。说完，张浩直接离开了。苏雨嫣选择留在车里等待。至于其他的也没有多想，因为钱是张浩的，买的房子自然也是他的，而且还没结婚，房子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妈妈稚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声音听上去很微弱。苏雨嫣连忙转身看去，却见3个宝宝微眯双眼，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想想也是，从11点出门到现在差不多4个小时了，这要是在家里，宝宝们都睡过一觉了。宝宝们乖，妈妈在这呢。说着开门下车来到后面，可正准备打开后门时，身后突然传来张浩的声音：老婆，我回来了。这么快就完事儿了？苏雨嫣有些惊讶，从张浩离开到回来才2-3分钟而已。咱们回家吧。走，正好宝宝们也困了，宝宝们回家睡觉喽。话落，苏雨嫣回到副驾驶，张浩坐进驾驶位，然后驱车直接驶入别墅区。苏雨嫣突然愣了一下，咱们不是回家吗？对啊，莫非你买的精装房可以直接入住？老婆你真聪明，多少钱买的？差不多2500万。2500万？苏雨嫣惊讶地张开小嘴儿。虽然知道别墅价格高昂，可得知张浩花2500万买别墅，还是非常吃惊。此时的张浩面露笑意，见老婆吃惊的样子，心里非常欣慰，但对自己而言也非常开心。接着张浩轻车熟路地把车开到5号别墅门口，看着熟悉的环境，脸上笑意更浓。到家了，老婆，下车吧。苏雨嫣惊讶地点了点头。下车后顿时被豪华的场景惊呆了。这是一栋3层别墅，看上去气势磅礴，院子里有草坪、游泳池、喷泉，还有几棵古树。虽然以前住的也是别墅，而且比这里更大，但关键这是张浩买的，感觉自然不一样。此时的张浩已经把3个萌宝轻轻地抱到婴儿车里面。老婆，宝宝们都快睡着了，我们进去吧。苏雨嫣惊讶地点了点头。当走进别墅客厅，发现装修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金黄色的大理石地板，天花板上的水晶灯，几套红木家具，中央位置的旋转楼梯，处处都彰显着高贵气息。老婆，你慢慢看，我先推宝宝回卧室。张浩直接推着宝宝走进左手边的卧室，苏雨嫣直接跟了进去。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并没有表现得太惊讶。至于张浩能直接找到卧室，认为肯定是看过别墅的设计图纸，要不然也不会直接找到门口就进去了。张浩见苏雨嫣跟了过来，笑着问：老婆，你不多看会儿了，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整的地方？不用，我先哄宝宝睡觉。行，等晚上你再参谋参谋。没事儿，都挺好的。张浩笑着点头，站在床边欣赏3个萌宝。苏雨嫣见状秀眉微蹙：我要哄宝宝睡觉了。哄吧，我就静静地看着，不说话。宝宝睡觉前要吃奶。哦，张浩释然地点了点头。虽然接下来的画面少儿不宜，但成年人也不宜观看。走出卧室，轻轻地把门带上，然后在别墅的每个房间转了一遍。此时的张浩内心感慨万千，没想到时隔半年，竟然又回到了这里。没错，这栋别墅就是自己的，半年前为了给家里还债卖掉了，现在有钱了，直接买了回来。虽然想买爸妈以前住的别墅，可手里的钱就连首付都不够。思绪中，2张慈祥的面孔在脑海浮现，而张浩的表情逐渐黯然失色。也不知道爸妈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要是知道我有孩子了，而且还是3胞胎，肯定非常开心吧。说着说着，罕见的伤感之色在张浩脸上浮现，就连双眼也微微泛红。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犹豫中，从口袋掏出手机，熟练地按下一串数字，拨出去后，忐忑地把手机放在耳边。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张浩挂断电话，又按了一串新的数字。您好，挂断电话。张浩轻声叹息，从口袋拿出一支烟点燃，泪水顺着脸庞无声滑落，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被烟呛到了。突然，一个惊愕的声音传来：老公，你怎么哭了？苏雨嫣面露担忧之色，她刚把3个萌宝哄睡着了，寻思在别墅里四处转转，可走进这个房间，就看到张浩在偷偷掉眼泪，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坚强的张浩竟然会哭。他这是怎么了？没事。张浩立刻面露笑意，把手里的烟扔在地上踩灭，用手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在身前扇动几下，将烟雾挥散。苏雨嫣秀眉微蹙，她知道
张浩肯定是有事儿，而且还不是小事儿，要不然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哭？老公，你总是对我说夫妻之间不能有任何隐瞒，很多事我都告诉你了，希望你也能告诉我。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爸妈了。苏雨嫣微微颔首。张浩说过他爸妈的情况，为了躲避巨额债务失踪，一直了无音讯。回想自己跟爸妈吵架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心情非常悲伤。而张浩找不到爸爸妈妈了，肯定更伤心。老公，你别担心，我相信叔叔阿姨肯定会没事的。要是爸妈知道我找了个这么漂亮贤惠的儿媳妇，还生了3个可的孙女，肯定非常开心。苏雨嫣微微一笑，这次她没有害羞，因为知道张浩心情沉重，必须给他安慰。突然张浩想到了什么，对了老婆，我有件礼物要送你，跟我来。张浩转身走出房间，苏雨嫣有些不好意思地跟了上去。她知道张浩要送什么礼物，肯定是那个价值12万的翡翠手镯，因为张浩只把寿星送给老爷子了，并没有送手镯。老公，这礼物我不能要。为什么？因为太贵重了。没事儿，这是老公第一次送你礼物，你必须收下。不行，12万都够给宝宝买2年的奶粉了，我不能要。12万？什么12万？当然是手镯啊。哎呀，你不说我就忘了，手镯还在车上呢。不是手镯，那是什么？等会你就知道了。很快张浩来到客厅，拉开檀木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红色的本本。苏雨嫣面露疑惑之色，房产证？老婆，给你，这房子不是你的吗？你给我房产证干什么？打开看看就知道了。苏雨嫣接过房产证，打开一看，突然面露惊容，只见房产证上竟然写着自己的名字，而且只有自己的名字，还是单独所有。瞬间苏雨嫣愣住了，毕竟这别墅价值2500万，关键别墅是张浩买的，可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张浩见状面露笑意，老婆，喜欢吗？不喜欢。苏雨嫣直接拒绝，这别墅我不能要，赶紧过户到你名下吧，毕竟送手镯都嫌贵，更别说价值2500万的大别墅了。张浩笑道，老婆，我刚才说了，这是送你的礼物，你必须收下。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老婆，你不想跟我过一辈子吗？我当然想，可是没什么可是，你怀孕生宝宝时我没能陪在你身边照顾，这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除非你不想跟我白头偕老，要不你就收下。张浩的语气无比坚定。苏雨嫣秀眉微蹙，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突然她的眼眶红了，从这张房产证上能感觉出张浩对自己的决心，同时还有信任和爱意。想着想着，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张浩见状立刻皱眉，他最见不得老婆哭，因为老婆一哭他会心疼的。老婆，这是一件开心的事，你怎么还哭了？你要是再哭，那我也要哭了，看谁哭得厉害。噗嗤，苏雨嫣被张浩的幽默逗乐了。讨厌，谁让你给我惊喜的，这都成惊吓了。哼，既然老公这么好，要不要表示一下呢？怎么表示？嘿嘿，张浩笑了笑，用手指了指脸。苏雨嫣小脸一红，犹豫片刻，用蜻蜓点水般的速度在张浩脸上亲了一下。毕竟感情到位了，亲一下又没什么。张浩愣了一下，本以为苏雨嫣会拒绝，没想到答应了，只不过速度太快了，什么感觉也没有。老婆，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你就完事儿了。我不。虽然苏雨嫣嘴上拒绝，但身体还是非常诚实，又朝着张浩的脸上凑了过去。而此时的张浩猛然侧头，波嘴和嘴对上了。察觉到不对劲的苏雨嫣连忙撤退，脸红的就跟火龙果似的。讨厌，你就知道占我便宜，不理你了。苏雨嫣一脸娇羞的跑回卧室。张浩笑得非常灿烂，老婆，明明是你亲我，怎么能说是我占你便宜呢？说到这，突然想到一件事，继续道，对了老婆，我有事出去一下，你在家照顾宝宝吧，有事打电话。虽然没有听到苏雨嫣回应，但张浩直接走了出去。至于那件事，就是给刘华强的老母亲看病。虽然癌症晚期神仙难救，但如果能帮得上忙，肯定不会置之不理的。当张浩坐进车里，拨通了刘华强的电话。怎么了老弟？你妈不是病了吗？我过去看看。不用了老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是去看望阿姨，而是给阿姨看病。看病？开什么玩笑？你还会给人看病？我知道你不信，在签合同时我观察你的面色，如果我没看错，你患有非常严重的肾虚，也就是不举。你怎么知？不可能，我才40岁，一晚上几次都没问题。靠，是上好几次厕所吧？因为你的前列腺也有问题。电话那头沉默了，刘华强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张浩怎么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他又没跟自己睡过，莫非他真的会给人看病？张浩笑了笑，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先挂了，马上到酒店门口。几分钟后，张浩驱车抵达盛海大酒店，而刘华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看到张浩的车，连忙走了过来，一上车就迫不及待地问，老弟，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张浩顿时一脸黑线，这厮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老母亲病重住院，他还关心自己的肾。咱先去看看阿姨吧，然后再讨论你的肾。好，我妈在海城第一医院。知道地方后，张浩驱车前行。而在路上，刘华强又忍不住问了起来，因为肾每天都要用呢，要是把病治好了，就可以在老婆面前一展雄风了。老弟，还有几分钟才能到医院，你说说我的情况呗。行，你肯定是年轻时纵欲过度，再加上吸烟喝酒熬夜，由一开始的阳痿早泄，最终导致不举。你说的很对，但有办法治好吗？当然。听到这2个字，刘华强顿时无比激动，仿佛黑暗的人生出现一缕光芒。快告诉我，怎么让才能治好？你拿手机记一下。好。刘华强连忙拿出手机。张浩说出一个补肾的药方：洋银货、鹿茸、山药、肉桂、杜仲、何首乌、枸杞、冬虫夏草，各取5克，熬制30分钟服用即可。记住了吗？记住了。其实我也有个秘方，鸽子汤里面加入党参、枸杞、山药、红枣，虽然一开始能起来，但后来不起作用了。那是因为你肾亏，小补不行，必须大补。行，要是你的药方有效，我必有重谢。张浩笑而不语。行是肯定能行的，就是不知道床行不行。还有另外一句，不怕腰不行，就怕老婆喊停。很快，张浩来到海城第一医院，在刘华强的带领下，来到一间高级病房。病房里不但有沙发电视，还有独立厨房，就跟家里似的。病床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太太，闭着眼躺靠在床上。床边，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正在低着头剥橘子。老婆，刘华强轻声叫了一声。美妇闻声侧头看来，当视线落在张浩脸上时，突然面露诧异之色。张浩，张浩愣了一下，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美妇，他怎么认识自己？刘华强也愣住了，老婆怎么认识张浩？莫非绝对不可能，2个人差10几岁呢？思绪中，刘华强尬笑着问：老婆，你怎么认识张浩？张浩也问：是啊，嫂子，你怎么认识我？我看过你直播，还在你直播间买过东西呢。哦，张浩顿时恍然。刘华强暗松一口气，原来只是虚惊一场。老公，你怎么跟张浩在一起，而且还来这了？老弟是来给咱妈看病的。他还会看病？刘华强点了点头，看向张浩笑道：老弟，麻烦你了。没事儿。张浩来到病床前，开始为老太太诊脉。美妇走到刘华强身旁，小声问：咱妈病得那么严重，你确定她能行？当然，她的医术非常厉害。话落，刘华强又在美妇耳边窃窃私语几句。美妇突然脸红了起来，一副幽怨的样子。死鬼，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老弟又不是外人，而且他在那方面肯定特别有经验，因为他老婆生了3胞胎。3胞胎我知道，可这跟经验没有关系吧？管他呢，等我重振雄风，咱也生3胞胎，不4胞胎。切，就你！美妇一副不屑的样子。被戳到痛处的刘华强立刻蔫了下来，但心里暗暗发誓：你给我等着，到时候肯定让你求饶。这时，张浩诊完了脉，对着刘华强使了个眼神，走出病房。刘华强立刻跟了出去。老弟，你能治好我妈的病吗？老太太的情况很严重，暂时还不好说，我先给你开个药方，先改善身体吧。好，你确定没副作用吧？放心，中药没副作用。那就行。刘华强拿出手机，张浩说了一个药方。刚说完，微信提示声响起，拿出手机一看，是孙老板发来的消息：小张，实在是抱歉，中午有事忘了给你发商品信息。没事，正好我中午也有事。我这就把商品信息给你发过去，晚上直播卖吧。不会又是女士用品吧？呵呵。看到这2个字，张浩皱起了眉头。不用说，肯定又是女士用品。是的话也卖，谁让自己没钱呢？新消息提示声响起。当张浩看到2件商品的照片，脸上浮现笑意。一件是宝宝用的尿不湿，一件是宝宝穿的连体服。孙老板，小张，这次的商品你还满意吧？可以。那以后就卖这6种商品，等把库房堆积的货买的差不多了，再卖新的商品。直播时间你自己定就行。好，那先这样，加油哦。张浩发了个笑脸，把手机放进口袋，接着看向刘华强道：既然这没事儿了，那我先走了，还用把你送回酒店吗？不用，我在这陪会母亲。好，有什么事就打电话。谢了兄弟，新酒店的进展我会随时告诉你的。行，那我先走吧，路上注意安全。寒暄告别后，张浩转身离开。可就在驱车驶离医院时，手机响了起来。掏出来一看，是苏雨嫣打来的电话，连忙接听。老婆，宝宝们醒了吗？没有，我大姨妈来了。张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老婆来大姨妈给自己打电话，这说明什么？感情更深了。老婆，我马上回去，你先喝点热水。我喝热水干什么？来大姨妈不都是喝热水吗？我是说我大姨妈来了，我大姨妈，我妈的姐姐啊！张浩顿时恍然，原来妈妈的姐姐叫大姨妈，还以为老婆来例假了呢。
知道了，老婆，我正往回走呢，马上到家。对了，你大姨妈干什么来了？我把搬新家的事告诉我妈了，我妈说我大姨妈正好也住在这里，所以过来看看。行，我马上到家。等等，你方不方便去一趟租的房子那里，把宝宝们的奶粉和尿不湿拿过来？方便，我在家等你，路上注意安全。好的，老婆。当张浩挂断电话，立刻加快了速度。几分钟后，张浩开车来到碧桂园小区，走进房间，扫视熟悉的环境，突然有些不舍。这里是第一次见到宝宝的地方，也是跟苏雨嫣一起住的地方。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记忆刻骨铭心，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苏雨嫣在这的话，肯定更舍不得吧。思绪中开始整理宝宝用的奶粉、尿不湿和衣服。对了，还有老婆的衣服呢，一起带回去，他就不用过来收拾了。张浩来到衣柜前，打开一看，一件件衣服整齐排列着，连衣裙、T 恤、短裤，一种熟悉的幽兰之香扑鼻而来。突然，张浩愣了一下，奇怪，给老婆买的那2身 LV 衣服呢？怎么没有？靠！不会真的退了吧？因为衣服买回来后就没见苏雨嫣穿过，甚至就连参加他爷爷的生日宴也没穿。想到这，意识到苏雨嫣肯定把衣服退了，接着掏出手机联系苏雨嫣：“老婆，我给你买的衣服呢？”“衣服？我放在衣柜里面了。”“胡说，衣柜里没有。你开我衣柜干嘛？里面都是我的私人用品。”“别打岔，衣服哪去了？是不是退了？”“没退。哦，想起来了，我送干洗店了。你一次都没穿，为什么送干洗店呢？新衣服当然先洗一次才能穿啊。你的新衣服都是直接穿吗？”张浩突然沉默了。他买新衣服都是直接穿，而且买的都是耐脏的黑颜色，都是穿7、8天才换一次。行吧，我暂且相信你。要是被我知道你退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挂了。挂断电话，张浩继续收拾衣物。另一边，正在给大宝喂奶的苏雨嫣慌了，怎么办？竟然被张浩发现了！可恶，这都第2天了，拼多多的快递怎么还不到？雨嫣，你怎么了？温柔的声音响起，开口的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妇女，也就是苏雨嫣的大姨妈夏雨梅。她正在逗2宝和3宝开心，脸上满是喜爱。苏雨嫣含笑道：“没事儿，大姨妈，没事儿就好。你这3个宝宝太可爱了。”说着，用手在2宝的小鼻子上划了一下，逗得2宝咯咯直笑。夏雨梅也跟着笑了起来。然而下一刻，神色变得无奈：“雨嫣，你妈也真是的，知道你生了宝宝也不过来照顾。不用说，肯定是你爸不让她来。你爸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对自己女儿这么狠心。”大姨说话心直口快，你别介意。不过话说回来，都是一家人，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等我见了你爸，必须跟他聊聊。不管怎么说，你找了个好老公，以后不会再受苦了。夏雨梅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苏雨嫣则是安静听着，虽然脑中思绪万千，但在长辈面前并没有把想法说出来。雨嫣啊，夏雨梅又说了起来，咱们住得这么近，以后有什么事就跟大姨说，大姨肯定会帮忙的。知道了，大姨。没事的时候呢，我也常过来看看宝宝，这3个宝宝太可爱了，太招人喜欢了。话落，夏雨梅开始逗3宝，用手挠3宝的小肚肚。哥哥被逗得3宝笑了起来，小胳膊小腿胡乱摆动着。苏雨嫣嘴角微微扬起，脸上洋溢着笑容。突然感觉到大宝不吃了，换了2宝继续喂奶。几分钟后，老婆，我回来了。人未到声先至，张浩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正在给3宝喂奶的苏雨嫣往下拉了拉衣服，遮挡那片雪白。这时张浩走进卧室，见除了老婆宝宝，还有一位高贵气质的妇女，立刻笑着打招呼：“你好，大姨妈，你就是小浩吧？难怪宝宝们长得这么漂亮，原来是遗传了你的基因啊。”被称赞的张浩笑意更浓：“呵呵，大姨妈过奖了，你很有气质，长得也漂亮。哟，这小伙子真会说话，大姨喜欢。我就住在10号别墅，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没事的时候和雨嫣带着宝宝过来玩。”“好的，大姨妈。那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2口了。对了，晚上来家里一起吃个饭吧。”张浩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看向苏雨嫣，毕竟这是他的亲戚。见苏雨嫣点头，笑着答应下来：“好的，大姨妈，到时候就打扰你了。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就这样，我先走了。”夏雨梅对着苏雨嫣笑了笑，然后走了出去。张浩出于礼貌出门相送，回来后直接问苏雨嫣：“老婆，你跟我说实话，衣服到底退没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送干洗店了。好，要是你退了我再买5套。爱信不信。”苏雨嫣一副自信的样子。虽然从拼多多上买的假货跟正品的质量差距很大，如果被张浩看出来就说被洗坏了，他能有什么办法？嘻嘻，我真是太聪明了。浑然不觉的张浩来到床边，直接抱起大宝和2宝。星星、苗苗有没有想爸爸？来，爸爸带你们坐飞机。飞喽！呜叮铃铃。正当张浩和宝宝玩得不亦乐乎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掏出来一看，是刘华强的来电。老弟，咱们的新酒店用什么名字好呢？都行，你看着办吧。那不行，酒店有你70%的股份，用的都是你的秘方，你是大老板，
你来决定。我无所谓，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名字，用你的名字命名的，绝对响亮。我的名字？你不是叫张浩吗？单用一个浩字就叫日天大酒店。张浩顿时汗颜，幸亏现在没吃饭，否则非一口喷出来不可。你就不能想个正常一点的名字？还日天大酒店，你咋不日的呢？叹，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草行天下，不然也就不麻烦你了。张浩顿时无语。突然，大宝稚嫩的声音响起：“爸爸！”张浩笑着看向大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名字，有了，就叫星星大酒店。星星大酒店？刘华强皱眉思绪，下一刻面露赞叹笑意。不错，这里面有6个金字，肯定能发财。就这么定了。还是老弟有文化，肚子里的墨水就是多。奈何我连高中都没毕业，真后悔当初没多读几年书。跟你比，我就是大老粗一个，惭愧啊。张浩嘴角微微扬起，其实这个名字就是以大宝的名字命名的。突然大宝委屈地哼哼起来，接着嘴一撇，开始嚎啕大哭。先不说了，挂了。张浩连忙挂断电话，正纳闷大宝好端端的为什么哭时，突然感觉到尿不湿沉甸甸的，低头一看，原来是尿了。老婆，你哄一下大宝，我去车里拿尿不湿。宝宝不哭，让妈妈抱。张浩把大宝交给苏雨嫣，转身跑出卧室，1分钟不到又折返回来，双手抱着3个箱子，上面2个小箱子里面是宝宝的奶粉和尿不湿，还有衣服。见苏雨嫣正在给大宝擦屁屁，拿出一个尿不湿递了过去。苏雨嫣微微叹息，知道张浩心里有芥蒂，不好意思给女儿换尿不湿，可宝宝刚7个多月而已，有什么好介意的？你是宝宝的亲爸，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是我不在，你就不给宝宝换尿不湿了吗？张浩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虽然的确是亲生女儿，可在换尿不湿时总感觉怪怪的，所以只要苏雨嫣或保姆在的时候，都不会给宝宝换尿不湿，就算是换也闭着眼。思绪中直接从口袋拿出一个方形盒子，老婆，送你的礼物。礼物？正在换尿不湿的苏雨嫣侧头看来，看到方形盒子，知道里面是什么，肯定是那个价值12万手镯。我不什么不，一个手镯而已，拿着。张浩直接硬塞到苏雨嫣怀里，而且在说话的时候有种很硬气的感觉，这种自信正是来源于金钱。有钱的感觉，爽欣慰之际，看到身边的箱子，开始整理起来。先整理宝宝的奶粉、尿不湿和衣服，然后是苏雨嫣的衣物。别动！突然，苏雨嫣急切的声音响起。怎么了？张浩立刻停止了动作。此时，他的手里拿着一条丝袜，被苏雨嫣一把夺了过去。你怎么把我的衣服都拿过来了？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收拾了。你用手拿的？当然，难道还用脚吗？这又不烫手。你……苏雨嫣面红耳赤，因为箱子里面除了衣服还有内衣。张浩用手摸了自己的内衣，那岂不是……想到这，苏雨嫣的脸更红色了。以后我的衣服你别动。话落，连忙收拾自己的衣物。张浩微眯双眼，一副低落的样子，看来跟老婆的感情还是不够深，就连拿他的衣服他都不好意思。不行，必须想办法继续加深。叮铃铃，苏雨嫣放在床上的手机响了。当他循声看去，见张浩拿起手机。谁的电话？你妈的！苏雨嫣秀眉微蹙，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给我吧。苏雨嫣从接过手机接听电话。叮铃铃，就在这时，张浩的手机也响了。从口袋掏出来一看，是赵勇的来电。浩子，我们到你小区门口了，快出来接驾。我去。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哪？当然是上次喝酒嫂子说的。找我干啥？当然是看宝宝，难道还看你啊？话落，传来大壮的奸笑声。嘿嘿，我是来看嫂子的。张浩，滚！老子搬家了。搬家？搬哪了？1号公馆。不知道，你发个位置吧，我们过去找你。行。挂断电话，张浩在群里发了个定位。下一刻，群里热闹起来。赵勇，卧槽，你搬别墅去了？真的假的？大壮，浩哥，你这定位是瞎弄的吧？少华，浩哥，我们没骗你，真的在你小区门口呢，不信我给你拍张照片。接着，少华拍了张小区门口的照片发到群里。张浩没有说话，也拍了张别墅的照片发到群里。赵勇，卧槽，你真的住别墅了？大壮，浩哥，你爸妈回来了。张浩，别废话，来就赶紧过来。赵勇，好，我们这就过去。张浩，说实话，怎么突然想起找我了？有事儿？赵勇，不是说了吗？去看看3只小耗子。大壮，吃饭那次不算，这次是正式的。少华，浩哥，太羡慕你了，你都当爸爸了，可我们连女朋友都没有。张浩笑了笑，你们要努力，我的孩子都会粘人了，你们的孩子只会粘手。靠！张浩把手机放在一边，见苏雨嫣挂断电话，笑着问：咱妈打电话干什么？苏雨嫣神色微动，
没事儿，我妈说多跟大姨来往。哦，你大姨是做什么？看上去很有钱啊。在见到苏雨嫣的大姨时，注意到她脖子上戴着一个翡翠吊坠，凭借鉴宝技能，一眼看出是帝王绿玻璃种的，价值至少50-60万。能把一辆豪车戴在脖子上的人，肯定是有钱的主。我大姨家是开酒店的，就是香格里拉大酒店，那是我大姨夫的。难怪。张浩笑着点了点头。香格里拉大酒店是个5星级酒店，论档次的话，在海城绝对排得上前10。这时，苏雨嫣问道：“你刚才跟谁聊天？有人要来吗？还说粘手上，说什么呢？”张浩表情僵了一下，笑道：“没什么，是我那几个室友，他们说要来看看宝宝。”哦，这都下午了，他们在这吃晚饭吗？应该不吧，要是在的话，你就陪他们，我带着宝宝们去大姨家。没事儿，不用管那几个二货，晚上咱们一起去大姨家。行。苏雨嫣微微颔首，陪宝宝玩耍起来。叮铃铃，过了一会，张浩的手机响了，本以为是赵勇的来电，可掏出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喂，你好，是张先生吗？我是，你谁？我是京东快递的，在你家门口等了半天，没人开门。抱歉，我下午刚搬家，你帮我签收了吧，直接放门口就行。不行，万一丢了怎么办？没事儿，又不是贵重物品，只是一些尿不湿和婴儿服而已。那也不行，你搬哪了？我给你送过去。这多麻烦。不麻烦，我们京东快递的服务业内第一。好吧，我在1号公馆，5分钟到。张浩笑了笑，不愧是京东快递，就是牛。叮铃铃，手机又响了起来，这次是赵勇打来的。浩子，保安小姐姐不让我们进去，你出来一下。保安小姐姐？张浩愣了一下，记得以前保安是只生6颗牙的老大爷，什么时候换成小姐姐了？行，我这就过去。担心赵勇他们等不及，连忙走出家门。果然，来到门口一看，果然有个穿保安服的小姐姐。至于赵勇3人都被拒门外，每人手里拿着礼物。赵勇扛着一辆奔驰大 G， 是那种儿童玩具电动车。大壮抱着一个1米高的布娃娃，少华拿的是半米高奥特曼。张浩笑着来到保安小姐姐身，美女，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让他们进来吧。可以，先让他们登记信息。好，登记完信息，赵勇他们总算进来了。看着一栋栋大别墅，脸上满是羡慕。看我什么时候也能买得起大别墅啊？这时，赵勇问道：“耗子，你爸妈是不是回来了？要不然你怎么能住大别墅？”张浩简单应了一声，没做太多解释。大壮加快脚步来到张浩身旁：“浩哥，我看上那个保安小姐姐了，你能不能弄到她的微信？”靠，你不是刚失恋吗？那个不算，这次我是真心的。算了吧，你玩不起。大壮一时间无言以对，虽然有些失落，但想想也是，小姐姐接触的都是大富豪，怎会看上自己这个小屌丝？很快，几个人来到别墅里面，苏雨嫣推着3个萌宝在客厅等待，看到赵勇他们进来，笑着打招呼：“你们来。”他本想说来就来吧，怎么还买礼物？可刚说出3个字，就被惊讶的声音打断：“我靠，耗子，你这哪是家啊，简直就是皇宫！咱们宿舍跟这一比，那就是猪圈。浩哥，装修肯定花不少钱吧？”刚走进客厅，赵勇3人纷纷发出惊呼，他们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满脸惊奇之色。张浩笑道：“你们是来看宝宝的，还是来看房子的？”也是啊。反应过来的3人立刻朝着苏雨嫣和宝宝走去。嫂子好，看这3个萌宝太可爱了，老夫的少女心都被萌化了。都说女儿长得像爸爸，以前我还不信，现在信了。嫂子，我能抱抱宝宝吗？苏雨嫣含笑道：“当然可以。”爷，太好了。接着，赵勇、大壮、少华分别抱起一个宝宝，开始玩耍起来。3个萌宝也不认生，被逗得发出咯咯的笑声。一时间，房间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没过一会儿，大壮放下手里的2宝，笑着来到张浩身前：“浩哥，你出来一下，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呗，又没外人。”不，还是出来一下吧。话落，大壮直接走了出去。张浩有些疑惑，大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腼腆了？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莫非是借钱？思绪中朝着门口走去，来到外面直接问：“说吧，借多少？我给你转过去。”什么借多少？你不是想借钱吗？开玩笑，我用得着借钱？花呗还有6000额度呢。那你把我叫出来干什么？我想跟你一起直播卖货。就这？那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我这不是担心嫂子有意见吗？所以先跟你商量一下。开玩笑，我是一家之主，他能有什么意见？不愧是浩哥，就是牛。回头给你打电话。好咧。说完，2人朝着门口走去。就在这时，张浩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那个京东快递员的电话。张先生，我到1号公馆门口了，保安小姐姐不让进，可以把快递放保安亭吗？可以，麻烦你了。应该的，别忘了给个好评，必须5星好评。很快1个小时过去，
时间到了下午5点，此时的赵勇三人还在跟宝宝们玩得不亦乐乎。赵勇把大宝放在玩具车上，用遥控控制玩具车在客厅里缓慢行驶。高兴的大宝用小手拍打方向盘，大壮用布娃娃逗二宝，逗得二宝咯咯直笑。少华用奥特曼逗三宝，奥特曼后背有个开关，打开后奥特曼的双眼闪烁彩灯，同时还响起一首歌。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虽然这一幕很温馨，但张浩却要打断了，因为天快黑了，接下来要去苏雨嫣的大姨家做客。当然并没有一丁点瞧不起3个兄弟的意思，毕竟因为已经答应了苏雨嫣的大姨妈要去做客的。哥几个，时间不早了，你们是不是该回去了？一听这话，赵勇三人立刻看向张浩。浩子，我们想着晚上一起出去吃饭呢。是啊，叫上嫂子带着宝宝们一起。今天我们请客，去哪吃听你和嫂子的。张浩直接说明原因，要不改天吧，中午答应苏雨嫣的大姨妈要去她家做客。了解情况后，赵勇三人立刻答应下来，毕竟兄弟什么时候聚会都行，相比之下走亲访友更重要。行，那就改天。那我们先走了，改天打电话。嫂子再见，宝宝们再见。打过招呼后，赵勇三人都走了。苏雨嫣笑着来到张浩身旁，没想到你这3位朋友这么通情达理，说走就走，没有一点怨言。老婆，这不叫通情达理，而是兄弟情谊。好吧，是我肤浅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大姨家。等等，我先出去一下。出去干什么？苏雨嫣面露疑惑之色。当然是去买礼物，总不能空着手去吧。一听这话，苏雨嫣顿时恍然，不得不说还是张浩考虑的周全，尤其是在人情世故方面他做得非常好。老婆，你大姨和大姨夫有什么兴趣爱好？不知道，以前很少有来往。行，那我看着买吧。张浩向外面走去，苏雨嫣连忙提醒，少花钱，礼物不用买太贵重的。知道了，老婆。10分钟后，张浩回来了，手里拎着2个袋子。苏雨嫣连忙问，买的什么礼物？首饰和茶叶。花了多少钱？没多少钱。哦，那咱们走吧。苏雨嫣推着3个萌宝向门口走去，张浩紧随其后。可刚走出门口，突然停住了。哎呀，刚才光想着买礼物，忘了快递还在保安亭呢，回来再拿吧，又不远。行。接着一家5口走出家门，因为是下午，下班的和放学的都从外面回来了。几位老大爷聚在路边的亭子里，有的在下棋，有的拉二胡，很多大妈们提着菜篮子出来卖菜。当他们看到3个萌宝，纷纷发出惊呼：天哪，竟然是3胞胎，以前怎么没见过？刚搬进来的吗？我活了8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3胞胎，真是小刀划屁股开眼了，太可爱了，就跟3个洋娃娃似的。宝爸长得帅，宝妈长得漂亮，也只有他们才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宝宝吧。但只可惜不认识，要不然飞过去抱抱宝宝不可。没事儿，既然他们住这，还怕以后没机会。听到议论声，张浩面露笑意。老婆，没想到宝宝这么讨人喜欢，刚搬来第1天就出名了，我住了好几年都没人记得我。苏雨嫣笑着点头，然而下一刻她突然愣住了。你以前在这住过？就是咱们现在住的地方。真的假的？那你怎么不告诉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苏雨嫣欲言又止，想了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有些惊讶而已，便不再深究。很快一家5口来到了10号别墅，相比之下，这栋别墅要比张浩的更大更豪华。叮咚，苏雨嫣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夏雨梅，她满脸灿烂笑意。你们总算来了，快进来。宝宝们，看到姥姥开不开心呀？夏雨梅连忙从苏雨嫣手里接过婴儿车，看到3个萌宝，心里欢喜的不行，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张浩笑着拿出礼物，大姨妈，这是送您的礼物，不知道您喜不喜欢？来就来吧，还送什么礼物？大姨不能要，初次拜访，晚辈的一点心意而已，您就收下吧。好吧，你太客气了。夏雨梅脸上笑开了花，对张浩非常满意。可就在看到包装盒上面的一串英文字母时，露出诧异的表情。Teskai 塔斯奇，小张，这里面不会是珍珠项链吧？大姨妈您怎么知道？我有几条这个牌子的珍珠项链，最便宜的也要5、6万，这礼物太贵重了，你还是拿回去吧。5、6万。得知价格的苏雨嫣秀眉微蹙，但很快表情恢复正常。张浩笑道，大姨妈，这是第1次送您礼物，您就收下吧，况且也不算太贵。行吧，让你破费了。张浩笑了笑，因为没有看到大姨夫，就把茶叶放在了茶几旁边。然而就在这时，余光一道身影走了过来，定睛一看，不是大姨夫，而是个小姐姐。小姐姐留着披肩发，上身白色 T 恤，下身小短裙，皮肤白皙，五官精致，是那种纯欲系的小美女。这时苏雨嫣的声音响起，表姐，好久不见。张浩顿时释然，原来小姐姐是苏雨嫣的表姐，也就是夏雨梅的女儿。表妹，好久不见，你比以前更漂亮了。女孩笑着打招呼。当她的目光落在3个萌宝身上时，突然面露惊容。表妹，这就是你的3个宝宝吗？太可爱了。
女孩连忙地跑到婴儿车面前，美眸中迸射出惊奇的光芒。天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宝宝？圆滚滚的小脑袋，肉嘟嘟的小脸，漆黑的大眼睛，太萌了！激动中，女孩伸手朝着大宝摸去，啪！清脆声响起，夏雨梅一巴掌把女儿的手打开。你洗手了吗？就摸宝宝？宝宝们这么小，摸坏了怎么办？你手上都是细菌，万一让宝宝生病了怎么办？听到母亲训斥，女孩直接翻了一个白眼。哼，宝宝们这么可爱，我抱一下怎么了？可爱也是人家雨嫣的，想抱你自己生去。你什么你？都快30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还整天挑三拣四的，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我看你就继续做吧，等以后没人要，看你咋办。我这辈子是抱不上外孙了，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多生几个孩子，一个指望不上，还能指望另一个。女孩秀眉微蹙，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可恶的老妈，当着表妹的面瞒太自己不要面子的吗？外面那么多30好几没结婚的，你怎么不去说他们？哼！闻到战火味的苏雨嫣连忙开口：“没事的，大姨妈，宝宝们7月多了，没那么娇弱。表姐你抱吧，宝宝一点也不认生，而且很喜欢被别人抱呢。”女孩立刻面露笑意，一副嘚瑟的样子。听到了吧，宝宝可以抱，一天天瞎操心。来，宝宝，姨姨抱。女孩伸手抱起大宝，开始举高高。高兴的大宝发出咯咯的笑声，而此时的夏雨梅却是摇头叹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苏雨嫣见状，连忙转移话题：“对了，大姨怎么不见我大姨夫？他在酒店吗？”“我跟他说你晚上过来，他正往回走呢，按说也该到家了。”话音刚落，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婆子，我回来了。”“哟，这不是雨嫣吗？得有2年不见了吧？”“我的天，这3个娃娃都是你的吗？你太能生了！”听到声音，苏雨嫣侧头看去，张浩也把头扭了过去。突然，那声音变得惊讶：“张浩，你怎么在我家？”张浩满脸问号。虽然知道门口这个5大3粗的男人是苏雨嫣的大姨夫，可自己并不认识他。以前去过几次香格里拉酒店，也没见过他。毕竟他是酒店老板，见了肯定不会忘。可他怎么知道自己？莫非是自己太帅了？大姨夫，您回来了。苏雨嫣笑着打声招呼。张浩出于礼貌也说了句：“大姨夫好。”大姨夫，无人要微微错愕，随即笑了起来。哦，你是雨嫣的老公？我的天，这也太巧了吧！是挺巧的。张浩笑得有些尴尬，这种别人认出自己，自己却不认识别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尴尬了。无人要见张浩不自然的表情，知道他在想什么。小张，你肯定没见过我，但我认识你爸，虽然在酒店见过你几次，但当时没打招呼。哦，我说呢，感觉你有些面熟。哈哈，没想到你娶了我外甥女，而且还生了3胞胎，不愧是张朝阳的儿子。说完，无人要突然想到一件事。对了，你们还没有结婚吧？没有，我和雨嫣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那没事，都有孩子了还不结婚？我跟你大姨就是先上车后买票，结婚的时候你大姨挺着肚子，住嘴。不悦的声音响起。夏雨梅皱眉道：“你的嘴漏风吗？什么都往外说。”嘿嘿。无人要笑着摇头。夏雨梅瞪了他一眼，然后笑着看向苏雨嫣：“雨嫣，告诉大姨晚上想吃什么，吃什么都行。”话落，大姨夫的声音响起：“咱们直接去酒店吧，我已经安排好包厢了。”此话一出，立刻遭到夏雨梅的反对。不行，酒店的饭菜再好吃也没家里的好吃。再说了，带着宝宝们多不方便。也是啊，既然小张和雨嫣来了，今天我下厨。一听这话，苏雨嫣的表姐吴雅静顿时无比高兴。爷，太好了，我都半个月没吃过老爸做的饭了，我要是红烧肉。无人要怒眼一瞪：“吃屎去吧你！一天天在家闲着，啥也不干，都快30的人了，也不说找男朋友。你看看人家雨嫣，都3个孩子的妈妈了，再看看你，整天跟个小孩似的，就是养只狗都比你强。”吴雅静委屈的双眼泛红，先是被老妈埋汰一顿，现在又被老爸数落，关键还是当着表妹的面，气得她顿时有种想要离家出走的冲动。哼，我不吃了。说罢，直接转身离开。吴人要怒声道：“回来，干什么？跟我去厨房帮忙。”不去。你再说一遍。我见老爸就要解开裤腰带，吴雅静乖乖地走进厨房，因为她并不缺乏七匹狼的关爱。此时的张浩眉头微皱，身为客人，看到这种情况，有种深深的负罪感。于是他客套地说了句：“大姨夫，我来给你帮忙吧。”“不用，你是客人，还能让你动手，歇着就行。”话落，转身走进厨房。夏雨梅连忙招呼起来：“别站着了，都坐下吧，陪大姨聊会天。”张浩和苏雨嫣坐在沙发上，夏雨梅推着婴儿车也坐了下来。“小张啊，大姨跟你说个事儿呗。”“您说。”“你的朋友有没有单身的？给你表姐介绍介绍。”这个张浩有些为难，这种当月老牵红绳的事从来没有做过，成不成两说，万一闹别扭的话，肯定会埋怨自己的。这时夏雨梅又开口了：“小张，大
大姨觉得你人很好，所以才让你帮忙，别人我还不找呢。行吧，表姐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只要为人老实本分就行。老实本分。听到这4个字，张浩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少华，他就是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3个舍友里面就属他最老实了。大姨，我有个朋友，他为人非常老实，就是家境普通。没事儿，家境无所谓，人实在就行。行，那表姐多大了？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我能相中就行。张浩有些汗颜，他算是明白了，这不是表姐找男朋友，而是大姨找女婿，典型的妈替女儿做主。要是表姐不喜欢，肯定会记恨自己的。大姨，要不这样吧，先让他们2个加微信聊聊，聊得来再见面。不用，听你大姨的就行。那好吧，虽然不想得罪这个表姐，但张浩还是答应下来。开玩笑，要是能成的话，少华可就变成金龟婿了，娶个豪门千金，够他少奋斗30年的。不对，他这辈子都不用奋斗了，这是多少男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啊！为了成全兄弟，牺牲自己又何妨？思绪中听到大姨妈跟苏雨嫣唠起了家常，从口袋掏出手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少华。既然是好消息，当然要一起分享。张浩打开了4大天王聊天群。少华，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消息发出去后，却迟迟没有回应。张浩眉头微皱，不用说，他们3个指不定在哪把酒言欢呢。啊！突然一声惨叫从厨房传来。怎么了？夏雨梅朝着厨房大声问了一句。我把手烫到了。吴雅静的声音响起。夏雨梅连忙起身朝着厨房走去。张浩也立刻跟了过去。来到厨房一看，只见吴仁耀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的手背，表情有些痛苦，而吴雅静则是不知所谓的站在一旁。苏玉梅抱怨道，亏你干了几十年的厨师，这点事儿都干不好，我这不是1年多没做过饭了吗？颠勺是一个不小心，烧热的油溅到手上了。叹，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过来吧，我给你上点药。那我等会再做饭，不行的话就叫人从酒店送几个菜过来。吴仁耀捂着手走出厨房，跟着夏雨梅上药去了。张浩直接走进厨房，扫了一眼橱柜上的食材，挽起袖子开干。吴雅静愣了一下，问道，表弟，你还会做饭？会一点点。那就麻烦你了，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陪宝宝们玩去吧。好，有事叫我。吴雅静迫不及待地走出厨房。10几分钟后，吴仁耀先训了女儿一顿，然后连忙来到厨房，可走近一看，突然愣住了。真香！闻到厨房中弥漫的香味儿，看到张浩炒菜时娴熟的动作，吴仁耀脸上满是惊讶。小张，没想到你竟然还会炒菜，家常菜而已。大姨夫您的手没事吧？没事儿，我还想着让人从酒店送几个菜过来呢。既然你都炒上了，那就麻烦你了。大姨夫您太客气了。吴仁耀没有说话，笑得双眼眯成了一条缝，看着张浩的侧影，眼中满是赞赏。毕竟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会做饭的，要么点外卖，要么下馆子，可谓十指不沾阳春水。就算自己做饭，顶多是煮个面条而已。像张浩这种会做饭的男生，恐怕100个人里面都找不出一个。半个小时后，鸡汤来了，吴仁耀把最后一道菜端上饭桌。夏雨梅笑着问，小张呢？怎么还不过来？他正在煮宝宝们喝的粥。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小张真是个贴心的好爸爸。雨嫣，你老公真不错，以后就跟着享福吧。听到大姨妈称赞，苏雨嫣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的确，张浩是个非常称职的爸爸，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无论是参加爷爷的生日宴，还是来大姨妈家做客，都获得很好的认可。而且他对自己和宝宝做出了很大的付出。可反观自己，貌似除了生了3个萌宝，也没有值得赞赏的地方了。想到这，不免有些惭愧，甚至突然有种配不上张浩的想法。这时，张浩从厨房走了出来，端着3碗蔬菜小米粥。夏雨梅见状，连忙起身迎接。我来吧，小张，你快坐下。谢了大姨妈，都一家人，客气啥？张浩笑了笑，坐在苏雨嫣身边。吴仁耀扫视众人，笑着站了起来。可吃饭之前我先讲2句啊。今天是咱们第1次家庭聚餐，是个美好的开端。这顿饭象征着咱们一家人和气美满。团团话未说完，直接被夏雨梅打断。行了行了，你就别整酒桌上那一套了。小张和雨嫣又不是外人。嘿嘿，吴仁耀笑道，因为经常主持饭局，已经习惯了。那行，大家吃好喝好。话落，众人纷纷动筷子。吴雅晶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红烧肉，她早就惦记这一口了。然而刚放进嘴里，突然面露惊讶之色。爸，没想到您的厨艺又提升了，这红烧肉做得太好吃了。红烧肉不是我做的，是小张做的。真的吗？比你做的好吃多了。瞎说，老爸可是干了30多年的厨师，他能有我做的好吃？我尝尝。吴仁耀非常不幸地夹起一块红烧肉，可放进嘴里嚼了一下，突然愣住了。他感觉到心里的小宇宙瞬间爆发了，浓郁的肉香刺激着他的味蕾。天哪，这红烧肉太好吃了，香而不腻，入口即化，简直就是红烧肉中的极品。这绝对是我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说完，一副享受的表情细细品尝起来。夏雨梅直接投去一个鄙夷的眼神。真是的，在孩子们的面这么失态，不就是红烧肉吗？就跟没吃过似的。思绪中，他也吃了一块红烧肉。突然，他面露惊奇之色。妈呀，这也太好吃了吧！看不出来啊，小张，你的厨艺竟然这么棒。被称赞的张浩笑了起来。虽然自己做的红烧肉的确很好吃，却没想到大姨夫一家人的反应这么夸张。老婆，你也尝尝。张浩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苏雨嫣碗里。等会儿吧，我先喂宝宝。张浩笑着点头，也开始动筷子吃了起来。就在这时，吴仁耀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把张浩做的每道菜尝了一个遍。尝完后，面露惊容。怎么可能？每道菜做的都这么好吃？不但比自己做的好吃，甚至比酒店大厨做的更好吃。要是让张浩去酒店当大厨，肯定每天都爆满。小张，你去我酒店当大厨吧，每个月给你开5万。激动中，吴仁耀的想法直接脱口而出。可说完后，他就知道错了，因为老婆子说张浩也住这片别墅区，能花几千万买别墅的人岂是打工人？别说5万了，恐怕开50万他也不乐意去。张浩委婉拒绝，抱歉大姨夫，我还得照顾宝宝，没时间工作。吴仁耀点了点头。虽然被拒绝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赚钱的想法。小张，你在哪学的厨艺？方便透露一下吗？我没有学过。不可能，要是没学过，炒的菜怎么这么好吃？因为我有祖传秘方。张浩直接实话实说，毕竟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说出来也无妨。祖传秘方？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那你能把秘方告诉我吗？不好意思，不能。我买，不卖。为什么？吴仁耀愣了一下，然后皱起了眉头。张浩直接把跟刘华强合伙开饭店的事说了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吴仁耀点了点头，思绪片刻，继续道：小张，我能让你赚更多的钱。你跟我合作，你只需提供秘方，我给你香格里拉酒店10%的股份。我的酒店价值6个多亿，10%也就是6000多万，顶得上刘华强2个酒店了。而且我的人脉跟刘华强更广，只要你答应，我保证让你1年挣1个亿。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心动？话落，非常自信地看着张浩，1年挣1个亿，相信他没有理由拒绝。可张浩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抱歉大姨夫，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为什么？你没有理由拒绝。因为我的原则不允许我这样做。原则？吴仁耀就像是听到一个笑话似的笑了起来。小张啊，你还是太年轻，在金钱面前，原则一文不值。挣钱才是王道，只有挣更多的钱，才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你现在住别墅，老婆孩子热炕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人要有上进心，谁会嫌自己的钱多呢？话落，见张浩笑着摇头，心里非常无奈。可就在这时，一件事突然在吴仁耀脑海出现。嘿嘿，有了。小张，你知道你爸妈在哪吗？什么？听到询问，张浩愣了一下，见吴仁耀笑得有些奇怪，皱眉问：你知道他们在哪？不，我怎么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家里欠着巨额债务，你应该想办法挣钱。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何不大力的把握它？张浩眉头微皱，并不是犹豫答不答应，而是突然想起了爸妈，自己有老婆孩子陪着，享用美味佳肴，却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爸妈吃的怎么样？睡的是什么地方？每天都在做些什么？等等，这些他都不知道。思绪至此，总会有一股伤感之意涌上心头。就在这时，夏雨梅责怪的声音响起，她怒视吴仁耀：你这糟老头子会不会说话？小张不愿意就算了，一个劲儿的啰嗦。小张，别搭理你大姨夫，他这人脑子有病。张浩笑了笑：没事儿，大姨妈，我在想别的事情。别想了，先吃饭，菜都快凉了。40分钟后，晚餐结束，张浩炒的菜都吃光了，吃的连渣都没剩，而吴仁耀炒的菜只被吃了几口，而且还是张浩和苏雨嫣吃的。就在苏雨嫣准备帮忙收拾餐具时，却发现宝宝困了。大宝打着哈欠，二宝迷瞪着双眼，活泼的三宝也蔫了。大姨，我们回去啊？还早呢，再玩会儿呗。不了，宝宝们都困了。那你们赶紧回去吧，毕竟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时间。对了，让你大姨夫开车送你们回去吧，别再让宝宝着凉感冒了。没事，走2步就到家了。那行，以后常来玩。好的，大姨妈。寒暄告别后，苏雨嫣推着宝宝走了出去，张浩紧随其后。因为是晚上，吹起了凉爽的微风，苏雨嫣立刻把婴儿车的罩子罩上，以免宝宝着凉。接着，幽怨的眼神看向张浩：好啊，你才见面几天就开始骗我了。张浩不禁一怔：我怎么骗你了？你说礼物没多少钱，竟然好几万，都够给宝宝买多少奶粉和尿不湿了。你大姨家这么有钱，便宜的也拿不出手啊。强词夺理，那盒茶叶肯定也不便宜吧？呵呵，钱是攒出来的，不能有了钱就大手大脚，要为以后考虑。
知道了，老婆。其实张浩也不想花钱，因为过苦日子，知道没钱是什么滋味。没钱的时候买烟都舍不得买中华，而是13块的红利群。虽然现在有钱了，但还抽红利群。一个是好戏，再一个就是铭记没钱时的艰苦生活。突然，张浩想到了一件事：老婆，你慢慢走，我先去拿快递。去吧。张浩立刻加快了脚步，走出10米远，从口袋拿出一支烟点燃。苏雨嫣见状微眯双眼，内心有些感动。虽然知道张浩吸烟，但别说当着自己的面，就连在客厅也没见他吸过。因为2手烟的危害很大，但是1手烟的危害更大。吸烟有害健康，必须想办法让他把烟戒了。苏雨嫣的眼神无比坚定。很快，张浩来到保安亭，看到保安亭里面的小姐姐，不免有些疑惑。按说保安都是男的，可这里的保安竟然是女的，而且还是姿色不错的小姐姐。莫非她的功夫很厉害？思绪中站在保安亭的窗户前。你好，拿一下快递。正在低头玩手机的保安小姐姐一看是张浩，立刻露出迷人的笑容。帅哥，你叫什么名字？问这个干什么？我这有很多快递，你告诉我名字才能帮你找呀。哦，张浩，工厂张，日天浩。张浩，这个名字真霸气。小姐姐面露笑意，然后弯腰找快递。找到了，给。谢了。张浩接过快递，转身就走，可刚迈开步子，却被保安小姐姐叫住了。等一下。怎么了？咱们加个微信吧。加微信干什么？一般快递都会放我这，以后要是有你的快递，我跟你说一声，送货上门也可以。不用，我自己过来拿就行。那也加一下吧，以后你朋友来的话，方便跟你联系。就在张浩准备拒绝时，一个不悦的声音传来：老公，你拿快递了吗？张浩立刻循声看去，只见苏雨嫣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不知是灯光照射的原因，还是她在生气，表情有些恐怖。拿了，那还不回家？在那站着干什么呢？这就回去。张浩朝着苏雨嫣走去，接着张浩和苏雨嫣肩并肩推着婴儿车走向不远处的别墅。此时的保安小姐姐满脸幽怨，她本想加张浩的微信，可最后没加成。毕竟这种高富帅男人，哪个女孩子不心动啊？要是成了，就从保安室搬进大别墅了。思绪中看着夜色下一栋栋大别墅，保安小姐姐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住进大别墅。老婆，你生气了？张浩走着走着问了一句，因为他察觉到苏雨嫣神色不正常，阴着脸冷的就跟冰山似的。没有。那你就是吃醋了。我犯得着吗？老婆，你别多想，我只是取个快递而已。虽然女保安想加我微信，但我怎么可能同意呢？你想加就加呗。苏雨嫣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虽然没说吃醋，但语气中满满的都是醋意。张浩无奈地笑了笑，老婆，我发誓，我骗你不是人，我的心里只住着一个人，那就是你。对了，还有3个宝贝女儿呢，你住左心房，大宝住右心房，二宝住左心室，三宝住右心室。噗嗤，苏雨嫣被逗得笑了一下，但紧接着脸色晴转多云。张浩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总算哄老婆开心了。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起来，张浩掏出来一看，是刘华强打来的电话。奇怪，这么晚打电话干什么？疑惑中接听电话，打开免提。兄弟，无人要是你大姨夫？你怎么知他给你打电话了？张浩突然明白了，不用说，肯定是无人要想让刘华强放弃跟自己合作。吴老板让我放弃跟你合作，而且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什么条件？3000万，你答应了？我没事儿，答应就答应吧，能理解。我没答应。那你怎么吞吞吐吐的？我是担心你不跟我合作。如果我没猜错，吴老板给你开的条件更诱人吧？香格里拉10%的股份。卧槽，真的假的？爱信不信。那你怎么没同意呢？脑子被驴踢了？擦！张浩顿时一脸黑线。他没想到刘华强会说这种话。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答应？我刚从他家出来，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别，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弟，我555，我擦，你哭了？没有，我太感动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我刘华强发誓，这辈子认定你这个兄弟了。张浩欲言又止，这句话弄得都不知道说啥了。行了，你别肉麻了，接下来好好弄酒店，争取超过香格里拉。放心吧，老弟。有你的秘方绝对没问题。那就这样，挂了。一旁的苏雨嫣一副略有所思的样子。张浩的话他听在耳中，而且也明白他的意思。但让他疑惑的是，明明跟大姨夫合作更有前途，却偏偏选择刘华强。虽然搞不懂张浩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并没有过问，因为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不要参与，只需在他后背默默的支持就行了。回到家，苏雨嫣推着宝宝走进卧室，张浩坐在沙发上拆开快递，里面是2件商品，一件是尿不湿，一件是婴儿连体裤。接着张浩打开直播，刚开播就有很多人进入直播间。沙雕主播
这次卖什么商品？还是女士内衣吗？3个萌宝呢？我是来看宝宝的。嘿嘿，我是来看嫂子的。张浩直接无视一些污秽之言，笑着打招呼。大家晚上好，请稍等10分钟，等直播间人多了，咱们开始介绍商品。搜至10分钟过去了，直播间已经2万多人了。张浩拿起尿不湿介绍起来。今天的商品是尿不湿，这款尿不湿超薄透气，材料柔润，不会出现红屁屁的情况，而且防侧漏，吸水效果特别好，还带显示条呢。各种型号齐全，适合不同年龄的宝宝。喜欢的话，从小黄车选购即可。话落，看到有人提问，主播，我360个月了，穿什么型号合适呢？张浩，大哥，推荐你买成人尿不湿。主播，我工作特别忙，忙得没时间上厕所，穿上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尽情释放了？张浩，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主播，我可以买来送女朋友当生日礼物吗？张浩，可以，只要你想变回单身狗就送。主播，新生儿可以用吗？张浩，建议少用，因为新生儿的皮肤娇嫩，容易长痱子。主播，这款尿不湿有异味吗？张浩，没有，气味非常清新。很快半个小时过去，对于观众们的提问，张浩一一回答。可正准备介绍第2件商品时，屏幕上方连续出现微信新消息提示。定睛一看，是4大天王群里面的消息。张浩没有理会，开始介绍第2件商品。搜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张浩下了播，点开4大天王微信群。少华，浩哥，我现在还年轻，应该以学业为主，暂时不考虑谈恋爱。大壮，浩哥，是不是保安小姐姐？赵勇，耗子，难道你忘了我也是单身吗？大壮，我是咱们宿舍的颜值担当，我先来。赵勇，你可拉倒吧，耗子比你帅多了，当然跟我比稍微逊色一些。大壮，远浩哥，你怎么不说话？浩哥，你睡了吗？浩哥，快把小姐姐的微信给我发过来啊！张浩嘴角微动，开始打字回复。我跟少华介绍对象，你俩别瞎掺和。少华，那个女的是我老婆的表姐，虽然快30了，但长得很漂亮，属于那种清纯型的美女。重点是她家有钱，她爸是香格里拉的老板，也在1号公馆住着。正所谓女大3抱金砖，要是成了，那可不是3块金砖，而是3吨。消息刚发出去，群里突然炸开了锅。大壮，卧槽，千金大小姐啊！浩哥，你给我介绍介绍呗，要是以后成了，我送你1辆奔驰。赵勇，耗子，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求过你，今天就求你一次，把微信号给我，我先聊聊。大壮，闭嘴，到时候也送你1辆奔驰。赵勇，我送你1辆宾利。张浩眉头微皱，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们2个必刚，人家说了要找那种老实本分的，你俩老实吗？大壮，只要能成，让我装傻子都行。张浩，你要是再啰嗦，老子把你踢出去。少华，干啥呢？也不说话。少华，浩哥，我还是想以学业为主，等毕业后我还想考研呢。张浩顿时汗颜，不得不说少华真的太实在了。少华，你想想，要是这门亲事成了，你这辈子都不用奋斗了。你考研的目的不就是想出人头地吗？只要能成，岂不是一步登天？少华，浩哥你说的对，但我感觉配不上人家，不同世界的人根本走不到一起，还是算了吧。张浩，你别这样想，凡事都不是绝对的，万一能成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少华，先不说了，浩哥，刚才喝了2瓶啤酒，现在头还晕呢，睡觉啊。张浩，行吧，明天再说。大壮、赵勇，你们给少华做思想工作。发出消息后，直接退出群聊。接着打开快手后台一看，发现这次直播的成交额竟然足有12万多，50%的提成，也就是6万多，而且还不算收到的礼物。欣慰中想要跟苏雨嫣分享喜悦，可就在这时，却发现已经深夜11点。算了，等明天再说吧。张浩朝着另一间卧室走去，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丁宿主，陪宝宝睡觉的任务只剩2天了哟，如果任务失败，罚款30万。张浩愣了一下，糟糕，怎么把这事儿忘了？不得不说，这系统太坑爹了。别人的系统都是奖励豪车豪宅，奖金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可自己的系统呢？完不成任务还罚钱，更过分的是还怂恿自己分期购买技能。这系统不要也罢。丁，检测到宿主不想要系统了，开启自爆模式，倒计时3、2，别，我开玩笑的。我也是开玩笑的。张浩掏出手机，给苏雨嫣发了一条微信：老婆，睡了吗？睡了。睁着眼睛睡的。你才睁眼睡，我衣服都脱了，干什么？我能跟宝宝们睡一宿吗？不能，夜里还要给宝宝喂奶呢。没事儿，我喂吧。你有吗？我有奶粉。哼，懒得理你，晚安。张浩面露无奈之色。算了，既然老婆困了，就让她睡吧，反正还有1天的时间呢，等明天再想办法。眼睛一闭一睁，1夜过去了。张浩做了一个梦，梦到跟无人要合作，赚了好多钱，
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挣了1个亿，跟苏雨嫣结婚了。可让人郁闷的是，在洞房时突然醒了，那种难受的感觉，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接下来必须努力挣钱，让美梦成真。张浩暗自发誓。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张浩愣了一下，老婆这么早过来干什么？莫非是宝宝们在哭闹？想到这，连忙下床来到门前，打开房门，一道倩丽的身影映入眼帘。你醒了，出来吃。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苏雨嫣突然红着脸跑开了。什么情况？张浩一脸疑惑。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了什么，低头一看，顿时无比尴尬。叹，都怪那个梦啊。几分钟后，张浩重新走出卧室，当走到客厅时，突然停了下来。好香啊！张浩嗅了嗅鼻子，侧头看向不远处的餐桌，桌子上竟然放着早餐：大白馒头、小米粥、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儿。瞬间，张浩心头一暖，没想到苏雨嫣竟然把早餐做好了。这是除了老妈以外第2个人给他做早餐，而且还是老婆做的，味道肯定棒极了。思绪中来到苏雨嫣卧室门前，咚咚咚，张浩轻轻地敲了3下房门。安静片刻，温柔的声音响起：请进。张浩推门而入，只见苏雨嫣坐在床边，脸色还有些羞红，而3个可爱的萌宝躺在床上睡得正香。老婆，没想到你把早餐做好了，辛苦你了。应该的。苏雨嫣的神色很不自然，一幅画面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张浩笑道：老婆，以后早餐我来做，你只需照顾宝宝就行了。刚说完，突然萌发一个想法，既然现在有钱了，还让老婆上什么班啊？在家里当全职妈妈多好，如此一来可以让宝宝们充分的享受母爱和父爱，同时也能拉近自己和苏雨嫣之间的感情，岂不是两全其美？老婆，你以后别上班了，我养你啊。不，苏雨嫣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为什么？因为我要自己挣钱，不能总花你的钱。又说这种话，你是我老婆，我的就是你的，那也不行。好吧。见苏雨嫣态度坚决，张浩也只好暂时答应下来。没想到她还是个要强的女人，不像某些女人一天天啥也不干就知道花老公的钱，而且还理直气壮的，就跟上辈子欠他似的。老婆，宝宝们还没醒，咱们去吃饭吧。你先去吧，宝宝们应该快醒了。你去吧，我看着宝宝。你去，等宝宝醒了我叫你，你给宝宝冲奶粉。那行吧。张浩不再推辞，直接答应下来。而在走出卧室之前，先把奶粉放进奶瓶，这样的话，等宝宝醒了就不用手忙脚乱了。来到餐桌前，看着老婆做好的早餐，心里非常感动。可吃了一口菜，突然皱起了眉头。真好吃，这就是爱的味道。哇！就在张浩饭吃到一半时，宝宝的哭声传来，连忙跑进卧室，发现3个宝宝都醒了。不用说，肯定是一个宝宝哭，把另外2个宝宝吵醒了。见苏雨嫣正在给宝宝们换尿不湿，立刻开始冲奶粉。不一会，喝到奶的3个萌宝安静下来，小手手抓着奶瓶，大口的吸吮着香喷喷的奶。看到这一幕，张浩满脸溺爱笑意。这3个萌宝真是越看越可爱。这时，苏雨嫣的声音响起：老公，等会你看着宝宝，我出去一下。去哪啊？去租的房子那里，找房东把房租和押金退了。我去吧。不用，我还要顺路买点东西呢。我帮你买不就行了？不行。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行。好吧。拗不过的张浩也只好答应下来，但心里有些好奇，究竟什么东西呢？很快，3个萌宝把奶喝完了，直接把奶瓶扔在一边，就跟3只小兔子似的，在床上追逐嬉戏，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张浩咧嘴笑了起来，这3个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简直就是上天派来的3个小天使。老婆，你去吃饭吧，我看着宝宝。我吃快点。没事儿，不着急。话落，见苏雨嫣走出卧室，坐在床边看着宝宝。然而没过几分钟，却见苏雨嫣回来了。张浩面露惊讶之色：老婆，这么快就吃饱了？不快，最快的时候1分钟都不到。张浩微微颔首，以前他以为照顾宝宝是件非常轻松的事，可亲身体验后却发现并不轻松，甚至可以用身心疲惫来形容。不过虽然很累，但累得开心。看着活泼可爱的宝宝，再苦再累也值得。感慨中，苏雨嫣的声音响起：老公，你在家看孩子吧，我出去一下。去吧。车钥匙呢？我开车去，还能早点回来。你还会开车？怎么，瞧不起女司机？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还会开车，钥匙在沙发上。那我走了，路上注意安全。知道了。见苏雨嫣走出卧室，张浩陪宝宝玩起了骑大马。10几分钟后，叮铃铃，正当张浩和宝宝们玩得不亦乐乎时，手机突然响了。掏出来一看，是苏雨嫣的来电。我靠，不会是撞车了吧？张浩心里咯噔一下，车坏了没事儿，别把老婆撞坏了。担忧中连忙接听电话，焦急的声音响起：老公，
我遇到了几个流氓，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一听这话，张浩顿时火冒三丈。老婆别怕，告诉我你在哪？我在租房这的胡同口。好，我马上过去，要是有危险的话你就大声喊，知道吗？他们是来找你的。找我的？先别说了，你赶紧过来一下吧，我怕。好的老婆。张浩挂断电话，既然是冲着自己来的，那就放心了，最起码不会伤害老婆。宝宝们，妈妈遇到大坏蛋了，跟爸爸去救妈妈好不好？话落，把3个萌宝放进婴儿车，连忙推着走出去。而此时的3个萌宝高兴的手舞足蹈，他们以为要出去玩，而且马上就能见到漂亮的妈妈了，一个个开心的不行。很快，张浩走出别墅，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门前，主驾驶车窗缓缓降下，一张笑脸露了出来，正是吴仁耀。他看到张浩推着3个萌宝出来，笑着问：小张，你带着宝宝出去遛弯吗？不是，有事出去一下，用不用我送你？不。就在张浩准备拒绝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车被苏雨嫣开走了，想要过去的话必须打车。想到带着宝宝打车怪不方便的，决定搭个顺风车。行，那就麻烦大姨夫了，把我们送到成华大道就行。上车吧。好。张浩先把3个萌宝放在后座，然后把婴儿车放进后备箱，坐到后面，让3个宝宝坐在腿上抱着。大姨夫，开车吧。我慢点开。吴仁耀驱车缓缓前行，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张浩，脸上笑意更浓。小张，大姨夫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您是说秘方的事吧？没错，我能不能买10个秘方？10个就行。张浩微微错愕，本以为吴仁耀劝说自己持秘方入股，没想到是买10个秘方。可别说10个，1个也不能卖啊，因为合同里面有规定，不能卖给任何人。小张啊，只要你答应，价格你来定，10万1个也可以。大姨夫，实在是抱歉，因为我签了合同，秘方不能卖给任何人。这个好说，你要是觉得为难，我给强子打电话。话落，吴仁耀拿起手机，张浩眉头微皱，因为他知道刘华强肯定也不愿意卖，可不卖的话，他就会得罪人。想到这，张浩做出一个决定：别打了，大姨夫，我送你10个秘方吧。啥？送你10个秘方？送我？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您是长辈，我怎么会骗你呢？那你给我发过来吧，就现在。行。张浩掏出手机，加了吴仁耀的微信，编辑好10个秘方发了过去。看到秘方的吴仁耀满脸激动，不错，今晚就主打这10道菜，看看效果怎么样。话落，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到后面。小张，这卡你拿着，里面有20万，回头我再给你打80万过去。不，这钱我不能要。怎么？是不是看不起你大姨夫？不是，因为合同规定不能卖，但没规定不能送。我要是把钱收了，那就等于卖了，做人不能言而无信。了解。吴仁耀笑着点头。既然张浩不要钱，那就换种方式补偿吧。这时，张浩掏出了手机，打开微信，给刘华强发了条消息：我送了吴老板10个秘方，回头扣我50万当补偿吧。读消息刚发出去，立刻收到回复：老弟，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你是大股东，决定权在你手上，别说10个20个也没问题。不得不说，还是你脑子好使，如此一来，你大姨夫就不会再纠缠了。但话说回来，只能送你大姨夫，可不能送别人了呀。张浩笑了笑，放心，就这一次。OK。几分钟后，车子停在成华大道路口。大姨夫，我到了，就停这吧。行，那我去酒店了，有事电话联系。好。张浩开门下车，从后备箱取出婴儿车，然后把3个萌宝放到里面，跟吴仁耀挥手告别后，推着婴儿车快步向前走去。3个萌宝环顾四周，用清澈的大眼睛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突然，张浩停了下来，只见不远处的路边，苏雨嫣神色不安地站在墙边，2名男子站在她身前，脸上带着淫笑。小妞儿，加个微信呗。美女，你老公肯定是不敢来了，要不跟哥走吧，哥哥请你吃棒棒糖。看到这一幕，张浩脸色冷得可怕。宝宝们乖，爸爸去找妈妈，马上回来。话落，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距离2名男子3米的时候，直接一跃而起，瞅准一男子的腰部，一脚踹了上去。砰！被踹的男子重重摔在地上，贴着地面滑出5、6米远。在张浩落地的瞬间，直接一巴掌打在另一名男子脸上，啪！清脆的声音就跟放炮似的。男子被扇得眼冒金星，一屁股坐在地上。张浩来到苏雨嫣身前：老婆，你没事吧？老公受到惊吓的苏雨嫣直接扑进张浩怀中。她哪经历过这种事情？如果张浩再不出现，恐怕就吓得双腿发软，坐在地上了。张浩眉头紧皱，轻轻拍了拍苏雨嫣的后背：对不起老婆，都是我不好，让你受惊了。刺啦！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辆面包车门拉开了，3名男子跳下车，手里拿着棒球棍，朝着这边冲了过来。张浩见状微眯双眼：老婆，你先去找宝宝们，这里交给我。
苏雨嫣也注意到了3个手持器械的男子，顿时更害怕了。老公，要不你报警吧？没事儿，我能应付。行吧，那你小心点。苏雨嫣先从倒地男子手中拿过自己的手机，然后朝着宝宝们跑了过去，同时打电话报警。警察吗？成华大道路口有5个流氓在打我老公。别着急，小姐，我马上联系附近的巡警。麻烦你们快点。话落，苏雨嫣非常担忧地看向张浩，可这一看，她突然愣住了。那个，你们不用派人来了。小姐，你是在开玩笑吗？假报警是要拘留的。没有，我老公已经把坏人制服了。原来是这样，你老公真棒，谢谢。苏雨嫣笑着挂断电话，可看向张浩，虽然把3个坏人打倒了，却仍站在那里。说，谁让你们来的？张浩厉声质问。虽然知道有几个人看自己不顺眼，但不确定具体是谁。哼，就算你打死我们，我们也不说。杀人我可不敢，但我可以让你们做不成男人。话落，抬起脚朝着男子的裤裆踩去。别，请高抬贵脚。我说。男子连忙认怂。命没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命根子没了，做人还有什么乐趣？是丁少让我们来的。钉子裤。张浩微眯双眼，双眸中迸射出2道寒芒。王八蛋，你给我等着，这次必须让你尝尝记性。针对自己也就算了，竟然欺负到老婆头上了。老婆和宝宝就是自己的逆鳞，任何人都不能触碰，触碰者绝对不能饶恕。思绪中想到老婆和宝宝们都在等着，立刻走了过去。老婆，把车钥匙给我，咱们走吧。几分钟后，张浩开车回到别墅区门口。老婆，你先带着宝宝们回去，我有事出去一下。不行，苏雨嫣直接拒绝。她知道张浩肯定是要去打架，在回来的途中，她一直阴着脸不说话。这是认识张浩以来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放心吧，老婆，我不会意气用事的。那也不行，必须跟我回家。张浩有些无奈，如果老婆不下车，自己也没有办法。况且3个宝宝也在车上，毕竟总不能带着老婆孩子去打架吧。这时苏雨嫣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老公，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想想，打架有什么用呢？打伤别人还要赔钱，严重的话还要负刑事责任。万一你进去了，谁照顾我和宝宝们呢？什么事都可以听你的，但这件事比我听我的，跟我回家。张浩点了点头。身为一个好老公，怎么可能不听老婆的话呢？老婆的话就是圣旨。先把老婆和宝宝们送回家，然后再悄悄地去打架。就这样。叮铃铃，就在张浩挂上 D 档时，手机突然响了。掏出来一看，是赵勇的来电。浩子，少华同意相亲了。真的？你们怎么劝的？这还不简单，就说不能辜负你的好意，成不成必须先见一面，要不然你多没面子。张浩笑着点头。就在这时，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接着他打开了免提。行，我马上去接少华，然后带他过来相亲。好礼，5分钟到。挂了。结束通话，张浩看向苏雨嫣。老婆，你大姨妈不是让我给你表姐介绍对象吗？我去把少华接过来。苏雨嫣微微颔首。大姨妈说这件事的时候，她也听到了。至于少华，虽然只见过2次面，但能看出他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男生。去吧，接了就马上回来，不要去别处惹是生非。好的，老婆，你先和宝宝们下车吧。苏雨嫣开门下车，从后备箱取出婴儿车，从后座抱出3个宝宝放进婴儿车里。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张浩直接掉头开车走了。苏雨嫣推着宝宝向别墅区入口走去，可刚走2步，她突然愣了一下。不对，去学校应该直行，可张浩为什么要掉头呢？他肯定是去打架了。张浩，你给我回来！反应过来的苏雨嫣大声呐喊。见车子已经远去，连忙掏出手机联系张浩。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苏雨嫣气得直跺脚。张浩，你竟然骗我！你最好不要有事，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话落，推着宝宝走进别墅区。与此同时，保安亭里面的保安小姐姐一脸惊愕。刚才那不是张浩的车吗？这个美女不是张浩的老婆吗？昨晚没看清楚，没想到这么漂亮。哇塞，他们竟然生了3个宝宝，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生。看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看来我是没机会了。不对，看他老婆生气的样子，肯定是吵架了。莫非张浩在外面有小三儿？我就说嘛，男人没一个不花心的，除非是 gay。这么说，我还是有机会的。话落，保安小姐姐看着一栋栋别墅，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另一边，张浩托人找到了丁子库的手机号，毕竟同在一个学校，找个手机号并不难。嘟嘟，喂。电话拨通，传来丁子库的声音。张浩神色冰冷，你在哪？你谁？我嫩爹。滚你妈！你他妈是不是活腻了？别啰嗦，告诉我你在哪？我靠，原来是你小子！我在苏河酒吧。怎么？你想来找我吗？等着，来吧，
你爹等着。啪！张浩把手机扔在副驾驶，朝着苏荷酒吧疾驰而去。此时的丁子库一脸不屑，虽然没想到5个带着家伙的人都没能把张浩痛扁一顿，可一听张浩要找过来，心里高兴得很，因为这是老爸开的酒吧，同时也是自己的地盘。这里的混混足有上百号人，就算张浩再怎么能打，能以一敌百？开玩笑，就算马保国大师来了也没用。等会有人来找茬，先清场，然后叫50个人过来。好的，丁少。不一会，张浩来到苏荷酒吧，可怒气冲冲地走进去一看，直接傻眼了。只见50-60个黑衣人聚集在一起，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而丁子库则是站在他们后面的茶几上。50-60个人，张浩很有自信，绝对打不过，就算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自己淹死。这时，丁子库不屑地勾了勾中指，叫嚣道：“张浩，你过来啊！”张浩眉头微皱，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5个字：擒贼先擒王。咚咚咚，脚步声响起，张浩孤身一人朝着对面50-60个人冲了过去。那50-60个人愣了一下，我靠，这小子吃什么长大的，这么猛啊？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这小子不会是精神病吧？不行不行，我可得躲远点。砰！沉闷声响起，张浩奋身一跃，直接跳出2米高，接着脚踩那些人的肩膀和脑袋，冲到丁子库身前。卧槽！丁子库直接懵逼了，他万万没想到张浩竟然跳了过来。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踩空掉进人群里面？这样的话，压也能把他压死。啪！突然清脆的声音响起，张浩二话不说，直接在丁子库脸上扇了一耳光。丁子库怒瞪双眼，你特么！啪！张浩又扇了一下，扇得丁子库脑瓜子嗡嗡的。丁子库厉声道：“靠，给我干死他！”一声令下，50-60个黑衣人就像是一团乌云似的向这边席卷而来。张浩见状，直接掐住丁子库的脖子，我看谁敢过来！啪！谁靠近一步，我就扇他一耳光！啪！张浩一边说着，一边扇丁子库耳光。那些黑衣人见状，顿时吓得不敢动了。毕竟这可是老大丁力的亲生儿子，他要是有个好歹，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可话说回来，明明所有人都没动，可张浩为什么还要动手呢？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吧！叮铃铃，悦耳的铃声从张浩口袋传来。都别动，我先接个电话。张浩掏出手机，发现是赵勇打来的。接听后，打开免提。耗子，你怎么还没到？堵车呢，马上。好，我们在学校门口等你。张浩挂断电话，冰冷的眼神看向丁子库。这次放你一马，如果再有下次，就不是扇耳光这么简单了，明白吗？丁子库满脸怒意，有本事你弄死我！啪！我要把你杀了！啪！我特么！啪！别打了，我知道错了。啪！5555，我都说我错了，你还打我！张浩嘴角微微扬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耳光打不服的人，如果有，那就2耳光，实在不行就3耳光。张浩淡漠道：“让他们都散了，滚，都给我滚！”见丁子库认怂，那些黑衣人纷纷散开，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瞧你那怂样，就特么知道窝里横，竟然还被打哭了，真是虎父有犬子！要不是你爹，谁愿意搭理你，小垃圾！”见那些黑衣人散去，张浩松开了手。还是那句话，要是你再找麻烦，别怪我不客气。丁子库点了点头，虽然被打怕了，但心里满是仇恨，看着张浩离开的背影，恨不得把他先杀后剐。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扇你100个耳光。20分钟后，张浩开车接了少华，来到别墅区门口。少华眉头微皱，神色有忐忑不安。浩哥，我有点紧张。有啥好紧张的？成就成，不成就拉倒呗。可我从来没相过亲，见了面不知道说什么，正常聊天就行，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聊聊兴趣爱好啥的。哦，少华木讷的点了点头，开始想等会见了面聊什么。这时，张浩开车从保安亭经过，突然一个声音传来：“你好，美女，苏雨嫣女士的快递。”放这吧。好，再见，美女。张浩神色微动，老婆的快递，正好顺便拿回去。接着，张浩降下车窗，看向保安小姐姐：“你好，美女。”保安小姐姐一看，顿时面露欣喜之色。她本以为张浩会直接开车进去，没想到竟然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不用说，肯定是被自己的美貌征服了。果然，男人没一个不好色的。你好，帅哥，你这是去哪来啊？出去接了个人，你把快递给我呗。快递？没有你的快递啊，是我老婆的，苏雨嫣。啊，本以为张浩主动搭讪是想加自己微信呢，就连2维码都找出来了，可万万没想到，只是给他老婆拿快递，坦白高兴一场。给你，谢了。等一下，怎么了？要不要加个微信呢？不加。张浩直接开车走了。他本想带着少华直接去大姨妈家，可从家门口经过时，突然听到少华开口：“浩哥，停一下。”怎么了？
我想上个厕所，等到了再上吧。我不好意思。靠，去吧，尿快点，我在这等你。少华连忙开门下车，张浩坐在车里等待。这时他注意到苏雨嫣的快递，不知道老婆买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宝宝的衣服呢？还是玩具？猜测中，张浩拆开快递，可看到里面的商品，突然皱起了眉头。那是2身衣服，而且跟之前在 LV 专卖店买的那2身衣服一模一样，但只是款式一样，质量却差远了，甚至在封边的地方还有线头。但张浩无奈地摇了摇头，正如他之前想的那样，老婆把正品的衣服退了，然后在网上买了2身仿制品。虽然明白苏雨嫣的用心良苦，却非常心疼，毕竟她的家境非常优越。可现在呢，连衣服都舍不得买正品的，不行，必须跟老婆好好上一课。想到这，张浩开门下车，可一只脚刚伸出去，却又缩了回来。一是看到少华出来了，二是想到了一个让老婆穿正品衣服的好办法。浩哥，我们走吧。张浩驱车前行，很快来到了大姨妈家门口。叮咚来了！等候多时的夏雨梅连忙开门，她的目光直接落在少华身上，先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见他手里拎着一箱纯牛奶和香蕉。不错，这人一看就非常老实。来，快进来！夏雨梅热情招呼着。张浩和少华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这时夏雨梅笑着问：小伙子今年多大了？家里几口人啊？我今年20了，家里3口人。姐姐多大了？有什么兴趣爱好？夏雨梅、张浩、少华，我也没说错话啊，怎么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呢？张浩悄悄碰了一下少华的腿，小声提醒：这位是大姨妈。啊，阿姨啊，我还以为是相亲对象呢。少华尴尬到了极点，随即他连忙补充一句：您长得太年轻了，这小伙子真诚实，阿姨喜欢。夏雨梅心里乐开了花。那什么，我女儿在房间，你进去跟她聊聊吧。少华突然又紧张了，毕竟这是第一次相亲，一点经验也没有，现在的感觉就跟第一天上大学是一样的，内心非常忐忑。张浩淡笑道：去吧，先见面聊聊再说。少华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朝着房间走去。此时吴雅静坐在床边刷皮皮虾，见少华走了进来，看都不看一眼。你好。少华露出僵硬的笑容，就在门口杵着。吴雅静撇了撇嘴，直接说出3连问：你有别墅吗？你有劳斯莱斯吗？你有9位数的存款吗？少华愣了一下，摇了摇头，没有。那我们不合适，你走吧。哦。少华直接转身就走，可就在这时，却见夏雨梅迎面走来，脸上带着怒意。走进卧室，夏雨梅直接开口训斥：臭丫头，有你这么聊天的吗？你也不照照镜子，自己什么德行，也好意思跟人家提要求？要不是没你爸，兴许你还不如人家呢。都快30的人了，一天天挑3拣4的，非要等最后没人要你就开心了。吴雅静一言不发，继续刷着皮皮虾。少华笑着打圆场：阿姨，您别生气，您女儿说的对，我什么都没有，配不上你们这样的大户人家。没事的话，我先走了。话落，迈步走出卧室。夏雨梅连忙把少华叫住：小伙子别走啊，阿姨就喜欢你这种实在的人，没车没房没关系，到时候阿姨给你们买。少华说出了一句非常硬气的话：不用了阿姨，我相信只要努力奋斗，最后什么都会有的，阿姨再见。说完朝着大门走去。当他从客厅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买的牛奶和香蕉，不免有些惋惜。坦白花了好几10块钱，用这钱去饭馆搓一顿，他不香吗？大姨妈，我先走了，有时间再来玩。张浩跟夏雨梅打了声招呼也走了，来到外面，笑着看向少华：对不住了哥们儿，伤你自尊了。没事的浩哥，来的时候我就没抱希望，但本想成了之后，你这辈子就不用奋斗了，现在看来是没戏了。浩哥，话不能这么说，人一定要靠自己，我坚信只要肯努力，房和车都会有的。张浩笑而不语，他知道少华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摧残，很多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但他也没有打击少华，不管怎么说，梦想还是要有的。步行片刻，来到了车子旁。上车吧，我送你回学校。不用了浩哥，我打车回去就行。上来吧，我正好有事出去一趟。好吧，那就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个毛线啊。上车后，张浩驱车载着少华离开。别墅内，夏雨梅指着吴雅静的鼻子责骂：臭丫头，你是不是想气死你妈？小张都把人带上门了，你却把人家气走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会打酱油了，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气死你就高兴了？听到老妈一直唠叨个不停，吴雅静用手抠了抠耳朵，她不耐烦地说道：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别操心。夏雨梅挑眉瞪眼：你以为我愿意操心啊？要不是你没出息，我才懒得管你。哎呀，我会自己找的。找个屁，我觉得那个小伙子就不错，听你妈的，你们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
我不，那个人看上去傻乎乎的，你就聪明。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找什么样的？最起码要门当户对吧？而且还要长得帅，表妹夫那样的就行。我呸！你说这话都不害臊？人家小张多优秀，10个你也配不上人家。我吴雅静投去幽怨的眼神，可见老妈生气的样子，也不敢顶嘴，索性直接起身走了出去。哼，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夏雨梅在后面喊，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我让那个小伙子加你微信，你们先深入了解一下。对了，就算出去吃饭看电影，也不能总让男生掏钱，知道吗？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你是不是聋了？气死了我！10几分钟后，苏雨嫣在80平米的客厅陪宝宝们玩耍。这时张浩走了进来，我回来了，老婆。相亲相的怎么样？有戏吗？没戏，我就知道没戏，因为表姐快30了还单身，眼光肯定高。张浩笑了笑，走到苏雨嫣身前，老婆，你的快递。我的快递？苏雨嫣愣了一下，虽然注意到张浩手里拿着快递，以为是直播卖的商品，却没想到是自己的。等等，莫非是从拼多多买的衣服到了？怎么没有给自己打电话？而且没经过自己的同意就签收了，这是什么快递？太不负责任了吧！思绪中，苏雨嫣有些紧张，不过看到快递没有被拆开，顿时暗松一口气。谢谢，给我吧。张浩笑着问，老婆，你买的什么呀？内衣。内衣？我看看。说着，张浩就要拆开快递。苏雨嫣见状，连忙抢了过去。都说了是我的内衣，你还看？变态！你看着宝宝，我回卧室试试合不合适，你不许进来。话落，拿着快递走进卧室，只听咔嚓一声，房门被反锁了。张浩笑了笑，锁了门也没事，不是还有钥匙吗？接着从客厅茶几的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来到卧室门前。咔！张浩打开了房门。苏雨嫣正坐在床边，双手拎着连衣裙，脸上一副诧异的表情。奇怪，拼多多上的衣服质量这么好，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竟然跟正品一模一样。毕竟才花了100多块而已，商家这么有良心吗？突然，张浩的声音响起：“老婆，这就是你买的内衣吗？”啊！苏雨嫣愣了一下，见张浩站在门口，立刻蹙起了眉头：“谁让你进来的？快出去！”苏雨嫣连忙放下衣服，起身把张浩往外面推：“老婆，其实我知道里面是什么。”啊！苏雨嫣微微错愕，下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什么，难怪拆快递时发现包装有破损的地方，本以为是运输中造成的，原来是张浩拆过的。难怪衣服质量那么好，跟正品一模一样。本以为遇到了良心商家，原来是张浩以真换假。想到这，苏雨嫣顿时感动万分。既然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骗我呢？因为我想给你惊喜。讨厌！苏雨嫣秀眉微蹙，小拳拳在张浩胸口捶了一下。张浩二话不说，直接把苏雨嫣抱在怀中。你干什么？快松开！我不！张浩不但没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老婆，我以前说过，一定要让你幸福。我还说过，你要是把衣服退了我就买回来，但接下来别退了，买来买去怪累的。扑哧，苏雨嫣被逗笑了。当抬头看向张浩时，脸上浮现一抹羞红，因为此时的张浩近在咫尺，而且还被他抱着，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强硬的身躯。张浩也愣了一下，他突然被苏雨嫣迷住了。害羞的苏雨嫣就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似的，惹人怜惜。蠢蠢欲动之中，张浩的脑袋情不自禁地凑了过去。苏雨嫣顿时无比紧张，索性直接闭上双眼。近了，更近了。2人之间的距离不到0.1毫米。爸爸突然稚嫩的声音响起，张浩感觉到裤子被往下拽，低头一看，原来是大宝爬了过来。大宝的小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裤子，还用嘴啃了起来。星星乖，这是酷酷，不是饭饭，不能吃。话落，松开苏雨嫣，把大宝抱了起来。就在这时，见2宝和3宝也向这边爬了过来。爸爸巴巴张浩露出灿烂的笑容：“老婆，我先跟宝宝们玩，等宝宝们睡了咱们再继续。”讨厌！苏雨嫣红着脸去整理衣服。张浩陪3个萌宝在客厅玩耍起来。来，爸爸陪你们玩坐飞机。飞喽！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下午1点。吃过午饭，3个萌宝玩了会儿都睡着了。苏雨嫣躺在床上刷快手，张浩闲了下来。虽然有老婆孩子陪着很安逸，但不能虚度光阴，得想办法挣钱。毕竟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还差得远呢。老婆，你看着宝宝，我去直播。辛苦了老公，要不你亲我一下。苏雨嫣直接投去一个白眼。张浩笑了笑，走出卧室，来到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几种商品犹豫起来。等会卖什么好呢？卖尿不湿的话自己就行了，要是卖女士内衣就让大壮过来卖。等等，张浩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咋这么笨呢？直播才能挣几个钱，既然有鉴宝技能，为什么不去打假呢？想到这，张浩笑了起来，佩服自己真是个小机灵鬼。那些玉器店都打着假一赔10的招牌，假一赔10，
日赚千万不是梦，10天就能挣1个亿，挣够1个亿就能跟老婆结婚了。说干就干。老婆，我出去一下。去哪啊？出去挣点外快。什么外快？回来再告诉你。说完，张浩迫不及待地走了出去。10分钟后，开车来到玉器一条街，街道两边都是玉器店，但在张浩眼中，那可不是玉器店，而是 at。虽然这种赚钱的方法有些不道德，可话说回来，那些黑心老板就道德吗？靠卖假货赚取不义之财，简直就是人类中的垃圾。而自己即将化身正义天使，专门清理这些垃圾。下车后，在街道中迈步前行，一个名为碧玉斋的玉器店进入视线。这个犯贱的玉器店不能去，因为之前已经去过了，店里肯定不会有假货。就在这时，一个名为御膳堂的店铺引起了张浩的注意。这家店规模不小，要是有假货的话，肯定不少。就这家了。张浩走进店里，直接对着每一件玉器仔细鉴定。这个玉观音是假的，这个翡翠貔貅也是假的，这个祖母绿的手镯也是假的，玉佛也是假的，假的，假的，又是假的。很快，张浩在店里转了一圈，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这个店里竟然有15件假货。不得不说，这家店的老板心太黑了。思绪中走到柜台前，看着售货员小姐姐拿出银行卡放在柜台上。你好美女，就我刚才看到那15件玉器全买了，不卖。什么？张浩愣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小姐姐竟然不卖。为什么不卖？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卖。张浩微眯双眼，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当观察到小姐姐冷漠的表情时，突然明白了什么。不用说，一定是在饭店店里买假货的事在这条街传开了。毕竟当时让饭店赔了5000多万，肯定引发不小的轰动，而自己被这条街的玉器店拉进了黑名单。无奈之下，也只好转身离开。接着，张浩又去了好几家玉器店，但最后都是非常郁闷地走了出来。虽然那些店里有很多假货，可一看到是自己，售货员就俩字：不卖。他妈的，气死我了！卖假货还这么嚣张！举报，必须举报！愤愤不平的张浩拿出手机，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张浩！循声看去，一个白发老头向这边走了过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个姓赵的老头。之前在饭店店里见过他，然后在苏雨嫣爷爷的生日宴上又见了一次。这时赵爷爷笑着来到张浩身前：张浩，没想到真的是你，你在这干什么呢？没事儿，我随便转转。哦，你不是对古董也很了解吗？我打算去古董市场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不了，我等会还要回家呢。去吧，听说那里来了一批新货，你会掩饰珠，说不定能淘到宝贝呢。算了吧。就在张浩准备拒绝时，突然想到一个妙计。老头，不对，赵爷爷，你去帮我买几件玉器呗。你自己不行吗？为什么还要我帮你？赵爷爷满脸疑惑。因为他们不卖给我。为什么？怕我打假。哦，原来是这样。我这辈子最痛恨卖假货的人，这个忙我帮定了。走。见赵爷爷一副正义的样子，张浩笑着点了点头。步行片刻，回到那个名为御膳堂的玉器店门前。因为这里的假货最多，足足15件，15件少说也得200-300万，假一赔10，也就是2-3千万。哇咔咔！然而当赵爷爷看到御膳堂的招牌时，突然皱起了眉头。赵爷爷，我先告诉您买哪些玉器，然后你直接刷卡就行。张浩拿出银行卡，把15件假货描述出来。赵爷爷气得鼻孔出气，接过银行卡，阴着脸走进店里。张浩在门外观望。过了一会儿，见赵爷爷刷卡买了单，直接走了进去。等等，这些玉器都是假的。售货员小姐姐一看是张浩，立刻皱起了柳眉。帅哥，这里没你的事儿，请你不要捣乱。这位老爷爷是我让他来的，刷的是我的卡，你说有没有我的事儿？啊！服务员瞠目结舌，突然明白了什么。不得不说，这个帅哥太坏了。这时，一旁的赵爷爷从口袋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直接开口大骂：你个王八羔子，竟然卖假货！别废话，马上滚到店里来！说罢，直接挂断电话。张浩微微错愕，什么情况？莫非赵爷爷跟这家店的老板认识，而且关系还不错？那还要不要10倍赔偿呢？思绪中，赵爷爷的声音响起：小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有假货了？张浩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不管赵爷爷跟店老板是什么关系，假还是要打的。是的，刚才我看了一遍，虽然发现有假货，却不卖给我。竟有这事！赵爷爷满脸愤怒，侧头看向售货员小姐姐：我问你，是不是赵雄不让你卖的？小姐姐吓得不敢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但赵雄可是玉器店的老板。既然老头敢直呼其名，而且还大发雷霆，肯定是老板的长辈。这个王八羔子，等他来了再说。赵爷爷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就在这时，一位40-50岁的大叔走了进来。大叔看到赵爷爷，立刻满脸笑意：爸，
您怎么来了？愤怒的赵爷爷呵斥道：“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爸。不对，你不是我爸，也不对，特么的，气死老子了！”气急败坏的赵爷爷从腰间抽出七匹狼，走到儿子赵雄跟前，朝着他的屁股上甩去，一边打还一边骂：“我特么让你卖假货！啪！老子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啪！以后老子还怎么在这行混？啪！同行们怎么看我？啪！气死老子了！啪！啪！啪！”一旁的张浩看呆了，没想到赵爷爷竟然是店老板的爸爸，那他为什么还帮自己买玉器？大义灭亲吗？售货员小姐姐也一脸惊愕，没想到平日威严的老板被他爸揍得跟孙子似的，还真应了那句话：不赶儿子混得再怎么牛皮，当老子该揍还是揍，这就是血脉压制。爸，您别打了！赵雄开始求饶起来：“我怎么可能卖假货呢？啪！那些假货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啪！好吧，我承认是我低价收购的。啪！别打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卖假货了。啪！我都说不卖了，您怎么还打？”赵爷爷手里的七匹狼终于停了下来，他并不是消气儿了，而是打累了。你个王八羔子，以后再卖假货，看我不把你的腿打断！赵爷爷喘着粗气，提了提裤子，把腰带系上。赵雄揉了揉快被打成丝般的屁股，一副郁闷的样子。奇怪，老爷子怎么来店里了？而且还知道自己卖假货，谁告诉他的？突然，赵雄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张浩。我靠，是你小子！张浩一听，立刻皱眉瞪眼。就在这时，赵爷爷不悦的声音响起：“靠什么靠？你还靠？要不是小张，我能知道你卖假货？丧良心的，你卖假货还有理了？特么的，看见你我就来气！”话落，伸手朝着腰间的七匹狼摸去。赵雄见状，连忙求饶：“别，我知道错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卖假货了。要是再卖，我不是人！”赵爷爷怒瞪双眼：“你是变相的说老子不是人？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废话，赶紧赔钱！赔钱！”赵雄愣了一下：“赔什么钱？当然是赔小张的钱。门口假一赔十那4个字是写给鬼看的吗？”啊！赵雄一脸沮丧，本以为老爸是来帮忙解决这件事的，没想到主动说让自己赔钱。啊什么啊？你是想让我亲自举报你吗？说着，赵爷爷从口袋掏出手机：“别，我赔还不行吗？”无奈之下，赵雄也只好答应下来。可来到柜台前，看到发票上的交易金额，顿时傻眼了：248万9千多，假一赔十，岂不是将近2500万？这也太多了吧，都够玉器店小半年的利润了。无奈中，赵雄尬笑着问张浩：“兄弟，你看能不能少点，2000万行不？”不等张浩回应，赵爷爷直接说道：“不行，一份也不能少，否则我就举报你。”好吧。赵雄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下来。没办法，摊上这么个爹，只能怪自己倒霉。很快，张浩收到了一笔将近2500万的巨款，虽然有那么一丝丝不好意思，可看到卡里的余额也就无所谓了。现在卡里一共3948万，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又近了一步。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起来，看向屏幕，显示2个字：老婆。张浩笑着接听电话：“怎么了，老婆？你把少华的手机号发过来。”少华的手机号？是的，我大姨妈说先让表姐跟他交往一下，看看2个人合不合适。行，我这就发给你。你什么时候回来？马上回去，路上注意安全。知道了，老婆。张浩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向外面走去。赵爷爷见状，连忙追了出来：“别走啊，小张，你不是答应跟我一起去古玩市场吗？要不改日吧，我还得回家陪老婆孩子呢。”张浩笑着拒绝：“古玩市场？”他没有兴趣，他知道那种地方都是骗人的，毕竟谁也不傻，拿价值连城的宝贝当废品卖。捡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恐怕也只有在小说中才会出现吧。毕竟自己又不是自带光环的男主角，也没有神奇的透视能力，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鉴宝技能而已。叮！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宿主，本系统无所不能，可以提供透视技能，是否购买？”卧槽，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多少钱？1兆？1兆？张浩突然愣住了。个10百千万，10亿，100亿，1000亿，10000亿，兆？开玩笑呢？就算一天挣1个亿，就算活到100岁，那也只能挣3万多亿。况且谁能一天挣1个亿？世界首富也不行吧？就在这时，赵爷爷的声音响起：“小张，你之前答应跟我一起去古玩市场的，而且我都让我儿子赔你钱了，你要是不去，那多不好意思啊。”张浩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见赵爷爷一副诚恳的样子，也只好选择答应。行，那咱们走吧。走。15分钟后，在赵爷爷的带领下，来到了古玩市场。这里就跟集市一样，非常热闹，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售卖的商品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青铜器、陶瓷器、翡翠饰品、人物塑像等等，应有尽有。张浩在赵爷爷后面跟着，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些商品，凭借鉴宝技能，一眼就能看出真假。假的，假的，统统都是假的。这时，赵爷爷看向一个摊位，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似的，突然停了下来。左顾右看的张浩一个不注意，直接撞在赵爷爷身上。砰！沉闷声响起，赵爷爷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呦，摔死我了！赵爷爷，您没事吧？张浩连忙走过去搀扶。赵爷爷神色痛苦地摇了摇头。没事儿，幸亏你撞的是我，要是撞了别人，最少不得赔10万8万的呀。谁让您突然停下来的？算了，你也不是故意的，等会帮我鉴定古董就行。话落，赵爷爷来到一个摊位前，拿起一件古董仔细研究起来。张浩也走了过来，虽然看出古董都是假的，但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打发时间了。老板，这条红色手串多少钱？老板是个中年秃顶大叔，他一看张浩这么年轻，顿时笑了起来。嘿嘿，这种年轻人就喜欢不懂装懂，要是不坑你3-5万别想走。帅哥，一看你就是行家，不瞒你说，这条玛瑙手串那可是当年慈禧太后戴过的，你诚心要的话，一口价8万。张浩嘴角微微扬起。老板，既然你看出我是行家，那我还能看不出这手串是真是假？这明显是现代工艺品，还8万，5块钱一条进的吧？老板眉头微皱，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有2把刷子，不好骗。张浩又看向一件青铜器。老板，这青铜器多少钱？小伙子慧眼识珠啊，这是商周出土的青铜器，你要的话最低价12万。商周出土？我看是上周出厂的吧？老板的眉头皱得更深，表情有些不高兴。他看出来了，这小伙子不是来买东西的，而是来耍嘴皮子的。小伙子，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上一边去，别耽误我做生意。买！张浩连忙开口，他这次没开玩笑，而是真的想买。那是一对青花瓷瓶，差不多1米高，虽然不是古董，但并不介意，因为买来不是收藏，而是用来当装饰品。要是把2个瓷瓶放在客厅门两边，里面种上发财树，肯定非常美观。老板，那个1米高的瓷瓶多少钱？老板伸出大拇指和食指，80，这倒是不贵，买了。真的吗？老板一副惊喜的表情。当然是真的。好，刷卡吧。老板拿出了 POS 机，张浩则是掏出了手机。才80块钱，刷什么卡？直接扫码就行。老板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手里的 POS 机差点掉在地上。小伙子，你诚心捣乱是吧？我说的是80万，不是80块。靠，80万啊，我还以为是80块，那不买了。张浩又把手机放回口袋。老板连忙道：别啊，那你说个价吧，合适的话就卖你了。张浩看了眼瓷瓶，想了想说道：8000，成交。不给张浩反应的机会，老板直接亮出收款码。来吧，扫码。张浩顿时一脸黑线，没想到老板答应的这么爽快，是不是自己出的价格高了？可既然都谈好价了，也不能说不要，况且人家老板也不干啊。等等，突然张浩脑中灵光一闪，老板，我说的是2个瓷瓶，一共8000，也行，卖你了。靠！张浩突然有种被坑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往死里砍价。付款成功，虽然钱不多，但张浩非常郁闷。这时老板故作可怜道：小伙子，不瞒你说，这对瓷瓶是我7500进回来的，才赚你500而已。张浩没有说话，但心里嘀咕道：我信你个鬼，肯定是500进的，含泪赚自己7500。不行，必须把损失的钱找回来。张浩暗自发誓，继续扫视摊位上的古董。突然他眼前一亮，那是一排5颜6色的陶瓷娃娃，高度差不多18公分，涂鸦的表情笑眯眯的，看上去非常可爱喜庆。要是买回去给宝宝们玩，肯定非常喜欢。老板，彩色娃娃多少钱？老板反问：你是说一个还是一共呀？一个5000，这么贵？那你说个价吧。100，卖！老板连忙把收款码亮了出来。下划线，张浩瞬间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本以为砍价砍得够狠了，却没想到还是被老板赚了。小了，格局小了。郁闷中又花了好几百，这是他花钱最糟心的一次了。小张，你过来一下。突然赵爷爷的声音响起。来了。张浩连忙走了过去，走近一看，赵爷爷手里拿着一个雕刻龙纹的淡绿色瓷瓶，只不过瓷瓶做工粗糙，一看就是假的。小张，你看这古董是不是真的？赵爷爷的声音很小，生怕被老板听到。假的。张浩直接给出答案，不带一丝犹豫的。同时他也感到疑惑，赵爷爷不是对古董很了解吗？瓷瓶表面那么多小颗粒，竟然看不出真假，莫非他老眼昏花？小张，你往这看。赵爷爷用手指向瓷瓶的底部。不用看，
肯定是假。张浩突然愣了一下，他发现平底和平参大不相同，平底不但做工细腻，而且还泛着油光，也只有真的古董才会有这么好的质地和釉色。更关键的是，平底还有6个字：大清乾隆年制。这时赵爷爷笑了起来，他从张浩的神色变化中看懂了什么。老板，这个瓷瓶多少钱？赵爷爷直接询问价格，因为多说无益，要是被老板听到跟张浩商量，肯定会要高价。至于这古董是不是真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100万。秃顶老板说出一个自己都觉得离谱的价格，但他非常自信，因为只要顾客研究古董，那就说明想买。毕竟干这一行好几年了，顾客那点小想法拿捏得死死的。100万。赵爷爷皱起了眉头，但他是故意的。老板，你在跟我开玩笑吗？100万？你咋不说1000万？不要了，别生气啊，老哥。那你说个价？10万。不行，你这大刀砍得太狠了。95万。9万。啊！老板突然愣了一下。8万。你怎么不涨，反而还降价？7万。行，10万成交。刷卡。赵爷爷按捺内心的激动，掏出银行卡。老板也按捺激动，拿出 POS 机。2人各怀鬼胎。等等，眼看银行卡就要插进 POS 机的缝里面时，张浩走了过来。我说个价，2000。虽然看出瓷瓶底部是真的古董，但只有那一块是而已，其余部分都是拼接的，根本不值钱。就好比那句歌词，绝世的话缺了角就会掉价。在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旦有了破损，就会分文不值。2000？你开玩笑呢？这位老哥可是出价10万。那是因为他老糊涂了，你就说卖不卖吧。不卖，不买拉倒。张浩拉着赵爷爷就走。赵爷爷立刻急了，可就在这时，突然听到老板开口：行，2000就2000，不能再还价了。赵爷爷微微错愕，没想到老板竟然答应了。张浩眉头微皱，靠，又给高了。很快，赵爷爷连忙付了钱，拿着古董美滋滋的走了。小张，还是你牛，只用2000块就把古董拿下了。2000我都嫌贵，当时就应该说300。嘿嘿。赵爷爷笑了笑，看向手中的古董时，眉头皱了起来，犹豫片刻，表情变得认真。小张，按照行内的规矩，既然古董是咱俩发现的，应该1人1半。不用，才2000块而已，你要了吧？如果我说这古董是真的，你信吗？不信，这要是真的我把它吃了，我可舍不得让你吃，这里人太多，等到车里再说。张浩无所谓的笑了笑，自己又不傻，还能看不出来真假。不一会，张浩和赵爷爷来到停车位置，刚坐进车里，赵爷爷开始讲了起来。小张，你已经看出这瓶底是真的了，但粗糙的地方并不是拼接的，而是故意作假，用我们的行话就是以真乱假。以真乱假？这么说古董是真的？没错，这是真的大清乾隆青釉龙纹浮雕。我不信。我知道你肯定不信，回去后我找人鉴定一下，保守估计至少价值1个亿。张浩笑而不语。1个亿？那个老板又不是傻子，会拿1个亿的古董出来卖？而且2000块就卖了，怎么可能？思绪中启动车子向前驶去。20分钟后，老婆，我回来了。张浩笑着走进客厅，只见3个萌宝满屋子爬，东边墙角一个，西边墙角一个，北边墙角一个。苏雨嫣坐在沙发上，拉低裤子看着小腹，但下一刻连忙把裤子提了起来。爸爸，爸爸，爸爸！稚嫩的声音响起。看到张浩，3小只同时朝着他爬了过来，而且速度很快。哎，张浩放下手里的塑料袋，张开胳膊把3个萌宝抱在怀中。苏雨嫣看了眼塑料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堆零食和玩具。老公，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和玩具？零食是给你买的，玩具是给宝宝们买的。叹，又乱花钱，现在挣钱这么难。老婆，我今天赚了2500万。什么？苏雨嫣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我说，我今天赚了2500万。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张浩把打假获得10倍赔偿的事说了出来。苏雨一脸惊愕，因为上次张浩靠打假获得5000多万的巨额赔偿，没想到今天又获赔2500万。天哪，这赚钱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时，张浩笑着拿出那几个娃娃，宝宝们，这是爸爸给你们买的玩具，喜不喜欢？3个萌宝连忙伸出小手手去拿，可拿过之后，直接放在嘴里啃了起来，因为宝宝们已经开始长乳牙了，咬的时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张浩没有在意，就当是给宝宝磨牙了。接着，他又把零食拿了出来，老婆，这是给你买的零食，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就随便买了点。这是榴莲味的糖，火鸡味锅巴，草莓夹心奥利奥，里面还有很多，想吃什么就拿。苏雨嫣失神的点了点头，随手拿起一袋火鸡味锅巴，她还处于震惊的状态中，不敢相信张浩几天的时间挣了将近8000万，再加上这价值2000多万的别墅，总资产岂不是1个亿了？1个亿，这不就完成老爸提出的要求了吗？叮铃铃，突然
张浩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赵爷爷打来的电话。接听后打开免提，传来非常激动的声音：“小张，你猜那个瓷瓶值多少钱？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你猜不猜？”张浩一时间无言以对。看得出来，这个赵爷爷也是个逗逼，就算猜1000遍10000遍，恐怕也猜不出来。这时赵爷爷笑道：“不跟你闹了，经过鉴定，这瓷瓶价值8000万。8000万？真的假的？”张浩满脸不可置信，毕竟瓷瓶是花2000块买的，怎么可能价值8000万？不信，打死也不信。当然是真的，我可是找鉴定机构鉴定过的，而且这价格只是初步估计，要是放在拍卖行拍卖，肯定能上亿。如果遇到人傻钱多的，多卖3、4千万也是有可能的。张浩直接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竟然真的捡到宝了，而且还是个超级无敌大宝贝。就在这时，赵爷爷说的一句话在头顶飘过：既然古董是一起发现的，卖的钱应该一人一半，也就是说自己至少能分到4000万。现在卡里有3900多万，总共将近8000万。Oh my god， 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又迈了一大步。激动中，张浩连忙问：赵爷爷，你之前是不是说要分我一半？什么一半？我说过吗？我靠，你是在开玩笑吗？哼，恭喜你答对了，我就是在跟你开玩笑。放心，这里面肯定有你的一半。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嘿嘿，小张啊，我是这样想的，这件瓷瓶我自己收藏，给你5000万，行不 ？OK。张浩想都没想，果断答应。这样的话，他就有9000万了，只需再挣1000万，就可以跟老婆步入婚姻的殿堂。等结婚后，再也不用搂着枕头睡了。到时候，嘿嘿，就在张浩想入非非时，又听到赵爷爷开口：“小张啊，我还有件事跟你说，等会再说，先把钱打过来。”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不听，任性，顽皮。赵爷爷眉头微皱，然后娓娓道来：“是这样的，我想开一家古董行，用这个瓷瓶当镇店之宝。我这还有一些古董，虽然不是什么好货，但总价值差不多1.6亿，而且都有鉴定证书。你用你的5000万入股，我算你1/5的股份，怎么样？”不行。张浩直接拒绝，不带一丝犹豫的。眼看就要挣够1个亿了，岂能半途而废？不能，绝对不能！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阻止自己娶老婆。此时的赵爷爷万般无奈，开始苦口婆心的劝说起来：“小张啊，你听我说，手里的钱不叫钱，赚的钱才叫钱。凭借你鉴定古董的技术，我的人脉，肯定能把古董行做大做强。要是运气好的话，别说5000万，5个亿都不是问题。5个亿，这辈子你都花不完。”张浩直接问：“如果赔了怎么办？”放心，肯定赔不了。我说的是万一，要是赔了，我让我儿子给你5000万。张浩微微错愕，也是啊，这老头的儿子很有钱，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行吧，那5000万就当我入股了，这就对了吧？只要咱俩合作，保证赚钱赚到手软。张浩露出苦涩的笑容，虽然赵爷爷说的好听，可总是觉得有些不妥。再一个就是那5000万，还没有到自己的卡里就没了，着实让人心痛。可就在这时，张浩突然脑中灵光一闪：“赵爷爷，您知道哪里还有卖玉器的地方吗？”“知道。你不会又要去打假吧？”“当然了，刚花了5000万，必须想办法挣回来。”“行吧，告诉你也无妨，毕竟我最痛恨卖假货的黑心商家。等会我把位置给你发过去。”“好。对了，明天咱们再去古玩市场转转，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宝贝。”“行，那我先挂了。”“挂了吧。”张浩直接挂了。苏雨嫣见状连忙问：“老公，你在给谁打电话？”虽然知道男人的事女人尽量少问，可听到张浩又说5000万，又说赔钱什么的，不免有些好奇。“是赵爷爷，就是在你爷爷过生日时看到的那个老头。”“哦，他找你干什么？”“老婆，你听我慢慢道来，因为事情有些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于是从在卖玉器的地方见到赵爷爷，一直到合伙开古董行，中间发生的事详细说了出来。苏雨嫣听完后满脸惊容，没想到张浩不但获赔2500万，竟然用2000块买到了价值上亿的古董，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多少人一辈子都碰不到的好事儿，竟然都被他碰上了。他的人生开挂了吗？主人，来短信了。短信提示声响起，张浩掏出手机一看，是赵爷爷发来的几个位置。“老婆，你在家照顾宝宝吧，我要出去挣钱了。”话落，见苏雨嫣仍旧一副惊愕的表情，便放下3个萌宝站了起来。可就在这时，3个宝宝不高兴了，离开了父亲温暖的怀抱，一个个委屈的不行。“爸爸！”3个萌宝举着小手手向张浩求抱抱。张浩露出不舍的笑容，虽然也想在家陪着老婆孩子，但为了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必须想办法赚钱。“宝宝们乖，爸爸出去给你们挣奶粉钱，很快就回来。老婆辛苦你了。”苏雨嫣立刻回过神来：“没事，老公，你去吧，注意安全。”傍晚时分，张浩回来了，他的心情有些郁闷。
忙碌了一下午，1毛钱都没有挣到，并不是没有找到玉器店，而是去了之后发生了3种情况。第一种，一看到是自己直接不让进；第二种，店里没有1件假货；第三种，虽然有假货，但就是不卖。为了避免有人上当受骗，善良的张浩选择举报。他并不是因为生气，而是想给玉器市场一个纯净的环境。老婆，我回来。就在张浩走进客厅时，发现除了苏雨嫣和宝宝，还有一个美女，那正是苏雨嫣的表姐吴雅静。只不过她看自己的眼神非常幽怨。表姐，你来了呀？张浩笑得有些不自然，他知道表姐肯定是为了少华的事而来。哼！吴雅静用2个鼻孔发出冷冷的声音：表妹夫，你是不是想整你表姐？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看我不顺眼呢？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会揍你。吴雅静面露不悦之色，毕竟这不是在家，也没有老妈在场，她那大小姐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张浩笑着皱眉，虽然被夸长得帅很高兴，可一听还要揍自己，顿时不乐意了。开玩笑，就吴雅静这小身板，一只手就能把她举起来。表姐，你是说相亲的是吧？这并非我本意，而是大姨妈的意思。哼，你少拿我妈压我，你过来看看，你那个朋友有多直。吴雅静拿出手机，找出跟少华的聊天记录。张浩走过去看了起来。吴雅静，晚上一起吃个饭。少华，行吧，那我不学习了。吴雅静，去哪吃？少华，去我们学校对面吃板面吧，经济实惠，好吃不贵。吴雅静，少华，你来不来？不来我就跟舍友一起去了。吴雅静，去你的吧。看到这，张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虽然知道少华为人老实，却没想到他是个直男。这时，吴雅静滑动手机屏幕，又找出一段对话。吴雅静，抱歉，你太老实了，我们不合适。少华，为什么你们女人都不喜欢老实人，反而喜欢渣男呢？吴雅静，因为渣男更懂女生，直男不解风情。少华，怎么就不解风情了？吴雅静，你晚上来我家，我爸妈不在家，我说给你听。少华，去你家干什么？直接说不就行了？吴雅静，呵呵。张浩彻底无语了。少华不仅是直男，而且还是个钢铁直男。虽然很想让少华后半辈子不用奋斗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吴雅静没好气儿的把手机放入口袋。要不是我妈逼我，我才懒得搭理她。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就说我们不合适，让她别管了。张浩微微颔首，行吧，我跟大姨妈说一声。吴雅静，那就拜托你了，时间不早了，你去做饭吧。张浩愣了一下，不是应该说时间不早要回家吃饭吗？怎么还留下来吃饭，还让自己去做饭，这么不见外吗？社交正这妖牛皮。吴雅静秀眉微蹙，怎么不欢迎？欢迎，当然欢迎。张浩笑着说了句违背良心的话，转身朝着厨房走去。吴雅静看着张浩的背影，眼中柔光浮动。看我怎么就遇不到这么完美的男生呢？长得帅，又会做饭，关键还那么厉害，能生3胞胎。要是能找个这样的男朋友，把微信里的异性都删了，我也愿意。苏雨嫣的嘴角微微抽了一下，她突然感觉到酸酸的，就跟喝了一瓶醋似的。不得不说，这个表姐的思想太开放了。表姐，别灰心，你肯定能遇到更好的，希望如此吧。探话落，吴雅静看向3个萌宝，心里羡慕的不行。表妹啊，你家这3个宝宝太萌了，就连我这个不婚主义者看的都想结婚了。你是怎么生出3胞胎的？有什么技巧吗？苏雨嫣顿时一脸黑线，这表姐是不是胸大无脑？生孩子哪有什么技巧？虽然这样想，但她还是说了句没有技巧，随缘。40分钟后，张浩把晚饭做好了，来到客厅，只看到苏雨嫣和吴雅静聊天，并没有看到3个宝宝。不用说，宝宝们肯定是睡觉去了。饭好了，过来吃吧。来了。吴雅静连忙站了起来，走得比苏雨嫣还快，坐在餐桌前，直接拿起筷子开吃，一边吃还一边称赞：表妹夫，你烧的菜好吃极了，你比我爸还厉害。我决定了，以后只要有机会就来你家吃饭，可以吗？靠！张浩皱起了眉头，这个表姐的脸怎么比城墙还厚？自己和苏雨嫣还没坐下呢，她就开吃了，怎么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这时苏雨嫣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了笑：当然可以，表姐什么时候来都行。还是表妹好，放心吧，我不会白吃的，我出钱给你家雇一个保姆。不用，我有顾阿姨，她现在放假了。哦，那以后再说吧，别站着了，赶紧坐下来吃饭。苏雨嫣笑着点了点头，她突然有种感觉，就跟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表姐家似的。张浩也坐在餐桌前，因为有吴雅静在，也不方便跟苏雨嫣谈心，为了避免尴尬，索性打开了电视。春天到了，万物复苏，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荷尔蒙气息，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物世界，而且刚好有2只狮子在。张浩顿时觉得气氛更尴尬了，连忙切换到海城电视台。欢迎大家收看海城新闻联播。今日
我是发现一件极为珍贵的古文物，那是大清乾隆年间的青釉浮雕瓷瓶。根据专家鉴定，这件古文物价值上亿。接下来让我们采访一下古文物的持有者赵玉德先生。下一秒，赵爷爷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他笑得春光满面。哼，说出来都臊得慌。这个古董是我从古玩市场淘来的，只用了2000块。确切的说，是我和一位小朋友一起发现的。他对古董颇有研究，要是没有他，恐怕我也不会买。不知道那个小朋友有没有在看电视？小张，我谢谢你啊。张浩面露欣慰笑意，没想到这个赵爷爷挺有良心，被采访时还不忘提到自己。不错，是个值得深交的老头。与此同时，海城某居民楼内，一个秃顶男回到家中，老婆，我回来了。你猜我今天骗了赚了多少钱？秃顶男的老婆没有说话，他正在看电视。老公，你看电视里的这个瓷瓶，你是不是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秃头男笑着看向电视，突然他皱起了眉头，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瓷瓶，同时也看到了熟悉的赵爷爷。卧槽，这不是买我瓷瓶的那个老头吗？不就是被坑2000块钱吗？至于找记者求助，反正钱已经给了，找谁也没用。一听这话，秃顶男的老婆惊呆了。你说什么？这就是你的瓷瓶？秃顶男露出得意的笑容。没错，就是我的，我用200买的，买了2000。嘿嘿，老婆，你老公我是不是特别棒？秃顶男的老婆气得快要炸了。棒你妈！你知不知道这瓷瓶是古董，是价值1个亿的古董？怎么可能？还1个亿？让我说就连200都不止。闭嘴！不信你看新闻。秃头男侧头看向电视，电视里的赵爷爷正在接受采访，他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接下来我要开个古董行，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玉德古董行。这件价值1个亿的瓷瓶当镇店之宝，欢迎业内朋友前来鉴赏。1个亿！听到这3个字，秃头男瞬间大脑一片空白，突然他两眼一翻，直接倒地抽搐起来。秃头男的老婆顿时吓傻了。老公，你怎么了？老公，你可千万不要死啊！救护车，快叫救护车！120的电话是多少来着？叮铃铃！就在吴雅静大快朵颐时，手机突然响了，掏出来一看，是老妈的来电。接听电话传来严厉的声音：臭丫头，你死哪去了？我在表妹家吃。嘟嘟嘟，电话突然挂断了。吴雅静微微错愕，然后加速狂吃起来，因为她知道等会老妈肯定会找过来的，争取在老妈来之前吃饱。因为张浩烧的菜太好吃了，让人欲罢不能。2分钟不到，夏雨梅来了，她的脸上带着浓浓怒意，刚进门直接怒声训斥：你这个臭丫头，脸皮怎么这么厚？雨嫣和小张还要照顾宝宝，你在这添什么乱？别吃了，赶紧跟我回去。说着，夏雨梅来到餐桌前，一把揪住吴雅静的耳朵，把她拽了起来。吴雅静疼得龇牙咧嘴，啊疼！妈，你快松开，耳朵都被你拽掉了。苏雨嫣见状，连忙起身说好话：大姨妈，是我让表姐留下来吃饭的，而且宝宝们都在睡觉，不会打扰的。您还没有吃饭吧？坐下来一起吃。话落，连忙搬了一把椅子过来。夏雨梅看了眼桌子上的菜，悄悄地咽了口唾沫。不了，家里做着饭呢。雨嫣，你表姐就是脸皮厚，你别介意啊。我们先走了，有时间带着宝宝们过去玩。说完，拽着吴雅静的耳朵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骂：臭丫头，看我回去后怎么收拾你！以后再敢过来蹭饭，看我不把你的腿打断！吴雅静欲哭无泪。上次在家，爸妈当着表妹和张浩的面数落自己，现在又揪自己的耳朵，自己不要面子的吗？不用说，肯定是投胎的时候没充值，摊上这么不讲理的父母，除了给钱之外，还能给自己什么？叹命苦啊！苏雨嫣笑着摇了摇头，在自己的印象中，大姨妈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可现在却没想到对表姐这么严厉。莫非当父母的都是这样，对外人宽容，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非常严格？或许这就是爱吧。思绪中回到餐桌前坐了下来。老公，咱们继续吃饭吧。老公，苏雨嫣叫了2声，却发现张浩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侧头看去，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条广告：朋友聚会去哪里？星星大酒店。生日婚宴去哪里？星星大酒店。宴请老板去哪里？星星大酒店。本酒店独有美食秘方，绝对能满足你的胃。第1次不来是你的错，第2次不来是我们的错。本店郑重承诺，如果不好吃，全额退款。苏雨嫣笑了起来。老公，这广告词真够逗的，不好吃全额退款，要是好吃也说不好吃，岂不是可以免单了？不过话说回来，酒店的名字竟然跟大女儿的名字一样，都是星星。张浩嘴角微微扬起。当然了，因为酒店的名字是我定的。啊！苏雨嫣面露诧异之色，但下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什么。老公，莫非这个星星大酒店就是你和刘老板合作开的？老婆，你太聪明了。张浩笑着竖起大拇指。其实他也有些惊讶，没想到酒店这么快就要开张了。不得不说，强子的办事效率还是可以的。
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张浩掏出来一看，正是刘华强的来电。兄弟，咱们的酒店定在5月5号上午8点开张，到时候记得带弟妹一起过来。对了，还有宝宝。行，辛苦你了，跟我还这么见外，那就这样，我先挂了。挂了吧。张浩笑着挂断电话。对于酒店，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凭借自己的秘方，开业后肯定会天天爆满，而且餐饮的利润很大，肯定会赚得盆满钵满。思绪之际，苏雨嫣的声音响起：老公，吃了饭你有时间吗？有。你要出去吗？不是，我想让你再弄点消除疤痕的药膏。行，这么说药膏的效果还不错，让我看看恢复的怎么样了。张浩并不是好色，只是单纯的关心老婆，同时也是为了拉近感情，仅此而已。看吧。苏雨嫣没有拒绝，毕竟张浩又不是没看到过，况且只是看看，又不做别的。张浩起来了，朝着苏雨嫣走去。叮铃铃，突然手机又响了。靠，这电话来的真是时候。张浩连忙掏出手机，发现是赵爷爷的来电。接听电话，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小张啊，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咱们的古董行5月5号上午8点开张，到时候一定过来啊。啊？张浩微微错愕，没想到酒店和古董行竟然同一天同一时间开张。没办法，到时候也只能两头跑了。行，我知道了，挂了。说罢，张浩挂断电话，因为还要给老婆检查伤疤呢。然而来到苏雨嫣身前，却见她把衣服放了下来。老婆，你把衣服撩起来，要不然怎么检查？苏雨嫣微微一笑，把手机递给张浩。我拍了张照片，看吧。晚上9点。张浩把去疤痕的药膏熬好了，来到苏雨嫣身前，非常客气地说了句：老婆，我帮你弄吧。不用，我自己弄就行。苏雨嫣直接拒接，看可以，摸绝对不行，毕竟那个地方非常敏感，要是被张浩摸，岂不是要难受死？好吧。张浩笑了笑，心道老婆太小气了，摸摸都不让。突然稚嫩的声音响起：爸爸。张浩循声看去，原来是大宝睡醒了。醒来的大宝没有哭，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自己。星星乖，爸爸抱抱。说着，用满是父爱的双手向大宝伸了过去。这时苏雨嫣说道：你去冲奶粉吧，我看着宝宝。行。张浩往奶瓶里面放了3勺奶粉，然后走出卧室，来到客厅，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斐济矿泉水，等烧开后冲奶粉用。毕竟现在有钱了，应该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钱嘛，就是用来花的，花完再挣，挣了再花。很快，张浩拿着一瓶奶回到卧室，可进来一看，2宝和3宝也醒了。他没有任何怨言，连忙又冲了2瓶奶粉。当3个萌宝吃饱喝足后，开始在床上玩耍起来，就跟3只小兔兔似的，在床上爬来爬去，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张浩和苏雨嫣化身守护神，分别坐在床两边，防止宝宝们摔下来。毕竟宝宝们还小，没有安全意识，万一磕到碰到，那还不得心疼死。时间推移，很快深夜11点了。虽然3个宝宝玩得正嗨，但张浩和苏雨嫣开始犯困了。张浩没有离开，因为他还没有完成陪宝宝一起睡觉的任务呢，而且这是最后一晚，如果任务失败，就会被坑爹的系统扣30万，所以无论如何也要陪宝宝们睡一宿，耶稣来了也没用。老婆，今晚我和宝宝们睡一宿吧。不行，要是宝宝夜里醒了，我还要喂奶呢。喂奶粉就行了，宝宝都8个月了，也该练习断奶了。还是算了吧，夜里照顾宝宝可是非常辛苦的，你干不了。开玩笑，自己的孩子还怕辛苦？再说了，我还没有跟宝宝们一起睡过呢，你放100个心，我肯定能照顾好宝宝。苏雨嫣微微颔首，既然张浩这么想跟宝宝们一起睡，那就答应他好了。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加深他和宝宝之间的父女情，同时也能让宝宝更好的享受父爱。行吧，那今晚你就在这睡吧。谢谢老婆大人成全。张浩心里乐开了花，爷，终于可以跟3个小可爱一起睡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吗？想到第2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宝宝，心里美滋滋的。然而就在张浩高兴时，突然愣了一下，只见苏雨嫣躺在床上，还盖上了毛毯。老婆，你也在这睡吗？那我走。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你不好意思跟我一起睡，是我想多了。你的确想多了，我只是担心你照顾不好宝宝而已。说完，苏雨嫣又补充一句，我警告你，别趁我睡着占我便宜，你要是过了这条线，你就是禽兽。话落，用手指在身旁画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张浩苦笑道，老婆，你看我像是那种禽兽不如的人吗？不像。那你还，因为你就是禽兽，不是的话3个宝宝怎么来的？张浩顿时哑口无言，接着他故作无奈笑道，好吧，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晚上我就禽兽给你看。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我猜你不敢。好，张浩邪魅一笑，直接朝着苏雨嫣走去。苏雨嫣微微错愕，顿时心里犹如小鹿乱撞。她只是跟张浩斗嘴而已，没想到张浩竟然来真的。见张浩一步步逼近，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你不要过来啊！嘿嘿，老婆大人，就算你叫破喉咙也没用。张浩张开魔爪，朝着苏雨嫣伸了过去。苏雨嫣吓得连忙闭上双眼，可过了一会，身上没有传来任何感觉，缓缓睁开双眸，只见张浩站在身前，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好啊，你敢耍我！羞怒的苏雨嫣一记粉拳捶在张浩胸口上，张浩一把抓住苏雨嫣的玉手，怎么？要不我动真格的？你……苏雨嫣欲言又止，虽然被张浩戏弄了，却不敢顶嘴了。万一他来真的怎么办？自己要不要反抗？好羞耻啊！苏雨嫣摇了摇头，把那种想法从脑子里甩了出去。哥哥，突然，宝宝的笑声响起，张浩侧头一看，顿时笑了起来。只见3个宝宝坐在一起，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自己和苏雨嫣，小脸上乐呵呵的，就跟看戏似的。老婆，看来宝宝也想让我亲你，你就从了吧。哼，不理你了。苏雨嫣直接翻了个身背对张浩，脸上红扑扑的。张浩笑了笑，视线从苏雨嫣完美曲线的娇躯上扫过，然后陪宝宝玩耍起来。宝宝们，爸爸来了，今晚跟爸爸一起睡，开不开心？爸爸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很快，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在张浩讲故事的催眠下，3个萌宝陆续睡着了，而张浩也坚持不住了，见3个宝宝都睡了，这才放心的闭上了双眼。哇！突然响亮的啼哭声响起，张浩猛然睁开双眼，看到是3宝在哭，先看了眼尿不湿，发现不是尿了，知道肯定是饿了。虽然困得要命，还是顶着强烈的睡意起床冲奶粉。10几分钟后，等3宝喝完了奶睡着了，躺在床上继续睡觉，可感觉刚闭上眼睛，突然又听到宝宝哭了，睁开带着血丝的双眼，发现是大宝在哭，检查尿不湿，一看是尿了，连忙起床换尿不湿。然而好不容易把大宝哄睡着了，2宝又醒了，哇哇嘹亮的哭声在房间回荡。张浩眉头紧皱，他感觉自己的头快要炸了，原来夜里照顾宝宝这么辛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第2天上午，叮铃铃，突然响起的铃声把正在跟周公约会的张浩吵醒，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拿起手机眯眼一看，是赵爷爷的来电。滑动屏幕接听电话，发出半死不活的声音：喂，小张，咱们几点去古玩市场？9点吧，我还没起床呢。9点？现在都10点半了。张浩愣了一下，看向手机屏幕，我靠，10点38分，没想到这一觉都快睡到中午了。那就下午1点吧，昨晚太累了，再睡个回笼觉。行，听你的，到时候联系。张浩把手机扔在一边继续睡觉。然而下一秒，他猛然睁开双眼，我老婆呢？我的宝宝们呢？看着空荡荡的床上，张浩微微错愕，回过神后连忙下床走出卧室。然而就在这时，脑中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丁，恭喜宿主完成陪宝宝睡觉的任务，30万奖金已到账，触发新任务，带着宝宝去古玩市场并消费100万。张浩微微错愕，我靠，奖励呢？这次为啥只有任务没有奖励？系统，完成任务有什么奖励？没有奖励。靠，这任务不做也罢。友情提示，任务失败扣100万。张浩顿时郁闷至极，这系统太坑爹了吧。巴巴，突然稚嫩的声音响起，张浩停止思绪，只见3个萌宝坐在婴儿车上，3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苏雨嫣坐在沙发上看开端，见张浩出来了，立刻面露笑意。你醒了，老公，昨晚是不是没休息好？现在知道夜里照顾宝宝有多累了吧？张浩郑重地点了点头，正准备感慨一番时，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自己只陪宝宝们睡了1晚而已。可苏雨嫣呢？从3个宝宝咕咕坠地开始，每晚都是她照顾宝宝，而且宝宝越小越难照顾，难以想象她经历了多少苦难。想到这，张浩暗自发誓，以后必须加倍呵护关爱老婆。同时他也做出另一个决定，老婆，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我都和宝宝一起睡。啊！苏雨嫣面露诧异之色，本以为张浩体验夜里照顾宝宝不容易会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却知难而上。虽然心里很感动，却也感到害羞。如此一来，岂不是等于跟他同床共枕了？要是日久生情，会不会做那种事？不行，现在还没有心理准备呢。算了吧，你白天还要忙别的事情，晚上必须要好好休息，还是我来照顾宝宝吧。说完，不等张浩回应，直接转移话题。你肯定饿了吧？我去给你热菜。苏雨嫣起身朝着厨房走去。张浩见状连忙道：不用了，老婆，我……叮铃铃。话未说完，突然听到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大壮的来电。浩哥，你不是说带我直播吗？这都第3天了，咋没音了？哎呀，忘了。我靠，你还是不是兄弟？抱歉，这2天忙着照顾宝宝。哦，那没事了。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下来，张浩微微一笑，看得出来大壮对自己的宝宝们也是非常喜爱的。既然他这么够哥们儿，许下的承诺必须说到做到。这样吧，下午4、5点的时候，
你来找我，我带你直播。行，到时候我过去。挂了。话落，张浩挂断电话。虽然一场直播下来能赚几万块，但现在已经无法满足自己了。开玩笑，一件古董就能赚5000万，等新酒店开张，每天至少10来万。人就是这样，一旦赚了大钱，就会看不上小钱。至于直播带货，也不会扔。前期带着大壮一起直播，如果他卖得好，多给他一些分红。叮咚，突然门铃声响起，张浩看向门口，微微错愕，透过门窗发现是吴仁耀和夏雨梅夫妇。奇怪，他们怎么来了？莫非是因为送了10个秘方过来道谢的？虽然疑惑，还是笑着走了过去。可开门后，张浩又愣了一下，只见门前停着一辆皮卡车，车上装满了儿童玩具、滑梯、蹦蹦床等等。不仅如此，吴仁耀和夏雨梅手里还拿着礼物。这时，吴仁耀笑道：“小张，这是我们送给宝宝们的礼物，是一套室内小型游乐场，放在客厅里，宝宝们就能在家开心的玩耍了。另外，我给你买了个表。”话落，把一块高档手表递到张浩身前。张浩定睛一看，面露惊讶之色。手表是江诗丹顿的，自己以前也有一块，价值70、80万。大姨夫，您太客气了，宝宝的礼物我收下了，表就算了，都是亲戚里道的，不用这么见外。刚说完，身后传来苏雨嫣的声音：“大姨夫、大姨妈，你们怎么来？”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苏雨嫣也看到门口的满满一车儿童玩具，也愣了一下。夏雨梅笑道：“雨嫣啊，这是大姨送你的化妆品，快拿着。”苏雨嫣看后秀眉微蹙，那是一套香奈儿的化妆品，少说也得1、2万。大姨，这可使不得呀，哪有长辈送晚辈礼物的？没事儿，你就拿着吧。不行，这礼物我不能要，送你的必须收下。不要不要！一时间，苏雨嫣和夏雨梅开始拉扯起来。行了，吴仁耀大声道：“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直接拿着就行。谁要是不要，就是不给大姨夫面子。”一听这话，苏雨嫣也只好答应下来。大姨、大姨夫，让你们破费了，别在门口站着了，去屋里坐吧。苏雨嫣非常热情地招呼着。吴仁耀先跟安装玩具的工作人员安排了一下，然后走进客厅。当他进来后，直接对着张浩笑道：“小张，你能不能再送我10个秘方？买也行。”啊！张浩微微错愕，本以为吴仁耀是来道谢的，没想到是为了秘方。毕竟送10个秘方已经是底线了，要是再送10个，那就真的违背原则了。思绪中，吴仁耀的声音响起：“小张，大姨夫也不瞒你，你那10个秘方昨晚给酒店创造了10几万的利润，只要你开个价，别说一个秘方10万，20万都没问题。”抱歉，大姨夫，我不卖。张浩笑着拒绝，虽然很想卖，可要是卖了，那就对不起强子了。这时，张浩把手表放在茶几上，意思很明显，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既然不卖秘方，怎好意思要这么贵重的礼物？吴仁耀仍旧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坚信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如果有，那就加钱。小张，只要你肯卖，我出25万，这跟钱多少没关系。30万，那也不行。35万，您别说了。40万，我50万，卖。张浩突然改变了主意，没办法，大姨夫给的太多了，一个秘方50万，10个就是500万，傻子才会拒绝。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吴仁耀脸上笑意更浓，立刻拿出手机转账。虽然500万花的有些心疼，但绝对物超所值，他有十足的把握，半年内就能把这500万赚回来。张浩也拿出手机给刘华强发了一条信息：“强哥，我又卖了10个秘方。”啊，你不是答应我不卖了吗？卖了500万，分你一半。500万？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等会给你250万。如果我没猜错，是不是又卖给吴老板了？这还差不多，要是卖给别的酒店会影响咱生意的。对了，如果以后吴老板再买，你可不能卖了，可以以分红的方式给他秘方，比如5-5分成，但也不能给太多，毕竟咱们还用呢。看到这段话，张浩顿时眼前一亮，分红？自己怎么没想到呢？如此一来，在家躺着就能把钱挣了，爽！强哥，还是你有商业头脑，如果这件事能成，挣的钱分你一半，不用，给我30%就行，占你便宜我还是人吗？呵呵。对了，老弟，你把那500万都给我吧。卧槽！别吵，我是想扩充酒店规模，既然现在有资金，就不用等以后了。张浩微微颔首，了解强子的想法，直接答应下来。行，我给你转1000万过去。卧槽，1000万？既然资金充足，干就干大的。行，听你的。OK。接着，张浩把钱转了过去，同时也收到了吴仁耀的转账。吴仁耀嘿嘿笑道：“小张，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把秘方发我微信吧。”好，我给你20个秘方。20个？真的吗？吴仁耀顿时无比激动。小张，你太够意思了，啥也不说了，以后有事说话，大姨夫保证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张浩有些尴尬。
大姨夫，另外10个秘方不是白送的，而是以55分成的方式给你，也就是说用这10道菜赚的钱一人一半。好，吴仁耀想都没想直接答应。虽说是55分成，但跟白送没有什么区别。凭借这10个秘方，肯定能给酒店带来更多的回头客，创造额外的效益。所以别说55分成，就是把赚的钱都给张浩也没问题。这时，安装玩具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先生，游乐场已经装好了。麻烦了。张浩看向游乐场，面露新奇之色。这跟商场里面的儿童游乐场差不多，有滑梯、蹦蹦床、水床、积木、喜羊羊的摇摇车等等，这简直就是宝宝们的天堂。夏雨梅笑着来到婴儿车旁，把大宝抱了出来。雨嫣，咱们带着宝宝去游乐场里面玩吧，相信宝宝们肯定非常喜欢。好的，大姨妈。苏雨嫣含笑点头，带着2宝和3宝走进游乐场，来到水床一边，把2个萌宝放在上面。随着里面的水涌动，水床开始摇晃起来，2个宝宝的身体也随之晃动，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另一边，夏雨梅抱着大宝来到摇摇车一旁，把大宝放在摇摇车上，打开开关，摇摇车开始前后摇晃起来，同时还响起一阵音乐。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不远处的张浩脸上洋溢着笑容，每当看到宝宝们开心，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愉悦。咕噜噜，突然奇怪的声音从肚子里传来，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快11点了。大姨夫，中午别走了，在这吃饭吧。嘿嘿，我就没打算走，特想尝尝你的手艺。吴仁耀满脸堆笑，他发誓张浩炒的菜绝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甚至比酒店里的顶级大厨炒得更好吃。要不是张浩不差钱，非得把他请到酒店当大厨不可。时间推移，转眼下午1点了。吴仁耀和夏雨梅吃过午饭就走了。张浩和苏雨嫣坐在水床上，一边聊天一边看3个宝宝玩耍。老婆，等会儿我去一趟古玩市场，看看能不能淘到宝贝。去吧，但你也不要太异想天开，哪有那么多宝贝都让你遇到。呵，虽然希望很渺茫，但梦想还是要有的。对了，我要带着宝宝们一起去。带宝宝去？为什么？因为宝宝正是成长的时候，应该多接触一下外界的新鲜事物。张浩随便找了个借口，而且这个借口很合理。苏雨嫣想了想答应下来，毕竟张浩说的很有道理，经常带宝宝出去转转，有助于宝宝对外界的认知。行吧，正好我一个人放松一下，我去准备尿不湿和奶粉。说罢，苏雨嫣起身走向卧室。叮铃铃，悦耳的铃声从张浩口袋里响起，掏出来一看，是赵爷爷的来电。小张，你在哪呢？我去找你。在家呢，来吧。我怎么知道你家在哪？在1号公馆。可以吗，小伙子？年纪轻轻就住上大别墅了，不简单啊。呵呵，那行，我马上过去。到了，打电话。话落，张浩挂断电话。10几分钟后，张浩的手机又响了，本以为是赵爷爷的来电，可掏出手机一看，却是个陌生号码。接听电话，直接打开免提。找谁？浩浩，是我。听到这个声音，张浩突然愣住了，双眼瞬间泛红。妈！张浩满脸诧异，电话那头的声音他非常熟悉，那正是妈妈的声音。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电话竟然是老妈打来的。来不及多想，张浩连忙问妈：“你和我爸在哪？怎么之前一直联系不上你们？咱家里还欠多少钱？”话落，迫切等待老妈回应。而张浩的妈妈不答反问：“浩浩，你先冷静，妈妈问你，那3个可爱的宝宝真是你亲生的？”啊！张浩微微错愕，说道：“是我亲生的。妈，您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从快手上看到的。你比你爸厉害，竟然生了3胞胎。张浩顿时汗颜。虽然知道老妈非常幽默风趣，可现在哪有心情开玩笑？妈，您快告诉我，你和我爸到底在哪？咱家还欠多少钱？话落，听到老妈回应：“儿子，你不用担心，我跟你爸在外面过得很好，欠的钱也不多，1000多亿而已。1000多亿，这还不多？”一时间，张浩大脑短路。张妈妈继续道：“儿子，你也不要找我们，等时机成熟，我们自然会回去的。接下来你只需顾好家里就行。对了，你现在缺钱吗？”张浩摇了摇头：“不缺妈，不缺就好，缺我也没有。那先这样，挂了。”嘟嘟嘟，听着手机中的忙音，张浩眉头微皱，他的大脑有些混乱，因为老妈在外面躲债，按说应该心情沉重，可他刚才说话时的语气就跟闹着玩似的。莫非家里没有破产？因为当时爸妈是在电话里说破产了，然后让自己把跑车和别墅卖了还债。可如果没破产的话，为什么要把价值10个亿的庄园卖了呢？那可是爸妈经常住的地方啊！不行，必须问清楚。想到这，立刻回拨刚才那个号码。很快，一个女性的声音响起：“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张浩愣住了，什么情况？刚接的电话竟然变成了空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为什么要瞒着自己呢？自己还是不是亲生的？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张浩连忙看向屏幕，却发现是赵爷爷的来电。虽然心情郁闷，还是接听电话。小张，我到别墅门口了，看门的小妮子不让我进去，你出来吧。张浩随口应了一声就挂了电话。虽然担心爸妈，可奈何联系不上，想再多也没用。接下来必须想办法多挣钱，毕竟那可是1000亿啊。这时苏雨嫣拿着奶粉和尿不湿从卧室走了出来。老公，要不我也跟你一起去吧。虽然在家躺平很舒服，可想到张浩一个人带着宝宝出去，却又放心不下。正所谓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之前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总想着家里的宝宝们在做什么，有没有哭闹，有没有乖乖喝奶，有没有乖乖睡觉觉，这种心情也只有当了妈才懂。张浩淡笑道，放心吧老婆，我会照顾好宝宝的，你难得清闲一次，在家歇着就行。话落，从苏雨嫣手里接过奶粉和尿不湿，苏雨嫣微微颔首，接着先在每个宝宝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抱进婴儿车里面，最后叮嘱张浩，老公，你一定要照顾好宝宝，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知道了老婆。张浩推着宝宝走出家门，不一会来到了别墅区门口。突然一道倩影从保安亭里面蹦了出来，那正是保安小姐姐。她一脸媚笑地问，张浩哥哥，怎么就你自己啊？你老婆没在家吗？张浩语气淡淡道，在家呢，麻烦你把门打开。好。保安小姐姐连忙开门，虽然被张浩的冷淡拒之千里之外，但并没有在意。张浩哥哥，你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撸串。张浩没有说话，直接推着宝宝走了出去。保安小姐姐没有气馁，因为她坚信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偷腥的猫。这时门旁一辆奔驰迈巴赫的车门打开，赵爷爷从里面钻了出来。当他看到张浩还推着3个宝宝时，不免有些意外。小张，你这是要带着宝宝一起去吗？为啥？你老婆没在家？在呢，我想带着宝宝们去见见世面，你倒是不嫌麻烦，上车吧。张浩走到车旁，先把3个宝宝放在后座，然后把婴儿车放进后备箱，坐到车里，拿出3个奶嘴儿，分别塞进宝宝嘴里。3个萌宝叼着奶嘴儿，小嘴巴一动一动的，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可爱至极。赵爷爷一看笑了起来，小张，你这3个娃娃太可爱了，看到他们不禁想起我孙子小的时候，只可惜他都8岁了，一天天就知道调皮捣蛋，典型的熊孩子，7匹狼我都抽坏2条了。张浩微微一笑，可正准备说话时，突然打了个哈欠。没办法，因为昨晚没有休息好，再加上刚吃午饭，多少有些犯困。赵爷爷见状笑着问，小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可不是嘛，差不多1宿没睡。哎呦我去，你这小身板这么厉害。张浩愣了一下，见赵爷爷坏笑的样子，意识到他想歪了。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我是照顾宝宝1宿没睡，你想哪去了？哦，我还以为你拍了一晚上盆骨呢。拍盆骨？靠！张浩是然后面露鄙夷之色，这老头太他妈不正经了。这时赵爷爷启动车子，一边开车一边说，小张，你真是个好丈夫好爸爸，不像我年轻的时候只想着搞钱，忽略了老婆孩子，可把钱赚够了，老婆也老了，孩子也长大了。虽然后悔没有抽出时间陪陪老婆孩子，可后悔有啥用呢？钱固然重要，但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我是过来人，说的话都是真理，你要牢记。张浩笑而不语。虽然赵爷爷说的很有道理，但并不现实，因为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没钱你就娶不到老婆，没钱就连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你。只要有钱，有些东西你不用追求，就会主动来找你。思绪之际，赵爷爷的声音响起，对了小张，咱们的古董行已经弄好了，要不要过去看看？先去古玩市场吧，等以后有时间再去古董行。张浩笑着拒绝，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不会带着宝宝出来。一想到这次的任务，就想爆粗口。完成任务没奖励，完不成还罚钱，这系统岂止是坑爹，简直就是坑爷。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宿主说脏话，罚1万警告。我撤草会母。半个小时后，赵玉德开车来到古玩市场。其实他10分钟就能来到这里，因为车上坐着3个萌宝，所以并没有开快车，而且这一路上没有超车，也没有闯黄灯，甚至遇到别车的也没有反超。为了宝宝的安全，全程以龟速行驶。张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没想到这个不正经的老头也有温柔的一面。小张，我们到了，下车吧。下车后，张浩推着宝宝进入古玩市场，所到之处顿时惊呼声一片。我靠，3胞胎！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有3胞胎，活久见啊！这有啥好吃惊的？我看新闻上还有10胞胎的呢。帅哥，宝宝这么可爱，买个瓷娃娃吧，原价20万，现价只需5万。看到周围人惊讶的目光，赵爷爷面露笑意。小张，这3个娃娃是不是到哪都是焦点？是啊，没办法，3胞胎太惊人眼球了。张浩一副无奈的样子，但心里非常骄傲，毕竟没有什么比称赞自己的宝宝更开心的事了。每次带着宝宝出门，都会进入炫宝模式。
这时赵爷爷悄悄地问小张，你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告诉我呗。虽然我儿子40多了，但儿媳妇才30岁，还能再生。张浩顿时汗颜，怎么都问自己有没有秘方？生孩子哪有什么秘方，完全是靠个人实力好不好？抱歉赵爷爷，这个忙我帮不了，因为没有秘方，可能跟体质有关系吧。赵爷爷点了点头，行吧，没有就算了，但宝宝还是必须要生的。你这3个萌宝太可爱了，把老夫的少女心都融化了。回头我必须让儿媳妇生女孩，当小公主供着。生男孩不行，长大会变成熊孩子的。要是我儿子不答应，直接7匹狼伺候。赵爷爷正说着，却见张浩突然停了下来。小张，你怎么不走了？我看到宝贝了。宝贝在哪？在这个店里。张浩推着宝宝走进路边的一家古董店，那是一个青花瓷瓶，一看就是真的古董。虽然鉴宝能力能辨别真假，却因为对古董行情不了解，无法估算价值。这时赵爷爷也走了过来，当他看到瓷瓶时，突然瞳孔猛缩，但下一刻他的眼睛咕噜一转，开始摇头咂舌。小张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这瓷瓶明显就是现代仿制品，不是古董。张浩一听挑眉瞪眼，假的？怎么可能？这可是通过鉴宝技能鉴定出来的，是货真价实的古董。莫非这老头想独吞？老赵，你是不是想独吞2个字还没说出口，声音戛然而止。张浩顿时恍然，如果说瓷瓶是真的古董，店老板肯定会要高价。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赵爷爷，还是你会演过人，一眼就看出这瓷瓶是假的。假的也没事儿，买回去当装饰品也不错。老板，这瓷瓶多少钱？赵爷爷欣慰点头，心到小张的脑袋瓜转得挺快，要是刚才说漏嘴，至少多花上100万。这时店老板走了过来，看了眼瓷瓶，直接伸出3根手指，30万。张浩微微一笑，砍了一刀狠的500。店老板皱眉道，500没有万，那就是500块。出去，不买别捣乱。赵爷爷出场了，他连忙笑道，老板，小孩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虽然你这瓷瓶工艺不错，可惜是现代仿制品。这样吧，我给你5000，你也别讨价还价了。店老板想了想，说出一个价，一口价1万，成交。赵爷爷按耐住内心的激动，连忙答应，因为这瓷瓶可是唐代青花瓷，保守估计至少价值100多万，具体值多少钱还要请专家鉴定后才能知道。可就在赵爷爷拿出手机准备付款时，却见张浩也拿出了手机。我来。赵爷爷欲言又止，虽然根据行规谁付钱古董就是谁的，可既然是张浩先发现的，那就应该是他的。爹，付款成功。张浩付了钱，把手机放回口袋。关于谁付钱他没有多想，因为任务要求消费100万，所以就直接付款了。要是花不了100万就会被扣100万，这系统等等，不能说脏话，要不然也会被扣钱的。思绪中见赵爷爷拿了古董，便推着宝宝离开。可就在离开前对着店内古董扫了一眼时，视线落在一件牛形青铜器上面。这个也是真的。老板，那个牛形青铜器多少钱？80万。800。一口价就80万。1000，少1分都不卖，因为这是真的。张浩微微错愕，没想到老板也知道是真的。不对，这可是人家的古董店，是真是假肯定比谁都清楚。哇！就在这时，大宝突然哭了起来。张浩连忙抱起大宝，感觉到尿不湿沉甸甸的，而且根据重量判断不是尿了，而是拉粑粑了。可尿不湿还在车上呢。行，80万，买了。为了尽快给大宝换尿不湿，张浩直接拿出银行卡。等等，我先看一下。赵爷爷连忙走了过来。虽然相信张浩的判断是真的，可80万不是小数目，要是能赚钱还好，要是赔钱的话，那就等于砸手里了。可就在赵爷爷刚拿起那件青铜器，正准备仔细打量时，突然听到滴的一声，回头一看，却见张浩已经刷卡了。小张，你着急给钱干什么？我还没看呢。看不看吧，肯定不是假的，要是赔了钱算我的。话落，张浩一手抱着大宝，一手推着婴儿车向门口走去。突然，啪的一声，一个瓷瓶掉在地上摔碎了。哇哇，瓷瓶摔碎的声音吓得3个萌宝打了个哆嗦，下一秒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张浩有些不知所措，毕竟自己不是哪吒，没有3头6臂，也只能把2宝抱在怀中安抚。好在这个时候赵爷爷走了过来，他连忙抱起3宝，一边抚摸3宝的小脑袋瓜，一边说道，摸摸毛，吓不着，揉揉肚，开小铺。此时店老板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刚才看到瓷瓶是大宝不小心碰到地上摔碎的，没事儿，不就是一个瓶子吗？碎了就碎了，岁岁平安。一听这话，赵爷爷忍不住竖起大拇指，不愧是店老板，果然豪爽大气。张浩也非常感动，立刻决定在这家古董店花够100万。可接着店老板又说了句，这个瓷瓶是我5万买的，你们赔4万8就行了。
卧槽，这店老板太不是玩意儿了，瓷瓶明明是假的，他竟然狮子大开口要4万8，别说4万8，4800都不值。张浩暂时没有跟店老板理论，因为他还急着给大宝换尿不湿呢。赵爷爷，你在这等一会，我先去车上给大宝换尿不湿。去吧，给你车钥匙。张浩接过车钥匙，抱着大宝和2宝走了出去。赵爷爷抱着3宝，开始跟店老板讨价还价。他不悦道：你这人太不厚道了，一个假的瓷瓶而已，也敢要4万8？瓷瓶是我的，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就给你3000，要不要？不行，少1分都不行，不给我就报警。你报警我给你好了。赵爷爷非常无奈的妥协了，没办法，谁让咱不占理呢？瓷瓶是宝宝打碎的，理应负全部责任。怪只怪这个店老板心太黑了。思绪中，赵爷爷一边拿出手机，一边嘟囔着：你这人太没良心了，连宝宝的钱都挣。人家小张一个人照顾3个宝宝已经够不容易了，你还坑人家钱。为了养3个宝宝，小张白天送外卖，晚上跑出租，每天只睡8个小时。要是他没钱了，也只能把3个宝宝送孤儿院了，太可怜啊。说完，赵爷爷唉声叹气，甚至还有些悲伤的看着3宝擦了一下眼角。店老板眉头微皱，了解张浩的情况，心里不免有些愧疚。突然他想到了什么，连忙问：刚才他不是花了80万吗？怎么可能没钱？赵爷爷，那是他卖房子的钱。店老板，那宝宝的妈妈呢？赵爷爷，宝宝刚出生，他们的妈妈就跟别人私奔了。店老板沉默了，没想到张浩的遭遇这么悲惨，听得自己都快要哭了。要是坑张浩的钱，自己还是不是人了。老爷子，要不这样吧，你们赔1000就行了。1000？这可是小张2天的工资啊，你也忍心？好吧，那就不用赔了，这还差不多，算你良心未泯。赵爷爷面露欣慰之色，但心里早就乐开花了。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就在这时，张浩抱着大宝和2宝走了进来，他直接对着店老板说道：你这瓷瓶是假的，一口价2000。店老板笑着摆了摆手：不用给钱，不用。张浩顿时满脸问号，刚才店老板还说赔4万8，现在怎么不用了？就算赵爷爷讨价还价，最起码几百块还是要赔的吧。小兄弟，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兼职2份工作，还要照顾3个宝宝，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听到店老板所说，张浩更疑惑了。赵爷爷连忙抱着大宝走了过来，他笑道：小张，其实咱们误会人家店老板了，他可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呢。走吧，咱们再去别的地方转转。话落，拉着张浩向外面走去。如果不赶紧走，万一张浩说漏嘴就麻烦了。要是被店老板知道张浩住大别墅，家有美娇妻，刚才的苦情戏就白演了。等一下，突然店老板的声音响起：小兄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买的那件青铜器不是80万，而是60万，所以我再退你20万。啊！张浩又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店老板竟然还退钱？他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毕竟已经80万卖了，就算只值60万，多出的20万不是赚的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退钱啊！老板，你在跟我开玩笑吧？绝对没有，因为你的生活太艰苦了，但你也不要灰心，虽然宝宝们的妈妈跟别人那什么……不等店老板把话说完，赵爷爷连忙打断：老板肯定是非常喜欢宝宝，想让宝宝过得好一点，所以才退这20万的，对不对？店老板笑着点头：对，小兄弟，这钱是给宝宝的，请你务必收下。张浩顿时一头雾水，虽然觉得奇怪，但既然是退钱，哪有不要的道理？好吧，多谢老板了。不用客气，以后想买古董就来我这，我有宝贝都给你留着。谢谢。接着，张浩收到退款后，推着宝宝走出古董店。他越想越不明白，店老板干嘛要退钱呢？2个小时后，赵爷爷，今天就转到这吧，咱们回去吧。着什么急？这才3点半，因为宝宝们都困了。赵爷爷低头看向婴儿车，果然3个萌宝的卡姿兰大眼睛都迷瞪起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行，那咱们改天再来。赵爷爷欣然答应下来。在陪伴宝宝的这3个小时，月来也喜欢这3个小家伙了。回去后必须通知儿子，今晚就给自己生孙女。他要是不生，直接7匹狼伺候。张浩笑着点了点头，推着宝宝们向停车位置走去。至于消费100万的任务，早已经完成了，而且都是用便宜的价格买到了真的古董。叮铃铃，悦耳的铃声从张浩口袋中响起，掏出来一看，是大壮的来电。浩哥，我到你家了，你在哪呢？外面呢，马上回去。好，那我先和嫂子培养感情。滚犊子！张浩骂了一句，挂断了电话。突然，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靠！总算让我找到你们了，给老子站住！张浩眉头微皱，这个声音怎么有些熟悉？哦，想起来了，是那个古董摊的老板秃顶男，那个价值1个亿的瓷瓶就是从他那里买的。然而当张浩循声看去时，却见秃顶男气势汹汹地向这边走来，一副要打架的阵势。见他来者不善，
立刻跨出一步，把宝宝护在身后，眼神变得犀利。很快，秃顶男走了过来，他怒声道：“把我的瓷瓶还我，我不卖了。”赵爷爷笑着说了声卧槽，继续道：“我还你个锤子！行有行规，都特么完成交易了，哪有反悔的道理？脸皮厚的人我见多了，像你这么厚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懒得搭理你，小张，咱们走。”话落，继续向前走去。秃顶男直接张开双臂拦住去路，除非你们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否则谁也别想走。不给我瓷瓶可以，但必须补偿1000万。要是不给我就死给你们看。说罢，直接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以死相逼。赵爷爷又是一声卧槽，他也懒得废话，直接掏出手机。既然你这么不要脸，那我只好报警了。说完，按下110。秃顶男见状，顿时慌了。他当然知道行里的规矩，可就是不甘心，毕竟那可是1个亿啊！1个亿啊，1个亿，一生一世花不完，哪怕只补偿1000万，也够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如果1分钱没有，死了也不甘心。这时，赵爷爷发出最后警告：“我再问最后一遍，是你让开，还是我报警？”我。秃顶男一时间不知所措，他越想越觉得委屈，情绪也变得过激。下一刻，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555，我不甘心啊！我苦了半辈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好不容易有个咸鱼翻身的机会，却拱手让人了。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姐姐跟我过去不啊？你是想玩死我吗？555，秃顶男的这一举动顿时引起很多人的围观。靠，这人太不要脸了，都把古董卖出去了，还向人家要钱，垃圾！就是如果买到赝品呢？难道还能退货？可能吗？别说了，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受，认栽就行了。我的神经很脆弱，要是发生在我身上，跳楼的心都有了。众人议论纷纷，他们对这件事非常了解，毕竟那可是价值上亿的古董，一夜之间就在市场传开了。赵爷爷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悦道：“你就闹吧，等会警察叔叔来了，你就老实了。”说完，直接打电话报警。等等，突然张浩开口了：“赵爷爷，你先别报警，这位大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看这样行不？我给你200万，把你的古董全买了。”赵爷爷一听，立刻急眼了：“小张，你是不是傻？买古董是你情我愿的事，他赔了只能怪他倒霉。你要是嫌钱多，给我200万好了。”张浩微微一笑，毕竟靠那件古董赚了足足5000万，既然这位大哥这么可怜，给他200万好了。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让自己心太软呢？赵爷爷，这件事就听我的吧，就算那些古董都是假的，可以当装饰品卖出去。大哥，你说行不行？秃顶男点了点头，用手背擦了擦眼泪。那些古董加起来差不多20万，给200万的话，还能赚180万。虽然没能要回1000万，最起码也得到了补偿。小兄弟，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大哥谢谢你。话落，非常有诚意的给张浩深深鞠了一躬。啪啪啪，周围人纷纷鼓掌赞赏。小伙子好样的，大哥给你个赞。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难怪人家能生3胞胎，这就叫善有善报。谁说做好事儿就有好报？我上次扶了个老奶奶，转眼被讹了10万，连老奶奶都敢扶，家里有矿吗？半个小时后，张浩推着3个宝宝回到家中，刚进客厅就看到大壮和苏雨嫣在打扑克，而且大壮的脸上贴满了纸条，就跟贴了符的僵尸似的。浩哥，你终于回来了，嫂子的技术太厉害了。嘘。张浩做了个嘘声的手势，然后指了指大壮，一看顿时恍然，原来3个萌宝都睡着了。苏雨嫣连忙走了过来，你们聊吧，我和宝宝回卧室。张浩微微颔首，见苏雨嫣推着宝宝走进卧室，来到大壮身旁聊了起来。你想好了？跟着我一起直播卖货？大壮郑重道。想好了。张浩笑着问，之前谁说尊严比钱重要？是我肤浅了，人不能为了尊严连钱都不要。哼，没人能逃得过真相定律。你去把商品拿过来，就在墙角的纸箱子里。好咧。大壮屁颠屁颠的走了过去。突然他想到一件事，对了，浩哥，那个保安小姐姐加我微信了，她说想要你的微信，给不给？张浩眉头一皱，把她删了。删人家干什么？你都有嫂子了，我还没女朋友呢，不删。听我的，那个女的你把握不住，没必要在她身上浪费精力和财力。嘿嘿，精力我有，财力想浪费也没有，只是玩玩而已。靠，你就是个牲口，猪场里的种猪都没你这么猛。大壮竖了个中指，然后把6种商品拿了过来。张浩开始直播，刚开播，直播间就进来了1000多人。沙雕主播，今天卖什么？宝宝们呢？我是专门来看宝宝的。嫂子呢？我是专门来看嫂子的。怎么多了个男的？看上去好猥琐。张浩面带笑意，正准备跟直播间的观众打招呼时，突然面露惊讶之色。水出芙蓉送2888块币的穿云箭 X10，水出芙蓉送28888块币的终于等到你 X10，水出芙蓉送13140块币的恋爱宇宙 X10，
1分钟不到，这个水出芙蓉就刷了30-40万的礼物。张浩惊呆了。虽然之前直播时也有人刷礼物，但刷的都是棒棒糖、小可爱、啤酒这种便宜的礼物，最贵的也就是666块币的跑车。可这个水出芙蓉呢，一上来就刷了30-40万的礼物，30-40万的礼物，这绝对是土豪啊！等等，莫非是孙老板找人刷的？目的是增加直播间的热度，让更多的人进入直播间卖更多的货。就在张浩猜测之际，水出芙蓉发了一条弹幕：小帅哥，你的3个大宝贝呢？让姐姐看看，姐姐再给你刷10个火箭。下一秒，屏幕中一个火箭升空。张浩微眯双眼，不对，这个人肯定不是孙老板派来的。如果想增加直播间热度，火箭应该一个一个的刷。可这个人呢，直接10个一组，这明显就是奔着送礼物来的。没想到宝宝们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这位姐姐，宝宝们都在睡觉，等会话未说完，被大壮激动的声音打断。感谢榜一美女送来的火箭，家人们给榜一点点关注。这是我们的好大姐，肤白貌美大长腿，为人非常豪爽。天哪，姐姐又送礼物了！感谢姐姐送来的10个游轮，感谢姐姐送来的10个城堡，你就是我亲姐。张浩顿时一脸黑线，这个大壮太不正经了，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就一口一个姐姐的叫，那激动的样子比见了亲妈还高兴。大壮，别聊骚了，开始卖吧。张浩小声提醒，虽然刚开播，但直播间已经有7万多人了，不用说，肯定是被穿云箭吸引过来的。好，大壮从箱子里拿出商品，开始介绍起来。家人们，这是2022年最流行的女士内裤，我女朋友就穿这一条，不但非常舒适，款式也非常漂亮，穿上保证能把你老公征服。这是杜蕾斯牌的小气球，质量杠杠的，保证一滴不漏，有它在，大胆爱，保证没意外。这是8度空间卫生巾，超薄舒适防侧漏，放心跳舞蹦迪打篮球，做女人越做越开心。听到大壮说的话，顿时令张浩无比尴尬，要不是必须一起直播，早就直接走人了。思绪中向左跨出一步，离这个二货远远的。1个小时后，张浩下播了。下播的第一件事，直接朝着大壮的屁股上踹了一脚，砰！大壮一手捂着屁股，脸上满是委屈。浩哥，你踹我干什么？我是让你来直播卖货的，不是来砍大山的。你想不想好好干？想，可我感觉还不错呀。在我的挑逗下，观众们非常活跃，直播间的氛围也非常热闹。他们都是看傻子的，要是卖不了2万的货，你就别干了。话落，张浩点开软件钱包查看，可这一看，突然愣住了。大壮见状，连忙把脸凑了过来。卧槽！交易额12万多，收到的礼物55万多。卧槽！哎呦卧槽！看到那一串长长的数字，大壮激动的都快要蹦起来了。张浩却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大壮竟然卖了这么多的货！毕竟在他直播时就跟个二比似的，可谓洋相百出。本以为会被观众们反感，却没想到竟然深受喜爱。这些人都是怎么了？生病了吗？叮铃铃！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屏幕上显示3个字：孙老板。张浩滑动屏幕接听电话。小张，跟你一起直播的那个傻，那个中二青年是谁啊？是我朋友。哦，那小伙子挺逗的，阿姨喜欢。接下来能不能叫他一起直播呢？当然可以，我正有此意。行，但要是给他分红，就必须降低你的提成了，要不然我就没利润了。这个你不用管，我给他就行。可以，下次直播能不能让3个萌宝一起出场？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张浩突然犹豫了，要是带着3个宝宝一起直播，肯定会被大壮带坏的。宝宝们那么可爱，绝对不能变成小二货。不行，绝对不行。下定决心后，张浩直接转移话题。对了，孙老板，那个叫水出芙蓉的人是你派来的吗？不是，我还以为是你朋友呢。哦，那没事了。张浩挂断了电话，然后找到那个水出芙蓉，可点进去一看，没有任何作品。奇怪，会是谁呢？谁会那么大方，给自己刷50多万的礼物？就在这时，一道倩影从外面走进客厅。表妹夫，就你一个人在家吗？表妹和宝宝们呢？张浩循声看去，原来是表姐吴雅静，他们在卧室。我去看看宝宝。吴雅静笑着走进卧室。张浩停止思绪，想到直播结束该给大壮钱了，可侧头看向这厮，却见他直勾勾地盯着卧室门口，一副痴迷的样子。这孙子又开始思春了。大壮，你还要不要钱？要。大壮立刻回过神来，笑着问浩哥，那个美女是谁啊？毕刚。浩哥，你告诉我呗，我发誓这次绝对是真心的。滚！那是给少华介绍的，虽然成不了，但你也别瞎打听。啊，表姐呀！大壮顿时眼冒金光，他知道少华肯定把握不住表姐，而表姐是个富家千金，要是把表姐追到手，下半辈子就不用奋斗了。嘿嘿，浩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免谈。钱你是不想要了吧？要。多少？多少都行，你看着给吧。张浩思绪片刻，
然后伸出5根手指。大壮一看，皱起了眉头。啊，才500啊？不是500，我靠，5000、5万、5万！大壮惊呆了。下一刻，突然把张浩抱在怀中，还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浩哥，你太牛皮了，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发誓以后就跟着你混了，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睡觉都行。说完，非常激动地抱着张浩跳了起来。开玩笑，1小时5万，知道这对于一个存款不超过5000的人意味着什么吗？这就好比一夜暴富。此时的张浩一脸鄙夷，可正准备把大壮从身上推开时，突然愣了一下。只见苏雨嫣和吴雅静站在门口，他们的眼神非常奇怪。婴儿车里面的3个萌宝，漆黑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仿佛在说：爸爸怎么和叔叔抱抱？他不要妈妈了吗？大壮快松开！我不！浑然不知的大壮用撒娇的语气说道，甚至把张浩抱得更紧了。张浩想死的心都有了。我数3下，你再不松开，我就要揍你了！1、2、3。就在数到3时，大壮连忙松开了。他非常感激道：浩哥，我爱死你了！我要是个女的，非嫁给你不可，别说生3胞胎，5胞胎都没问题。张浩气的脸都绿了。如果杀人不犯法，真想把大壮活活掐死。就在这时，一个质疑的声音响起：表妹夫的取向正常吗？他不会是个 gay 吧？应该不是吧？苏雨嫣突然有些不确定了。她不是不相信张浩，而是刚才那一幕太两下双眼了。2个男的抱在一起，大壮甚至还亲了张浩一下。正常人能做出这种事？张浩顿时一脸黑线，这下完了，竟然被老婆认为是 gay 了，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老婆，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是真男人。反应过来的大壮连忙道：没错嫂子，我可以证明浩哥是真男人。张浩彻底无语了，他揍大壮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恨不得当场把大壮大卸8块，然后丢出去喂狗。你不会说话就闭嘴，没人把你当哑巴。嘿嘿，大壮挠头笑了起来。嫂子别误会，刚才是我太激动了。情况是这样的，浩哥带我直播卖货赚了12万，他还说要给我5万。5万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所以我一激动就抱着浩哥亲了一口。嫂子，我要是有半句假话，诅咒我做一辈子的单身狗。苏雨嫣微微颔首，了解情况后，心里顿时释然了。原来张浩不是 gay。张浩暗松一口气，好不容易跟老婆建立的感情，差点毁在这孙子手里，以后必须离这孙子远点。思绪中，用微信给大壮转过去5万。孙子，爸把钱给你转过去了，收一下。大壮连忙掏出手机，看到5万块的转账，就跟得了帕金森似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谢谢爸，不对，谢谢孙子。我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爱死你了！激动中，大壮又张开了胳膊，但下一刻被张浩不悦的眼神瞪了回去。嘿嘿，浩哥，啥也不说了，我请你和嫂子吃烧烤，当然还有这位美丽的表姐。表姐你好，我叫冯大壮，不知表姐芳名。大壮脸上笑意更浓，一是刚获得5万巨款，二是借吃饭的良机加上表姐的微信，可谓双喜临门。然而吴雅静并没有搭理大壮，因为大壮给她的感觉就是个屌丝，而且还是99K 纯屌丝。她直接笑着看向张浩，表妹夫，我可是专门来吃你做的菜的，你不会拒绝吧？这个张浩突然犹豫了，4个人最起码5菜1汤，虽然会做饭，但只想和老婆做，要是跟别人做，岂不是把这里当成免费餐厅了？这时大壮自告奋勇，浩哥，既然表姐想在家吃，咱就在家吃吧，你要是嫌麻烦，我来做。你行吗？男人不能说不行，而且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吃。得了吧，你除了会切，你别瞧不起人，不信咱们比比。不比，还是点外卖吧。话音刚落，苏雨嫣的声音响起，她含笑道：老公，既然表姐都开口了，你就满足她吧。好的，老婆。说罢，张浩转身走进厨房。吴雅静愣了一下，没想到张浩竟然这么听话。表妹，还是你厉害，一句话就让表妹夫乖乖去做饭了。看我要是能找这么听话的男朋友就好了。苏雨嫣微微一笑，这不叫厉害，而是因为爱。这时大壮嬉笑道：表姐，你看我可以不？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保证非常听话。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抓鱼，我绝不杀鸡。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吴雅静撇了撇嘴，投去鄙夷的眼神。她语气冰冷道：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做什么的？我是配钥匙的，你配吗？大壮顿时无比尴尬，尴尬到无地自容。然而下一刻，他笑着问吴雅静：表姐，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做什么的？我是算命的。你算什么东西？你……吴雅静气得挑眉瞪眼，有种想要揍人的冲动。大壮留下潇洒的背影，走进厨房给张浩帮忙。虽然他很想跟表姐套近乎，但绝对不会再当舔狗了，因为上次追求小倩，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当一个渣男，不对，要立志成为一个海王。哼，气死我了！这个臭屌丝活该没女朋友，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找他这样的臭屌丝。吴雅静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大壮生吞了。苏雨嫣笑着劝说：“别生气了，表姐，大壮跟你开玩笑呢。”话落，抱起大宝指着吴雅静笑道：“星星，看，这个是姨姨，叫姨姨。”大宝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叽叽。”哎，吴雅静立刻笑了起来。不得不说，宝宝就是拯救不开心的小天使。看到萌宝，心里的不高兴瞬间一扫而光。来，姨姨抱抱。吴雅静张开手，把大宝抱在怀中。大宝看了看这张陌生的面孔，两条残眉皱起，仿佛在说：“这个姨姨没有妈妈漂亮。”接着，大宝的目光下移，突然瞪大眼睛：“哇，比妈妈的还大！”随即，一只小手轻车熟路地伸了进去。啊！吴雅静发出一声惊呼，连忙把大宝的小手拽了出来。“小坏蛋，摸哪呢？”哥哥，大宝发出稚嫩的笑声。苏雨嫣笑着道歉：“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表姐。大宝一没事就喜欢摸，接下来必须让他改掉这个坏习惯。”没事儿。吴雅静一脸苦笑，没想到竟然被宝宝袭胸了，这可是人家的第一次呢，那种感觉好奇怪哦。突然，他想到了什么，问苏雨嫣：“对了，表妹，有件事还没跟你说呢，你平时除了照顾宝宝还做什么？”“上班呀。”“上班？表妹夫这么有钱，你还上班？”吴雅静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苏雨嫣微微颔首：“他的钱是他的，我要自己挣钱。”这话说的，夫妻之间还分什么你我？因为自己挣的钱花着舒心。哦，吴雅静点了点头。夫妻之间的事她不懂，不都是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美貌如花吗？思绪中，她淡笑道：“表妹，你别上班了，咱们两个一起创业吧。”苏雨嫣秀眉微蹙：“创业？”“对，创业。我手里有个非常好的项目，生产护肤品。现在的女孩子都注重肌肤保养，随便一套护肤品500-600，但你知道成本多少吗？才3-4块而已，成本连1%都不到，这简直就是暴利啊！我跟我爸要1000万，你跟表妹夫要1000万，启动资金就够了。等商品生产出来，找几个网红团队在直播间卖，2个月就能回本。”虽然吴雅静说的很诱人，但苏雨嫣却犹豫了。先不说这件事靠不靠谱，单凭那1000万就拿不出来。再说了，等假期过了还要去学校工作，根本没时间。算了吧，我一没时间，二没钱，你还是找别人吧。吴雅静把手放在苏雨嫣的玉腿上，劝说道：“表妹，咱们是亲戚，所以我才找你，别人我还信不过呢。没钱就跟张浩要，他不给试试。时间就像胸沟，都是挤出来的。”苏雨嫣一副为难的样子，毕竟张浩挣钱不容易，怎好意思跟他借钱？况且还有1个亿的小目标没完成呢。吴雅静见苏雨嫣犹豫不决，继续苦口婆心的劝说：“表妹啊，你不是说不想花张浩的钱吗？等你赚钱了，还用花他的钱？到时候还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难道你不想让宝宝过得更好吗？”一听这话，苏雨嫣突然心动了。别墅是张浩买的，宝宝的衣物也是张浩买的，保姆的工资是张浩给的，家里的一切开销都是张浩出的。可自己呢，除了生了3个宝宝，貌似没有任何贡献了。可话说回来，就算想创业，关键没钱啊。向张浩借钱，怎么好意思开口？毕竟1000万可不是小数目。这时，吴雅静再次劝说：“表妹，你就别犹豫了。你要是觉得有风险，赔了表姐给你500万，这还不行吗？”苏雨嫣咬了咬红唇，其实就算表姐不给，也很想答应，可关键就是没钱，也不想向张浩借钱，所以还是算了吧。表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因为宝宝们现在还小，离不开妈妈，过2年再说吧。吴雅静一脸无奈，她看得出来，苏雨嫣不是因为宝宝，而是不想跟张浩要钱。不过即便如此，自己还有一个办法。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实在是抱歉了。没事儿，跟表姐客气什么？那你先和宝宝们玩会儿，我去厨房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毕竟大壮来家里做客，怎好意思让客人下厨房？去吧，宝宝们交给我就行。吴雅静把大宝放在沙发上，从婴儿车里把2宝抱了出来。可就在抱起3宝时，3宝的小手突然伸进了衣领里面。啊，臭宝儿，你怎么也这么坏？再摸一打你屁屁！难受的吴雅静连忙把3宝的小手拿了出来。可就在这时，却见3宝的小嘴一撇，泪水在漆黑的眼睛里打转。意识到3宝委屈的要哭，顿时于心不忍。哎，你别哭啊，姨姨让你摸还不行吗？但不能伸进去，只能搁着衣服。与此同时，苏雨嫣来到厨房门口，正准备推开门时，听到里面传来对话声：“大壮，浩哥，我的比你粗；张浩，我的比你长。大壮，粗的好；张浩，长得好。大壮，粗的好吃，长得不好吃；张浩，瞎说，长得才好吃。大壮，那我尝尝你的，你尝尝我的。张浩，行。”门外的苏雨嫣脸色羞红，
他们在里面在比什么？听上去好羞耻啊！思绪中下意识地推开了房门。张浩侧头看向门口，老婆，你爱干什么？那个，我过来看看，需不需要帮忙？苏雨嫣笑着很不自然，看到张浩和大壮手里拿着黄瓜，意识到刚才想歪了，原来他们比的是黄瓜。大壮连忙笑道：嫂子，你不用帮忙，我和浩哥就行了，你就等着吃吧，等会必须让你尝尝我的厨艺，保证让你欲罢不能。苏雨嫣微微一笑，见食材已经准备好，就等着下锅了，也不需要帮忙。好，那你们忙，我去照顾宝宝。话落，转身走了出去。半个小时后，嫂子，饭做好了，过来吃吧。大壮喊了一声，他故意没有叫吴雅静，谁让这个冰山美女看自己不顺眼的，就不叫她。苏雨嫣和吴雅静坐在水床上陪宝宝们玩耍。表姐，我们先去吃饭吧，等吃了饭再玩。话落，苏雨嫣把3个萌宝放进婴儿车，吴雅静也站了起来，心里非常亲切地问候着大壮：臭屌丝，诅咒你一辈子单身，诅咒你生儿子没小鸡鸡。餐厅内，一桌子热气腾腾的菜肴，香气四溢，大盘鸡、爆炒腰花、清蒸大闸蟹、凉拌黄瓜黑木耳、干煸豆角、海参虾米汤，整整5菜1汤，非常丰盛。当然还有宝宝们爱吃的小米蔬菜粥。这时苏雨嫣推着3个萌宝走了进来，大壮见状连忙招呼：嫂子快坐，快尝尝我做的菜味道怎么样？除了炒腰花和海参汤是浩哥做的，别的都是我做的，你快尝尝。话落，为苏雨嫣调好了椅子的角度。苏雨嫣含笑点头，见大壮这么热情，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感觉不是在自己家，就跟在他家似的。大壮，你也别站着了，坐下吃吧。好的，嫂子。大壮笑着坐了下来，但视线没有从苏雨嫣身上离开，一副期待的样子。苏雨嫣立刻拿起筷子尝了一口鸡肉，真好吃。大壮一听顿时乐了，嫂子，你再尝尝干煸豆角。苏雨嫣尝了一口，笑着称赞：不错，也非常好吃，比张浩做的好吃多了。嘿嘿。大壮被夸得都害臊了。就在这时，吴雅静板着脸走了进来，她的不高兴是故意让大壮看的。切，屌丝炒的菜好吃才怪，本小姐尝尝。话落，吴雅静坐在餐桌前，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土豆放进嘴里，但下一刻她直接吐了出来。呸呸呸，难吃死了，比屎还难吃。大壮见状气得脸色发青，可接着他突然坏笑起来。表姐，你怎么知道比屎难吃？难道你吃过屎？你才吃过屎，你全家都吃过屎。吴雅静直接口吐芬芳，丝毫没有刚才的淑女形象。大壮怒瞪双眼，一副要干他的架势。骂自己可以，可如果带上家人，抱歉，谁也不好使。你再骂一句试试。我从来不打女人，但除非忍不住。你要是再骂我家人，信不信我把你打成猪头？吴雅静挺了挺胸脯，一副毫不畏惧的样子。自己堂堂大小姐，什么时候被人这样羞辱过？你打我一下试试。你敢动我一根毛，别想走出这个别墅去。话音刚落，一个不悦的声音响起。够了。张浩眉头微皱，脸上带着不悦。你们能不能好好吃饭，不能就出去？虽然一个是好兄弟，一个是表姐，但张浩并没有留情面，因为他注意到苏雨嫣无奈的表情，还有受到惊吓而愣住的宝宝们。如果再不开口制止，宝宝们会被吓哭的。吴雅静冷哼一声道：要不是看在表妹夫的面子上，我饶不了你。大壮不甘示弱的对了句：要不是看在浩哥的面子上，我也饶不了你。不是，你们没完了是吧？听到张浩开口，二人立刻停战。吴雅静直接拿起筷子吃饭，正准备吃鸡块时，一想到是大壮做的，不屑地哼了一声，夹了一块炒腰花放进嘴里。突然他面露惊奇之色，哇塞，这炒腰花太好吃了，不但没有腥臊味，口感非常鲜嫩，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炒腰花。表妹夫，你太厉害了。话落，又夹起一块吃了起来。被称赞的张浩淡淡的笑了一下，而大壮面露鄙夷之色。切，想跟浩哥套近乎也不用这么夸张吧，不就是炒腰花吗？就跟没吃过似的。说着，大壮也吃了一块。下一秒，他满脸惊叹：我靠，这也太好吃了吧！这，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绝对比饭店里的炒腰花好吃10000倍。说罢，直接用勺子猛吃起来，感受着弥漫口腔中的香味儿，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一副享受的表情。这种感觉太幸福了，仿佛奔跑在春天盛开的花海中，是那样的美妙。吴雅静瞪了大壮一眼，淡漠道：刚才谁说不好吃来着？现在吃个跟猪一样。单身猪吃那么多有什么用？小心补得你流鼻血。大壮一边吃一边回怼：我用不用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倒是你别吃的晚上。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大壮突然愣了一下，他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鼻子里流了出来，用手一摸，我靠，竟然真的流鼻血了。一旁的张浩愁眉紧锁，叹这货太他妈丢人了，别愣着了，还不赶紧去卫生间洗一下。大壮用手捏着鼻子，连忙起身冲进卫生间。吴雅静笑着摇头，叹表妹夫，你这么优秀，
怎么会有这种二货朋友？这个人脑袋里就像缺根筋似的，真是交友不慎啊。说着舀了一勺海参汤喝了起来，因为见大壮流鼻血，吓得他不敢吃炒腰花了，万一也流鼻血，岂不是当场射死？张浩淡笑道，其实大壮人不错，是你太咄咄逼人了。一听这话，吴雅静顿时不乐意了，我怎么逼他了？明明是他先。突然吴雅静一口海参汤喷了出来，好在他反应快，连忙转身喷在地上，要不然这一桌子美食可就糟蹋了。然而此时苏雨嫣也用手捂住了嘴，一双杏核大眼笑成了月牙。张浩满脸问号，他们两个这是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吗？疑惑中注意到他们都在看着自己身后，立刻转身看去，这一看差点也把嘴里的饭喷出来。只见大壮走了进来，他的两个鼻孔里面插着2条长长的白色卫生纸，关键这次还笑呵呵的，这画面简直不忍直视。张浩笑着问大壮，你这是什么造型？吴雅静立刻接话道，他这叫狗鼻子插大葱，装像。大壮嘿嘿一笑，坐在餐桌前，我担心还流鼻血，所以用卫生纸堵住。都别看我了，我又不是饭。话落，拿起筷子开始吃饭，但吃的都是自己炒的菜，而且在吃饭时嘴巴长得很大，以免把卫生纸碰掉。吴雅静笑出声来，哈哈，你怎么不吃炒腰花了？这海参汤的味道非常鲜美，你尝尝。大壮直接回怼，你喝吧，但我劝你少喝点，毕竟你是单身猫，别晚上难受的睡不着。吴雅静挑眉瞪眼，你有种再说一遍。我当然有种，但好话不说2遍。张浩不免有些头疼，他深深怀疑这2个人上辈子是不是冤家，怎么一见面就开始吵。大壮，你能不能少说2句？表姐，你也消停会儿吧，好不好？你们要是再斗嘴，这就是你们在这吃的最后一顿饭。一听这话，吴雅静顿时安静下来，就跟母老虎变成小猫似的，开始安静吃饭。大壮则是笑了起来，浩哥，不得不说，你做的这玩意太补了，补得我都流鼻血了。剩下的你都吃了吧，毕竟你晚上还加班呢。话落，苏雨嫣的声音响起，她疑惑道，老公，你晚上去哪加班？这个张浩顿时汗颜，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这个大壮太他妈不正经了。单纯的苏雨嫣继续追问，老公，你晚上还要直播吗？张浩一时语塞。这时大壮笑着暗示，嫂子，我说的加班不是工作，而是造小人儿。造小人儿？什么意思啊？苏雨嫣更疑惑了。突然她想到了什么，娇羞地低下了头。张浩眉头微皱，用杀人的眼神看向大壮，明天你别来了，以后别说认识我。大壮连忙求饶，别啊，浩哥，我知道错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叮铃铃，悦耳的铃声响起，声音是从张浩口袋传出来的。张浩瞪了大壮一眼，掏出手机一看，是赵爷爷的来电。接听电话，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小张，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当然是好消息。张浩做出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选择，毕竟谁不喜欢听好消息呢？好，那我先说坏消息吧。靠！张浩直接无语，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坏消息就是咱们被骗了，虽然你花60万买的牛形青铜器是真的，是战国时期的古董，但根本不值60万，顶多50万。特么的，我还以为店老板是个大好人呢，没想到也是个黑心商家，真是无商不奸啊。张浩直接一笑而过，才赔10万而已，根本不值一提，毕竟靠古董可是赚了5000万呢。没事的，赵爷爷，赔就赔了，算我的。而且我相信店老板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最后为什么少要20万呢？赵爷爷点了点头，或许吧。先不说这个了，说好消息吧。经过专家鉴定，你买的古董里面有12件是真的，你猜猜总价值多少钱？张浩直接说了2个字，不猜。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竖起耳朵听好了，总价值2800多万。我靠，这么多！搞笑的是，你从秃顶老板那里买的古董有2件是真的，价值600多万。要是被他知道，肯定会气吐血的。嘎嘎嘎！电话那边传来赵爷爷得意的笑声，但张浩想笑却笑不出来。那个秃顶男太悲催了，本想给他补偿，却没想到又占了便宜。赵爷爷，这件事千万不要外传，要是被那个老板听到，未免太杀人诛心了。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先这样，我挂了呀。挂了吧。张浩挂断电话继续吃饭，脑子里想着古董的事。然而刚吃2口，吴雅静的声音响起，她淡笑道，表妹夫，跟你说个事儿呗。什么事？我和雨嫣想创业，但她需要1000万的资金，你能不能支持一下呢？苏雨嫣顿时一惊，连忙道，没有，我不想创业。表妹，我知道你很想，只是不想跟表妹夫要钱而已。说到这，笑着看向张浩，表妹夫，你一定会大力支持的，对不对？张浩微微一笑，不，我不支持。啊？吴雅静愣了一下，没想到张浩竟然会拒绝。苏雨嫣微微错愕，她也没想到张浩会这样说。他是心疼钱吗？还是他根本就不爱自己？这时张浩做出解释，老婆，你别多想，
我只是不想让你太累而已，因为你照顾宝宝已经够辛苦的了，我不让你上班你还不愿意，更别说让你干别的了。况且宝宝们还小，需要母爱的呵护。还有，我也非常需要你，每分每秒都不想跟你分开。张浩的这段深情告白，顿时让苏雨嫣失了双眸。他还以为张浩心疼钱，现在才明白是因为爱。想到刚才误会了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一旁的吴雅静满脸痴迷，她被张浩的浓浓爱意深深的打动了。555，自己也想找这样的男朋友，可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世界上的好男人都死哪去了？就在这时，大壮开口了，他惊讶道：“哎呦我去，浩哥，你啥时候这么能说会道了？”听得我都感动得快哭了。嫂子，看得出来浩哥是真的爱你。如果我是你，明天就跟浩哥领证，后天就结婚。毕竟孩子都这么大了，人生大事也该办了。张浩皱眉看向大壮，虽然没说话，但心里已经问候这个沙雕100遍。吴雅静也投去鄙夷的眼神，挺好的气氛被这个屌丝破坏了。臭屌丝，你会不会说话？吃你的饭吧。我特么。就在大壮开队时，突然没了声音。他注意到张浩吃人的眼神，立刻笑了起来。呵呵，吃饭吃饭。饭后半小时，已经是晚上9点了。浩哥，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宿舍了。明天我等你电话。话落，见张浩点了点头，起身朝着门口走去。可走了几步，大壮突然停了下来。他见吴雅静陪宝宝们玩耍，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想到吃饭时被他糟践，要是不对他一下，晚上肯定睡不着。表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走？想在这睡吗？吴雅静一听，眼睛立刻瞪得像铜铃。臭屌丝，我走不走跟你有什么关系？是跟我没关系，可浩哥和嫂子不睡觉吗？宝宝们不睡觉吗？真把这当你家了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2分钟就到家了，倒是你再不走就赶不上2路汽车了。大壮一时间无言以对，想到自己要坐公交车回学校，而吴雅静就住在附近的大别墅里，金钱上的差距不禁让他有种悲从心中起，万般不如人的感觉。浩哥，嫂子，我先走了，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说罢，大壮走了出去。吴雅静撅着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虽然还想跟宝宝们玩耍，可经大壮这么一说，也不好意思继续留在这里。表妹夫，那我也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玩。吴雅静也走了出去。当他来到外面时，看到还没走远的大壮，握紧粉拳，怒气冲冲地跑了过去。臭屌丝，你给我站住！卧槽！大壮吓得一激灵，直接撒腿就跑。他一边跑还一边喊：别追了，我们是不可能的。吴雅静快要气疯了。突然他一个不注意，左脚尖踢在右脚跟上，扑通！吴雅静直接摔了个狗吃屎。看着大壮远处的身影，歇斯底里的谩骂起来：臭屌丝，有种你别跑，你个王八蛋，别让我再看到你，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弄死你。555，疼死我了。大壮乐呵呵的来到别墅区门旁的保安室，见保安小姐姐低头玩手机，敲了敲玻璃笑道：美女，开下门让我出去。一看是大壮，保安小姐姐连忙问：张浩哥哥同意加我微信了吗？大壮笑着摇了摇头：美女，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浩哥对爱情非常忠诚，肯定不会找小三儿的。你看我怎么样？虽然我没浩哥帅，没他有钱，但我一天赚5、6万还是没问题的。一听5、6万，保安小姐姐的眼里闪过一丝光芒。要不这样吧，我们先交个朋友。大壮欣喜道：好，你几点下班？请你喝啤酒吃小龙虾。抱歉，我这几天不能吃凉的，改日吧。没问题，那咱们回头微信聊。保安小姐姐笑着点头。见大壮离开，找到他的微信修改备注@。与此同时，张浩和3个萌宝在游乐场玩耍。突然苏雨嫣问了句：老公，你现在有多少钱？